夫君，我性感吗？要不我履行一次夫妻义务？包爽。床前一位美妇扭动腰肢，眼神颇具挑逗，而床上的男人却口吐白沫，绝望挣扎。看你这烂德行，根本无力行房。可惜我这性感身子你是得不到了。美妇眼神逐渐冰冷，嘴角噙着得意。陈八荒，结婚3年，老娘将你练成炉鼎，让我一跃成为炼气境10级强者。现在就差最后一步，我陆青青就能踏入第0境。陆青青指尖划过陈八荒的胸膛，我给你服下的巨阳丹，可让你体内所有灵气瞬间凝聚在丹田，这样我就可以一举吸光你的灵气，冲破瓶颈，成为第0境强者。不过，他轻点陈八荒嘴唇，你也因此会经脉尽断，暴毙而亡。可惜，我这先天水灵体的丰盈身子，你是享受不到了。轻抚秀发，他得意一笑。闻言，陈八荒更加激烈的挣扎，但无奈巨阳丹的药力让他全身万箭穿心般剧痛，无力反抗。他肺结吼道：我对你那么好，为何如此对我？对我好顶个屁用！陆青青不屑轻哼，你不过是小小倾城的少爷，我才不会在这小城窝囊一辈子。嫁给你，我只是在寻找垫脚石。我陆青青要做大世家叶家的少奶奶。目光转向陈八荒丹田，他感知到一团极为强劲的灵气不断聚集，脸上浮现出笑意。作为合欢宗弟子，他深谙采阳补阴之道，当即他一掌摁下去，疯狂吸收陈八荒的灵气，顿时他修为快速攀升起来。陈八荒，结婚3年你都没有碰到我的身子，而我即将去服侍叶少，让他体验我的妩媚和技术，你郁闷不？难受不？恨我不？陆青青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你这个毒妇！陈八荒话痛苦万分，最终不甘地闭上了眼睛，灵气瞬间被抽走，他炉鼎之身也即将破碎。夫君，你死了，我每年会给你烧纸的。哈哈！感受到自己修为暴涨，陆青青得意大笑。唰！就在这时，陈八荒全身一颤，当即猛然睁开眼睛，他目光如剑，表情森然，与之前判若两人。本帝没死，我穿到了这个舔狗的身上。陈八荒瞬间接受了所有的记忆，竟敢对本帝敲骨吸髓，找死！他伸出大手，一把捏住陆青青的脖子，精准的穴位拿捏，让得陆青青瞬间失去了力量，直接被陈八荒按在床上，压在身下。贱人，我没死，你很失望吧？你怎么活过来了？陆青青美眸瞪得滚圆，一脸骇然。陈八荒冷笑：贱妇，你将我做成炉鼎，供你吸血，今日我就让你尝尝做人炉鼎的滋味。虽然前世是一位贱婢，但此刻的她修为弱到渣，只是炼气境1级，急需恢复实力。而陆青青可是先天水灵体质，绝好的炉鼎资质。与之双修，水灵体可大大滋润她的丹田，飞速提升修为，这等机会她自是不会放过。而陆青青的实力虽高于她，但她毕竟是贱婢，有着诸多手段压制住陆青青。撕拉！他猛地撕开陆青青胸前肚兜，顿时白嫩如羊脂般的皮肤，高耸双峰，平坦小腹，修长玉腿都展露无余。陆青青作为倾城数1数2的美女，不仅五官精致，妩媚动人，更是丰胸翘臀，身材极为完美。你要抢我？不要啊！你答应过我，成为我炉鼎，助我踏入第0境，我才可将身子给你。你对我发过的誓言，你都忘记了吗？陆青青吓得小脸煞白，娇躯乱扭。她可是想将处子之身留给叶少的，绝不能让陈八荒夺了去。毕竟他要以此为筹码去攀附叶少，牺牲我自己，成就你，最后还被你抹杀。老子可不会傻到被你这般精神控制。陈八荒冷哼，他可不是痴心一片的舔狗，他前世可是道心坚如磐石的贱婢。陈八荒将陆青青双臂死死压住，抬手就是一个嘴巴抽了过去。臭流氓，你若敢辱我，我定会。陆青青的话还没有说完，便是被陈八荒用肚兜堵住了嘴巴。随后狂风暴雨疯狂而至，一个时辰后，陆青青全身淤青，白嫩皮肤上满是陈八荒的手印。她小脸霞红，满脸泪水，眼中更是深深的绝望。为叶少守的处子之身没了，这让她如何向叶少交代？不仅如此，她愕然发现自己体内的灵气竟是不受控制的聚集向丹田。炉鼎，陈八荒通过双修之术将他做成了炉鼎，而他的水灵体质天生就是做炉鼎的最佳体质，这让的他成为了陈八荒的完美炉鼎。炉鼎做好，现在我该夺你修为了。陈八荒淡漠一笑，他再次压在了陆青青的身上，梅开2度。这次已成炉鼎的陆青青修为被陈八荒掠夺的一丝不剩，而陈八荒的境界不断攀升。这一刻，3个有着绝世之言的女帝浮现在他的脑中。
这3个女人风华绝代，各有千秋，每个都是妖孽般的存在。她们设下毒计，联手夺她灵火，将她打进无尽地狱混元魔渊，这才导致她的一缕残魂进入了陈八荒的体内。这一瞬，他眼中闪烁出如剑寒光。3个贱人，我陈八荒卷土重来，待老子崛起，一定会找你们3个贱人算账。唰，榨干陆青青这个完美炉鼎，陈八荒的境界由炼气境1级疯狂飙升，直接攀升至炼气境10级，即将踏入第0境。而陆青青多年苦修的修为一落千丈，和凡人没什么区别。你这个畜生！陆青青满脸绝望，声音颤抖地骂道：“你毁了我爹和我姐一定不会放过你。”陈八荒不屑冷笑：“你那死爹和你姐一定是去邺城的叶府为你说媒去了吧？老子也迫不及待想等他们回来，到时新仇旧恨一块算。”说话这么大胆霸气，陆青青一脸愕然。今日的陈八荒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他不甘道：“陈八荒，虽然你现在能压制我，但我爹和我姐很快回来，到时候他们会扒你筋皮，碎你骨头，为我报仇。”陆青青并不是危言耸听，他爹和他姐都是强悍修士，陆家更是有100名修士，抹杀陈八荒易如反掌。陈八荒眼睛微眯，脸色深沉，危险迫在眉睫。他这副身子骨太弱，急需提升实力才能对付陆家人，但他只是一缕残魂穿了过来，没有任何修炼资源。我记得后院栽种了一株灵神花，此花是一株灵植。陈八荒眼睛一亮，灵植极其珍贵，蕴含灵气精华，可快速提升修为。那灵植可是我爹辛苦栽种的，你没资格动。陆青青紧张道。他勉强站起身，不顾袒胸露乳，一把抓住陈八荒。啪！陈八荒一个重重巴掌甩过去，整个陈家都是我的，我想动什么就动什么。陆青青捂着被打肿的脸，满是泪水的眸子，愤恨地瞪着陈八荒。如今陈家都是我的人，怕是你踏出这个门就被我的人干掉了。陈八荒一把薅住陆青青的头发往外拖，那我就让你看看是我死还是他们死。少爷！陈八荒刚踏出门，管家便是带着护卫气势汹汹冲了过来。看到原本气若游丝的陈八荒居然生龙活虎地拽住陆青青，健步如飞。管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你没死。之前陆青青交代的清楚，他杀陈八荒，管家负责收尸。可他左等右等，不见陆青青出来，于是他只好带护卫前来查看，哪知却看到陆青青被反制。我没死。陈八荒眼睛微眯，这么说来，你知道陆青青要杀我？管家，他喉咙滚了滚，目光逐渐冷冽。没错，我就是奉夫人之命，准备给你收尸的。陈八荒，如今陈家已经彻底属于陆家，你赶紧放了夫人，否则……他指了指身后的10几名护卫，冲陈八荒冷笑：“否则我们的刀枪无眼。”噌！护卫们立刻抽出了腰间长刀，皆是一脸肃杀地瞪着陈八荒。我爹生前待你们如亲人，结果你们都做了陆家的狗。陈八荒瞬间明白，管家以及护卫全都倒向了陆家，眼中怒意顿时升腾了出来。前世他最恨的就是背叛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也是迫不得已。陈八荒，你之前是主，但现在你和我们一样，你就是陆家的仆。实话告诉你，你堂弟堂妹试图反抗，被我们暗中处死。若你不放了夫人，那我们只能送你下去见他们了。管家负手冷笑，身后有护卫保护，即使管家不是修士，他也有恃无恐。唰！可就在这时，陈八荒的身影鬼魅般的出现在管家的面前，当即一把捏住管家的喉咙。那我就告诉你这条狗，我陈八荒永远是这里的主人。冰冷眸光与管家那满是惊骇的双眼对视，陈八荒冷笑：“下去给我堂弟堂妹道歉去吧。”咔嚓，他当场捏断了管家的喉管。管家，他家眼球暴突，喉骨碎裂的脆响在院中回荡，当即尸体直挺挺砸在地上。你居然杀人了！陆青青震惊的呆若木鸡，之前的陈八荒杀鸡都不敢，今日杀人居然这般狠辣果决。陈八荒，你疯了吗？护卫长卫虎一脸错愕道：“陈家已彻底被陆家取代，你别妄想杀个管家就能挽回局面。”陈八荒眼睛眯起，卫虎，我待你如兄弟，结果你如今却做了陆青青的狗。卫虎嘴角抽了抽，良禽择木而栖，我也是混口饭吃，你还知道你是禽类，家禽都比你忠诚。陈八荒讥讽一笑，他目光扫过一众护卫，冷喝道：“今日叛我陈家者都得死！”卫虎一怔，不屑大笑：“陈八荒，你可真是大言不惭！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控制了夫人，但你想过我们这一关，那你是白日做梦。”卫虎可是地灵境强者，比陆青青都高出一个大境界。
挥手间可凝气为力，爆出凌厉匹练，腰间的长刀更是斩杀过数十名修士。他冷哼一声，冲手下挥手道：“干掉陈八荒，让陈家彻底绝后。”新主子面前，他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少爷，对不住了，我们也得吃饭。10名护卫目露凶光，提刀齐齐冲向陈八荒。在这以武为尊的世界，谁给资源，他们就跟谁混。一群白眼狼，都给我死！陈八荒一步上前，当即一巴掌抽飞了冲在最前面的护卫。砰！此人身躯重重砸地，脑袋一歪，毙命当场。紧接着，陈八荒快速出手，捏碎一人的喉咙，又一拳砸碎另一人的头颅。仅仅是几个瞬间，7名护卫便活生生被他打死。作为曾经的剑帝，陈八荒不动用修为，单单是依靠前世千锤百炼出来的意识和身法，就能完全碾压这些护卫。这费少今日怎么这么厉害？剩下3名护卫当场懵了逼，再也不敢上前。咻咻咻！就在这时，陈八荒的大手猛地抬起，当即3道凌厉匹练瞬间爆出，如利剑一般，精准洞穿了3名护卫的眉心。凝气化力，爆出匹练。难道陈八荒是地灵境？魏虎震惊的尾椎骨都麻了。炼气境之上是地灵境、天灵境、灵宗境、灵王境、灵皇境、灵圣境、灵尊境、灵帝境，每个大境界有10级小境界。而魏虎清楚记得之前的陈八荒不过是炼气境5级，之后更是被陆青青折磨的修为尽失，今日怎么达到了地灵境的实力？殊不知以陈八荒的领悟，即使是炼气境，他也能爆出灵力匹练，此子今日太邪门，必须全力应付。魏虎眼睛微微眯起，当即大手猛地抓向腰间的刀柄，他要一刀砍掉陈八荒的头颅，立下大功，从此飞黄腾达。而就在这时，他愕然发现他的手抓空了，刀不见了。唰！几乎是同一时间，陈八荒陡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他的刀已然攥在了陈八荒的手中。你的刀不错，可是你的动作太慢。陈八荒那冰冷的声音如魔鬼之声在魏虎的耳边响起。纵使魏虎修为高出陈八荒一个大境界，但他根本跟不上陈八荒那恐怖的身法以及可怕的战斗意识。少爷！魏虎恐骇的灵魂都快出窍了，他大声喊道：我有儿有女有老婆，我不想死，给我一次机会。奴才知道错了。晚了。是。寒光闪过，魏虎只觉脖颈一凉，喷血头颅直接冲上了天空，一刀瞬杀。扑通！无头之尸跪在地上，鲜血狂喷。忘恩负义的东西，不配及我爹跪。陈八荒随手抛掉刀，一脚踢开魏虎的无头尸。炼气境抹杀地灵境，越级杀人，这怎么可能？陆青青眼中惊骇翻滚，嘴巴张大到可塞进一个鸡蛋。他本以为魏虎等人是他的救星，结果却成了陈八荒的刀下鬼。他不解地看着陈八荒，大喊道：陈八荒，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强？陈八荒才懒得回答陆青青的问题，扯着陆青青的头发，大步来到了灵神花的面前。灵神花乃是罕见的灵植，高达丈许，通体淡紫色，宛如神树，其上有着7朵娇艳欲滴的红花，红花美轮美奂，似是神物，散发着强横的能量波动。7朵灵神花，陈八荒眼睛明亮起来。若全部炼化吸纳，可踏入地灵境。你想将这7朵灵神花一起服下？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陆青青明白了陈八荒的企图，当即冷笑：你定是担心我爹回来虐杀你，所以你急于用灵神花提升实力。但灵神花可是灵植，饱含灵气精华，7朵灵神花一起用，你会被它的能量烧毁经脉和丹田。这点常识都不懂，就妄图拔苗助长，对抗我爹我姐，你真是个大蠢货。可陈八荒却淡淡一笑：你以为我带你这个炉鼎来是为了赏花？你要用我助你炼化灵神花？嘲讽的笑声戛然而止。明白陈八荒真实意图，陆青青脸色大变：你不能这么做，我会被灵神花能量撑爆的。陆青青一脸惶恐道：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别这么做。现在讲夫妻情分，晚了。陈八荒转身取下一朵红花，强行塞进陆青青口中，吞，整个吞下去。灵神花的花朵是凝聚灵气精华之处，一朵价值连城。而陈八荒也不客气，一口气将7朵红花全部塞进陆青青的嘴里。呜！陆青青满脸骇然，奋力挣扎。若是服下1朵，修为大增，是极美之事。可是连吞7朵，那就是要了他的命。刚刚在床上，你不是挺能吞吗？陈八荒脸冷如冰河。这个女人彻底毁掉他的家族，也彻底毁了他，他怎能客气？不要啊！我不想毁了身子，不想废了修为。陆青青绝望挣扎，但他根本拗不过陈八荒，炙热的能量如脱缰野马，
在他身躯里疯狂乱窜，冲击的郊区瞬间发烫起来。这一刻，他才意识到做他人炉鼎真的不好受，好好感受一下做炉鼎的滋味吧。陈八荒淡漠一笑，盘坐在地，运转起前世功法霸世吞灵诀。这套功法乃是他成为剑帝之后所创及大成之作。此功法一旦运转起来，几乎可吞噬所有能量，为己所用。这等顶级在功法，对于前世的陈八荒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如今的天武大陆，绝对是顶级的存在。啪！他大手按在陆青青的丹田处，疯狂吸收其内灵气。有了陆青青这个炉鼎炼化，陈八荒得到的灵气不仅充盈，而且温和。嘘嘘，丝丝灵气充盈着陈八荒的丹田，他的修为开始节节攀升。而陆青青却痛苦的面部扭曲，狂暴能量快要撑爆他的身躯。啊！我好痛，全身好烫。陈八荒，你不得好死！不出2日，我爹他们定会回来。就算你用灵神花提升修为，你也不是他的对手。到时候，我要亲眼看着你被我爹削成骨架。陆青青悲愤大骂。前几个时辰，他还幻想着弄死陈八荒后，他嫁入豪门叶家，从此一飞冲天。可现在，他却彻底成为了陈八荒的池中物，被其肆意蹂躏。但转机很快到来，他爹可是地灵境10级强者，差一步就成为天灵境。只要他爹出现，陈八荒必死。泼妇，那你就好好看着，到时候是我死，还是你爹嗝屁？陈八荒加大力度，疯狂压榨陆青青，这导致陆青青全身经脉剧烈疼痛，她不断哀嚎，而她的修为更加快速地攀升起来。陆青青的爹确实是位强者，陈八荒可不想刚刚从混元魔渊逃出升天，就死在陆家人的手里。轰！随着一道强横气息破体而出，陈八荒直接冲破炼气境的瓶颈，踏入了地灵境，随后一路攀升，最终止步的灵境4级。此刻的他体内灵气翻涌，体表气焰微动，实力比之前大为增进。而陆青青却脸色惨白，全身颤抖，眼中更是充满绝望的泪水。修为被吸干，经脉、丹田被烧毁，他失去了一切。唰！就在这时，一道血色影子突然出现在陈八荒的识海之中，而这影子在他残魂飞出混元魔渊之时，稍纵即逝间，他见过。这是一本巨大的金色书籍，但其上满是斑驳血迹。以陈八荒的见识，自然知道这是一件至宝，但纵使他阅宝无数，依旧是不知道眼前这本血书为何物。可直觉告诉他，他之所以能从那如地狱般恐怖的混元魔渊中活下来，和这本书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是何书？陈八荒皱眉。混元书。突然，一道冰冷的女声自血书内传出。陈八荒眼睛微眯，你是何人？女子道，以你目前实力，你没资格知道。你只需知道，没有我，你的那道残魂逃不出混元魔渊。陈八荒问，这混元书又是什么？女子道，是一件超乎你想象的法宝，其内10张图，一图一神通，掌一神通可让你成一方神圣，10大神通聚齐，你便是混元界的第一神。你踏入地灵境，达到条件，现在我为你开启第1张图，山河图。唰！血色经书陡然翻开，其内竟是显现出一张极为逼真的画卷，而这画卷之上所绘，竟是整个倾城的地图。山河图之神通，神明之眼，得此神通，窥破万物。女子声音淡淡响起。轰！下一刻，陈八荒愕然发现自己的神识竟是陡然升空，到了近万丈的高度。他好似神明一般，俯视整个倾城。倾城的一草一木被他尽收眼底，洞穿每一个细节，甚至那些修士的气息，他都极为清晰地感知到。而这一瞬，他看到一人正快马加鞭，急速朝着邺城方向疾驰而去。显然是陆家人跑去邺城，给陆家家主陆山海报信去了。陈八荒皱了皱眉，此刻再去追赶已经来不及。1天时间，陆山海必然回来，时间紧迫。女子道，山河图开启，你可以窥探他人，但他人无法窥探你丝毫的实力。而随着你境界的提升，神明之眼的范围会逐渐扩大。我知敌，的确不知我。神明之眼这神通确实了得。陈八荒问道，我何时能打开后面的图？女子道，境界达到一定高度，混元书内的图自然会打开。陈八荒眼睛微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我不相信，你肯帮我，定是有你自己的目的吧？女子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难道你不想利用混元书的神通去找那3个女人复仇吗？各怀目的。陈八荒直接道，我当然想。女子笑道，那欢迎你，你现在就是此书的主人。陈八荒点头，
虽然不知会员书中的女人是什么来路，但直觉告诉他，现阶段会员书定会助他修为飞速攀升，早日打回上界，手刃那3个贱人。陈八荒，陆青青悲愤道：“就算你用我炼化灵神花晋级4级地灵境，但你绝不可能扳倒我爹，他是顶级剑修，他会让你重新做狗。”做狗？他看向角落里一个狗笼，直接将陆青青塞了进去，满意道：“这笼子适合你，王八蛋，你如此辱我，我陆家会让你血债血偿。”狗笼中，陆青青不断啜泣，眼中全是愤恨。我陈家被你害死的人，至少有100口，你丝毫不忏悔，现在你受点委屈，倒是鬼叫起来了。陈八荒猛踢狗笼一脚，震得陆青青全身剧痛。你说过你爱我，那你的金钱、家世、修炼资源，包括你的命，都是我的。现在你后悔了，那你之前就是骗我，你对我不是真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大骗子。陆青青哭得声嘶力竭，万分委屈。我忘恩负义？陈八荒直接被陆青青清奇的脑回路逗笑了，捞女啊，而且是一点逼脸都不要的捞女。随后他提着狗笼大步走到前院，此时院中聚集着近100人，其中有陈家下人，更有闻听本家大小姐被欺负立刻赶过来的陆家人。而此刻的陆家人都是一脸肃杀的盯着陈八荒，眼角杀意浓烈。谁想为陆青青出头，尽管站出来。陈八荒脚踩狗笼，沉声道：“陆家一名元老飞身站道场中，全身杀气涌动。他怒道：陈八荒，我家小姐是金枝玉叶，而你是烂泥废柴。我家小姐嫁给你，那是给你脸，结果你给脸不要脸，老夫今天就用我这一生50年的修为捏碎你的脸。”轰！威压涌动，气焰滔天。这位元老竟是地灵境5级强者，顿时一道冰冷杀意瞬间将陈八荒锁定。陆青青是我的娘们儿，本少如何处置，还轮不到你聒噪。陈八荒猛地抬手，一道灵力匹练瞬间爆射而出，凝气化力，你是地灵境。陆家元老脸色大惊，当即一拳轰出，无边权势瞬间涌起。噗！下一瞬，灵力匹练击碎陆家元老的拳头，当即洞穿了其眉心，一道刺目鲜血自陆元老脑后喷出。陈八荒冷笑：50年的修为，太水了吧！全场瞬间哗然。5级地灵境，50年的修为就被陈八荒一招给秒了。陆家人面露惊惧，皆是倒退了几十步，脸上都有着深深疑惑。这个青城第一大废物，今日怎么这么强？而这名元老可是领头羊，实力最强。他们实力都不如元老，上去岂不是送死？念及此，陆家人指着陈八荒破口大骂：陈八荒，你这个畜生，你如此欺负娘家人，等我们家主回来，定将你碎尸万段！骂声还没结束，陆家人竟是集体掉头，疯狂朝着门口跑去。打不过当然要跑，上去硬刚被杀，那是傻子。说最狠的话，办最怂的事，你们陆家人就这点出息？陈八荒冷笑，下一瞬，他的身形竟是瞬间出现在陆家人当中。来都来了，那就把命留下吧。陈八荒伸出大手，一一捏碎了这些人的喉咙，骨碎之声响彻整个院落，看得在场所有人头皮发麻，尾椎骨冒凉气，尤其是陆青青震惊的胸口发麻，嘴里不禁喃喃道：这还是之前那个陈八荒吗？场中，陈八荒甩了甩手上的鲜血，目光扫过一众陈家下人，下人们脸色大变，毕竟他们可是做过对不起陈家人的事，纳了投名状，陆青青才让他们活了下来。所以此刻看到陈八荒目光阴沉地盯着他们，他们的心瞬间揪了起来，全身不停打颤。给本少做饭去，然后送到我房间。可陈八荒并未发火，因为这些下人目前还有用，秋后算账也不迟。今日和陆青青几次翻云覆雨，再加上几番战斗，他饥肠辘辘。而这时他目光落到一个长相极为水灵的丫鬟身上，这丫鬟名为小兰，模样秀气，身材婀娜，樱桃小口，粉红可爱。之前她可是陈八荒母亲的贴身丫鬟，如今她还活着，说明其一定是为陆青青做了什么，因此她定是知道陆家的一些秘密。于是她指着小兰淡冷道：你进我房间伺候我，我进房伺候少爷。小兰小脸瞬间紧张起来，毕竟她心里有鬼，但看到陈八荒杀戮这般恐怖，她根本不敢拒绝，慌忙点头，跟着陈八荒进了房间。我娘都被陆青青害死，你这个贴身丫鬟还活着，不太正常啊。房中，陈八荒目光淡淡，但威压十足。少爷！小兰吓得小脸煞白，直接跪地。奴家为了活下来，确实做了一些损害陈家的事，但我真的没有害死过陈家人，少爷饶命。陈八荒淡哼，饶你一命可以，但你得付出代价。代价难道是现身？小兰喉咙滚了滚。少爷，奴家已被少奶奶许诺去做夜少的小妾。还有这事？陈八荒皱眉。
当时少奶奶威胁我，若我不听话，先让陆家下人轮流欺辱我，然后将我卖到窑子。我害怕，才答应做她丫鬟。她告诉我，她嫁给你，虽然掌控了陈家，但也因此毁了清白。那叶少定会在意。她见我长得水灵，所以逼我去做叶少的妾，算是对她的名声做了弥补。但我已经做好打算，若是少奶奶逼我去做妾，我就连夜逃走。说起往事，小兰委屈的眼圈都红了。妈的，陆青青这个贱人，竟认为嫁给我是辱没了她。陈八荒哼道，他目光越发变得犀利，道：现在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若是不老实交代，今晚我先让你做妾。少爷尽管问，奴家一定如实回答。小兰乖乖点头。陈八荒道：我爹的真正死因，你可知？根据记忆，前不久，陈八荒的父亲在运送家族灵石时，在山中遭遇劫匪，父亲实力不济，被劫匪所杀。但陈八荒觉得此事大有蹊跷，他父亲可是天灵境强者，一般劫匪也就是炼气境、地灵境都少见，能杀天灵境强者的修士，绝不会自降身价去做劫匪。陈八荒调查此事，一是为原主报仇，二来他想知道陈家还有哪些潜在的敌人，这对于他的安危至关重要。我不知道。闻言，小兰摇头，但眼中飞快闪过一抹复杂之色。好。陈八荒一把将小兰拽到床上，猛地撕开小兰的衣服，紫色的肚兜裹着丰满的胸脯，春光乍现。少爷住手！我说。小兰眼中满是惊恐的泪水。老爷被杀那日的当晚，陆老爷和少奶奶出现在陈家后院，而当时还有一人，此人一身白袍，头戴白帽，身上全是血。我当时恰巧路过，看到这三人。当时陆老爷对那白袍人说，盒子找到了。随后陆老爷将一个黑盒子交给了那白袍人。我是担心惹祸上身，所以刚刚才没敢告诉少爷，少爷饶命啊。白袍人浑身还是血。陈八荒眼睛微眯起来。陆山海的实力不如父亲，那么定是那白袍人杀了父亲。随后陆山海在陈家找到黑盒子，交给了白袍人。那黑盒子里有什么呢？这白袍人又是谁？陈八荒陷入沉思。直觉告诉陈八荒，陆青青嫁给他，随后陆家占了陈家，以及父亲的死都和黑盒子有关。这是以武为尊的世界，所有修士都是极力渴求珍贵的修炼资源，所以那黑盒子里定是有着什么珍贵的修炼资源，又或者是至宝。一定要找到那黑盒子。陈八荒双眸明亮起来，毕竟他比任何人都想快速成为至尊强者，因为他可不想让那三个对他下死手的女帝滋润的活着。他强烈期待有一天重回上界，将三个女帝打得跪地求饶。看来一切只有等那陆山海归来，真相才能揭晓。在这之前，提升实力才是王道。念及此，他看向小兰，嘴角轻笑。烛光下的小兰娇艳欲滴，发育饱满的身子在紧身蓝裙的裹身下显得尤为丰满性感。少爷。看到陈八荒眼睛逐渐发亮，小兰满眼绝望。看来今晚他必是成为少爷的人了。于是他把心一横，如果你想得到奴家，那就来吧。只是这是我第一次，你轻一点，改日吧。陈八荒直接将小兰从床上提起来，老子今天输出多了，现在没兴趣。那少爷对什么感兴趣？小兰怯怯问道。灵石。陈八荒直接道。大敌当前，他急需海量灵石提升修为。小兰抿了抿嘴唇，灵石是金贵之物，我搞不到。搞不到？陈八荒眸光变得冰冷。你若是搞不到，那我就搞你。小兰是陆青青贴身丫鬟，所以他笃定小兰定是知道陆家一些秘密。少爷，不要。小兰小脸一紧，惊讶地看着陈八荒。不知道为什么，一向木讷的少爷怎么今日这般睿智且霸气，好像久经世事的大地一般，一眼看穿他心里的小九九。于是他不敢隐瞒，赶紧道我都说，我之前帮过夫人将一袋袋灵石藏在这床下，他说这是他爹苦苦积攒的，若是我泄露这个秘密，他就杀了我。我出于害怕，所以刚刚没敢说，就藏在这床下。陈八荒怔住，不禁哼道，陆青青这个贱人，他本是计划杀死我，然后将陈家变成陆家，可他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活过来，所以才将灵石藏到我床下。于是他抱出一道灵力到床下，竟是自最深处拽出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打开储物袋，里面全是灵石，足足20万。陈八荒咧嘴笑了，我这该死的岳父没少积攒灵石啊，20万灵石足够一个小家族使用1年，算是陆家的赔偿了。当即陈八荒运转起霸氏吞灵诀，疯狂吸收灵石内的灵气。就在这时，突然有着一抹异样之力在陈八荒体内暗暗涌动。这是什么？陈八荒顿时眉头一拧。血脉之力，这是他从修炼炉鼎陆青青身上得到的。陈八荒立刻感知出这股力量的来源。陆家血脉之力，
算不上上乘的血脉之力，但聊胜于无，没准关键时刻还能派上大用场。陈八荒如是想。少爷，您在修炼，我就不打扰您了。眼见陈八荒终于是不再拿捏自己，小兰准备开溜。你现在是我丫鬟，老老实实去床上给我暖床。陈八荒声音淡淡响起，语气不容商量，丫鬟就得有丫鬟的样子。是。小兰满眼委屈，但不敢拒绝，赶紧钻进被窝，用柔软的身子为陈八荒暖床。刷，吸纳3000灵石内的灵气自丹田之中，陈八荒进入修炼状态。第0进5级，第0进6级，第0进7级，第0进8级，整整20万颗灵石推波助澜，让陈八荒境界一路飙升。直到后半夜，陈八荒轻舒一口浊气，耗光陆山海的小金库，他最终踏入第0进10级。灵石用完了，陈八荒连续高度专注的修炼，他感觉颇感疲惫，伸了个懒腰，直接钻进被窝，真暖和，我要好好睡一觉，明日好对付陆山海那老贼。小兰，过来。少爷，你要干嘛？这一夜，青城暗流涌动，陈家废少陈八荒忽然支棱起来，将陆青青关进狗笼，还杀了管家和护卫。这则消息瞬间在青城各大势力之间炸了锅，陈八荒这个废墟翻身了，震惊。费解，但众人一致认为，等到陆山海归来，陈八荒这个跳梁小丑，其作死的行径也就到头了。翌日中午，青城忽然沸腾起来，摆旗铁骑，气势汹涌，杀气滚滚，直奔陈家。陆山海带人赶回来了，轰！一匹飞马裹挟着强横凌厉，猛地冲碎陈家大门。紧接着，一道高达9尺的魁梧之躯，如天神一般显现在院中。此人一身黑袍，身后背着巨剑，全身散发着冰冷且沉重的气息。随着此人下马，他如巨人一般立在院中，而他那满是威严的脸上，一双深邃眼眸中此刻全是杀意。此人正是陆青青的父亲陆山海，他身旁跟着一位身穿红裙、身后被剑的长发女子。女子黛眉紧皱，面若冰霜，身后长剑散发着冰寒杀气。她正是陆青青的姐姐陆冷冷。二人站在场中，让得现场的空气瞬间冰冷了下来。陆家人来了。看到对方如此强横的气势，院中下人们顿感压迫的呼吸不顺，纷纷后退。你这个废物，敢如此对我女儿！看到院中的陈八荒吃着火锅，脚踩着狗笼，而狗笼中关着奄奄一息的陆青青，陆山海瞬间暴怒：爹姐，你们终于回来了，为我报仇啊！蜷缩在笼中的陆青青惊喜的眼泪都流了出来。青青，爹会将你受的委屈10倍还给陈八荒这个小王八蛋。看到女儿像狗一样被虐待，陆山海胸膛怒火汹涌，看向陈八荒，双眸瞬间布满血丝。得到消息的他也是震惊的无法相信，当即便是带人火速赶回青城。陈八荒，你陈家8石修是死于我手，你那废物爹都不是我对手，若是让你这个废墟有翻身之日，我这个岳父就白当了。陆山海怒吼道。陈八荒狠狠白了眼陆山海，哟呵，你还知道我是你女婿，但你们何时当我是你们女婿？陆青青这个贱人吸我修为，回我陈家，你这个岳父霸占我陈家产业和资源，而我还没咽气，你就跑去叶家给陆青青说媒，你是没有镜子还是没尿，也不照照你这张狗脸，你也配做我岳父？话落，他拿出一纸休书拍在了狗笼上，淡淡道：今日起我就休了陆青青这条母狗，即刻起你陆山海这条老狗也不再是我岳父，你只是我的仇人，你这个小混蛋！陆山海眼中杀意迸射，几日不见，这个陈八荒竟然变得这么有种，此子必须虐杀！爹！一旁陆冷冷率先开口，为这种垃圾动气不值得，狗咬我们一口，难道我们还咬回去？这种废物，女儿来对付就好。闻言，陆山海微微点头，但他却按住了陆冷冷的肩膀。陆冷冷可秒杀陈八荒，但他不能让其出手，毕竟陈家这块肥肉，青城城主也想吃一口。若是今日他灭了陈家，城主必会以此为由发难，妄图分一杯羹，不能授人以柄。念及此，他看向身旁10几人，这10几人原本是陈家人，最后为了活命跟了陆山海，让陈家人杀陈八荒，那么即使是城主也挑不出陆家的毛病。你们上，杀了陈八荒，我赏你们每人灵石1万颗。陆山海抛出丰厚的奖赏，但这10几人咧了咧嘴，他们知道这陆山海是借刀杀人，但事已至此，若是他们不动手，陆山海也会杀了他们。八荒，你好好的女婿不做，为何要虐待陆青青，招惹陆家？你可是陈家独苗，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爹吗？站出一位中年男子，正是陈八荒的7堂叔。
七堂说。陈八荒怒道：“你还有脸说我？我爹待你不薄，你却做了陆家的狗，你对得起他吗？”七堂叔脸皮扯了扯，无奈道：“没办法，我也有家，我也有孩子，不服从陆家，我和我家人都会死。”放屁！陈八荒怒道：“你可是地灵境强者，以你的实力和家底，本可以逃到外地。你之所以选择做陆家的狗，是因为在陆家侵占陈家的过程中，你可以拿到更多的好处。”七堂说。他嘴角再次狠狠抽动，陈八荒所说属实。这一刻，他眼中杀意逐渐浓烈。八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也是没办法。换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噌！他抽出长刀吼道：“八荒，对不住了，你死，我们都安全，所以你就做出一些牺牲吧。”话落，他眼中杀气毕露，猛地一刀斩向陈八荒，而他身后10几名陈家人也齐齐冲了上来。啪！七堂叔的刀还没落下，陈八荒瞬间化作虚影，一步上前，死死捏住了七堂叔的喉咙。七堂说：“陈八荒的速度和力量远超他的想象，我可是你堂叔，血浓于水，别杀我啊！”七堂叔喉咙内勉强挤出一丝颤抖的声音：“你还有脸提血浓于水？下去给爹跪着去！”咔嚓，陈八荒大手发力，捏碎了七堂叔的喉管，鲜血飞溅。地灵境4级，直接秒杀！卧槽！倾城第一费少怎么变得这么强了？冲上来的10几人立刻止住脚步，皆是一脸骇然地瞪着陈八荒，双脚不自觉地向后移动。七堂叔都不行，他们更不行，背叛陈家，老子不再当你们是陈家人！陈八荒提起七堂叔的刀，瞬间出现在10几人当中。八荒，有话好好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我还给你洗过尿布呢。吃吃吃！哀求之声刚刚响起，这些人的头颅全都飞了出去。背叛者即使是亲人，陈八荒也必须杀。现场瞬间鸦雀无声，众人都是眼睛瞪得滚圆，满脸骇然之色。之前的陈八荒看到族人宰杀灵兽，都是害怕的避而远之，今天竟然连杀10几人，血溅陈家，这小子变化很大啊！陆山海眼睛微眯，眼底深处满是愕然。他只离开青城7天，陈八荒就仿佛变了个人。爹，这废物身上一定有秘密，不能轻视他，必须你和我姐才能杀他。陆青青大声提醒。话多，陈八荒单手一挥，桌子上的火锅热汤直接泼洒在狗笼中，烫得陆青青发出惨叫。住手！陆山海怒吼之声响彻整个陈家。住你妈的手！陈八荒将刀点在陆青青的喉咙，老子今日让你们10倍奉还！你别以为你用青青就可以威胁我！陆山海目光猩红，全身杀意涌动，他单手一挥，爆出灵力，将陈家大门紧紧关闭。关门杀狗，不能让城主知道。爹，我来对付他。陆冷冷眸光冰寒道。陈八荒突然变强，定是遇到了什么大机缘，我要打废他，将他炼成炉鼎，夺他机缘。姐，到时候咱俩共用陈八荒这个炉鼎，榨干他。陆青青大哭着喊道。冷冷，陈八荒这狗东西今天很邪门，出手几次我都未探出他的修为，但我猜测他应该是地灵境，你小心提防。陆山海低声嘱咐陆冷冷。陆冷冷轻哼一声，回道：爹放心，陈八荒这条咸鱼在女儿面前翻不了身。噌，身后长剑陡然出鞘，一瞬间剑意滔天。与此同时，一道威压席卷而出。地灵境7级，陆冷冷直剑对准陈八荒，亏我还拿你当妹夫，结果你是衣冠禽兽，拿我当妹夫。陈八荒啧舌冷笑，那你这个大姨子真是臭不要脸，你手中这柄紫灵剑当初还是你恬不知耻跟我索要，从我家宝库拿去的，而且你真是见人多忘事，当年你看中我的家世，也对我示好，试图嫁入我陈家，可惜老子嫌你胸太小，实在是没感觉，拒绝了你。如今你凭借我陈家修炼资源，修为大增，拿着2阶灵气紫灵剑成为剑修，就觉得自己有资格在这里装逼了。陆冷冷，他脸色一阵青白，尴尬的只想转身离去。他之前是追求过陈八荒，无奈不像妹妹那般会搔首弄姿以及精神控制，尤其是胸前规模远不如妹妹，所以被陈八荒当场拒绝。但今日当着众人，尤其是妹妹的面，当年丑事被提及，陆冷冷羞臊的脸瞬间红了。他咬牙道：你胡说，我陆冷冷是凭借我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才达到今天的成就，至于这柄紫灵剑，我才配成为它的主人。轰！眼中怒意翻腾，陆冷冷一剑斩下，一瞬间一道紫色剑影冲天而起，指点陈八荒的眉心。紫光凌霄刺，这是他加入大宗门所学的武技，他凭借此武技也是杀死了陈八荒的3叔8级地灵境强者。
这一瞬，陆冷冷的嘴角扬起极为得意的弧度，揭他老底，让他出丑，陈八荒必须死。完了，少爷这次作死的行为终于是要结束了。陈家下人感受到强横剑力吹打得脸皮生疼，皆是暗中腹诽。狗笼中的陆青青狰狞吼道：“陈八荒，你必是我姐剑下鬼！”他姐手中可是2阶灵气，而陈八荒手中不过是一柄平平无奇的长刀，光是武器上，两者就天差地别。何况他姐还用了武技，所以他认为陈八荒必死。轰！这一刻，陈八荒出刀了，看似平平无奇一刀，但刀是凶猛强横，竟是瞬间粉碎了那滔天剑意，刀尖直逼陆冷冷扑。下一瞬，一只手臂甩着鲜血，直接飞了出去。啊！陆冷冷发出一声惨叫，当即独臂持剑，将剑插进地面，单膝跪地，鲜血瞬间染红衣袍。而陈八荒手中的长刀滴着鲜血，全场哗然。不，这不可能！眼见对方仅仅是普通的长刀就碾压自己2阶灵气的攻击，陆冷冷不可置信的猛烈摇头：“我一定要杀了你！”他发了疯般咆哮，刚要起身，额头便是被陈八荒的大手死死按住。陆冷冷双膝跪地，仰着头，张着樱桃小口，瞪圆眼睛看着陈八荒的裤裆。这画面，这个动作，陆冷冷感到极为羞耻。原来你喜欢这个姿势，陈八荒嘻嘻笑道。但下一瞬，他感知到陆冷冷体内的一道力量，顿时一愣：“你还是天生剑体，怪不得刚刚你未出剑，身上就有剑气。王八蛋，知道我不是凡人，还不放开我！”陆冷冷愤怒道，头不断耸动，准备咬陈八荒。这画面更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你就这么喜欢这样吗？陈八荒冷笑，大手死死按住陆冷冷的额头，当即体内霸世吞灵诀运转起来。这套前世之功法可吞噬各种体质，所以陆冷冷的天生剑体他自然要收入囊中。你在干什么？感觉到体内的天生剑体朝着陈八荒一边疯狂涌去，他一脸骇然。当然是夺你剑体，你拿了我陈家的紫灵剑，总得付点利息吧？陈八荒一把夺过陆冷冷手中的长剑，一脸冷笑。而这一瞬，他体内剑气迸射而出，如层层莲花散开，颇具气势。他彻底夺了陆冷冷的天生剑体。小王八羔子，居然夺我女儿剑体，找死！蓦然间，一道杀意陡然出现在陈八荒的面前，此人正是陆山海。他看到自己女儿一刀被陈八荒砍废，并且剑体还被对方夺走，他震惊的尾椎骨都麻了。趁着陈八荒走神之际，他瞬间出手，可下一瞬，他的身形陡然停止，因为陈八荒动作极快，将手中剑尖点在了陆冷冷的喉咙上。住手！陆山海大惊。陆冷冷与陆青青不同，可是他花费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而且在他掏空陈家后，才是攒够100万灵石，为陆冷冷凑够好处费，让陆冷冷进入了大宗门修炼。所以他可不希望自己女儿死在陈八荒手里。于是他赶紧道：“八荒，我毕竟是你岳父，当初青青嫁入你们陈家，你还喊过我爹，冷冷更是你的大姨子，你可不要伤她分毫。女婿，有话好好说，你若放过冷冷，今日之事我既往不咎，我还可以给你20万灵石作为赔偿，如何？”陈八荒冷笑：“现在想起我是你女婿了，晚了，而且还给老子画大饼，你当我蠢？还是你真的蠢不过话说回来，你让陆青青葬在我床下的20万灵石，我已经全用了。”噗！手起剑落，陆冷冷的头颅直接冲上了天空。冷冷！陆山海感觉眼前一黑，差点站不住。他双目内血海翻滚，体内滔天气焰喷薄而出。小女儿被做成修炼炉鼎，修为尽废；大女儿天生剑体被夺，失手分家。他辛辛苦苦攒的20万灵石，更是被陈八荒用光了。陆山海悲怒至极，他如发了疯的狮子一般，吼道：“今日不将你剁成肉泥，我誓不为人！”嘘！他单手一挥，一柄银色巨剑出现在掌中，3阶灵气玄天断魂剑。妈的，这是我爹的剑！陈八荒眼睛微眯，怒道：“老狗，我爹之死和你有莫大的关系，那你能奈我何？这个世界是用实力说话的。”轰！陆山海直接出剑，而这一瞬，一股自天穹落下的威压瞬间镇压在了陈八荒的身上，调动一方天穹的力量。天灵境，陆山海居然踏入了天灵境。他此次去叶家说媒，叶少看中陆青青是个很好的修炼炉鼎，而且还是个美人胚子，才同意娶陆青青为妾。作为聘礼，叶少颇有诚意，送上一颗通天灵丹，助陆山海突破了地灵境10级的瓶颈，踏入了天灵境。砰！裹挟着恐怖之力的巨剑狠狠砸下，直斩陈八荒的头颅。陈八荒眼睛微眯，一个箭步上前，手中紫灵剑抬起，竟是硬生生接下了陆山海这一剑。
咔咔，两剑抵在一处，摩擦发出刺耳之声。而这一瞬，陆山海眉头紧皱，他还是感知不出陈八荒的境界，这可真是邪了门。老狗，懵逼了吧？看到陆山海一脸茫然和错愕，陈八荒嘴角勾起弧度。他在混元书中获得神通神明之眼，这一神通不仅可以窥探整个倾城，更是可以让对手感知不出他的实力。小王八蛋，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隐藏了自己的境界，但你也不可能到达天灵境，你注定是我的剑下鬼。随着陆山海一声嘶吼，滔天剑势如滚滚洪流轰击在陈八荒的身上。玄阶武技撼天岁月，此武技也是叶少作为聘礼送给陆山海的。武技由低到高分，别是黄阶、玄阶、地阶、天阶、圣阶，而玄阶武技撼天岁月属实是珍贵武技。而陆山海此时突然施展此武技，也是想给陈八荒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进而一剑将其抹杀。陈八荒，你本该默默死去，让我陆家彻底拿下你们陈家，这是你的宿命。可你偏不信命，得了个机缘就以为可以咸鱼翻身，你也配？陆家人讥讽笑道：陈八荒，老娘终于可以看到你痛苦的死去。你这个废物，你爹都被杀了，你居然还想东山再起，你简直是白日做梦。狗笼之中，陆青青终于看到了希望，兴奋的大叫。而此时陈家下人也都认为陈八荒的命即将被陆山海终结，毕竟天灵境强者那可是神一样的存在，何况还有玄阶武技加持，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陈八荒。陈八荒，下去陪你爹娘吧。脸上满是狰狞笑意，陆山海用尽所有力量，顿时剑力再次疯狂攀升。老狗，难道你忘了陆青青这个贱人体内有你陆家的血脉之力？陈八荒突然冷笑。陆山海脸色一紧，那血脉之力也被你夺去了。无所谓，就算你调动血脉之力，你也不是我的对手。谁说我要调动血脉之力？陈八荒脸上显出一抹诡谲笑容，老子是要将他焚烧。轰！突然陈八荒体内陡然升腾出猛烈的气焰，焚烧血脉之力。他正在通过灵力焚烧血脉之力，这样在短时间内他可以获得极为强横的力量。当然也是因为这副身躯实在是太弱，陈八荒只能采取此法。陈八荒，我的血脉之力可是世间珍宝，你居然给烧了。陆青青气得全身颤抖，在你眼里是宝，在我眼中就是废物利用。陈八荒讥讽笑道。陆青青，轰！这一瞬间，一股强横的威压自陈八荒的体内呼啸而出，这是焚烧血脉之力掀起的恐怖威势。紧接着在这股澎湃力量的冲击之下，陈八荒顿感全身瞬间通透无比，他竟是冲破地灵境10级的瓶颈，直接踏入天灵境。刹那间，一方天空的力量瞬间汇聚到陈八荒的丹田。地灵境可快速聚集一方大地之力，而天灵境可掌控一方天穹之力。你居然晋级了！陆山海震惊的脸皮很抽，郁闷的抓心挠肺，当即愤怒大吼：小王八蛋，你居然利用我女儿的血脉之力踏入天灵境，找死！废物女婿晋级天灵境。陆山海感到深深的危机，立刻调动所有力量，打算将陈八荒轰成渣子。轰！而就在这时，陈八荒全身发力，天灵境之力汹涌翻滚，一剑将陆山海轰得倒飞出去，重重砸地，感觉全身碎裂一般剧痛。陆山海吐出一口60年的老血。你！下一瞬他瞳孔骤缩，因为陈八荒直接追了上来，手中紫灵剑直线落下。噗！长剑穿透胸膛，他被陈八荒一剑钉在了地上，鲜血飞溅，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全场瞬间哗然，所有人都见了鬼一般，瞪圆眼睛看着陈八荒。昨日这位废物少爷还气若游丝，即将西去，今日竟然打败了天灵境强者陆山海，眼前这个青年真的是少爷吗？盯着陈八荒那散发着霸气的挺拔身影，一时间所有人都恍惚了起来，尤其是陆青青，她惊骇的全身发麻，不断摇头，大声嘶喊：不可能，我爹怎么能败给陈八荒这个废物？这一定是个梦。现实里我应该是杀了陈八荒，嫁给了叶少，成为了人上人。家主，在场近100名陆家精英修士看到家主被一剑钉在地上，顿时大惊，当即皆是抽出武器准备冲杀过来。不要过来，你们冲过来非但救不了我，还会激怒八荒，让他杀掉我。陆山海拼命大喊。闻言，陆家人立刻止住脚步，生怕家主再伤分毫。八荒，我的好女婿。陆山海语气瞬间软了下来，虽然他不知陈八荒为何突然变得这般妖孽，但他知道此刻绝不能再有任何强硬的态度，一定要活下去，再寻找机会干掉陈八荒。于是他开口道：八荒，
我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其实你在我心中还是个很好的女婿，我们有话好好说。咔嚓，陈八荒大脚落下，直接踏碎陆山海一只手臂。啊！陆山海疼得惨叫，全身猛烈颤抖。别他妈废话！陈八荒冷道：“告诉我，杀死我爹的那个白袍人是谁？”白袍人！陆山海全身一震，他不可思议地瞪着陈八荒，当即目光飞快转向远处的小兰，怒吼道：“你这个小贱人，一定是你告诉陈八荒这件事的！早知如此，我当初就该捏死你！”他与白袍人会面，只有小兰一个外人撞见。陆老爷，我错了。小兰吓得脸色大变，赶紧躲到后面，不敢说话。咔嚓，陈八荒又踩碎了陆山海另一只手臂，怒道：“告诉我，杀我爹的人到底是谁？”陆山海忍痛摇头：“我也不知道那个人的来历，我只知道此人是城主曹战云引荐给我的。虽然我不知道那白袍人的真实身份，但他的来路很大，实力很强，否则他也不会轻松将你爹抹杀。他杀死你爹之后，便是让我在陈家找出一个黑盒子交给他，至于那黑盒子里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陈八荒眼睛微眯，直觉告诉他陆山海所说属实，原来城主曹战云也参与了害我陈家。这一瞬，陈八荒的目光变得可怕。好女婿，你让我说的我都说了，今日之事我可以不再计较，我女儿陆青青也会好好做你的妻子，不再改嫁叶少，我们两家重归于好，你看如何？陆青青也满脸悔恨，哭道：“官人，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将你做成我的修炼炉鼎，更不该害你，没发现你如此优秀，是我陆青青的失误。我的好夫君，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服侍你，好好补偿你。”他眼见大势已去，便立刻意识到此刻唯有臣服和服从才能活下去。而看到废物夫君今天这般生猛的表现，此刻他看向陈八荒的眼神也有着一丝欣赏。他甚至在想，陈八荒这般妖孽的天赋，日后定会成为大能者。有这样一位夫君伴在身旁，他陆青青定会风光无限，让无数女人羡慕的眼睛发红。噗！就在这时，一道凌厉劈链爆射过来，瞬间洞穿了陆青青的喉咙，打碎了她的美梦。出手之人正是陈八荒。渣女的嘴，骗人的鬼！陈八荒当然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此刻一脸贱相的向他示好，但其实就是个蛇蝎毒妇。这种女人必须杀。下一瞬，他单手一抬，将掉落在远处的玄天断魂剑吸到手中。老狗！怒火翻涌的双目转向陆山海，他沉声道：“你害死我爹，今日我就用我爹的剑为他报仇。好女婿，我可是你岳父，你若杀了我，曹战云不会放过你，叶家更是会找你算账。”是。陆山海的话还没有说完，锋利的剑刃当场斩断了他的脖子，尸首分家，鲜血狂喷，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真落可闻，曾经狗都不如的废墟杀了实力强横的岳父。众人呆若木鸡，还有你们都得死！陈八荒冰寒目光看向对面的陆家人，眼中杀意浓烈。这些人每个人的手上都沾着陈家人的血，手持巨剑，他直接冲了过去。已是天灵境的他，抹杀这些人如碾死蝼蚁般容易。哀嚎求饶，一向霸道的陆家人凄厉惨叫。可很快，他们皆是倒在血泊之中，刺鼻的血腥味道充斥着每个人的鼻腔，现场所有人皆是不寒而栗。杀鸡都害怕的少爷，居然接连屠戮近100人。陈家下人脸色瞬间惨白，毕竟他们能留下来，那都是向陆青青纳了投名状的。陈八荒这般杀伐果断，定不会饶了他们。而就在这时，陈八荒竟是拿出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小兰提供的，其上写着害死陈家人的名字，而这些人正站在人群之中。少爷，我是被逼无奈，才说出你二叔藏身之地，我也是家里老爹缺钱看病，才出卖了老夫人。少爷，我小莲愿做你的奴，放过我。院中一声声哀求之声响起，而陈八荒一脸淡漠，将名单上的人全部抹杀。其他人，他们全身战栗，面色如土，恐骇的呼吸都不敢继续。扑通，剩下80多名下人吓得齐齐跪在了陈八荒的面前。少爷就是天，我们绝不背叛少爷。一众下人立刻表决心，把尸体处理干净，尸体身上的修炼资源交给小兰整理。淡淡的甩了一句，陈八荒迈步回到自己房中。剩下这些人并无大错，而陈家运转起来也需要人手，所以陈八荒没有为难这些人，杀了近200人，起到震慑作用即可。进入房间，他开启山河图神通，神明之眼，一瞬间他出现在青城高空，俯视全城。如今青城有着曹家、姬家、王家、陆家以及陈家5大家族，之前陈家可是排在老2，如今已经是垫底的存在。
其中曹家实力最强，家主曹占云更是倾城的城主，是大周国的五品官员。这时陈八荒看到自家门口又有2人相继离开，他们分别回到了王家和曹家。显然刚刚陈家发生的杀戮，这2个探子回去通风报信去了。纸包不住火，这种事早晚会被人知道，而且随着陆山海被杀，陆家倒下，其他家族定会觊觎陆家的修炼资源，更会对他这个突然崛起的少爷格外关注，甚至是找机会干掉他，继而将陈家和陆家一同拿下。念及此，他一缕神念进入王家，看到了王家家主，感知出了对方实力天灵境2级。随后他又进入曹家，赫然发现家主曹占云居然在闭关修炼，而此刻曹占云的境界已经是8级天灵境。而这2大家族精英修士加起来达到500多人，其中地灵境有35人，好汉难敌4手。目前的我还处于弱势，必须快速提升实力，才能应对这群虎狼。陈八荒喃喃道。随后他将目光转向姬家，陈家出了这么大事，姬家居然不感兴趣，这让他颇感意外。而随着神识进入姬家，他赫然看到一位紫裙女子立在闺房之中。这女子容颜精致，宛若梦幻中人，身材更是窈窕与丰腴并存，细腰翘臀丰胸，堪称完美。这不是姬家大小姐吗？1年不见，不仅模样更好看，发育的也更好了。陈八荒颇为吃惊，而更令他惊讶的是，他感知出这女人竟也是天生剑体，体质有着凡品、灵品、绝品、圣品以及仙品之分。而这女子体内的剑体是灵品，比他刚刚吸纳的陆冷冷的凡品剑体要高一个品阶。若是凡品剑体与灵品剑体2道剑体融合，那么我就能修炼出我前世的霸世剑体。陈八荒心里盘算着，你那霸世剑体在诸天万界中还算是拿得出手，但拿到混元界，那就是蝼蚁一样的存在。混元书中女子的声音忽然响起，陈八荒皱眉，前辈有更好的剑体？有。什么剑体？陈八荒眼睛变得明亮。女子道，混元剑体。轰！刹那间混元书微微激颤，再次翻开，展现出了第2张图。图上一柄漆黑巨剑跃然于纸上，这柄巨剑透着浑厚剑气，剑体上黑白2团火焰萦绕，将其包裹，如擎天柱一般立在虚空。踏入天灵境，你可开启混元书第2张图混元剑体。混元剑体共分9重天，1重1世界，而你修炼出混元剑体需要2道本源剑体的支撑。如今你得到陆冷冷的剑体，你再得到这姬明月的灵品剑体，便可修炼出混元剑体。这剑体不一般。陈八荒眼神瞬间兴奋起来。前世他见过诸多强大无比的剑体，但都不如眼前的混元剑体雄浑磅礴。这难道是最高品阶的圣品剑体？陈八荒问道。混元剑体可是超越圣品的存在。女子淡淡道。所以你当务之急是拿下这女人，得到她的灵品剑体。快速获得她的灵品剑体只能双修。陈八荒看向房中姬明月，这女人我喜欢，那就把她拿下，让她做你媳妇。女子直接道。少爷在关注姬家大小姐。小兰走进房间，闻言陈八荒自言自语，小心翼翼问道。今日陈八荒那般杀戮，此刻小兰面对陈八荒心里慌慌的，毕竟他为了保命也出卖过陈家人，只不过没闹出人命，但他也害怕陈八荒一掌拍死他。陈八荒点头，跟我说说姬家这个大小姐。小兰赶紧道。姬家大小姐姬明月，现如今是姬家家主，因为在3个月前他父亲被人杀死在藏神渊，至今凶手都没有找到。姬明月无奈之下接过家主之位，他拥有了姬家庞大的产业和巨量修炼资源，而他今年20岁，正是处于要出嫁的年龄，所以王家以及曹家都盯上了他。毕竟娶了他就得到整个姬家，这可是一笔巨额嫁妆。陈八荒皱眉，原来这个姬明月这么抢手。小兰点头，而且这个姬明月眼光很高，一般的青年才俊根本不入他的眼。听说京城的大家族也来说过媒，但都被他当场拒绝，所以少爷若是想追求姬小姐，恐怕很难。陈八荒眉头微凝，没有说话。在前世还没有他拿不下的女人，今世也必须有这番风采。少爷，小兰看到陈八荒脸色变得严肃，她忐忑道：我也做过对不起陈家的事情，你要怎么惩罚我？陈八荒微微一笑，如何惩罚？刚刚在院中你不是看到了吗？小兰小脸一紧，少爷也要杀了我？陈八荒淡淡道：害我陈家人都得死。小兰吃惊地看着陈八荒，吓得眸子立刻蒙了一层水雾。他不想死，他想活。念及此，他把心一横，脱掉了身上的纱裙，露出如羊脂般白嫩娇躯，水灵灵的眸子怯懦地看着陈八荒。少爷，那你可以换个方式惩罚我吗？我可以做你的女人。说出这番话，
小兰的脸瞬间红了。若是换做别人，他宁可被对方杀了，但眼前之人是少爷，他愿意现身，因为他发现他挺喜欢陈八荒的。做我们女人。陈八荒打量着小兰，小兰虽然没有大家闺秀那般端庄气质，但却是极其秀气，皮肤更是嫩得可以凝出水来。他点头道：可以。很快，小兰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你是凡品健体？陈八荒颇感意外，之前他并未对小兰的身体仔细感知，此时二人浓情缠绵，他才察觉到小兰居然也是天生健体。小兰道：陆青青也说过，我不仅是鄙人，而且还是凡品健体，将我献给叶少，叶少一定会喜欢。陈八荒恍然大悟，怪不得陆青青竟然选了小兰去做叶少的妾，原来是想将小兰的凡品健体献给叶少。陆青青这个贱人，为了攀高枝，真是煞费苦心。但好巧不巧，这凡品健体是我的了。陈八荒动作愈发激烈，而小兰贝齿咬着樱唇，但她脸上却露出一丝欣慰，将自己身子献给少爷，他就是少爷的人了。2个时辰后，陈八荒得到第2道健体，而小兰身下床单一片嫣红，2道凡品健体再加上1道灵品健体，届时陈八荒修炼出的混元健体必然更强。少爷，陆家人得知家主和2位大小姐被杀，他们会来报复吗？小兰依偎在陈八荒的怀里，身上传来的痛让他樱桃小口微微一抽。陈八荒摇头：不会，他们的家主都不是我对手，那么陆家其他人更不敢来。而且现在的陆家家主死了，没有威慑力，在青城其他势力眼中就是块肥肉。曹家或者王家定会派说客去联系陆家长老，联手来对付我。少爷，那我们该怎么办？小兰紧张道：先干掉陆家，吞掉陆家资源。陈八荒眼睛微眯，先下手为强，随后他再考虑向姬明月提亲一事。而再次施展神明之眼，他竟是看到一位黑袍青年匆忙进入了陆家，此人正是王家的少主王思通。哼，王家这么快就派说客了。陈八荒淡淡一笑，对小兰道：走，我们去陆家。陆家会客厅，陆长老，如今你们陆家群龙无首，你们又不是那陈八荒的对手，倒不如你们陆家的一切由我王家接手。王思通微微一笑，闻言，陆家长老陆云嘴角抽了抽。王家实力原本就强于陆家，王家家主境界更是到了2级天灵境，如今陆家遭此大难，王家明显是趁火打劫来了。但如今陆家无一人实力达到天灵境，这就说明他们完全没有实力战胜陈八荒。此刻依靠王家也不乏是个好办法，但代价就是从此陆家归了王家，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陆长老看到陆云一脸犹豫，王思通脸拉了下来，桀骜轻哼：你犹犹豫豫，看来你是瞧不起我们王家。但还要告诉你，姬家大小姐姬明月将要和我完婚，从此姬家和王家可就合为一家，实力和曹家旗鼓相当。到那时候，若陈八荒那条疯狗杀到你们陆家，你跪求我王家，我王家都不会出手。王少主要和姬小姐结婚。陆云颇感惊讶，据他了解，姬明月对于择偶心高气傲，宁缺毋滥，就是曹家的少主他都没看上，怎么可能看上家世和实力更差的王思通？难道只是图王家地多房子多吗？王思通却自信一笑，既然我说出口，那我自是有着本事拿下姬明月。陆云，今日我代表王家来，我也是诚意满满，你若不接受，等那陈家疯狗杀过来时，你自己应对吧。王思通，你爹没教你说人话吗？张嘴闭嘴一个疯狗，还是说你爹他不是人，根本就不会说人话？突然间，一道冷声自大厅门口传来，当即一位白衣青年大步迈了进来，正是陈八荒。是你？王思通脸色一变，陆云更是全身一颤。陈八荒怎么来了？而且还是独自一人。陈八荒微微一笑，王思通，刚刚我听说你有办法拿下那姬明月，不如和我说说，你是用什么手段？你是不是疯了？这种事我能告诉你吗？王思通脸色阴沉，一脸怒意，而且他暗中立刻运起了灵气。陈八荒可是击杀了天灵境强者陆山海，而他才是地灵境7级，若是这个疯子突然发动攻击，那他可能应对不了。砰！就在这时，陈八荒突然单手一挥，一道剑气陡然爆出，当场击碎王思通一只手臂。此刻体内有着2道凡品剑体，他可抬手间爆出剑气。啊！王思通直接倒地，发出惨叫，一脸愕然。他有了心理准备，居然都没躲过陈八荒的攻击。他忍痛怒道：陈八荒，你敢打我，我爹会把你拧成麻花，可惜你爹不在。轰！又是一道剑气轰出，王思通的右腿瞬间血肉模糊。我说，脸扭曲成一团，额头全是冷汗。王思通赶紧喊道：
姬明月之前进入藏神渊历练，不小心感染了寒毒，活不了多久，必须用地火陨炎莲才能驱除其体内寒毒。但这神莲可是2阶灵植，极其罕见，他多方寻求无果。而我在地城拍卖会上偶然遇到，于是高价拍来此物。若是将此物奉上，可救姬明月性命在先。我若以婚嫁为由，他必会答应。原来是这样。陈八荒眼睛一亮，拽下王思通的那件，在其内果然找到了地火陨炎莲，那可是我花了所有积蓄拍来的，你不能拿走。王思通怒吼道：你若敢截胡我，抢走姬明月，我爹定会将你剁成肉泥喂狗。王思通深知陈八荒就算再疯狂，也顶多是伤他，不敢杀他，毕竟他爹可是天灵境2级强者。砰！就在这一瞬，一道剑气爆出，瞬间洞穿了王思通的喉咙。陈八荒没犹豫，直接杀你！王思通眼睛瞪大，满脸骇然：你和陆家合谋要弄死我，我能留你？陈八荒一脸淡漠，随后冰冷目光看向了陆云。陆云，他喉咙滚了滚，道：八荒，你是杀了我们家主，但我们绝不会报仇。而且你不是想娶姬明月吗？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姬明月在藏神渊感染寒毒，完全是曹家人暗中所为。这样一来，曹家少主借机为姬明月驱除寒毒，便可将其拿下。而娶了姬明月，就是得到了整个姬家，这是曹家毒计。你拿着地火陨炎莲，立刻找姬明月提亲，姬明月定会答应。而我还可以为你作证，婚人你若不信，我可以立下字据。话落，陆云一翻袖袍，准备掏出毛笔，但这一瞬，他眼底深处飞快闪过一抹杀意。灭族仇人就在眼前，他怎能不找机会报仇？虽然他是8级地灵境，境界不如陈八荒，但靠偷袭可以将陈八荒击杀。咻！猛地，陆云藏在袖口中的手上乍现一支毒镖，镖上剧毒，可让陈八荒眨眼之间毙命于此。可下一瞬，他的身形却陡然一滞，因为一道剑气洞穿了他的眉心，速度太快，反应不及。你！陆云无比愕然地瞪着陈八荒，对方先出手抢了先机。陈八荒冷笑：我可是你灭族仇人，你怎能会不报仇？做我证婚人？笑话！你还是下去陪陆山海吧。你杀了王思通，王家不会放过你，我在下面等你。陆云用尽最后力气，甩出一句狠话，当即栽倒在血泊之中。很快，陆家大院内传出声声惨叫，片刻后，浑身是血的陈八荒大步迈出陆家。此刻小兰带着10几名家丁在门外等候，进去将陆家所有修炼资源全部搬到陈家。陈八荒淡淡道：这就结束了。小兰等人知道少爷要灭陆家，但他们没想到灭得这么快。而当他们进入陆家，看到院内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尸山血海，他们皆是嘴角狠抽。全杀了！少爷是个狠人，将陆家彻底搜了个遍，将所有值钱之物装进那戒，他们便是立刻退出陆家，回到了陈家。灵石70万颗，丹药560颗，草药900颗，1阶灵植2株。城外陆家还有一处灵矿。少爷，我们这次可是大丰收呀！小兰清点之后，一脸喜悦地将具体数字报给了陈八荒尘。这么多修炼资源，看来陆山海这老家伙没少搜刮我陈家之物，尤其这灵矿，之前可是属于我陈家。陈八荒咬了咬牙，灵矿每年可稳定产出海量灵石，是极其珍贵的修炼资源。陈八荒记得王家有2处灵矿，曹家更是有4处灵矿，正是手握多个灵矿，才让这2个家族越发壮大。陈八荒暗下决心，这次要是拿下王家，必将其2处灵矿死死攥在手里。看向娇嫩可爱的小兰，一把将其软嫩身子搂入怀中。他想了想道：在陆家所得之物，其中灵石60万颗，丹药和灵植我留下，草药入陈家炼药房，剩下10万颗灵石你放入宝库，用于陈家上上下下的支出。灵石是修士获取灵气之物，也是天武大陆的通用货币。好的，少爷。小兰干脆点头，心中暗喜。陈八荒如此交代，明显是将他当成自己人。似是想到了什么，他拿出一个红色药瓶道：少爷，这是在陆山海的房间里找到的一瓶药末，名为迷情和欢散，具有极强的催情作用。刚刚我让大强给咱府上圈养的公灵牛闻了闻，结果公灵牛兴奋地将玄铁打造的牛圈都撞破了。这么大劲儿！陈八荒颇感意外，笑道：原来陆山海还是个老淫贼。说着，他顺手将红色药瓶收入了纳戒之中。这东西没准什么时候用得上。小兰瞪大眼睛问道：少爷，你留下迷情和欢散，难道你要用在你和我的身上？小兰觉得陈八荒已经够猛了，让他已经吃不消，无需再额外服用迷情和欢散提升兴趣。陈八荒微微一笑，哪天兴致来了可以一试。
闻言，小兰小脸羞红，那少爷可真是要了小兰的命了。依偎在陈八荒的怀里，他小脸上显出一抹深深的担忧。少爷，你杀了王家少主王思通，王家定会找你来算账。我听说王家家主王天罡实力比陆山海还要强上不少，他很快会带人来寻仇。少爷，我们还是赶紧躲一躲吧。躲？陈八荒微微一笑，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躲这个字，我就等那老家伙主动找上门。好。小兰心里担心的要死，但嘴上也应承着。既然成为了陈八荒的女人，那她一切都听陈八荒的。啪！等到小兰将修炼资源放入房中，陈八荒拍了一下小兰那极具弹性的翘臀，笑道：今晚就不用你暖床了，我要修炼一夜。王家100%会疯狂反扑，所以陈八荒要利用手头修炼资源快速提升实力。小兰小脸羞红道：少爷你真坏。随后扭着迷人腰肢转身离去。陈八荒微微一笑，收回心神，立刻进入修炼状态。唰！随着一颗颗灵石内的灵气被他吸走而变得暗淡，他的修为节节攀升。1级天灵境，2级天灵境，灵石急速消耗，他的境界也不断突破。一直到后半夜，他用光整整60万颗灵石，而他的境界也止步在天灵境4级。目光看向在陆家得到的2株灵植，他攥拳道：继续冲！此时踏入4级天灵境的他，丹田和经脉已经完全能够承受灵植的能量冲击。轰轰！最终在霸氏吞灵诀的加持之下，他又接连晋级，最终踏入5级天灵境。陆山海多年攒下的家底，也才让我升了5级。陈八荒摇头，很是不满意。而在修炼期间，他通过神明之眼，始终关注着王家的动态。一整夜，王家都在组织人马。不仅如此，家主王天罡还从大周国一宗门请来同门大师兄。6级天灵境，陈八荒感知力扫过去，得知对方实力，眉头淡淡皱起。显然，这次王家为了杀他，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刷刷刷，天罡蒙蒙亮，王天罡带着200多名王家精英修士，气势汹汹冲向陈家。陈八荒这疯狗，给我滚出来！你杀我儿子，今日老子血洗陈家，将你挫骨扬灰！立在陈家门口，王天罡怒吼一声，单手一挥，爆出狂暴的灵力，瞬间将大门轰成齑粉。他转身对王家人高声道：给我冲进去！见到陈家人，哪怕是条狗是只鸡也都给我砍了。昨日当得知陈八荒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王思通，王天罡震惊的全身发麻，怒火直冲脑门，一掌拍碎了身旁的八仙桌。王思通可是王家独苗，杀子之仇必须报，他要手撕陈八荒，打碎其每一节骨头。但是他很快也冷静了下来，虽然他实力已经达到2级天灵境，但陈八荒这个废柴突然崛起，1日之内便拥有了杀死天灵境强者陆山海的实力。为了能十拿9稳，王天罡也是叫来了他的大师兄赵玄真。大师兄境界高过他3级，更是一位极为出色的棍修。2大天灵境强者同时下场，陈八荒的下场只有死。我要将陈八荒的脑袋割下来，做成灯笼挂在我坟前。王天罡如雄狮般怒吼，当即大步迈进了陈家。眼看大门化作粉末，王天罡带着一群如虎狼之师冲进来，陈家下人吓得不断后退。王家老狗一大早就在这里吠叫，真是聒噪。一位青袍青年缓缓走来，此人一脸淡然，目若朗星，正是陈八荒。陈八荒，你个小杂碎，你敢杀我儿子，老子今天要让你看看阎王长什么样！见到仇人分外眼红，王天罡双拳攥紧，道道如浪罡气自身躯爆发出来。气修，王天罡主修罡气，通过罡气催动身躯爆发出强横的力量，同时以罡气护体，让其身躯好似穿上一层极其坚硬的护甲。同时他爆出的2级天灵境威压笼罩全场，让得陈家上上下下所有人都感到莫大的威胁。如今陈家只有陈八荒一人有着不俗的战力，而对方有200修士，尤其是王天罡，好似一头发了疯的猛兽。可陈八荒却古井无波，冷哼道：老狗，你们王家想联合陆家杀我，老子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到先来送死了。陈八荒，你别以为你杀死陆山海，你就是个人物了。有我王天罡在，你在青城是虎就得卧着，是龙就得盘着。今日我和我大师兄联手，让你陈家在青城彻底消失。话落，他看向一旁的大师兄赵玄真，一脸得意。赵玄真身穿灰袍，身后背着金色长棍，微眯的双眼充满厉色。他双手抱在胸前，打量着陈八荒，沉声道：小子，听说你1日之内咸鱼翻身，本是练气境，却能杀死天灵境，看来你身上定是有着大机缘。如果你现在放弃反抗，乖乖臣服，做我的修炼炉鼎，让我夺你的机缘，我可以饶你不死，你身后的所有人也免于一死。若是负隅顽抗，
那我就将你打成残废，再将你做成修炼炉鼎，届时你身后所有人都得死。而那个小姑娘，她伸手指着小兰，淫笑道：这个小娘们儿长得实在是水灵，身材也火辣，老子不杀她，让她做我的暖床丫鬟最合适。哈哈哈！陈疯狗！王家长老也站出来，厉声喝道：我家主和他大师兄联手，在青城就是无敌的存在。今天我们在陈家想杀谁就杀谁，想上哪个女人就上哪个女人，我们要让青城所有人都知道，我王家不好惹。2大天灵境强者坐镇，王家长老心里稳如狗，说话都气势无边。噗！突然一道剑气横扫而过，王家长老的头颅直接飞上了天空。陈八荒收回手，淡淡道：逼个没完，真是聒噪。随后一挥的剑气瞬杀地临近10级，全场瞬间变得寂静无比。唰！下一瞬，他单脚踏地，猛冲向王家人，直接开干。这一刻，道道强横剑气自他体内暴涌而出，他整个人如一柄锋利的长剑，裹挟着强横的剑势，直接冲向对方。吃！站在最前方的30多人，只是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当即便是感到喉咙处一阵冰凉，伸手一摸，喉咙处鲜血飞溅。30几人这才惊骇地发现，他们皆是被陈八荒一剑封喉，当即全部栽倒在血泊之中。此子的剑气这么恐怖，王天罡和赵玄真二人脸色皆是一凝，当即二人皆是爆射向陈八荒。弱者可以慢慢折磨侮辱，像陈八荒这样的强者必须先手干死。小混蛋，下去陪我儿子！王天罡怒目圆睁，一步闪到陈八荒的近前，全身罡气化作护甲，右手更是在罡气的催动下搅动的空间涌动。轰！裹挟着天灵境威压的罡气大手猛地拍向陈八荒的头颅。少爷危险！小兰紧张的不禁尖叫，而王家人则一脸得意冷笑。家主已经这般无敌，他的大师兄那更是摧枯拉朽的存在。今日陈家必亡。这一瞬，王家众人开始思量一会如何抢夺陈家珍贵之物以及女人。轰！就在这时，陈八荒猛地抽出玄天断魂剑，同时催动体内2道剑体。刹那间，先天剑体爆出的狂暴剑气与玄天断魂剑完美融合，形成毁天灭地之势，直接落下。我有罡气护甲，区剑气能奈我何？王天罡冷笑。罡气护甲硬度堪比万年玄铁，刀剑不入。噗！这在这一瞬，剑气势如破竹，竟是瞬间粉碎罡气护甲，将其大手轰得粉碎。啊！王天罡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痛苦大叫，一剑砍废2级天灵境。全场瞬间哗然，狗屁罡气护甲还不如王八鞘硬。陈八荒讥讽道。王天罡，他大骇道：你是5级天灵境？在刚刚对决一瞬间，他才感知出陈八荒的真实实力，对方整整高出他3个小境界，这简直离了大谱。2天前，陈八荒还是青城第一废墟，是青城最大的笑话，怎么今天实力竟是恐怖到了这个地步？5级天灵境。身形飞驰的赵玄真立刻止住了脚步，一脸愕然地看着王天罡：你不是说他只是天灵境吗？由于陈八荒有着神明之眼的庇护，赵玄真根本不知陈八荒真实底细，唯有真正交手，通过力量碰撞才能判断出来，所以王天罡的判断绝对是准确的。这小子原来这么强。赵玄真看向陈八荒，眼中再无嚣张之色，转而是深深的忌惮。大师兄，为我报仇啊！王天罡疼得老脸扭曲，声音都颤抖了。报仇可以，但得加价。赵玄真沉声道：之前你说他是天灵境，但这小子可是5级天灵境，这难度可大了去了。杀了他，陈家所有资源归你，你看上的那个丫头也归你。王天罡指着小兰大声道。赵玄真目光阴翳道：你也要让出你王家一处灵矿给我。王天罡，大师兄这是趁火打劫啊！但此刻唯有大师兄能杀了陈八荒，于是他狠狠咬了咬牙。好！唰！赵玄真持棍对准陈八荒，嘴角勾起冷笑。那我可要认真了。轰！他大步迈出，手中3阶灵气玄金棍如定海神针一般呼啸落下，刹那间棍势滔天，席卷整个陈家。噔噔噔！陈家下人连带小兰被狂猛的棍势冲击的疯狂倒退，甚至是翻滚在地。与此同时，6级天灵境的威压磅礴落下，镇压的众人呼吸都急促起来。陈八荒，我师兄可是一代棍神，7级天灵境都被他抹杀过，今日你必死！王天罡忍着剧痛吼道。场中，棍神看着一身玄袍留着8字胡的赵玄真，陈八荒嗤笑：我看像个神棍。轰！他猛地踏出一步，一剑硬汉。
刹那间，体内2道剑体爆发出的恐怖剑气与他手中的剑完美结合，猛击旋金棍。砰！下一瞬，滔天剑力瞬间摧毁无尽的棍势，当即将金棍击飞，朝着王天罡爆射而去。操！王天罡脸色大变，赶紧翻滚躲避，但金棍速度太快，只是瞬息间就来到近前，不偏不倚，扑哧一声，瞬间洞穿了他的后门。王天罡啊！感觉后面一阵火辣剧痛，他发出杀猪般的吼叫。力量这么大，赵玄真也震惊的脸色大变。与人对决，他还是第一次金棍脱手。是，就在这时，一道剑光落下，赵玄真的右臂直接飞了出去，鲜血横流，又是一剑碾压。当即陈八荒一转剑锋，直点赵玄真的喉咙。不好！赵玄真脸色骤变，当即用出毕生所学，爆出雄魂灵力，击飞那斩向他喉咙的玄天断命刀，当即疯狂暴退，直奔自己的金棍而去。而这时，陈八荒的身影竟是快了赵玄真一步，提前来到了王天罡的面前，一把攥住了金棍，猛地拔了出来。力量之大，带出一片血迹，还有污渍。操啊！王天罡再次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轰！而这时，赵玄真单手化爪，利爪裹挟着罡风，猛地落下。这一瞬，他眼中有着一抹狰狞笑意。陈八荒虽然是天生剑体，可爆出凶横的剑气，但连续爆剑气必然导致灵气枯竭，而且其手中玄天断魂剑还被他击飞出去近100丈，所以赵玄真断定陈八荒最优的办法就是去抢夺金棍作为武器。但陈八荒这个动作却给他赵玄真赢得了出手时间。赵玄真和王天罡同属一个宗门，他也修炼罡气，罡气催动利爪，可捏碎陈八荒的头颅。哼，你的实战经验还是太稚嫩。赵玄真冷笑。砰！就在这一瞬，陈八荒手中金棍猛地旋转，当即一棍捅在赵玄真的胸口。呵呵，我有罡气护甲，你用棍子捅不死我。赵玄真冷笑，手中利爪如5根钢针抓向陈八荒的面门。而在这一刻，他的身形却陡然停止，胸口很疼。他低头看去，愕然发现自己的宝贝金棍居然是洞穿了他的罡气护甲，穿透了他的胸膛。谁说用棍子就捅不死人？陈八荒冷笑，他前世可是绝世剑帝，万物在他手中都可化剑。今世虽然修为不能同日而语，但控剑的意境还在，所以他这一棍也饱含锋利的剑意，是棍也是剑，所以他一棍洞穿了罡气护甲，瞬杀赵玄真。你！赵玄真震惊的瞳孔激战，脸色瞬间惨白。堂堂棍神居然被自己的棍子捅死，真他妈憋屈。他幽怨地瞪着陈八荒，脑袋一歪，死了。现场瞬间寂静。王天罡，大师兄挂了。王天罡喉咙滚动，满眼愕然。大师兄的实力有多强，他最清楚。这一瞬，他恍如隔世，求生的本能让他转身冲家族众人大吼：“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闻言，王家200多名修士如梦初醒，200多人还干不死一个陈八荒，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他淹死。而且陈八荒轮番战斗，已经灵气枯竭，正是下手的好时机，一起干他！一瞬间，王家修士双眸皆是充满浓烈杀意。轰轰轰！当即道身影裹挟着强横的武技，齐齐砸向陈八荒。尤其是王家护法手中巨斧掀起罡风，直斩陈八荒的面门。老子可是倾城的斧神，被我这巨斧锁定的人必死！护法嚣张之声充满整个院落，而他这凶猛气势也让得陈家众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噗！就在这时，一道金光猛地刺来，瞬间洞察护法的眉心，鲜血如注。而这时护法才愕然发现，捅穿他头颅的正是陈八荒手中的金棍。快！这棍法实在是快。陈八荒灵气虽然用去70%，力量大不如之前，但他无与伦比的棍术完全弥补了这一点。扑通！护法表情僵硬，栽倒在血泊之中。狗屁斧神！陈八荒撇了撇嘴，当即化作一道虚影冲进人群。噗噗噗！几棍子拍下去，30几人毙命当场，血腥味道充斥全场。用剑就已逆天，用棍也这么妖孽。王家人无比震惊地望着眼前一幕，眼中瞬间充满惊惧。家主王天罡更是惊骇的呆若木鸡，如此打下去，他王家可就在倾城绝户了。此刻他十分后悔自己为何要招惹陈八荒这样的魔鬼。八荒，我们不打了。王天罡语气瞬间软了下来，甚至脸上还勉强挤出一丝谄媚笑意。你不杀我，我可以助你成大事。成什么大事？陈八荒冷道。王天罡赶紧道，我知道你想娶姬明月为妻，但你有所不知，城主曹占云的儿子曹英也看上了姬明月。
据我所知，他明日就会登门击府，向姬明月提亲。你若不杀我，我可助你娶到姬明月。毕竟我王天罡在倾城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帮我娶媳妇。陈八荒冷笑：我杀了你儿子，又杀了你大师兄，你替我说媒，你觉得我信吗？这……王天罡一时语塞，他当然不可能真的帮助陈八荒，缓兵之计而已。他做梦都想把陈八荒撕成碎片。噗！陈八荒手起棍落，洞穿了王天罡的喉咙。给敌人活路，那就是自断后路。这是他被那3位女帝算计，打进混元魔渊吸取的深刻教训。下一瞬，他冲进了王家一众修士中。这些人今日就是血洗陈家来的，他自然一个不会留。随着哀嚎声不断响起，王家一众修士全部命丧陈八荒的棍下。小兰，带上人，跟我去收割王家。陈八荒心里很清楚，收割王家必须要快，毕竟他已经灭了陆家、王家，作为城主的曹战云必然会出手。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快速拿到王家族内所有修炼资源。1个时辰后，少爷，在王家宝库以及王家人的纳戒中，我们一共得到100万灵石、500颗丹药以及3株1阶灵植。小兰整理好所有修炼资源之后，向陈八荒报告。陈八荒微微一笑，看来今晚又可以通宵修炼了。小兰点头，紧抿嘴唇看着陈八荒，担心道：少爷，2日之内，你灭了2大家族，城主定会找你麻烦。陈八荒想了想道：暂时不会。为何？小兰不解。陈八荒道：现在我拿下王家和陆家，我在曹战云眼中就是一条肥鱼。我吃的越多，他最后抹杀我得到的越多，这也是他一直未出手的原因。可等到他儿子与姬家谈成婚约，那么曹战云就该对我下手了。届时他杀了我，那么青城所有家族都将在他掌控之下。而更让陈八荒担心的是，他通过神明之眼发现曹战云始终在闭关修炼，境界更是由之前的7级天灵境晋级到了8级天灵境。若是这货晋级到天灵境9级，甚至是更高境界，那么对他来说可是莫大的威胁。小兰微微颔首，她仗着胆子问道：少爷也想娶姬明月？这一刻他有些吃醋，但他深知自己几斤几两。陈八荒没杀他，并且要了他身子，还如此信任他，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他不敢奢求太多。而陈八荒也不隐瞒道：我是想娶姬明月。小兰皱眉道：姬明月自视甚高，之前城主之子表达过爱意，他都拒绝。传言他要寻找的夫君必须是大周皇朝大宗门的圣子。陈八荒哼了一声，哪有那么多圣子让他去嫁？而是我们还读同一个书堂，他对我应该印象不错。少爷，那你加油。小兰冲陈八荒微微一礼，便是离开房间。他知道陈八荒要开始疯狂修炼了，而他准备去山上寺庙为陈八荒烧炷香，祈祷陈八荒能躲过城主的刁难。房间内，陈八荒开启神通神明之眼，视野转向曹家，竟是看到曹战云之子曹英正在房间里美滋滋的试衣袍。显然曹英是在为明日去姬家提亲做准备。曹英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五官俊朗，看着铜镜中的容颜，他微微一笑：我都被我自己帅到了，整个倾城也只有我曹英配得上拥有姬明月。待到我和他成亲，姬家家产不仅归我曹家，他体内的灵品剑体也将归我曹英，届时我曹英可就是倾城第一天骄。陈八荒，哟呵，这小子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收回神时，陈八荒眉头紧皱。目前修炼资源是有了，但时间太仓促，几日之内想要吸纳王家所有修炼资源，提升境界根本不可能。于是他看向混元书，笑道：前辈，混元书可有增加修炼时间的神通？作为曾经的剑帝，他自然知道诸天万界存在着让时间流速更快的至宝。女子道：有。陈八荒眼睛一亮，那请前辈为我开启。女子道：你必须踏入灵宗境才能开启。陈八荒，目前他拼尽全力才晋级到5级天灵境，而之后的晋级不仅需要更多的灵石，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他接下来要对付实力更强的曹战云，显然一夜的修炼并不能让他提升多少。这时女子突然道：也有其他办法开启。什么办法？用你我2人的灵魂之力强行冲开第3张图的封印。陈八荒愣住，动用灵魂之力那可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做法，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前辈的灵魂定是被困在这混元书中，若你也动用灵魂之力，你必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闻言，女子沉默片刻道：不要讲那么多，因为我也希望你尽快变得强大。好。陈八荒深深点头，他深知因为混元书的存在，2人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根本分不开。当即陈八荒爆出灵魂之力，
化作一道能量波浪，猛烈冲击混元书第三叶轰。混元书中的女子也是爆出雄浑的灵魂之力，不断冲击。而这一瞬间，二人都感觉天旋地转，似是自己所处的空间都要坍塌。这是灵魂遭到混元书的反噬所带来的恶果。轰轰轰，一次一次冲击，二人几乎要魂灭破碎。前辈，不如放弃，开弓没有回头路，急需。唰！就在二人灵魂之力即将油尽灯枯的时候，混元书第三页显现了出来。这张图中有着一座极其高大且威严的黑塔，黑塔四剑矗立在眼前，无比威严。混元塔，女子激动道，她的神通是岁月流飞，在其内1个月，外界只过去1天，完美。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陈八荒兴奋无比，身形迫不及待地化作虚影，瞬间进入了混元塔之中。盘坐在塔中，运起霸世吞灵诀，他的丹田疯狂吸收着眼前灵石之内的灵气，他的修为再次开始攀升。翌日，姬家，明月，我听说那陈家小子前日灭了陆家，昨日灭了王家。我记得你和陈八荒可是在同一个学堂读过书，那时你就没有发现此人天赋如此妖孽吗？姬明月的母亲姬氏问一旁的女儿。姬明月黛眉微皱，摇了摇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别。姬氏又问，那你对他的印象如何？非常不好。姬明月坚决道，此人性格软弱，被陆青青彻底拿捏，甘愿当炉鼎，这种软弱的舔狗，我实在是无话可说。姬氏笑了，他在你眼中如此不堪，要不然呢？姬明月反问。姬氏脸色变得严肃道，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连续击杀了3位天灵境强者，而他今年只有20岁。姬明月却不以为然，哼道，这个胆小如鼠的陈八荒突然崛起，确实蹊跷，但说到底他也是个结过婚的男人，我对他一点兴趣也没有。闻言，姬氏笑道，那你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是什么样？姬明月想了想，认真道，其实女儿心知肚明，倾城所有人都在传闲话，说我姬明月眼光很高，只想着嫁给名门豪族的贵公子，又或者是大宗门的天骄。其实不然，我只想找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他无论是平庸还是出色，那都无所谓。闻言，姬氏微微点头，但又摇了摇头道，明月，你追求你的爱情，娘不拦着你，但今日不同往日，你爹离奇死去，如今整个姬家，你我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实在是难以掌控整个姬家。所以你寻找的夫君不仅是要让你心动，更为重要的，他必须能扛起大旗，保护我们姬家。姬明月黛眉紧皱，那按娘的意思，整个倾城，城主之子曹英最适合做我的夫君。毕竟在整个倾城，曹家的势力最大，若是两家联姻，我姬家的根基必然会更加牢固，这样娘和我也有了依仗。姬氏笑开了花，我闺女还是挺聪明的。闻言，姬明月沉默，母亲的意思太过明显，就是让她嫁给曹英。他们母女二人孤儿寡母，又手握这么大的家族，若不攀附曹家，那么曹家定会通过强硬的暴力手段拿下姬家。到那时，他们母女二人可就没有任何话语权。因此，即使心中有着万般不情愿，他也只好点头同意，毕竟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夫人，大小姐，府门口有人拿着礼盒来提亲，下人赶紧进来报。姬氏微微一笑，说曹英，曹英就道，女儿，这次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姬明月小脸一凝，叹了口气，道，好吧。陈八荒拜见姬家老夫人还有大小姐。会客厅门口，陈八荒提着一个果盒大步走了进来。陈八荒，姬氏和姬明月都愣住了，眼睛瞪圆，一脸疑惑，这个家伙来干什么？陈八荒抬高手中果盒，目光转到姬明月那精致绝美的小脸上，我钟情明月姑娘，想娶明月姑娘，今日特来提亲。提亲？姬氏和姬明月一脸讶异。陈八荒可是刚刚休了陆青青，也算是有过家室的人，而姬明月可是黄花大闺女，从未婚嫁。不仅如此，提亲这么重要场合，陈八荒居然只提着一个果盒就来了，这简直是儿戏。姬氏的老脸立刻就拉了下来，他没好气地看着陈八荒。若是以前那个废物陈八荒，姬氏早就让下人将其乱棍打出去，但此刻他忌惮陈八荒有着斩杀3位天灵境强者的实力，于是他强压怒火道，提着一个果盒就想把我闺女娶走，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陈八荒微微一笑，果盒只是随手礼，若是明月姑娘嫁给我，陈家、陆家以及王家产业都由明月来打理。姬氏轻哼一声，陈家小子，你灭陆家和王家是真，但你想彻底拿下这两家的家底，那可是痴心妄想。城主曹占云可不是吃素的，你在倾城大开杀戒，他一定会以此为理由将你关进大牢，依据大周皇朝律法治你的罪。到那时候，
你除了牢饭，一无所有，治我的罪。陈八荒淡淡道：那我就和曹家开战。你和曹家开战？姬氏瞪大眼睛，满脸讶异，忍不住大笑道：陈家小子，你能抹杀3位天灵境，确实有些本事，但若说你与曹家开战，那可真是浮游汉大树，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陈八荒眼睛微眯，显然这姬氏是瞧不起他，但他也并未动怒，让对方尊重甚至是忌惮自己，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实力说话。于是他看向姬明月道：那明月姑娘怎么想的？姬明月红唇微抿，其实他在书堂读书时开始还是挺喜欢陈八荒的，但后来发现陈八荒懦弱蠢钝，被一个只会搔首弄姿的陆青青忽悠得神魂颠倒，这让姬明月对其极其失望。而这都是陈年旧事，当年那私情感早就不在。如今姬家面临困难，他更有感染寒毒的难言之隐，所以他更不能选择陈八荒。于是他绝美小脸颇为淡漠，美眸中更是有着决绝，道：我宁可选择曹英，也不会选择你。当场拒绝。我闺女是个做大事的人。姬氏满意笑道。闻言，陈八荒嘴角抽了抽，点头道：既然明月姑娘不同意，那我改日再来。改日还来？姬明月摇头：八荒，强扭的瓜不甜。陈八荒嘿嘿一笑：强扭的瓜其实也挺甜的。说完，他转身离去。姬明月，姬氏，我记得陈家小子没有这么厚脸皮啊。姬氏愕然。姬明月叹气，之前的他唯唯诺诺，今日却大言不惭，看来他是又走另一个极端了。夫人，小姐，曹家曹英前来拜访。陈八荒刚走没多久，下人又来报。闻言，姬氏满脸喜色，一拍大腿，对姬明月道：明月，你的未来夫君来了。姬明月咬着嘴唇不说话。曹英拜见夫人。曹英彬彬有礼，看上去一表人才。姬氏看着颇为欢喜，道：都说城主之子是我倾城天骄，今日见了，曹公子真是比传言还优秀。曹英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得意，看向一旁美若天仙的姬明月，他自信一笑：姬夫人，今日我登门拜访，是因为我对明月一见钟情，真心想娶其为妻。他转身冲手下挥了挥手，手下赶紧递上一个储物袋，所以我准备50万颗灵石，以表我的心意。曹英拱手高声道：50万颗灵石。姬氏惊讶的老脸一颤，姬家3个灵矿，半年的产出也才50万颗灵石，这曹家少主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啊。想到陈八荒只提着一个果核来，姬氏极为不屑地哼了一声：人比人得死，货比货的扔。他看向曹英，眼中满是满意之色，笑得合不拢嘴，道：曹公子如此优秀，又对我家明月有这番心意，我自是同意你们2人成婚。那我先谢过夫人。曹英大喜，看向一旁始终没说话的姬明月，道：明月姑娘，老夫人已经同意，你呢？我……姬明月嘴唇紧抿，黛眉微皱，她是真的不想嫁给曹英，没有理由，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但她又不想让母亲失望，于是找了个借口道：曹公子，你的诚意我看到了，但不瞒你说，我中了寒毒，如今寒毒已侵入经脉，我多方寻医无果，可能活不过3个月。姬氏，他狠狠白了眼女儿，心中暗道：这个丫头怎么能把这件事说出来？这样曹英可就打退堂鼓了，谁愿意娶个将死之人？这倒无妨。曹英却无所谓，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无妨。姬明月惊讶地看着曹英。曹英挺直胸膛，尽力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明月姑娘在藏神渊中了寒毒，此事我也得知，我父亲已经请来火域高僧，可通过佛火为明月姑娘驱除寒毒。其实姬明月体内寒毒就是他派人去下的毒，如此一来，他就有手段逼迫姬明月就范。火域高僧？姬氏眼睛明亮起来。在天武大陆的火域内修炼的高僧，有着可控佛火的本事，而佛火可轻易驱除寒毒。只不过火域高僧那是大能者的存在，他们这种小城家主根本请不来。曹家就是曹家，果然是有牌面。姬氏欣喜至极，恨不得曹英和女儿立刻洞房。这一刻，他又想起了陈八荒，心中鄙夷道：这小子不过是武力值高一点，和这曹公子差远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明月姑娘，那你是否答应嫁给我呢？眼见时机差不多了，曹英赶紧道。可姬明月依旧不表态。姬氏急了，催促道：明月，你还犹豫什么？我做主了，你们则即日立刻成婚。闻言，姬明月依旧不说话。曹英可以帮他驱除寒毒，曹家又可稳固姬家，他为了活下去还能做什么？而见姬明月不说话，曹英也不在乎，毕竟姬氏答应了。于是他看向姬氏拱手道：老夫人，那今日起我曹家和姬家可就是亲家了。那自然是，姬家我说了算。
姬明月就是你的妻子。姬氏笑盈盈道：好。曹英诡谲一笑，原本一脸的客套之气全无，他沉声道：那我就要谈谈和明月成婚之后的事情了。我的好女婿，你说。姬氏满脸和悦。曹英清了清嗓子道：明月嫁给我之后，那我们就是一家人，所以姬家名下3个灵矿所产灵石以及宝库内的灵石全部归我曹家。毕竟我爹可是青城城主，5品官员，需要大量的灵石去大周皇朝打点，拿出所有家底支持曹家。姬氏和姬明月这才看穿曹英的心思。曹英又道：而且我身为城主之子，今后也必将走上仕途，若是我需要与京城大贵族之女结婚，那么明月就得让位，由妻改做我的妾。什么？姬明月震惊的直接站了起来。今后若遭到曹英的背叛，他还得做妾？我不答应。姬明月一脸愠怒。你不答应？曹英眼睛微眯，换了一副凶恶嘴脸，冷笑道：你母亲已经答应，并且说我就是姬家女婿，你还想赖账？让我做妾，绝无可能。姬明月小脸瞬间冰冷。曹英，不管我娘说什么，我姬明月是一定不会嫁给你。不嫁给我，你就会死于寒毒。曹英自信冷笑。姬明月迎着曹英得意目光，坚决道：我就是死于寒毒，也绝不嫁你。曹英嘴角抽了抽，脸上怒意升腾。姬明月，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可是城主之子，你今日拒绝我，你觉得我曹家会让你们孤儿寡母好过吗？姬明月美眸微红，目光决绝地看着曹英。你若再逼我，那我现在就死。哼，你以为你想死，我就能让你死吗？曹英冷笑，单手一挥，顿时一道灵力枷锁瞬间紧裹住姬明月，让其动弹不得。他修为本就高过姬明月，灵力枷锁更是曹家独门手段，所以姬明月瞬间被制服。我曹英想得到女人，就必须得到。今日我生米煮成熟饭，让你想后悔也不成。曹英自那戒之中取出一颗丹药，用力塞进了姬明月的嘴里，淫笑道：这是求欢丹，你服下之后，一会比那发情期的母狗还要健朗。哈哈，到时候我要好好玩弄你，夺了你的处子之身，还有你的灵品剑体。你真是个卑鄙的人！眼见曹英要侮辱自己女儿，姬氏气得大骂，直接冲了过去。啪！曹英抬手一个耳光，将姬氏抽倒在地。你姬家现在已被我曹家人围了起来，姬家人也被我的人控制，你再多嘴，老子就杀了你！话落，他转身看向姬明月。此刻姬明月在求欢丹的作用下，小脸红润，呼吸急促，双眸也变得迷离哈哈。姬明月，今日让本少好好领略下你的风骚。曹英得意大笑，大手伸过去，刚要扛起姬明月，却是一道讥讽的冷声自门口响起：堂堂城主之子，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陈八荒！曹英认出来者，一脸愕然。我的人都在外面守着，你怎么能走进来？曹英一脸愕然。陈八荒耸了耸肩：你的那些手下做拦路狗，我就顺手把他们解决了。你把他们都杀了！曹英惊怒道：今日跟随他而来的，可是有着70多名曹家精英修士。混蛋，你敢动我们曹家人，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曹英咬牙道，当即体内滚滚威压汹涌而出。天灵镜！陈八荒撇了撇嘴，这点实力，你吓唬谁呢？他指了指姬明月，沉声道：曹英，你身为城主之子，光天化日之下夺人宅院，强抢民女，按照大周皇朝律法，你罪该当斩。若不是我回来取果核，还撞不见你在行凶。闻言，曹英冷笑：这青城可是我曹家地盘，我曹家就是这里的土皇帝，我们想动谁就动谁。陈八荒，你别以为你灭掉王家和陆家，你就是根葱了。我曹家暂时没动你，只不过是拿你当鸭子养罢了。我爹正在闭关，他即将出关，届时就该杀你这只肥鸭子了。你现在若乖乖的跪在我面前，给我磕头认错，做我曹家的狗，本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在曹英看来，不论他如何辱骂陈八荒，甚至是殴打陈八荒，陈八荒都不敢还手，因为他是城主之子，曹家的少主，在整个青城，他就是土皇帝，所有人见到他都要膜拜，都要畏惧。是，就在这时，一道凶猛剑气自陈八荒体内冲天而起，瞬间洞穿了曹英的肩膀。噗！他的右臂直接飞了出去。这剑气速度快到了诡异，曹英恍惚了一下，便是感到肩膀一阵剧痛，当即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姬明月，姬氏，这就把曹英给废了。母女二人惊骇地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啪！陈八荒几步上前，大脚狠狠踩在曹英的脸上，撇嘴道：做狗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将你变成一只死狗。曹英脸色惨白，满眼惊骇地看着陈八荒。他知道对方很强，但他没想到对方这么强。他更没想到陈八荒居然敢伤他这个城主之子。他
他屈辱吼道：“陈八荒，我爹还有3日出关，他若得知你这般伤我辱我爹定会将你捏成肉泥喂灵兽。”陈八荒冷笑道：“你这么想我死，我若是直接将你杀了，岂不是太便宜了你？”曹英脸色一紧：“你要做什么？”陈八荒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给姬明月吃求欢丹，那老子就给你吃春药。”说着，他自纳戒之中取出迷情合欢散，倒进了曹英的嘴中。当即，他拎着曹英直奔姬家灵兽圈走去。一般的大家族都会有灵兽的圈养之地，姬家的灵兽圈内有着10几头灵牛，好好享受吧。陈八荒一脚将曹英踹进了灵牛群，随后用灵力封锁住了灵兽圈。唰！迷情合欢散的药性极强，即使是天灵境强者都不能压制。曹英脸色瞬间涨红，双眼冒光，口中发干。他腾地站起来，四周没有女人，只有壮硕的灵牛。但他下身憋得要命，人也失去理智，当即大吼一声，朝着灵牛冲了过去。哞！灵兽圈内传出灵牛的惊叫，随后是曹英的惨叫。玩得这么嗨！陈八荒撇了撇嘴，他折回会客厅，看到姬明月呼吸急促，小脸红烫，甚至看向他的眼神都有了春波。他直接将姬明月抱了起来。你要对我女儿做什么？姬氏紧张起来。曹英刚被制服，难道这陈八荒又想趁火打劫吗？我要真做，也不在这里。陈八荒白了眼姬氏，爆出灵力，以气凝真，随后刺入姬明月几处穴位。很快，他体内的春毒逐渐退去。谢谢你。姬明月逐渐清醒过来，美眸之中有着讶异之色。陈八荒没有趁机欺负他，这让他很感动。唉，可姬氏却深深叹了口气。曹英这个混蛋是被陈八荒制服了，明月也得救了。可我们姬家就彻底得罪了曹家，以曹占云的性格，他绝不会放过我们姬家。今日起，我们姬家算是和陈家彻底绑定，成为曹占云的盘中餐了。念及此，姬氏看向陈八荒，眼睛变得明亮，抓住陈八荒的手，事已至此，这是上天的安排，那你来做我姬家女婿。如今姬家彻底和曹家结仇，仇人的仇人就是朋友，姬家只有和陈八荒站在一起，才有可能对抗曹家，别无他法，只能赌一把。这一刻，姬氏越看陈八荒越顺眼，眼中早无之前的嫌弃之色。他甚至还道歉：“八荒，之前是我有眼无珠，老眼昏花，看走了眼，差点错失你这个好女婿。”陈八荒微微一笑，表示原谅。他看向姬明月，一脸赤诚：“那你同意吗？”姬明月想了想，美眸认真地注视着陈八荒：“我愿意。”有了曹英的对比，他觉得陈八荒反倒是很好。最为重要的，其实在书堂期间，他也暗恋过陈八荒。只不过那时的陈八荒没眼光，看上了陆青青。陈八荒看向姬氏：“那我们择日举办婚礼。”择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姬氏干脆道：“曹占云即将出关，届时其一定会带人杀进姬家。此刻若不让二人赶紧成婚，绑定陈八荒，那姬家可就瞬间被曹占云平推了。”姬家下人以及修士之前全部被曹家人绑起来，扔进了柴房。随着陈八荒将这些人解救，姬家上上下下开始忙活起来。大小姐嫁夫君，这对于姬家来说可是莫大的事。陈八荒娶了倾城第一美女姬明月，婚礼就在今日举行。而曹英被灌下春药，试图侵犯灵牛，结果被10几头灵牛踩得全身如烂泥一样瘫软，被抬到曹家时只剩一口气在。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还是陈八荒。这几则消息在青城直接炸了锅，青城人皆是震惊的一脸愕然。但整个青城除了姬家和陈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家族参加婚礼。他们心里很清楚，疯子陈八荒如此虐待曹英，曹占云闭关结束后定会将陈八荒撕成碎片，炼成丹药，届时姬家都会倒了血霉。所以众人可不敢去参加婚礼，惹祸上身。娘子，洞房内，陈八荒掀起姬明月的红盖头，看着对方那精致到无以复加的绝美脸庞，他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可要珍惜。”姬明月小脸羞红，微微点头，但她也深深叹了口气：“嫁给你，我心甘情愿，但我体内寒毒愈发凶猛，出不了3个月，我就离你而去了。”陈八荒摇头道：“我怎么舍得你离我而去？”话落，他自那戒之中取出地火陨炎莲，递给了姬明月。地火陨炎莲，这神莲可解我体内寒毒，我多处寻找都未找到，你居然有！姬明月美眸瞪大，满脸激动。陈八荒道：“你在藏神渊感染的寒毒，其实是曹英派人暗中做的，他目的就是想以此拿捏你。曹英这个王八蛋！”姬明月银牙紧咬，一脸愤恨，看向陈八荒，他决绝道：“夫君，我们一起干曹家。”陈八荒点头：“其实我向你提亲，一是我真的喜欢你，二来是需要你体内的灵品健体。这样一来，
我可以修炼出更高品阶的剑体来强大自己，这样才能对付曹家。既然你我完婚，所以我要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夫君，姬明月激动道：“你对我开诚布公，我很开心。今天开始，你我就是同州夫妻，我自然要支持你变得更强大。”陈八荒点头，搂住姬明月盈盈一握的细腰，将地火允炎莲喂入姬明月口中，待得对方服下，他便是稳住了姬明月的嫩唇。很快，红色纱帐摇晃起来。门外，姬氏凭借修为听到屋内谈话，得知女儿寒毒已解，陈八荒又在努力变得强大，他脸上浮现出欣慰笑容。但很快，一抹深深的凝重涌上脸庞。那曹战云可是天灵境后期强者，强横毒辣的手段也颇多。曹家更是能人辈出，精英修士多达300多人。这样一个逆天的人，女婿真的能应对吗？1个时辰后，官人，你得到我的灵品剑体了吗？满脸红润的姬明月用颤抖的声音问道。陈八荒摇头，还差一点。姬明月直接道：“那我们再来一次。”陈八荒看向床单上那一抹嫣红，心疼道：“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姬明月摇头：“就在今晚，必须让你得到我身上的灵品剑体。”房间之中再次弥漫起浓浓的情愫。梅开2度，姬明月白嫩娇躯上满是细密的汗珠，她小脸更红，娇喘不断。她问道：“官人，这次如何？”陈八荒点头：“成了。”随后他扯过被子盖在姬明月的身上，轻拍其额头：“你先睡，我修炼剑体。”官人加油。姬明月嫣然一笑，经过2次翻云覆雨，他疲惫不堪，闭上美眸，他很快沉沉睡去。而陈八荒开始调动体内的剑体，之前2道凡品剑体已经被他合二为一，加上姬明月的灵品剑体，他终于可以修炼混元剑体。一切就绪准备。女子的声音响起，下一瞬，陈八荒体内的2道剑体瞬间被女子的灵魂之力拉扯至混元书，狠狠撞击在那画着混元剑体的图上。嗖嗖，2道剑体迅速没入图中，与图上的混元剑体融合。咔咔，下一刻，整张图猛烈颤抖，图上的黝黑剑体发出一道剑鸣，裹挟着剑体的一黑一白2团火焰快速旋转。嘘！突然，整柄剑化作一道黑光，瞬间没入陈八荒的眉心。轰！蓦然间，强横剑气自陈八荒体内喷薄而出，直冲房顶。轰隆一声，竟是将房顶冲撞出一个大窟窿。混元剑体，感受到体内滔天剑意涌动，陈八荒兴奋至极，而声音之大，让得刚刚入睡的姬明月瞬间惊醒。不仅是他，就是在房外偷偷听床的姬氏都吓得一激灵。他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向房顶，惊讶道：“我女婿真猛啊！不知明月能不能吃得消？这样看来，明年必然能抱上一个胖外孙。”房中，女子道：“混元剑体一共9重天，你只有吞噬其他剑体，才能提升混元剑体的境界。每升1重天，混元剑体的威力就会增强数倍。”陈八荒攥紧拳头，以后我遇到高阶剑体绝不会放过。混元剑体1重天就已经这般凶猛，若是修炼到9重天，那岂不是可以打穿诸天万剑？陈八荒纵使前世见识过诸多上乘剑体，但与混元剑体相比，相去甚远。翌日，官人，我修为从10级地灵竟踏入了天灵境。姬明月一早醒来，不仅发现自己体内寒毒彻底驱除，还惊喜发现自身修为也有了重大突破。没想到双修有这么大的好处，官人，我们每晚都要双修。姬明月抱住陈八荒开心道。就在昨天，他对男女之事都还很懵懂害羞，甚至是避讳，但嫁给陈八荒，尝到甜头之上，他发现自己上瘾了。可陈八荒却揉了揉眉间：“娘子，早起你我已经又双修过一次，今晚还要。”姬明月妩媚一笑，正值年少，当然要多多享此快乐，何况我们还能双双提升境界。今天我就去布衣坊选几件好看的肚兜回来穿给官人看。官人喜欢什么颜色的肚兜？问出这种害羞问题，姬明月小脸嫣红。陈八荒道：“黑色和红色。”好。姬明月的小脸更加红了，因为他知道穿这2种颜色的肚兜很性感。下一刻，似是想起了什么，他小脸变得凝重：“官人，曹战云3日后出关，届时他必会对我2家大开杀戒。这3日，我要将所有修炼集于你一个人身上，让你尽快变得强大。”很快，他命人将姬家所有灵石全部运到陈八荒修炼场所。200万颗灵石，4株灵植。陈八荒不可思议地看着姬明月，姬明月嫣然一笑：“120万颗灵石是我姬家家底，那曹英来提亲带来50万颗灵石，剩下30万颗灵石，我是在曹英以及被你杀死曹家人的那界上搜集来的，而这4株灵植是我姬家的多年攒下的。官人，这些你全都用了，3日之后我们与曹战云一战。”
都压注在自己男人身上。姬明月对陈八荒有着绝对的信任。他又道：官人，你只管安心修炼，我带领姬家人为你护法。陈八荒连连点头，我真是娶了个好娘子。随后他踏步进入了修炼之所，进入混元塔，开始修炼。外界1日，塔内1月，塔内3个月，陈八荒疯狂吸收200万灵石内的灵气，境界升得越高，耗费的灵石也是翻倍增长。6级天灵境，7级天灵境，境界不断提升。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即使是天灵境后期，他突破瓶颈也极为容易，晋级极为丝滑。混元塔不单单是时间流速快，在塔内修炼，你晋级的机缘也大大提升。女子解释道。陈八荒震惊点头。混元书共10图，1图1神通。如今他已经开启3图，每张图的神通丹拿出来都是惊世骇俗之宝，可见混元书是诸天万界都难以寻觅的绝世珍宝。前辈，这混元书来自何处？陈八荒好奇问道。女子道：不知道，我只知道混元初开，混元书就存在了。混元初开，陈八荒吃惊不已。宇宙从无到有之际，它便存在，那它岂不是存在了数百万亿年？女子笑道：可能比你说的还要古老。陈八荒点头，他被那3个女魔头联手打进混元魔渊，本以为生魂都会被那深渊吞噬，不成想却偶得这绝世珍宝混元书，福祸难料，这才是人生。8级天灵境，9级天灵境，达到天灵境巅峰。陈八荒扫眼望去，还剩20万灵石以及4株1阶灵植，全部用上，冲击灵宗境。灵宗境和之前的境界相比，可是巨大的分水岭。踏入灵宗境，体内灵气如江河般汹涌，威压更是震撼山岳。而陈八荒还是混元剑体，踏入灵宗境，混元剑体的威力也会大大增加。塔内时间还剩1个月，陈八荒全力冲击。3日后，曹家，曹战云的修炼之所。轰！一道恐怖威势冲天而起，如蛟龙出海，瞬间将练功房轰成齑粉。尘烟过后，一道高大身影自其中大步走出，此人4方脸，一双虎目，全身灵力气息迸射，正是曹家家主曹战云。而此刻的他脸上怒意翻滚，全身气焰涌动。他在闭关期间，族人就在房外告知他发生了什么。当时的他怒发冲冠，但为了冲击更高境界，他只好压下怒意，全力冲击。毕竟遇到晋级的契机极其难得。我儿怎么样了？曹战云瞪着猩红的眸子问长老。少爷，情况不太好。长老支支吾吾。唰！曹战云身形化作虚影，掀起一道罡风，瞬间来到了曹英的房间。曹英可是曹家独苗，曹战云对其爱护有加，视若明珠。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看到儿子全身打着绷带，气若游丝，脸色惨白，曹战云心疼的全身一颤。爹，杀了陈八荒，一定杀了陈八荒！可嗨嗨！曹英眼中全是愤恨，由于说话过于激动，猛烈咳血。儿子，你放心，我一定把陈八荒的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曹战云心痛的眼泪都流了下来，提到陈八荒的名字，他体内的怒气直接爆发出来，冲击的房间激战。家主，那陈八荒此刻就在姬家，我们这就过去。长老问道。曹战云沉声道：叫上曹家所有修士，让守军统领集结所有守军。今日我不仅要杀了陈八荒，我还要拿下陈家、陆家、王家和姬家。今日之后，倾城的一切都归我曹家。长老上前一步，低声道：家主，据我们暗中调查，陈八荒定是得到了机缘或者气运，才突然崛起。他如今能抹杀天灵境5级的强者，而且这几天此子也是躲在姬家拼命修炼，四是也准备和我曹家大干一场。曹战云冷哼，他有机缘又如何？成为气运之子又如何？这次闭关，我不仅是晋级到了天灵境10级，更是修炼出了我曹家祖传的秘籍金刚不破体。家主，您修炼出了金刚不破体？长老瞪大眼睛，震惊的全身发麻。金刚不破体，坚不可摧的防御体质，坚硬到可以防御更高境界强者的攻击。换言之，即使曹战云是天灵境，但灵宗境强者都打不穿他的金刚不破体。爹，凭借金刚不破体，您不出手都能将陈八荒撞成肉泥。曹英激动的大喊，但却扯到伤口，疼得大叫。儿，你等我好消息。曹战云意气风发，转身对长老道：走，去姬家。此时的姬家，姬明月和姬氏都守在陈八荒的修炼之所前，姬家200精英修士也全部到场。今天的姬氏竟也穿上一身劲装，腰间挎着长刀，俨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一脸凝重，对姬明月道：明月，刚得到消息，曹战云出关了。以这老小的脾气，他很快就会杀到。
姬明月抽出腰间一柄白剑，剑气汹涌，他一脸阴气道：“八荒还未出关，说明他还在冲击更高境界。今日我们拼死也要守住。”姬氏却没有信心道：“也许八荒出关也不是曹战云的对手。据我所知，他这次闭关不只是提升境界，更是要修炼出曹家祖传的金刚不破体。若是这老王八成功了，那么我们今日都得死在这里。明月，不如你先走，我带人守在这里。今日背水一战，战也是死，投降也是死。姬氏打算让女儿活下去，可姬明月却坚决摇头：我不走，因为我坚信我官人能胜。姬氏惊讶：你为何这么相信女婿？姬明月道：既然选择嫁给他，那就相信他的一切，就算他不是曹战云的对手，大不了死在一起，我也无憾。姬氏颇为讶异，叹道：明月，之前你对相亲大为反感，我还以为你不愿走入婚姻，原来你是心里一直有陈八荒啊。姬明月微微一笑，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才甜蜜。轰！突然，姬家大门连带一面墙壁被人从外面猛地轰碎，当即数百道身影气势汹汹冲了进来，这些人手持利器，一脸凶煞之气。为首的紫袍男子正是曹战云，他目光冰冷，全身杀意弥漫，目光扫向姬明月等人，最后又看向陈八荒的闭关之所，他不屑冷笑：陈八荒那个杂碎不敢出来，居然让女人为他护法，真是个窝囊废。姬氏讥讽道：曹战云，你儿子被我女婿打成残废，你都不替你儿子出头，依我看，你定是不舍得突破契机，一直等闭关结束才来我家张牙舞爪。这么看来，你也是个狗熊。曹战云嘴角狠狠一抽，咬牙道：你这个贱妇人，你男人死了，整个姬家群龙无首，你不好好依偎我曹家，却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废物身上，你可真是愚蠢至极。姬氏不屑冷哼：你们曹家不是好东西，是倾城人的灾难，我姬家可不想与你们这种卑鄙的家族同流合污。若是这样，我下去无脸见我的夫君。经过曹英提婚一事，姬氏已经彻底看清曹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夫君曹战云仰头大笑，笑声嚣张至极，他眼睛微眯道：姬氏，你还不知道吧？你的丈夫就是被我杀死的。什么？姬氏和姬明月都是一脸震惊。姬明月的父亲是在城外被人杀害，凶手至今都未查到，但母女二人做梦也没想到，凶手居然是曹战云。曹战云得意冷笑：姬氏，你丈夫手里有一颗丹药，名为圣体精华丹，这是一颗罕见的3品丹药，服下它可助我修炼出金刚不破体。我找到你的丈夫，让他交出此丹药，可他就是不同意。既然他不给我这个城主面子，那我就教他如何体面。我一巴掌下去，他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碎了。你这个畜生，你身为城主，怎能做出这般强盗行径？姬氏脸色铁青，浑身发抖，脸上翻涌着悲愤。王八蛋，我杀了你！他猛地抽出腰间长刀，高声嘶吼道：我要为我的夫君报仇！刹那间，他单脚踏地，一刀斩向曹战云。他只是5级地灵境，冲过去那就是飞蛾扑火，但他悲愤至极，已经失去了理智。此刻他只想让曹战云死。另一边，姬明月也美眸通红，全身怒意涌动，杀父仇人就在眼前，他也不顾一切冲了上去。轰轰！就在这时，曹家长老突然出现在场中，他双掌猛地轰出，爆出雄浑的力量，瞬间将母女二人击飞。2级天灵境。曹家长老微微一笑，看着重重砸在地上，嘴角有着鲜血的母女二人，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家主在青城让谁死，他绝活不过第2天。根据大周皇朝律法，陈八荒杀了陆家、王家以及我曹家300多人，他犯下滔天大罪，而你们都是他的帮凶。即刻起，青城城主也是我家家主，要替天行道，匡扶正义，将你们这些罪大恶极之人缉拿归案。而罪犯陈八荒罪孽滔天，不仅杀人越货，还敢重伤我家少爷。即刻起，我们要将陈八荒处以极刑，再将其斩杀，以示正道。你们还有脸以示正道？姬明月大声吼道：你们曹家杀人，为何只字不提？你们曹家欺负青城百姓，为何不说？八荒杀人，那是因为那些人想杀他，他才不得已还击。而曹战云这条老狗杀我父亲，曹英这个王八蛋试图奸污我，你们曹家坏事做尽，早晚会遭报应。哈哈哈哈！曹家长老不屑大笑：能杀我家主，能灭我曹家的人还没有出现，在青城，我曹家就是天，你们都是奴。轰！突然间，一道剑气自练功房冲天而起，化作一道流光，直奔曹家长老。曹家长老脸色一紧，一掌猛地轰杀过去，试图粉碎这道剑气。噗！锋利无比的剑气瞬间摧毁曹家长老的防御，当即洞穿了他的手掌。
紧接着穿透了他的眉心，鲜血飞溅。曹家长老全身一颤，脸上无比震惊的表情瞬间凝固，双眼则是死死盯着前方突然出现的身影。这是一位白袍青年，他身材高大，五官俊朗，目如星辰，正是陈八荒。谁说曹家人不能杀？这不是挺好杀的吗？陈八荒撇了撇嘴，看向倒地的姬氏和姬明月，他赶紧将二人搀起。刚刚若不是处于冲破瓶颈的关键时刻，他早就现身了。你！长曹家长老刚要开骂，眼中生机瞬间逝去，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毙命当场一剑秒杀2级天灵境，全场瞬间鸦雀无声，真落可闻。天灵境2级啊，仅仅是一道剑气就杀了。众人皆是眉头紧锁，一脸骇然。即使是曹战云也眼眸眯起，眼中满是诧异之色。之前的陈八荒那简直是烂泥一滩，可今日的陈八荒却惊艳的差点晃瞎了他的眼。这小子到底遇到什么机缘？我一定要弄明白，而且一定要得到。念及此，他看向一旁的守军统领赵永安，你去杀了他，斩下陈八荒的人头，我去皇朝为你邀功。遵命。赵永安一脸惊喜，赶紧拱手。若是能拿到功绩，他就会加官进爵。而一旁的副统领张冲则是眉头紧皱。赵永安虽然实力不俗，但与陈八荒比起来还差一大截。曹战云让赵永安出手，这就是让赵永安送死。如此一来，陈八荒可就落得杀守军统领的大罪，那曹战云可就师出有名，而后再将守军统领安排成自己的人，可谓一石二鸟。于是他赶紧站出来，冲赵永安道：统领大人，要不我去劝劝陈八荒，让他放弃抵抗，这样我们也省下不少力气。赵永安狠狠白了眼张冲，他认为张冲这是想抢他功绩，于是沉声道：我是统领，你只是个副手，我做什么轮不到你来安排，退下。张冲咬了咬牙根，拱手道：是。赵永安不再理会张冲，大步走到场中，噌的一声抽出手中宽大战刀，刀尖对准陈八荒。小杂碎，短短几日，你在青城连灭2个家族，作为守军统领，今日我替天行道，杀了你这个孽障。替天行道？陈八荒冷笑：赵永安，当年你与那张冲不过是青城的带兵队长，若不是我爹看你们2人实在肯干，打通关系提拔你们2人，你们能有今天？这一刻，陈八荒感到莫名悲凉，自己父亲在青城帮助过那么多人，而他遇难的时候却是没人伸手，好人难有好下场。噌！陈八荒抽出父亲的玄天断魂剑，冷喝道：赵永安，我爹离奇死亡，你不想着替天行道，今日你作为曹战云的狗腿子，却在这里道貌岸然，今日我就用我父亲的剑斩了你。闻言，赵永安脸色好像吃了屎般难看。当年确实是陈八荒父亲向皇朝举荐，他才成为统领，而一旁的张冲更是一脸愧疚，低头不语。良禽择木而栖，城主是大能者，又待我不薄，身为统领，我自然要维护他。赵永安一脸凛然之色，似是自己才是正道之人。陈八荒撇嘴冷笑：你确实是个禽。赵永安，多说无益，受死吧。脸色更加难看，他怒吼一声，单脚猛地踏地，一刀斩向陈八荒。咔咔咔！身穿皇朝统一打造的万年玄铁甲，赵永安如猛虎一般冲杀过去，一瞬间4品天灵境的气焰直冲天空。万年玄铁甲坚硬如磐石，天灵境这个级别的强者很难将其破坏。而赵永安手中的战刀也是万年玄铁打造，厚重且锋利，可瞬间切开天灵境强者的身躯。有着皇朝打造的2件重器，赵永安自是极为自信。至于对陈八荒父亲的愧疚，那又算什么？加官进爵，拥有财富、实力、美女，那才是王道。是。就在这时，陈八荒手中的玄天断魂剑直线斩下，一道剑光破空而来。哼，这小子居然想跟我硬刚！赵永安嘴角噙着一丝冷笑，脑中甚至浮现皇朝为他加官进爵的场面，当即手中战刀猛地迎了上去。飞黄腾达，就在今天！赵永安眼中兴奋翻腾。咔！就在这时，玄天断魂剑瞬间斩断战刀，当即嗤的一声划破他胸前万年玄铁铠甲。一瞬间，胸膛一片剧痛，噗！下一刻，鲜血喷涌，盔甲连带身躯被陈八荒一剑斩成2截，扑通！上半截身子重重砸落在地。赵永安那凝固着震惊表情的头颅上，双目死死盯着陈八荒。在临死那一刻，他才知道陈八荒的实力原来远远超过他，他轻敌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一剑瞬杀守军统领，全场再次陷入寂静。姬明月，姬氏。姬氏转身问女儿：女婿这么猛吗？姬明月点头，他一直都很猛。场中
陈八荒抬起滴血的剑，对准曹战云，冷笑道：“借我之手杀了赵永安，这样就可以给我安一个杀害守军统领的大罪，然后你可以堂而皇之安排你自己的人上位。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曹战云嘴角抽了抽，尴尬冷笑：“那爷你得死了，才能配合我演完这场戏。”轰！曹战云单手一挥，手中乍现一柄漆黑长枪，长枪气息内敛，但却压迫感极强。三阶灵气是魂枪，蓦然间，一道恐怖的枪威镇压而下，掀起的罡风吹打的众人险些跪在地上。老子可是倾城第一枪，就是你那死爹都接不下我一枪！曹战云狰狞吼道：“依我看，你最多是天灵境中期，但你知道我是什么境界吗？”轰！下一瞬，又一道恐怖威势冲天而起，天灵境10级。此次闭关，曹战云用光所有修炼资源，最后抓住契机，成功踏入10级天灵境。他居然达到了天灵境巅峰境界。姬氏脸上瞬间蒙上一抹凝色，姬明月也是眸光闪动，这可是无限接近灵宗境了。家主威武，家主是灵宗境下第一人。曹家人兴奋的瞬间沸腾了起来，当即皆是用鄙夷的眼光看着陈八荒，更有人叫嚣道：“陈八荒，你不过是昙花一现，你在他人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但在我家主面前，你就是一条丧家犬。”此人大声嬉笑，骂得甚欢，闭嘴。陈八荒猛地屈指一弹，一道剑气爆射而出，瞬间洞穿了此人的眉心。见此情景，曹家人瞬间闭嘴，身形疯狂暴退。陈八荒，你也只会偷袭弱者，今日我就让你感受一下灵宗境下最强实力有多么恐怖。轰！曹战云身形瞬间化作虚影，手中是魂枪镇压而下，当即一条黑色长龙虚影符现在长枪之上。屠龙斩天枪，黄阶武技。武技有着凡阶、黄阶、玄阶、地阶、天阶之分，黄阶武技很是难得。这一瞬，曹家人皆是双目中兴奋涌动，只等家主一枪洞穿陈八荒的心脏。而这时，陈八荒出手了，手中玄天断魂剑凌空一斩，刹那间剑意滔天，剑光破空而来，狠狠撞击在那噬魂枪之上。砰！刹那间，金属碰撞的声音响彻天际，当即层层能量涟漪爆发开来，紧接着一道身影倒飞了出去，重重砸地。此人正是曹战云，一剑落败，现场瞬间鸦雀无声，安静到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什么情况？10级天灵境曹战云手持3阶灵气，施展了黄阶武技，居然被陈八荒一剑打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眼前的画面太不真实，众人皆是呆若木鸡，尤其是曹家人，大脑一片空白。家主强如神一样的存在，怎么会被陈八荒这个曾经被称为倾城第一大笑话的废物一剑打败？而此时曹战云的脸上更是凝固着无法形容的惊骇，他额头冷汗涔涔，好似见了鬼一般，眼睛瞪圆，死死盯着陈八荒，震惊道：“你是灵宗境？”就在与陈八荒对决的一瞬间，曹战云感觉到一股令他绝望的威势扑面而来，将他镇压得死死的。而这股威势正是灵宗境之威。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无数道惊诧目光落到陈八荒的身上。这个家伙居然是灵宗境！倾城历史近1000年，踏入灵宗境的强者也才寥寥数位，而眼前的青年才20岁，竟然踏入了灵宗境。众人大脑再次一片空白，就连姬明月和姬氏都震惊得说不出话。姬氏惊喜道：“我的好女婿居然是灵宗境，我姬家真是走了大运了。”姬明月嫣然一笑，看来今后我要和夫君多多双修，这样我才能和他举案齐眉。场中，曹战云腾地站起身来，他凶狠地盯着陈八荒，全身气焰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噬魂枪猛地抬起，他怒吼道：“我曹战云身为一城之主，岂能败给你？”轰！道道金色涟漪自他体内扩散开来，形成护甲裹住他身躯。金刚不破体，曹战云彻底激活了自身的体质，当即整个人化作一道虚影，再次冲向陈八荒。轰！又是一记屠龙斩天枪汹涌落下，而这一次曹战云几乎是用尽了全力。虽然他和陈八荒相差一个大境界，但他也是天灵境巅峰境的存在，与灵宗境一指之隔。此刻他又有金刚不破体护身，与陈八荒拼死一战，他还是有很大胜算。若是胜，他可以挽回面子以及城主的威严。是，陈八荒迎面上又是一剑斩下，雄浑的力量与锋利的剑刃瞬间撕碎了曹战云的金刚不破体，在其胸口处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剑伤。噗！剑锋一转，他又一剑斩断曹战云的右臂，鲜血瞬间喷涌出来。曹战云脸色巨变，身形瞬间飞了出去，再次重重砸地，倒在血泊之中。
一剑破了金刚不破体。现场再次陷入寂静，曹家人的脸上更是有着恐骇之色。显然家主被陈八荒碾压了，而曹占云更是惊骇的都忘记了肩膀处传来的剧痛，眼中更是有着深深的疑惑。他本以为出关之后在青城所向披靡，如神一样的存在，结果刚出关就被一个后背踩在地上摩擦，这让他一时无法接受，道心几近崩塌。而陈八荒直接一剑暴刺过去，快刀斩乱麻，先彻底废掉曹占云再说。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陡然出现在场中，这是一位身穿灰袍的老者。老者白发白眉白胡须，手持银色长剑，全身气息涌动，宛如一座泰山一般立在陈八荒的面前。你是谁？陈八荒沉声道。我是曹家的老祖，也是曹家的护道者曹太。陈八荒冷哼一声，又来了一条拦路的老狗。曹太嘴角抽了抽，年轻人不要太嚣张，人狂自有天收，老天不收你，我来收你。轰！手中长剑猛然一颤，曹太体内灵五宗威压瞬间翻滚而出，镇压的在场所有人如重石压身一般，呼吸瞬间沉重起来。曹家的护道者竟然也是灵宗境，众人骇然。而且曹太身上的气势比陈八荒更为浑厚，2级灵宗境。陈八荒嘴角微抽，曹太脸上显出一抹得意，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没想到还有我这个世外高人存在吧？年轻人，不作死就不会死，我念你有一身本事，今日你若做我修炼炉鼎，我可免你一死，你看如何？在灵宗境强者的眼中，仇恨是第2位，如何能获得更强大的修炼资源才是首位。陈八荒冷笑，陆青青倒是让我做了他的炉鼎，但他的下场就是被我抹杀，冥顽不灵。曹太冷哼道，那你就是自寻死路了，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曹家护道者的恐怖。轰！曹太猛地一剑斩下，刹那间滔天剑气如天河瀑布轰然而下，震慑的整个姬家都微微颤动起来。好强的剑气！如此看来，这曹家的护道者不仅是境界高到了可怕，更是一位恐怖的剑修。姬家人，尤其是姬氏和姬明月再次紧张了起来。我曹家在青城无人能撼动。场中，曹太全身气势澎湃，气场异常强大，他好像巨人一般矗立在陈八荒的面前，无法阻挡的气势，令人恐惧的杀意。哈哈，我曹家在青城1000年的底蕴，岂能让你一个后辈撼动？曹占云狰狞大笑。轰！体内混元剑体瞬间激活，陈八荒猛地抬起玄天断魂剑，一瞬间，一道长达数十丈的剑气冲天而起。这道剑气黝黑如龙，其上萦绕着一黑一白2团火焰，与那混元书上所画的混元剑体一模一样。嗡！混元剑体发出振聋发聩的剑鸣，锋利剑尖对准曹太，让的曹太瞬间感觉到死亡的威胁，惊恐地望着眼前那擎天巨剑悬浮在自己的眉心，他身上那股强大的气势瞬间萎靡，整个人也缩了2圈，压迫感太强，根本无法抵抗。陈八荒，你到底得到了什么机遇？怎么会有如此逆天剑体？曹太极为不甘，吼道：我为曹家护道100年，今日岂能栽在你这小儿手中？轰！曹太额头青筋暴起，拼尽全力想要抵抗，但混元剑体凝聚的剑气却猛地落下，瞬间洞穿了曹太的胸膛，无法撼动。这不是挺容易吗？陈八荒撇嘴道。曹太，他扑通一声后仰在血泊之中，脸上不甘与恐骇的混合表情已然凝固，一剑秒杀。全场哗然骤起，众人脸上皆是充满骇然之色。灵宗境的大剑修直接被秒了。曹占云感觉眼前一黑，差点晕死了过去。完了，彻底完了。他出关时还以为自己捏死陈八荒比喝水都简单，可此刻他却一败涂地，还搭进去了护道的老祖。曹家这回完了。陈八荒，曹占云语气中充满苦涩与悲凉，他哀求道：我知错了，可否放过我曹家？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话落，他看向身后已然呆若木鸡的数百名曹家修士，怒道：还不下跪？再不下跪，曹家这点底蕴都得被陈八荒一剑抹杀。扑通，曹家人毫不犹豫齐齐跪了下去。纵使曹家在青城目中无人许多年，纵使曹家人一向都是让他人跪，但刚刚陈八荒那一剑真的让他们感到深深震撼，更是感到深深的恐惧。陈八荒缓缓走到曹占云近前，一掌按在其胸口，运转起霸世吞灵诀，将其不破金刚体直接吸走。而全程曹占云只是惊骇地看着陈八荒，一句话也不敢说。成王败寇，他现在就是待宰羔羊。失去苦心修炼出的金刚不破体，他心如刀割，但也不敢反抗。夺完体质，陈八荒目光犀利，沉声道：说
那个白袍人是谁？曹占云脸色一紧，这么说，陆山海将事情都告诉你了？白袍人是谁？他拿走的黑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陈八荒一步上前，踩碎曹占云的右腿，骨碎之声咔咔响起。曹家人看得嘴角直抽。白袍人是叶城叶家人，叶家派人让我杀掉你爹，拿走黑盒子，但我是城主，动你们陈家，动静太大，你爹也有些声望，我担心会惹来皇朝的注意，所以我暗中联系陆山海，并许诺他事成之后给他好处。陆山海便怂恿他女儿陆青青和你结婚。陆青青博得你们陈家信任之后，便是开始下毒害你们陈家人，而你爹也是中了陆青青的慢性毒药，才会败给那个叶家人。至于你说的黑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叶家人，陈八荒眼睛微眯，其内寒芒四溅，极为犀利。八荒，叶家在大周皇朝可是有着很深的根基，叶家的实力更是强过我曹家太多，所以我也是被逼无奈。曹占云哀求道：你若放过我，我曹家所有资源全部归你，我带着曹家人即刻离开青城，你看如何？想让我放你走？陈八荒淡淡一笑。曹占云眼看有戏，赶紧道：想。砰！陈八荒将父亲的玄天断魂剑插进地面，他沉声道：你冲我父亲的剑磕3个响头，并大声说出你的罪行，我便饶你。好。曹占云想都没想便答应了。活下去才是王道。我曹占云身为城主，怂恿陆山海害死陈家家主，不仅如此，我为了修炼出金刚不破体，还杀死了姬家家主。我曹占云罪恶滔天，但我知错，请陈兄和姬兄的在天之灵原谅我。说完，他冲玄天断魂剑磕了3个响头。陈八荒冰冷目光扫过张冲等一众守军，你们可都听到曹占云所说？张冲等人愣住，随后点头。他们不明白陈八荒为什么让他们看到曹占云复述自己的罪行，而这时曹占云却恍然大悟，他惊骇地看着陈八荒：你让我说出自己罪行，如此一来，到场300守军岂不是成了你的证人？这样一来，我必会被皇朝治罪。陈八荒冷笑：治你罪算是轻的。曹占云嘴角猛抽：八荒贤侄，你不是说要放过我吗？陈八荒点头：我是答应了，但我内人和岳母答不答应，我就不知道了。你杀我爹，我岂能饶你？姬明月提剑直接冲了过来，而姬氏更是双目猩红，脸上仇恨翻滚，手中长刀狠狠砍在曹占云的肩上，鲜血飞溅。曹占云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但很快他被姬明月和姬氏乱刃砍死，尸体血肉模糊，画面极其残忍。曹占云拍碎了姬家家主的脑袋，姬家母女2人则砍碎了曹占云的全身。家主！曹家人见此情景，悲愤欲绝，有人大喊：你们为什么这么残酷？陈八荒嘴角勾起冰寒弧度：你们曹家人喝倾城人的血，你们不觉得残酷？现在倒是鬼叫起来。话落，他提剑冲过去，将曹家修士全部斩杀在当场，整个姬家尸山血海。张冲等人即使是军人出身，但看到眼前触目惊心的场景，也惊骇得全身发麻。得罪陈八荒，即使是强如曹家，也会被满门血洗。扑通！张冲带领一众守卫军直接跪向浑身溅满鲜血的陈八荒。谢陈少爷不杀之恩。张冲仗着胆子道：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杀你？陈八荒收起玄天断魂剑，淡淡道。张冲喉咙滚了滚道：你故意让我们看到城主大人，不是故意让我们看到曹占云复述罪行，就是让我们成为人证，而陈少不会杀证人。陈八荒点头：你说对了一半，我不杀你们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张冲以及这些守军之前并未害过我陈家。闻言，张冲等人深深松了口气，暗自庆幸当初多亏没跟曹占云参与迫害陈家之事，但你们今日与曹占云一起冲进来，试图杀我，这笔账我该怎么算呢？陈八荒沉声道。张冲众人，张冲额头全是冷汗，他赶紧道：守军统领赵永安已死，按照大周皇朝律法，我这个副手可暂时接管。我做主，我愿意将守军所属的5个灵矿全部交给陈少，并且我们每人自罚20大板，您看如何？陈八荒静静看着张冲等人，目光犀利如剑，看得他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50大板！张冲赶紧道：虽然他们都是修士，但军中大板那可是会打死人的，但此刻为了活命，他只能加重惩罚。陈八荒微微点头：可以，但你们还要帮我做一件事，别说1件事、10件事、100件事都可以。张冲赶紧道：陈八荒可是一剑瞬杀灵宗境的恐怖强者，能攀附上这种人，张冲等人自然愿意。陈八荒微微一笑：念在你们这般有诚意，那么打板子罪行可免。谢陈少！张冲等人喜极而泣。
你们去帮我干掉曹家所有人，尤其是那个曹英，提他的头来见我。陈八荒淡淡道。张冲等人脸上兴奋之色还没未褪去，他们震惊地待在原地。去杀曹家人，这就是那头名状啊！杀了曹家人，他们可就彻底回不了头了。陈八荒揉了揉眉间，你们不想去？想。张冲立刻拱手道，我们这就去办。一众守军也赶紧拱手，齐声道，我们这就杀进曹家。陈八荒满意点头，转身取下曹占云以及曹太的那剑，转身对张冲道，将这里曹家尸体处理掉，他们身上的修炼资源取下整理好，送到我这里。是。张冲等人立刻应声。他们这时才意识到，他们活下来的代价就是和陈八荒坐上了一条船。官人经过张冲整理，此次一共得到灵石270万，一阶灵植7株，丹药620颗，其中2品丹药30颗，3品丹药1颗。曹家以及守军所拥有的灵矿加起来有11个，再加上王家和陆家以及我姬家，目前我们一共有灵矿18座。姬明月忙到深夜，整理完毕所有修炼资源，来到陈八荒的房间，一脸开心地报告好消息。这曹家的家底还真是厚。陈八荒笑道，将姬明月柔软的身子抱在怀里，大手伸进丝滑的肚兜，道：夫人辛苦了。姬明月娇躯一颤，小脸微红，官人想双休了。陈八荒点头笑道，是的。姬明月指了指桌上一碗参汤道，这是我娘特意为你炖的。陈八荒瞥了一眼，这是用千年人参熬制的鸡汤，其上铺满了枸杞。这么多枸杞？陈八荒咧了咧嘴。姬明月笑道，这汤很补，快喝了。陈八荒打趣道，看来我岳母担心我力量不够，特意炖了大补汤。他将补汤一饮而尽，二人开始缠绵在一起。红色纱帐与姬明月的娇喘之声一起此起彼伏，而姬明月昨晚还颇为害羞，全程闭着眼睛。今晚他却很放得开，甚至尝试了许多他曾经不敢想的方式。而随着双修，他的修为也在慢慢攀升，而陈八荒的修为则是飞速攀升。养肾活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二人双双躺在床上，大口喘着气。姬明月深吸一口气，脸上因兴奋而掀起的红润逐渐褪去，他的小脸上有着一抹深深的凝重。他忽然开口道，官人，你要去邺城找叶家算账吗？曹占云临死前说的清楚，是叶家人害死了陈八荒的父亲，那么以陈八荒的性格，他定会去邺城报仇。于是他担心道，叶家家主不仅是邺城的城主，叶府夫人更是大周皇朝的权贵之女，叶家的实力远比曹家要强许多，就是那叶少爷凌天，据说也踏入了灵宗境。官人想去找叶家复仇，可要从长计议啊。姬明月不是不想让陈八荒复仇，而是担心自己的夫君会因此搭上性命。如此称心如意的郎君，他想让陈八荒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活一辈子。闻言，陈八荒微微一笑，找叶家复仇是一定的，毕竟我陈家100多口人全因叶家的这一道命令而丧命，而且我还要拿回我爹的黑盒子。但也许还未在我动手之前，叶家就可能找上门来。毕竟我杀了陆青青和陆山海，那个叶凌天定会找我算账。而且叶家原计划就是将我陈家全门灭掉，而我还活着，叶家定会派人来斩草除根。提到叶家，陈八荒眼睛微眯，其内寒芒迸射。姬明月小脸一紧，官人，要不然今晚我们就带着所有修炼资源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不让叶家人找到我们。陈八荒轻抚姬明月水嫩的脸蛋，笑道，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战才能解决问题，但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去战才行。近期我要利用在曹家得到的修炼资源不停修炼，让自己变得强大，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姬明月深深点头，那我盯紧这18个灵矿产出的灵石，随时送到你的修炼房供你使用。陈八荒深吻姬明月，笑道，我真是娶了个贤内助。被陈八荒吻得全身酥麻，姬明月嫣然一笑，官人，天还没有亮，不如我们再双修一次。陈八荒点头，好的。喝下姬氏给他炖的这碗大补汤，他今晚确实精力充沛，动力十足。唰！就在这时，混元书内的山河图突然颤动起来，当即整张山河图都蒙上一层红雾。警告，有强敌进入青城。书中女子突然道。陈八荒眉头一皱，止住动作，施展神明之眼，他的神识瞬间来到万米高空。紧接着他看到一道红色身影，如鬼魅一般在天空中缓慢漂浮。这是一位身穿红纱裙，身后背着红剑的长发女子。这女子五官精致，脸庞雪白，身材高挑，全身散发着凌厉的剑气，天生剑体，而且还是圣品体质。她是谁？山河图为何发出警告？陈八荒眉头紧锁，而随着他彻底看清这女子的容貌，他震惊的瞳孔激战。
这是苏婉婉的弟子红莲，而苏婉婉正是将他打入混元魔渊的3位女帝其中之一。红莲可是上界之人，她怎么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来这边锤小城倾城，很明显对方冲着他来的。而此时的红莲也是神识铺开，不断寻找着什么。下一瞬，他目光看向陈八荒所在的宅院，黛眉微蹙，嘴角勾起冷笑。嘘，他几乎是瞬移一般落到了院落之中。轰，他破门而入，直接进入房中，目光落到床上，看到陈八荒，他冷笑道：原来真如我师父所说，你只是肉身破灭，你的神魂还活着。你是谁？姬明月看到一个女人夜闯房门，他愠怒地瞪着对方，单手一抬，自那戒中抽出白剑。你没资格说话。红莲单手一挥，姬明月手中的白剑猛然脱手，刺进身后的墙中。紧接着他上前一步，逼近陈八荒，强大气势镇压的姬明月一动也不能动。红莲杏眼微眯，冷笑道：你这个曾经的剑帝藏得真深啊，居然是躲到下界一个边陲小城。你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你吗？凌霄剑帝。凌霄剑帝，这是陈八荒之前成为大能者之后诸天万界对他的敬称。凌霄剑帝。姬明月一脸愕然。红莲淡淡笑道：蠢女人，你还不知道你的夫君有多牛吧？当年他一剑灭一世界，诸天万界都向他俯首称臣，如今却沦落到在你这个微小家族当女婿。哈哈，这个凌霄剑帝真是窝囊。陈八荒眼睛微眯，看着红莲，沉声道：你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跟我装傻。红莲轻蔑一笑：当初你被我师父3人打进混元魔渊后，我师父感知到有着一道残魂飞出混元魔渊，那时我师父就怀疑你没死，于是他教我搜魂之术，寻找与你相似的灵魂。我寻找了10几个世界，终于在天武大陆找到了你。凌霄剑帝，你别再跟我演戏。轰！红莲单手一抬，身后血色长剑瞬间悬浮在陈八荒的眉心。凌霄剑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陈八荒眨着眼睛，一脸无辜。装傻？他现在只能装傻。前世红莲这种实力在他眼中那就是蝼蚁，但如今红莲可是天神一样的存在，好不容易逃出混元魔渊，他可不想死在红莲的手里。别再装傻充愣，我现在就让你原形毕露。红莲一脸轻笑，一道灵魂之力如海啸一般冲击向陈八荒。唰！这一瞬，陈八荒心跳瞬间加速，大脑一片空白。搜魂，他的灵魂正在被红莲残暴的搜索。这一刻，陈八荒也慌了，若是暴露，他就彻底交代了。别怕，你有了神通神明之眼，你原本的残魂会被很好的隐藏，他察觉不到异样。混元书中，女子语气淡定。果然，红莲努力搜索几番，她黛眉蹙起，这躯体中的灵魂没有凌霄剑帝的影子。红莲错愕，她的感知力可是超群，数万道灵魂之中，她都能抽丝剥茧找出凌霄剑帝的残魂。而他刚刚在空中确实隐隐感知到陈八荒体内有着凌霄剑帝残魂的影子，怎么此刻全无？难道是自己感知错了？红莲也懵了逼。搜魂无果，他没好气地白了眼陈八荒，看向一脸惶然的姬明月，他沉声道：继续你们的床事。说完，他直接消失在原地。姬明月，他转脸看向陈八荒，官人，这女人是不是有病？陈八荒笑道：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脸上有着轻松的笑容，但陈八荒心里却忐忑起来。原来苏婉婉那个贱人怀疑他重生，居然派弟子来下界斩草除根。这娘们，等老子崛起，必要狠狠收拾他。而红莲虽然离开，但陈八荒料定这个小娘们定会跟冤魂野鬼一样跟着他，直到他露出破绽。看来今后要低调一些了。陈八荒暗道：低调个屁！混元书中女子恨铁不成钢，这混元书可是来自混元界，远远高于诸天万界的存在。这红莲不过是诸天万界中沧海一粟，他怎么可能破开混元书的庇护，查到你的灵魂？你尽管高调，等到足够强大，将他也收了。毕竟他可是圣品剑体。陈八荒，他喉咙滚了滚，暗道女子说话真够直接。而到目前为止，他也极为好奇，这混元书中的女子到底长什么样？听声音，这女子应该是一脸英气、巾帼不让须眉的那种英姿飒爽女子。于是他开口道：前辈，我能不能？你不能看到我的样子。女子直接打断。陈八荒，女子道：我现在只是一道残魂，肉身不仅毁灭，灵魂也受到重创。即使我现在可以通过灵魂之力显现出我的容貌，但我不想以我这可怕样子示人。陈八荒错愕点头，追问道：前辈被何人所伤？有朝一日，
我要为你报仇。女子沉默片刻才道：你前有叶家威胁，后有红莲追查，你还是顾好自己吧。等到有一天你站在诸天万界之巅，我再告诉你我的事。陈八荒微微颔首，当下之计是对付叶家以及防着那红莲。内视自己，他看到了自曹战云身上吞噬而来的不破金刚体。女子道：这只是灵品体质，大可融合进混元剑体，让混元剑体晋级。话落，女子打开混元书，翻到了混元剑体图。陈八荒点头，一道意念催发，金刚不破体化作一道金芒，冲向书中的混元剑体。轰隆，混元剑体发出一声巨响，顿时剑浪滚滚，动荡陈八荒整个识海。吸纳金刚不破体，混元剑体直接晋级。混元剑体一重天，刹那间，一条流光萦绕的火龙呼啸而出，盘旋在巨大的漆黑剑体之上。一龙一重天，当你的混元剑体达到9重天，就有9条火龙。一龙的威力可秒杀你同境界强者，若是9龙，那可毁灭一个世界。女子沉声道：毁灭一个世界。陈八荒眼睛明亮起来，前世他用尽全身战力以及法宝之力，才能一剑毁一世界，而仅凭混元剑体达到9重天就能毁灭整个世界，那这剑体真是世间至宝。时间紧迫，陈八荒立刻进入混元塔修炼。随着灵石内的灵气疯狂涌入他的丹田，他的气息节节攀升。而在塔内整整修炼了1个月，用掉了一半的修炼资源，陈八荒才勉强晋级。灵宗境1级，越往后越耗费资源，看来需要寻找一个灵元宝地进行修炼，这样效率才会大大提高。陈八荒喃喃道：灵元宝地是灵气极其浓郁之地，这种地方要么是之前大能者陨落之地，要么是秘境，又或者是地底灵湖。一是很难寻得，二是若被发现，各大势力都会争前恐后前往争夺，所以灵元宝地前都躺着无数尸体，而杀到最后的人才能有权利享受灵元宝地。第2日，张冲来了，他冲陈八荒拱手道：陈少，我已经将城主曹战云以及统领赵永安的罪行罗列成书，青城不少被他欺压百姓都签了字，我们守军也全部签字，而罪行书我已经派人呈报给了皇朝。依据皇朝律法，统领有罪被杀，我这个副统领会成为统领，而城主皇朝会再派人来，但选定城主至少需要个把月时间，所以这段时间青城会安生一段时间。陈八荒微微点头，眼中有着满意，这个张冲做事还是很周到的，但他也摇了摇头道：你所说的安生一段时间我并不赞同，那叶家对青城肯定是虎视眈眈，如今青城几大家族在我一人手中，大肥肉一块，被哪个大势力盯上也不是不可能。张冲再次拱手：陈少说的对，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得先让自己变得强大。念及此，他似是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上前一步道：陈少，曹战云生前派我去调查过青城旁的青山山顶的一座古宅。古宅？陈八荒纳闷道。张冲道：在青山顶有着一处规模庞大的破旧老宅，那老宅煞气滔天，修士都不敢靠近，但曹战云却让我去调查，因为他得到消息，这古宅中曾经有宝贝，但无奈那古宅内的煞气太重，我的人都不敢靠近，这件事因此搁浅。所以若是陈少感兴趣，可前往查看，毕竟您的本事比我们大得多，没准能找到什么宝贝。青山老宅煞气很重。陈八荒想了想，随即打开了山河图，踏入灵宗境，此刻他在山河图上所能探查的范围大了1倍，因此他能清晰地看到青城旁的青山，而山顶一处黑漆漆的古宅吸引了他的注意。这古宅年久失修，看上去破旧不堪，但自宅院深处却是不断散发出冰冷的煞气。陈八荒若有所思，只有修煞的人才会释放出煞气，很明显这古宅中有活人。而这时张冲又上前一步道：陈少，经过调查，这老宅内10几年前发生过血案，宅内的人几乎死绝，只有1人逃出来，而这人就是您身旁的丫鬟小兰。小兰？陈八荒颇为讶异。张冲道：那老宅原本属于莫家，小兰原名莫小兰，家里出事，她逃到山下做了陈家丫鬟。还有这事？陈八荒啧了啧舌。如此说来，小兰对老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定是很清楚，这对他探查这古宅很有帮助。于是离开姬家，他直接回了陈家。少爷！小兰看到陈八荒回来，惊喜的直接跳了起来。院落中没人，他双臂紧紧揽住陈八荒，嘟嘴道：少爷，这2天我可担心死了，尤其是听说少爷与曹战云大战，我在姬家院外听到里面的打斗声，我的心我快跳出来了。陈八荒微微一笑，捏了一把小兰的翘臀，笑道：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小兰开心的像个小孩子道：“少爷，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陈八荒道摇了摇头：“吃饭先不急，我问你一件事情。”小兰纳闷：“什么事情？”陈八荒道：“青山古宅。”闻言，小兰眼睛瞪大，一脸愕然：“你怎么想起问这件事情？”陈八荒轻抚小兰的俏脸，道：“当年青山古宅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兰深深低头，嘴唇紧抿，片刻后才道：“别人问我绝不会说，但少爷问我全都告诉你。15年前，住在青山古宅之中的是墨家人，我就是墨家一员。当年墨家也是修士云集的大家族，我爷爷是家族族长。但就在15年前，墨家出现了一件大事。”小兰脸上显出一抹痛苦：“墨家遭遇了血光之灾，仇人也是我墨家人，名为墨问天。他被我墨家逐出家族后，怀恨在心，之后他竟是带回一头灵宗境的灵兽归来复仇。他和灵兽一起作战，手段残忍且凶狠，我墨家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最终我墨家人几乎被屠杀殆尽。而在最后时刻，我爷爷动用极端手段，与墨问天以及那灵兽同归于尽。那次大战，整个墨家只有我和管家活了下来。之后管家带我隐姓埋名居住在乡下，最后管家也撒手人寰，我没有生活来源，无家可归，只能来到陈家做了丫鬟。”闻言，陈八荒一脸愕然，没想到性格开朗的小兰居然还有这么悲惨的经历。他抓住小兰的手，郑重道：“你放心，我绝不会再让你无家可归。今日开始，陈家一切归你打理，陈家就是你的家，我有家了。”小兰抬头，满是泪水的眼眸呆呆地看着陈八荒，随后紧紧将陈八荒抱住，哭得更厉害。陈八荒轻轻拍了拍小兰的肩膀，安慰片刻。他疑惑道：“你爷爷莫问天都死了，那这古宅中的煞气到底是谁发出来的呢？”小兰摇头道：“我只知道，管家对我说，在我墨家古宅下面有一处用于修炼的绝佳之地，那里的灵气比外界浓郁10倍都不止，是墨家的镇宅之宝。绝佳的修炼之地。”陈八荒眉头皱得更紧，直觉告诉他，古宅内的煞气和绝佳的修炼之地有关系。这古宅中到底有什么秘密，只有亲自去探查一番才知道。若是能找到那修炼之地，那么无疑会对他的修炼有莫大的帮助。说去就去，陈八荒决定在午夜时分动手，因为那时候煞气最强，只有这时那释放煞气的人才可能现身。而小兰决定跟陈八荒一起前往古宅，因为他记得爷爷所说的那绝佳修炼之地的入口在哪里。万籁俱寂，残月如钩，青山被银色月光笼罩，只显出巨大的黑色轮廓，而山林之中一片漆黑，深夜在此行走根本找不到路。但陈八荒通过山河图顺利来到古宅前，月光下古宅隐隐绰绰，如深夜巨兽矗立在山岗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而其内散发出的道道冰冷刺骨的煞气，在月光下散发着血色光芒。“小兰，你很紧张？”陈八荒问一旁小兰。小兰勉强回答道：“有少爷在，小兰不害怕。”“那你抱着我不下来，是怎么回事？”陈八荒笑道。小兰此刻他紧紧抱着陈八荒，一双玉腿也夹紧，生怕从陈八荒身上掉下来，他喉咙滚了滚。“来到这里，我就想起小时候遇到的那可怕场景，我就感觉很害怕。有我在，没事。”陈八荒微微一笑，目光看向古宅，他朝前踏出一步，顿时古宅内的煞气似是感应到，疯狂地涌向陈八荒。一瞬间，陈八荒感觉被冰水裹住一般冰冷，与此同时，煞气袭身，恐惧感在心头陡然攀升。前世身为剑帝的他，魔气他都能降服，何况是这煞气？但无奈他目前这副身躯资质完全不能和前世相比。可下一刻，他惊讶发现煞气竟然是猛地退去。你是混元剑体，而混元剑体是纯阳剑体，煞气惧怕阳气，所以他们往后退。混元书中的女子解释道：“怪不得混元剑体能爆发出炙热气息。”陈八荒惊讶，以他见识，应该是能感知出混元剑体是有纯阳之气，但他却依旧一无所知。可见混元书内的法宝远超他的阅历。跟我来。随着煞气退去，小兰也不再感到害怕，她自陈八荒身上下来，拉着陈八荒朝古宅深处走去。小时候爷爷带我去过那修炼之地的入口，我现在带你去。有了陈八荒的陪伴，即使深夜在这古宅之中，他也不再感到恐惧。凭借记忆，在漆黑的古宅中辗转许久，他们来到一处地窖前。他指着地窖入口对陈八荒道：“少爷，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在这里。”陈八荒皱眉，因为他清晰地感知出整个古宅散发出的煞气正是从这地窖涌出来的，这里是煞气的源头。一瞬间，陈八荒警惕起来，他将小兰拉到身后，抽出玄天断魂剑，
一剑轰开地窖大门。轰！玄铁打造的地窖大门被刚猛的剑力瞬间轰成齑粉。随后，陈八荒屈指一弹，爆出一团灵气火焰，照耀前方。而这时，他赫然看到一道影子正站在地窖通道之中。陈八荒定睛一看，顿时一愣，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白色狐狸。这只狐狸只有兔子大小，全身洁白无瑕，尖尖的耳朵，毛茸茸的长尾巴，一双漆黑的兽瞳正一脸惊恐地看着陈八荒，给人感觉萌萌的。而这只白狐看到陈八荒二人，吓得掉头就跑，钻向地窖深处。追！陈八荒借助灵火的光芒，死死跟紧前方的白狐。很快，他们进入地窖最深处，白狐跑到一口巨大的棺材前，停止了脚步。陈八荒皱眉，显然是白狐故意将他带到这里。这里怎么有口棺材？里面有死人吗？小兰紧张地抓紧了陈八荒的胳膊，想知道这棺材里的人是谁，先打赢我再说。蓦然间，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回荡在整个空旷的地窖。谁？小兰吓得一激灵，转身望去，看到一位身穿破旧黑袍的老者自角落里走了出来。老者整张脸被火焰烧得面目全非，留下满是疤痕的狰狞脸庞，在灵火的照耀下，看上去好似魔鬼一般。想从我嘴里知道一些事情，那就跟我打。黑袍老者单手缓缓抬起，一团煞气自其掌心升腾而出，当即凝聚成一柄血色利剑。修煞！看来这古宅内的煞气都是你释放出来的。陈八荒沉声道。黑袍老者因毁容而裸露出的眼珠凶恶地瞪着陈八荒，眼中竟是有着惊讶。你如此年轻就知道修煞，看到我你也不惧怕，你这个人不简单。灰袍老者眼睛微眯，但他又哼道，可惜你遇到我，你的天才之路今日就要终结了。轰！手中血剑猛地抬起，刹那间煞气滔天。与此同时，狂暴威压自老者那枯瘦身躯疯狂暴涌出来，震荡的整个地窖微微激战。灵宗镜！陈八荒皱了皱眉。黑袍老者淡笑，很吃惊吧？在你这个年纪，有幸能和灵宗镜过过招，算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他并未感知出陈八荒的境界，这让他很困惑，但他也并未在意，一个青年实力能强过他吗？轰！黑袍老者直接出剑，煞气凝聚着强大的剑意，摄人心魄。砰！陈八荒一步踏出，手中玄天断魂剑一剑斩下，一瞬间，混元剑体凝聚的剑气破空而去。由于混元剑体是至阳剑体，那纯阳剑气一击斩碎煞气凝聚成的血剑，下一瞬，黑袍老者直接飞了出去，重重砸地，呕出一口老血。你居然是灵宗镜一级，而且你还是纯阳剑体。黑袍老者一脸骇然，说：“你到底是谁？”陈八荒沉声道。黑袍老者深深叹了口气：“我是一个失败的家主。15年前，我族内有一个败类，因为与族内有矛盾，这个败类学了一身本事，回到族内疯狂报复，几乎杀了我所有族人。我与他决一死战，在最后关头，我杀了他，但我也因此受到重创，在这地窖中苟延残喘了15年，如今才勉强恢复之前的实力。你是爷爷？”小兰上前一步，吃惊地看着已然满脸泪水的黑袍老者。你是？黑袍老者打量着小兰，一脸迷茫。我是你的孙女小兰啊！小兰直接扑了过去。这一刻，她泪眼朦胧，她完全没想到自己爷爷居然还活着，天大的喜事！你是小兰？黑袍老者激动的全身一颤，伸出颤抖的手道：“我墨家居然还有后人！”但这一瞬，黑袍老者的眼中却飞快闪过一抹凶狠之色，他猛地出手，一把扼住小兰的脖子，狰狞大笑：“哈哈，我真没想到，墨家人居然没死光，还有个漏网之鱼。你不是我爷爷？”小兰满眼愕然。黑袍老冷笑：“我怎么可能是那个老家伙？我是莫问天。当年我与那个老家伙一战，结果这个老家伙居然自爆丹田，将我炸得差点归西。好在我知道墨家的秘密，在这古宅深处的地窖，有着一处灵元宝地。这15年来，我靠灵元宝地才逐渐修复我的伤势，恢复我的实力。而我担心会有人进入古宅，我不断释放煞气，让人不敢靠近。结果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居然冲了进来。你是莫问天？”小兰惊骇道。顿时，她没有了恐惧，有的只是愤怒。莫问天都是同族人，你为什么要杀光墨家人？你这个魔鬼！为什么？莫问天淡淡哼道：“因为我本来不是墨家人，我是被墨家收养的。一开始你们墨家对我很好，拿我当亲人，努力培养我。可慢慢的，他们变了。我让你爷爷将灵元宝地让给我，他不肯；我要你爷爷手中的高阶灵气，他也不给。既然对我这么不好，当初为什么收留我？既然拿我当外人，那我就把他们都杀了。
而那个棺材里就是那个老家伙的尸体。我没有毁坏他的尸体，我就是故意让他看到我莫问天没有死，并且每日每夜都利用灵元宝地修炼，我就是要气死那个老家伙。说着，他看向陈八荒，一脸得意之色。小子，你实力很强，但你江湖经验太少。现在你的女人在我手里，跪下臣服我，也许我能饶你一命，否则我就杀了你的女人，让你痛不欲生。陈八荒目光阴沉地打量着莫问天，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嘴角反而是有着一抹冷笑。刚刚进入地窖，我看到了那只白狐，我就认出它是一只灵宗境灵兽，名为噬魂灵狐。噬魂灵狐天生就会媚术，精神力攻击极强，但它见到我们闯入，居然没有攻击我们，却将我们引到这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必是一个骗局。若你真的是小兰的爷爷，当他说出是你孙女的时候，你就应该叫出她的名字，可是你没有。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就是莫问天。闻言，莫问天嘴角抽了抽，眼中明显有着震惊之色，但他哼笑道，既然你识破我，为什么还让小兰落到了我的手里？要么你是在吹牛，要么你是真的蠢。现在你心爱的女人在我手里，而且我和噬魂灵狐都是灵宗境，就算你的剑气阳气很重，以一敌二，你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所以你最好乖乖臣服于我，让我将你和这小丫头做成我的修炼炉鼎，否则你们二人下去找那老家伙吧。而这时陈八荒却微微一笑，眼中寒芒如利剑一般，咄咄逼人。他缓缓抬起手中的巨剑，沉声道，我让你抓住小兰，无非是让你说出心中的秘密罢了。而我既然敢让你抓住小兰，那么我就有绝对的实力弄死你。弄死我？莫问天怔住，随后嚣张大笑，哈哈，你真是大言不惭，当初那老家伙可是2级灵宗境，他都没有弄死我，你又能比他强到哪里去？噬魂灵狐一起干他！莫问天对自己的灵兽下了命令。轰！突然，那如玉兔一般可爱的灵狐全身气焰猛然高涨，道道煞气自其体内汹涌而出。下一瞬，他的身形竟是瞬间膨胀，高达丈许。唰！他全身上下瞬间变成血红色，而一双血眸之中涌动着凶狠的杀意。灵宗境，如陈八荒所说一样，这只噬魂灵狐真的是灵宗境。而这噬魂灵狐在主人的影响之下，竟然也开始修煞气。小子，要么选择做炉鼎，要么就和你的女人一起，与那老家伙躺在棺材里，是死是活你选吧。莫问天一脸戏谑之色，他非常喜欢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而且一旦将陈八荒做成修炼炉鼎，他会突破当前的瓶颈，踏入更高的境界。别的都不选，我只选择你死。陈八荒猛然出剑，轰！混元剑体一重天的威力瞬间爆发出来，刹那间，随着玄天断魂剑一剑斩下，一道漆黑剑体横空出世，其上火龙萦绕，剑气滔天。而更令莫问天感到恐骇的是，那火龙居然是由纯阳剑气凝聚而成。妈的，你小子到底是哪来的瘟神？之前陈八荒的表现就已经够逆天，他以为那是陈八荒的战力天花板，结果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陈八荒刚刚那一剑有所保留，这一剑才是其真正实力。妈的，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居然遇到一个怪物！被恐怖的剑气镇压的全身动弹不得，莫问天后悔今天出战之前没看黄历。此刻他想发力捏碎小兰的喉咙都做不到，这一刻他真的绝望了。而这时陈八荒的剑指，年轻人，给我一次机会，别杀我，让我做你炉鼎如何？噗！莫问天的话还没有说完，陈八荒一剑将其死死钉在地窖的石壁之上，鲜血瞬间喷涌出来。莫问天，当年莫家好心收留你，培养你，那是对你最大的善意，结果你贪得无厌，什么都向莫家索取，莫家不能满足你，你就杀光莫家人，你这种败类早就该死，下去给莫家人道歉去吧。是。陈八荒抽出玄天断魂剑，猛地一扫，莫问天的头颅直接飞了出去。嘘！而这时一道充满杀意的腥风自陈八荒的背后陡然爆出，下一瞬，噬魂灵狐那庞大的身影裹挟着凶猛的煞气，瞬间出现在陈八荒的身后。轰！一瞬间，狂暴的精神力自噬魂灵狐的眉心爆射而出，瞬间将陈八荒笼罩。灵宗境噬魂灵狐爆发出的精神力极其强悍，让人感到灵魂颠覆，即使是在远处的小兰都感到精神恍惚起来。少爷，小心！小兰惊骇大喊：畜生，敢偷袭我！陈八荒猛地转身，手中巨剑划出一道绚丽的弧度，当即剑尖直接点在了噬魂灵狐的眉心处。轰！下一瞬，狂暴的至阳剑气如洪水巨流冲击而下，仅仅是一瞬间就将噬魂灵狐身上的煞气冲击得一干二净。
紧接着，陈八荒那强大的神识如高高在上的神灵一般，用藐视的目光注视着噬魂灵狐。刹那间，噬魂灵狐的精神力如潮水般快速退去。陈八荒那种藐视神灵的气势，以及如定海神针般的意志，让的噬魂灵狐心生畏惧，完全不敢爆发精神力挑战陈八荒。不仅如此，他身躯陡然停止，被恐怖的剑气震慑得全身发抖。与陈八荒对视，他更感觉自己渺小如蝼蚁。一瞬间，他眼中瞬间充满恐惧。唰！眨眼之间，他身形陡然缩小，又变回了如玉兔一般大小。从今以后，谁是你的主人？剑尖依旧点在噬魂灵狐的眉心，陈八荒的声音充满无尽的威严。叽叽！噬魂灵狐小心翼翼地看着陈八荒，身躯蜷缩起来，发出示弱的叫声。显然，在陈八荒强大的威慑力下，他认主陈八荒。而这时，陈八荒单手捏成一个奇怪的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下一瞬，随着灵力的催动，在他的掌心浮现一个印记。啪！他一掌拍在了噬魂灵狐的额头上，噬魂灵狐全身一颤，紧接着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澈无比。灵兽印记，这是他前世最为拿手的手段。但凡被他看上的灵兽，他都通过此手段彻底将灵兽的灵魂锁定。若是灵兽背叛他，那么灵兽的灵魂将会瞬间被结印摧毁。所以前世收集的灵兽，没有一只灵兽敢背叛他。而此刻的噬魂灵狐，乖巧的真的如一只兔子。陈八荒淡淡道：“带我去莫问天所说的灵元宝地。”噬魂灵狐立刻点头，随后转身向着地窖一个洞口跑去。陈八荒一路跟随，最后在地窖深处竟是看到一条青色的溪水。而他定睛一看，惊喜道：“这居然是一条灵溪！灵溪！”小兰不解，灵溪是大自然中的灵气，经过万年的岁月凝聚成滴滴灵液，最终灵液汇聚在一起形成灵溪。浸泡在这灵溪中修炼，吸纳其内的浓郁灵气，我的修炼速度将会提升数倍都不止。找到一处绝妙的灵元宝地，收获颇丰。陈八荒满意大笑，以后我就在这里修炼。当晚，陈八荒和小兰一起浸泡在灵溪中修炼，而噬魂灵狐则是乖乖守在地窖门口为二人护法。哗啦！灵溪中，陈八荒抱住小兰柔软的身子，经过灵液的浸湿，陈八荒透过小兰的纱衣，能清晰地看到小兰那诱人的身躯。大手伸进了小兰的纱裙之内，陈八荒将小兰抱得更紧。小兰娇躯一颤：“少爷，你要双修吗？”“当然想。”陈八荒拖住小兰的小脸，吻了下去。天明时分，小兰体内热流一阵翻滚，她冲破了瓶颈，进入了地灵境清晨。陈八荒将小兰爷爷的棺椁扛出地窖，在后山找了一处风水绝佳之地，将小兰的爷爷下葬，并为其做了墓碑。爷爷，莫问天被少爷杀了，大仇已报，你和爹娘在地下安息吧。小兰满眼泪水，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随后，陈八荒带着小兰回到了陈家。张冲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陈少，张冲一脸忧愁，大事不妙。怎么了？陈八荒皱眉。2个坏消息。张冲叹了口气，一是我将城主曹占云的罪状呈给皇朝之后，我得到消息，叶家极力推荐叶少叶灵天来做青城城主。陈八荒颇感意外，他哼笑道：“这个叶少的意图很明显啊，若是他来做城主，那就是来搞我的啊。”张冲郁闷道：“一定是，而且若是皇朝同意，那么不出7日叶灵天就会赶到青城。7天，时间确实紧迫，毕竟这次叶灵天来必是有着充分的准备，他与叶灵天必有一场大战。”陈八荒眼中寒光迸射，他又问：“第2个坏消息是什么？”张冲道：“陈少杀死了王天罡以及其大师兄赵玄真，他们2人都师承神玄门。赵玄真是外门执教，而王天罡则是每年都给神玄门上供大量灵石。神玄门得知这2人被陈少所杀，宗主大怒，已经派出强者赶来青城。张冲当副统领很多年，手底下跟他走得近的兄弟很多，所以他的信息网很发达。神玄门，陈八荒微微点头，若有所思。张冲道：“神玄门在大周皇朝的宗门排行榜上是32名的存在，虽然与那些大宗门相比，神玄门不值一提，但对于我们青城这种小城来说，神玄门却是很强大的存在。据我所知，神玄宗修士近1000人，宗主实力更是灵宗境级别。但陈少你也不必担心，我张冲誓死和陈少一起对抗神玄门。”看到陈八荒一脸愁云，张冲出言安慰道，但陈八荒却忽然问道：“神玄门有钱吗？修炼资源多吗？”“啥？”张冲愕然，陈少要拿下神玄门。陈八荒微微一笑：“若是他们惹我，我自然会加倍奉还回去。”张冲，陈八荒虽然灭掉了青城几大势力，这让张冲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若说陈八荒能拿下一个修士遍地的宗门，他真觉得这是很悬。接下来几日，陈八荒始终在青山古宅下修炼，而青城这边有噬魂灵狐守着，他倒是很放心。毕竟灵宗境灵兽面对多大多数修士，他还是能应对。盘坐在灵犀之中，陈八荒进入修炼状态，有着混元塔的时间加持以及海量的灵石，陈八荒子塔内整整待了5个月，而他终于晋级了2个小境界，踏入了3级灵宗境，但卡在3级灵宗境巅峰，迟迟突破不了瓶颈，欲速测不达。前世作为剑帝，陈八荒可是修道老手，自然知道收放自如于世。他打开山河图，视野进入青城，他看看神玄门的人是否来青城找麻烦。陈八荒看到有着10几位青袍人气势汹汹地进入了青城最大的酒楼，而他的老婆姬明月和一位女子也在酒楼内。明月，你可真是好运气，找到陈八荒这样一位如意郎君，不仅是帅得没边，而且实力超群，短短几天就灭掉了3大家族。如今整个青城都在你夫君的控制之下，你现在真是威风得很。名为柳思思的女子笑盈盈道，可姬明月却黛眉微蹙，话里有话。柳思思明显是带着嫉妒口吻说出这番话。这个柳思思是青城柳家的大小姐，虽然柳家修武实力一般，但柳家却有一位亲戚在皇朝做大官，这也是柳家在青城立足的底气。而姬明月与柳思思平日私交不错，算得上闺蜜。姬明月得到消息，叶家正在努力向皇朝举荐叶灵天来做青城城主，这让姬明月很担心陈八荒的安危。今日他约柳思思出来，也是想让柳思思通过家中那位亲戚，在皇朝里举荐陈八荒做青城城主。至于好处费，他自然会开出天价。但见闺蜜今日说话这般发酸，姬明月便没说出后面的话。而柳思思微微一笑，继续道：明月，虽然陈八荒在青城掌控几大家族，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他杀了城主，皇朝定会派人来查明真相，到时候你们姬家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明月大小姐，你嫁给陈八荒只是一时爽，或是全在后面，我劝你还是赶紧和陈八荒和离，和他划清界限。和离？姬明月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我和八荒不会离婚，我和他要一生一世在一起。柳思思轻哼一声，跟了陈八荒，怕是你活不了那么久。这一刻他眼中满是嫉妒，他嫉妒姬明月怎么能嫁了陈八荒这么一个好郎君，而这嫉妒让他不顾及姬明月的身份，话中带刀的对姬明月进行攻击。但他不怕得罪姬明月，是因为他二叔在皇朝可是4品官员，朝中有人，所以即使面对陈八荒的女人，柳思思也敢出言不逊。姬明月眉头皱得更紧，柳思思这种人不值得交，再说什么都是多余。于是他准备转身离去，而这时有着10几人朝着他走来，为首的是一位身穿青袍、身材高挑的女子。这女子虽然没有姬明月这般绝美容颜，但也一脸英气，一双凤眼之内有着浓浓的桀骜。你就是姬明月？女子打量着姬明月，淡淡一笑，我叫顾倾城。说着她直接坐在了姬明月的对面。顾倾城？姬明月皱眉道，我不认识你。顾倾城轻哼一声，若不是你嫁给陈八荒，我也不认识你。我是神玄门护法顾倾城，陈八荒杀了我们外门执教赵玄真以及内门弟子王天罡，这笔账我们神玄门的算一算了。显然顾倾城早就调查了陈八荒的家人状况，此刻就是冲着姬明月来的。姬明月淡淡道，那你去找陈八荒，你找我做什么？顾倾城哼了一声，因为你是他女人，今日起在青城和陈八荒有关的人都得死。轰！顾倾城全身威压瞬间爆发，冲击的周遭桌椅微颤。3级天灵境，比姬明月整整高出3个小境界。噌！姬明月突然抽出那戒中的白剑，直接斩了过去。对方是来抓他，以他做人质威胁陈八荒，他绝不能给对方这个机会。而且对方敢动他男人，那他肯定会和对方拼命。啪！顾倾城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当即单手探出，竟是一把抓住了姬明月的长剑。而这时姬明月才看到顾倾城手上居然戴着金色的手套，这手套由玄金软甲打造，3阶灵气。而顾倾城力量很大，任凭姬明月多么用力，手中的剑也不能前进分毫。蠢女人，你男人得罪了我神玄门，下场就是死，你还为他飞蛾扑火，真是妇人之见。顾倾城冷哼，当即他目光转向了已经吓傻了的柳思思。柳思思脸色一紧，我不是陈八荒的女人。顾倾城冷道，那你们2人也是闺蜜，说明你和陈八荒走得近，你也得死。柳思思赶紧道，我不是姬明月的闺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顾倾城显然不信。柳思思立刻道，如今青城因为陈八荒
已经变得乌烟瘴气。姬明月所在姬家更是仗着陈八荒的崛起，扩大势力，我们青城人苦不堪言。你们神玄门若是行侠仗义，我柳思思愿带你们去陈家。神玄门之名，柳思思也听过，门主可是灵宗境实力，门内更是有着千名修士，这等大宗门，他绝对惹不起。而且宗门可不是大家族能比的，灵石、丹药、武器、功法都强于家族，所以柳思思认为，此次神玄门的人来，会直接将陈八荒按在地上摩擦。柳思思闻言，柳思思所说，姬明月愤怒的小脸涨红，沉声道：“你柳家落难时，我姬家还借给你柳家海量灵石，帮你们渡过难关。我今日不求你帮我，但你也不能害我。”柳思思轻哼道：“你姬家借给我柳家那20万灵石，我柳家不也是还你了吗？你还想要我受你多大人情？你男人得罪神玄门，他这般作死，我柳家可不想受牵连。姬明月，我也劝你一句，你别以为你嫁给陈八荒，在青城就风光无限，耀武扬威，今日这报应不就来了吗？所以你还是放下你的虚荣，让陈八荒休了你，免得你受牵连。作为你的闺蜜，这可是我对你的忠告。”柳思思，你真是个小人！姬明月气得脸色铁青，怒骂道。柳思思狠狠白了姬明月，转身对顾倾城深深一礼：“我是真希望姬明月和陈八荒死，我绝不是姬明月的朋友，所以请顾小姐放过我。”顾倾城戏谑一笑，对柳思思道：“你上去抽姬明月10个耳光，我就放过你。”顾倾城这么做是想杀人诛心，他要让青城所有人知道，跟着陈八荒混没有好下场，更要让青城的人知道，惹了神玄门就是死路一条。柳思思毫不犹豫道：“我现在就抽他。虽然他很忌惮陈八荒，但神玄门的人来了，陈八荒必死无疑。”念及此，他不再顾忌什么，转眼看向姬明月，他心中对姬明月的羡妒、极目、恨瞬间达到了顶点。凭什么姬明月能嫁给陈八荒这样的妖孽天才，成为青城第一夫人？姬明月确实比他脸蛋好看一些，但他柳思思的床上功夫也不差。若是他抢先一步拿下陈八荒，那么凭借他的妩媚功夫和独门技巧，现在的陈八荒定会对他深深沉沦而不能自拔。这个贱人夺我意中人，该抽！他抬起手狠狠抽向姬明月，而姬明月此刻被顾倾城爆出的力量死死镇压，动弹不得。他只能接下这极为耻辱的一个耳光。住手！就在这时，一道冷声突然自酒楼门口传来，当即一道人影出现，正是张冲。当他得知神玄门的人已经进入酒楼，而姬明月也在酒楼，这让张冲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他赶紧带着几十名手下赶到了酒楼。张冲看到来者，柳思思咬了咬牙根，举起的手迟迟不敢落下。毕竟张冲现在可是青城守军的统领，他不敢轻易招惹对方。顾倾城转脸皱眉看着张冲，看到其穿着一身守军战服，脸色冷了下来。你是守军？张冲沉声道：“我是青城守军统领张冲。你在此怂恿他人殴打姬明月，你居心何在？”顾倾城冷笑：“我神玄门做事，还需要告诉你这个小小的统领？”张冲冷哼道：“我可是大周皇朝官员，官拜6品，我的职责是负责整个青城百姓的安危。你神玄门也是大周皇朝的子民，有什么特殊的？”顾倾城眸光越发冰冷：“这么说，今天你是要维护姬明月了？”张冲沉声道：“必须维护。”顾倾城哈哈一笑：“你虽是青城守军统领，但你却是陈八荒的狗。”张冲不屑一笑：“别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而且我张冲就是要管陈家的事，就是要维护陈八荒。你伤陈少的夫人，我张冲就跟你没完。”噌！张冲抽出腰间战刀，对身后30名手下高声道：“将神玄门所有人拿下！拿下我们！”顾倾城桀骜一笑：“别说我们10几人可以轻松碾压你们，就是比人数，你能比得过我们吗？”神玄门人听令，全部进来。刷刷刷！一瞬间，自酒楼周围突然出现数百道身影，这些人皆是身穿青袍，一身杀气，如潮水一般冲进酒楼，而进不来的人则是将整个酒楼围得水泄不通。张冲打眼扫过去，脸色一紧，神玄门至少来了500多人。哈哈，怕了吧？顾倾城一脸得意，嚣张笑道：“陈八荒杀我神玄门执教，又杀我神玄门弟子王天罡，我神玄门此次来复仇，岂能只来10几人？”闻言，张冲嘴角抽了抽，但他也冷哼道：“老子可是军人出身，你们人多又岂能吓唬住我？今日你敢动陈夫人分毫，老子就跟你干到底。”顾倾城惊讶，摇头道：“陈八荒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这么心甘情愿做他的狗？既然你执迷不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神玄宗的实力。”唰！顾倾城一只手攥着姬明月的剑，另一只手猛地一挥，顿时3根金针自玄金手套猛地射出，直奔张冲。
张冲脸色一紧，手中战刀奋力劈砍，轰飞2根金针，但第3根金针却瞬间来到他的眉心。完了！张冲脸色大变，死亡之感瞬间袭上心头。轰！突然，自9楼外高空猛地爆射过来一柄漆黑巨剑，巨剑轰碎9楼墙壁，瞬间进入9楼，精准地将那金针击飞。下一瞬，直奔顾倾城而去。这剑，顾倾城脸色凛然，他明显感知出这巨剑的气势实在是强横，强横到他内心的恐惧感陡然攀升。不敢大意，他松开姬明月的剑，双手猛地合在一处，几乎是在剑尖点到他眉心时，巨剑才彻底停止。呼！顾倾城瞳孔微缩，额头冷汗涔涔，差一点他脑子就被这剑切开了。而这时他看到一位身穿白衣的男子忽然出现在场中，此人身材高大，如松柏立在张冲的身旁，正一脸愠怒地看着他。你应该就是陈八荒吧？顾倾城眼睛微眯，脸上的桀骜之色褪去一半。显然陈八荒刚刚的飞剑让他不敢轻视。少爷！张冲看到陈八荒突然出现，一脸惊喜，但看到9楼内外黑压压的围满了神玄门的人，他赶紧自那戒中拿出穿云箭。一支穿云箭，他要将整个倾城的守军全部调过来。可陈八荒却一把拉住了张冲的手，笑道：对付这点人，无需再叫人。这点人？顾倾城一愣，轻蔑笑道：陈八荒，你也太狂了！我神玄门500弟子在此，你管这个叫这点人？若我没算错，倾城所有守军加上你们陈家那些阿猫阿狗，还有你老婆家的那些修士，也才600多人吧。闻言，神玄门众弟子哄笑起来，笑声中满是讥讽。而这时看到态势瞬间向神玄门一边倾斜，柳思思也冷笑道：其实陈八荒手里的人加起来600人都到不了，毕竟有些人也是眼睛雪亮，不会跟着陈八荒这种人自寻死路。话落，他看向陈八荒：你的剑都被神玄门的人徒手抓住了，你这个在倾城呼风唤雨的人，今日怕是要栽了。及时站队，可能得到大利益。这一点柳思思的觉悟还是很高的。我的剑！陈八荒淡淡一笑，看向顾倾城，单手的猛地一挥，轰！混元剑体仅仅是爆发出一半的威力，玄天断魂剑便是突然颤抖，当即滔天剑气如滚滚洪流镇压在顾倾城的身上。砰！被泰山压顶一般的力量镇压的单膝跪地，力量之大，顾倾城的膝盖直接将地面砸得开裂，而头顶那玄天断魂剑依旧是死死镇压在头顶，无法反抗。顾倾城眼中充满了骇然，但在神玄门众弟子面前，身为护法，他绝不能丢这个脸。于是他大声喊道：陈八荒，你抹杀倾城几大家族，成为倾城的王，我念你是个英雄，但你却以搞偷袭的手段对付我，你胜之不武。若是你敢与我来了一场光明正大的对决，若是我输了，我跪在你面前自抽耳光。陈八荒冷哼一声，好，单手一挥，他收回了玄天断魂剑。一瞬间，如释重负的顾倾城深深松了口气，但下一瞬，他看向陈八荒的眼神充满杀意。官人，神玄门的人善用剑符，顾倾城更是使用剑符的高手。姬明月担心喊道：剑符是用灵力凝结而成的结印，这道结印打出去会形成强大的剑气攻击。顾倾城嘴角抽了抽，当即得意一笑。这时的他单手已然捏成一个结印，形成一道剑符。陈八荒，我这剑符可非一般的剑符，有什么特别？陈八荒皱眉，哈哈。顾倾城仰头大笑，得意至极。这道剑符据说是凌霄剑帝所创，威力无穷，除非你是凌霄剑帝本人，否则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住这一剑。嘘！顾倾城猛地一挥，刹那间剑符化作一道凶猛剑气，狠狠冲向陈八荒。陈八荒一时间他竟是无言以对，他就是凌霄剑帝啊！而这道剑符只是他年轻时随手用灵力画出来的，结果不知被哪个小厮学去，居然还成为了神玄门的镇门之宝。凌霄大帝，洪福齐天，世间败类皆死其手。神玄门一众弟子高呼，这是神玄门一向的规矩，启用凌霄剑帝的剑符必须表达出最大的尊重。看来你很受欢迎啊。混元书中女子笑道。陈八荒爽朗一笑，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一世我要活得更出彩。是，强横剑气切割空间，擦出火花，直奔陈八荒的眉心。这一刻，姬明月紧张的直接冲了上去，张冲也看得心惊肉跳，他十分费解，陈八荒为何不躲吃。就在这时，那磅礴无边的剑气在即将触碰到陈八荒的眉心，竟是如钻进大海中的鱼，瞬间消失不见，没了，凭空消失了。全场瞬间哗然，这是什么情况？剑符凝聚的剑气消失了，陈八荒却毫发未损。
陈八荒撇了撇嘴，自己随手所创剑符，他当然可极为轻松的化解。顾倾城，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呆若木鸡的立在原地，一脸骇然。凌霄剑帝的剑符啊，可以助他越级杀人啊，居然对陈八荒无效。轰！这时陈八荒出手了，手中玄天断魂剑再次落下，恐怖剑势砸在顾倾城的身上，镇压得他骨骼滋滋作响。跪！随着陈八荒一声低喝，顾倾城再也承受不住陈八荒猛烈的冲击力，双膝跪地，将地面砸出坑来。再次跪了！顾倾城，快救护法！酒楼里里外外500多名神玄门弟子，震惊10几瞬息才是缓过神来，当即朝着陈八荒冲了过来。1对1不行，那就群殴！唰！这时一道白影突然窜进酒楼，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上蹿下跳，而他的利爪急速划过神玄门众弟子的身躯，撕拉，身躯直接被撕裂。刹那间，鲜血伴随着哀嚎声在酒楼内外响起。噬魂灵狐，他接收到陈八荒一道神念，便对神玄门众弟子展开疯狂杀戮。灵宗境灵兽抹杀一众，只有炼气境、地灵境众人如踩死蝼蚁，而其中2名天灵境也被噬魂灵狐划破了喉咙。在无比惊骇中，2位天灵境暴毙而亡。顾倾城看到跟随他而来的500多弟子，死的死，伤的伤，震惊的全身都麻了。而这时陈八荒的剑点到了顾倾城的喉咙，说到做到，你该自抽耳光了。陈八荒冷哼道，这就败了。顾倾城一脸懵逼，不会，那我找人给你打个样。陈八荒目光落到了柳思思的身上。柳思思，他此刻脸色惨白，全身颤抖，肠子都悔青了。他万万没想到，在大周皇朝宗门排行榜上30多名存在的神玄门，在陈八荒面前居然这么不堪一击。八荒，刚刚我也是被顾倾城的淫威逼迫才那么做的，我们都是青城人，我们小时候还在同一所学堂念书，我求你。是！一道剑气瞬间洞穿柳思思的肩膀，鲜血瞬间飙射出来。不抽！陈八荒淡淡道。我抽！柳思思痛得全身直颤，但丝毫不敢怠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抬起手抽自己的脸。明月，是我不对，是我一时糊涂，求你原谅我。柳思思每抽一个嘴巴，就冲击明月磕头。他深知以陈八荒的心狠手辣，对方绝不会放过他。此刻他只有求击明月，才有一线生机。击明月！他喉咙滚了滚，一脸茫然地看着陈八荒顾倾城的剑符，可是凌霄剑帝的所创，居然不能伤他男人分毫，而他男人直接碾压顾倾城。他男人真优秀。夫人，我们坐下看着他们表演。陈八荒坐在姬明月的身旁，笑道。姬明月赶紧为陈八荒倒了一杯酒。陈八荒为了给他出气，大打出手，这种好男人他要好好伺候。而这一瞬，陈八荒看向顾倾城，戏谑的目光变得冰冷，眼角中逐渐有了杀意。别杀我，我抽！就在这时，顾倾城抬手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众目睽睽之下，堂堂神玄门护法跪地扇自己耳光，强烈的屈辱感让顾倾城泪流满面，而他的脸颊也被自己打肿。啪啪！柳思思和顾倾城跪地抽自己耳光的声音响彻整个酒楼，除了受伤未死的神玄门弟子张冲等人以及酒楼内食客，眼中都有着深深的震惊。陈八荒真是宠妻啊，自己老婆受点委屈，他就让对方10倍100倍的奉还。10个耳光打完，柳思思和顾倾城的脸都被自己打得红肿，泪水更是滴到衣襟。柳思思作为大家闺秀，今天彻底丢了脸面，而顾倾城身为宗门护法，却如此丢人现眼。这二女打完自己之后，皆是瘫坐在地。陈八荒转身看向姬明月，明月，气消了吗？姬明月点头，陈八荒微微一笑，看向张冲，清场，我有话问顾倾城，至于酒楼的损失，我陈八荒3倍赔偿。很快，酒楼闲杂人等全部离场，酒楼老板更是躲到外边。陈八荒这狠角色，他自然清楚，而且对方大方赔钱，他自然愿意。场中，陈八荒淡淡看着顾倾城，忽然开口，以你实力，根本无法抹杀我。神玄门门主派你来，要么蠢，要么另有原因。顾倾城失魂落魄，啜泣道，确实另有原因，我只是先行句。我听说你的女人姬明月是倾城第一美女，我想见见这傲娇的女人，抓她做人质。结果，陈八荒皱眉，你是先行句？顾倾城点头，门主也带人过来，快到达倾城。虽然知道门主即将到来，顾倾城也没敢跟陈八荒叫嚣，因为他知道，即使有门主做靠山，此刻激怒陈八荒，自寻死路，那是愚蠢的行为。陈八荒眉头再次皱紧，道：赵玄真不过是你们神玄门外门执教，王天罡也不过是内门弟子，
你们神玄门如此大动干戈来倾城，怕不只是为了报仇吧？顾倾城惊讶地看着陈八荒道：确实还有些原因，那就是在前几日，叶城的叶少到过我们神玄门，他让我们神玄门集体出动，拿下陈家，并且杀了你。叶灵天。陈八荒颇感意外。顾倾城道：叶灵天说他即将成为倾城城主，而你是他的绊脚石。他承诺，若是我神玄门将你抹杀，为他铲平道路，他定会给我神玄门莫大的好处。陈八荒冷哼：我杀死了曹家老祖，可是灵宗境强者，这个信息叶灵天一定知道。而据我所知，你们门主境界也是灵宗境这一层，所以叶灵天一定知道你们神玄门即使倾巢出动，也不能将我抹杀。顾倾城愣住，那他为什么花大代价让我们抹杀你？陈八荒眼睛微眯，当然是想借你们的刀挫我的锐气，而我可以重创神玄门，届时别说叶灵天不会给你们神玄门好处，你们神玄门都将落入叶灵天的手中。顾倾城彻底怔住，会是这样吗？但他很快有了答案，真的会这样，因为他与陈八荒对决，对方给他带来的那种极具压迫的无力感，让他深深认识到他和陈八荒的差距实在太大。就是强如门主，他的父亲顾成坤也不见得能胜得了陈八荒。念及此，顾倾城彻底瘫坐在地，衣领愕然。他们上了叶灵天的当。陈八荒不再理会顾倾城，而是看向柳思思。柳思思脸色一紧：八荒，打也打了，看在你我同窗的情分上，别杀我。噔噔噔。就在这时，匆忙跑进一人，正是柳思思的父亲柳银山。他得知自己女儿得罪了陈八荒，在酒楼里跪着抽自己，顿时大惊，立刻赶了过来。爹！看到亲爹来了，柳思思激动大哭。你还有脸哭？柳银山恨铁不成钢，骂道：陈八荒已不是之前那个傻子，女儿现在还敢得罪陈八荒，那就是个蠢货。随后他看向陈八荒，微微一礼：陈家少爷，家女不懂事，今日惹怒你和姬明月，能否看在我的薄面上放了我女儿？毕竟在你陈家被陆家打压期间，我柳银山并未落井下石，更没有为难你。没有为难我。陈八荒冷笑：3年前你儿子惹了京城一位大少，急需30万灵石打点，当时你求遍京城各大家族，最后是我爹借给你了，解了你燃眉之急。而我陈家蒙难这几年，你跟个哑巴一样，默不作声，而那30万灵石你至今都没还。柳银山。他嘴角抽了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陈家少爷向令尊借30万灵石，确实有此事，而且我一直对令尊怀着感恩之心，只是家事繁忙，忘了此事，我立刻命人将30万灵石送到陈家。放屁！30万灵石借款这么大事，你说忙忘了，你糊弄鬼呢？陈八荒单手一挥，一道剑气爆出，瞬间斩掉柳银山一只手臂，鲜血狂喷。陈八荒用灵力拉扯过那鲜血直流的手臂，取下去那戒，打开一看，冷笑道：你这那戒中就有30万灵石，看来你不必回家取了。柳银山。他境界已经是9级地灵境，原本他还抱有幻想，可躲过陈八荒的攻击，但真当动起手来，他发现自己就是个活靶子。陈家少爷，既然灵石也还了，可以放过我和思思吗？柳银山疼得脸皮直抽，冷汗直流。陈八荒耸了耸肩：可以，但我这个人讲理，30万本金还了，利息你还没给，你借了3年，利滚利，你再给我100万灵石吧。100万灵石。柳家不像曹家那般财大气粗，柳银山已经出了30万灵石，再出100万，可是掏空他半个家底。但看到自己此刻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他也只能认怂。于是咬牙道：好，100万灵石我就命人拿来。陈八荒摆了摆手：不必着急，还有一笔账没算，你女儿柳思思借了我夫人20万灵石，虽然还了，但却未付利息，所以你还需要再付100万灵石，加在一起200万灵石。200万灵石。柳银山眼前一黑，险些晕死过去，这可是他全部家底。柳思思也懵了，他深知200万灵石意味着什么，于是他赶紧道：八荒，我知道错了，求求你给个面子，我下次不会再犯。下次？陈八荒冷笑：你落井下石就要长乖我夫人，这次是顾倾城败了，你跪在我的面前认错，若是我败，你又是什么嘴脸？噗！陈八荒手起剑落，柳思思的头颅直接飞了出去。对他有杀心的人，他绝不留。思思见到女儿身首异处，柳银山悲痛欲绝，但他也知道是自己女儿判断错了形势，站错了队，才有此悲惨下场。这一刻，他彻底意识到陈八荒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真的不能招惹。唰！陈八荒将剑尖点在了柳银山的喉咙，充满死亡味道的剑意瞬间袭遍柳银山全身，让其如坠冰窟。若是不服，尽管叫你家那个在皇朝做官的人来，老子杀到你服为止。还有，
今后再敢招惹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女人，我陈八荒百倍奉还。记住了。柳银山满脸骇然，面色如土。陈八荒这是赤裸裸宣战，毫不惧怕。柳家来多大的官，他照杀。这一刻，柳银山被陈八荒强大气场震慑得彻底服了，直接放弃了喊救兵复仇的念头。啧，号称倾城之王的陈八荒，原来只会欺负一些小鱼小虾。蓦然间，自酒楼门口传出一道讥讽冷声，当即10几名气息强横的修士气势汹汹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位身穿蓝袍、白发白眉、气度不凡的老者，此人正是神玄门门主顾成坤。看到自己女儿跪在血泊之中，脸被打肿，他嘴角很抽。心疼女儿是次要，关键是丢人。堂堂神玄门护法，被人打得跪地抽自己嘴巴，这是传出去，老脸没地方搁。而且这会大大影响神玄门名声，以及神玄门在宗门排行榜上的排名。他狠狠白了眼女儿，目光转向陈八荒，眸光冰冷：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嚣张。陈八荒耸了耸肩：你到我的地盘来打我，难道我还要对你夹道欢迎？顾成坤攥了攥拳头，沉声道：陈八荒，你的嚣张给你惹来很大祸事。你不只是得罪我们，你这几日在京城的疯狂行为让很多人不高兴，其中就包括叶家。陈八荒冷哼：我做事为何考虑你们高兴不高兴？顾成坤冷笑：年轻人做事不圆滑，你走不长，今日可能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陈八荒不以为然：你觉得你做事圆滑？顾成坤得意一笑，起码做到了八面玲珑。八面玲珑。陈八荒哼了声，讥讽道：被叶灵天耍了都不知道。顾成坤皱眉，随后沉声道：陈八荒，你不必在这里挑拨离间，我和叶灵天也没那么深交情，一切都是利益。陈八荒耸了耸肩，怕是最后利益都到了叶灵天的口袋。顾成坤怒道：我也驰骋江湖几十年，叶灵天想算计我，不可能。爹，你就是被算计了。顾倾城忽然开口。顾成坤脸色阴沉道：你什么意思啊？顾倾城道：叶灵天让你来杀陈八荒，无非是消耗陈八荒，而我们牺牲的可是整个宗门。顾成坤怒了道：放屁！你的意思是我们神玄门搞不定一个小小倾城的陈八荒？你搞不定。顾倾城深深摇头，他和陈八荒交过手，他知道对方的恐怖。放屁！我看你是被陈八荒打傻了。自家闺女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顾成坤气的脸都绿了。倾城，你之前可是有志气之人，怎么今日这般不自信？一位身材高瘦、长相俊秀的男子站出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顾倾城。此人正是顾倾城的哥哥顾子元。哥，你更不是陈八荒的对手。顾倾城叹了口气。顾子元，伤自尊啊！他顾子元好歹也是神玄门内门执教，是6级天灵境强者。更为令他骄傲的是，他可是掌握了凌霄剑帝所创的2种剑符。他这等强者，那可是天骄级别。顾子元嘴角扯了扯，看向陈八荒，冷笑道：我不信。唉。顾倾城深深叹了口气：我也不信。顾成坤也沉声道。陈八荒淡淡哼了一声：若你们不打，也许我们还能合作，若是打，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把你打服，你就不嘴硬了。顾子元撇嘴一笑，看向顾成坤：爹，要不我先打个样？还他妈打个样！顾倾城极为无语。虽然他也希望哥哥和父亲能为他报仇，但他们真的没这个实力啊。而陈八荒摇了摇头：别一个一个上了，你父子一起来吧。这酒楼地方小，不够我揍你们，我们去城外。好，到时候你别打得跪地，给我们唱小曲就行。闻言，陈八荒居然要一挑二，顾子元来了精神。一旁的姬明月却担心起来，对陈八荒凌厉传声道：官人，这个顾子元没什么，但顾成坤可是掌握了凌霄剑第4种剑符，其中一道火焰剑符更是威力无穷，可跨越2个小境界杀人。火焰剑符！陈八荒吃了一惊，这在他儿时所创剑符，今日不提他都忘了。而看到姬明月劝阻陈八荒，顾成坤赶紧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许反悔，速速去城外与我父子一战。擒贼先擒王，只要弄死陈八荒，那整个京城就拿下了。很快3人来到了城外，全城的修士甚至是普通百姓都想出去看热闹，但张冲却关闭了城门。他可不想这么多人在场影响陈八荒的发挥，而他心里也默默祈祷，为陈八荒加油。轰！就在这时，城外突然掀起一道极为凶猛的威压，3级灵宗境。顾成坤直接爆出了最强威压，一时间他气势无边，全身气息冲击的一方天空都扭曲了起来。爹，这小子实在是目中无人，今日我们父子联手，将他打得他妈都不认不得。
顾子元那颇为自信的声音自城外传了进来。咻咻，当即是2道剑符爆射出去的声音，显然是顾子元一口气发出了2道剑符。陈八荒，人狂自有天收，你等死吧！砰！突然一声巨响爆发开来，强大的冲击力掀起一道劲风，直接刮进了城里。这一刻，城中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猜测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唰！就在这时，一道人影从天而降，扑通一声重重砸在地上。此人脸色惨白，胸前一大片血迹，正是顾子元。显然他那2道自以为傲的剑符毛作用都没起，直接被陈八荒一拳打进了城里。这回服了吗？顾倾城无奈地摇了摇头。顾子元，砰砰砰！紧接着城外又传来声声巨响，明显是陈八荒和顾成坤正在进行激烈的对峙。2人打斗掀起的层层能量涟漪，冲击的城墙都颤抖起来。城内众修士皆是惊叹，不愧是灵宗境级别强者的对决，仅仅是碰撞之力都快将这城墙摇晃的倒塌。火焰剑符！就在这时，城外传来顾成坤竭力的嘶吼。轰！又是一声巨响，犹如惊雷般炸响。随后城外彻底安静。什么情况？怎么没有声音了？众人一脸疑惑。嗖！猛地，自高空中陡然直线落下一个火球，这火球重重砸在地上，众人才是看清，正是顾成坤。随着火焰退去，众人看到顾成坤头发被烧焦，脸变得黢黑，嘴里冒着白烟，刚刚还是一副宗门大师的模样，现在看上去狼狈不堪。很明显，顾成坤也败了。现场一片哗然，啧啧称奇之声随之响起。3级灵宗境还有着凌霄剑帝的火焰剑符，居然被打成这副狼狈模样，亲妈都快认不得了。这陈八荒的实力真是到了恐怖的地步。吱嘎！这时城门打开，陈八荒拉着姬明月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2人郎才女貌，似是神仙眷侣，看上去颇为养眼。陈八荒更是一脸气定神闲，似是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目光落到顾成坤父子2人身上，淡淡道：还打吗？顾成坤，顾子元，当然不打，再打就下去见太奶了。顾成坤被神玄门一众弟子搀起，他看向陈八荒，苍老眼眸中震惊与忌惮轮番翻滚。他赶紧道：陈公子，刚刚你不是说我们要合作吗？我同意。陈八荒耸了耸肩，我说过要是动手，性质可就变了。现在我只想灭了你们。顾成坤，他僵在原地，极为郁闷地叹了口气，肠子都快悔青了。而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叶灵天当初跟他介绍陈八荒实力的时候，绝对是有所隐瞒，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误判。顾成坤如梦初醒，叶灵天哪里是要和他合作，只不过是用他当作棋子来消耗陈八荒，试探陈八荒罢了。这个叶灵天真够歹毒的。念及此，顾成坤心中怒意翻滚，骂道：妈的，这个叶灵天拿我当猴耍，老子早晚要和他算这笔账。算账？顾倾城轻哼一声，现在我们自身都性命难保，还找他算什么账？话落，他看向陈八荒，冲其深深一礼，我们可否借一步说话？陈八荒点了点头，可以。于是几人进入酒楼包间，顾倾城先是冲击明月深深一礼，刚刚对不起，是我目中无人，得罪了陈夫人，若是陈夫人心中还有怨气，尽管将气撒在我的身上。姬明月摇头，不必了，因为我的夫君已经替我出气。顾倾城满眼羡慕，你真是嫁了一个好夫君。随后他冲陈八荒深深一礼，当即竟是直接跪在了地上。陈公子，今日是我神玄门做事不对，冒犯了您，我们真心悔过，以后绝不再招惹您。您能不能给我们3人一次机会？一向桀骜不驯的顾倾城居然下跪求饶命。顾成坤和顾子元2人彻底怔住。可以给你机会。陈八荒淡淡地看着跪地的顾倾城，谢陈少。顾倾城激动拱手，免于一死。顾成坤一脸惊喜，赶紧道：多谢陈公子不杀之恩，今日起我们就陪伴在陈公子所有，为你效力。既然女儿能屈能伸，顾成坤也彻底放下架子，真心臣服。而且陈八荒不杀他们，条件必然是让他们付出，这一点顾成坤心里有数。可陈八荒却摆摆手，不必，你们现在回神玄门即可。什么？顾成坤3人愣住。顾倾城瞪大眼睛，不可置信道：陈公子，你就这么让我们走了？陈八荒笑道：难道我还要请你们吃饭？那倒不必，更是不敢。3人讪讪一笑，但心中也都颇为疑惑，陈八荒这个时候开口谈什么条件，他们都会满足，可陈八荒却什么也没提。不光他们3人，一旁的姬明月也懵了。无论是收服3人，还是索要修炼资源，这3人都能答应，可陈八荒却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但她没有说什么，因为她坚信自己的男人做什么都是对的。陈公子宰相肚里能撑船，真是有枭雄之姿。顾成坤拱手笑道，同时他也是眉头一皱，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一处疑惑。陈公子，有一事我不明，向您请教。我们神玄门掌握的凌霄大帝的剑符，那可是威力无穷，可为什么我们发出的剑符面对你的时候却一丝的威力都发不出来呢？这一瞬，顾倾城和顾子元也一脸不解。剑符之前在他们手里那可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什么面对陈八荒的时候却好像废了一般？陈八荒微微一笑，想知道吗？三人齐齐点头，满眼期待。陈八荒笑道，那等你们下次再来青城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下次？三人一脸茫然，但八荒既然这么说，他们也不再问，于是赶紧告辞，速速离开了这是非之地。八荒，为什么就这么放走了他们？现在你急需修炼资源，他们已经是你的手下败将，你提什么条件他们都能答应。姬明月黛眉微皱，美眸中满是费解之色。陈八荒却哈哈一笑，除了修炼资源，我们还需要帮手。姬明月更加不解，既然需要帮手，为什么还放走了他们？陈八荒眼睛微眯，望向远方，道，我若是现在将他们留下来为我做事，他们心中还是不服气，还是会对我有二心。但若是我白白放走他们，那个叶灵天一定会起疑心，他甚至怀疑神玄门已经臣服了我，那么叶灵天定会派人去灭了神玄门，到那时候这三人定会来投靠我，而那时候的他们对我将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而随着他们的到来，整个神玄宗的资源也会随之带来，让其破釜沉舟，才能彻底忠心于夫君。姬明月这才明白陈八荒的真实用意，他吃惊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啧啧称奇，官人，你太有才了。作为姬家大小姐的她，掌管着整个姬家，她自认为自己做事也算滴水不漏，考虑颇多，但与陈八荒比起来，确实格局小了点。官人，房内无人，姬明月抱住陈八荒，挺拔双峰紧贴陈八荒胸口，嫣然一笑，我特意在城南最好的布衣房定制了薄纱睡衣，晚上我穿给你看。陈八荒搂住姬明月细腰，那恐怕你要多定制几件了。为啥？姬明月纳闷，一件不够我撕。陈八荒哈哈一笑。姬明月小脸一红，知道了。叶城，叶府，家主叶云来到了儿子叶灵天的房间。此时叶灵天的床上，一位赤裸少女双眼上翻，已燃气绝身亡。叶云皱眉道，又弄死个炉鼎。叶灵天不屑道，现在的炉鼎越来越脆弱，我稍微用力就咽了气。陆青青那个炉鼎一看就净折腾，可惜被陈八荒弄死了。提及陈八荒，叶灵天脸上显出一抹狠色。叶云淡淡的看着儿子，忽然开口道，你觉得陈八荒是个威胁？叶灵天点头，我刚得到消息，陈八荒赢了顾成坤。叶云淡淡道，这说明陈八荒有点实力，有资格成为你的对手。叶灵天攥紧拳头道，陈八荒让我更有斗志。叶云摇了摇头，你不能对陈八荒这种人有斗志。为何？叶灵天不解。叶云道，陈八荒不过是边陲小城一个不起眼家族的废少，最近他是崛起了，但与我们叶家相比，他连个苍蝇都算不上。毕竟我叶家在大周皇朝家族排行榜上可是第9的存在，而陈家100名都进不去。你面对这种烂泥都有斗志，那你以后如何面对大周皇朝内的那些顶尖强者？你对陈八荒应该只有藐视，那种俯视众生的藐视。叶灵天深深点头，爹，我懂了，我是云，他是泥，他就该被我践踏。叶云嗯了一声，你的委任文书已经下来，3日后你便可前往青城担任青城城主。太好了。叶灵天目光变得明亮，我等这一天很久了。叶云道，到时候叶文善会和你一起去。他也要去。叶灵天愣住，叶文善可是他的护道者，若是护道者也去，那么可就轮不到他杀陈八荒了。叶云笑道，你是我叶家公子，怎能没有护道者？到时候你尽管虐杀陈八荒，叶文善陪着你即可。有劳爹费心了。叶灵天知道父亲良苦用心。叶云点了点头，此次去青城担任城主，抹杀陈八荒只顺带，拿到整个青城的修炼资源，再将周边10几个灵矿拿到手，才是你的最终目的。叶灵天郑重道，爹你放心，我人一到青城，立刻就办了陈八荒。叶云点头，眼中满是望子成龙之色，似是想起什么，嘱咐道，此次去青城不光杀了陈八荒，只要是青城天骄全杀。叶灵天一愣，全杀？对，全杀。叶云道，我在皇朝得到消息，3年一届的皇朝炼神塔冲塔试炼即将举行，本次冲塔只有天骄榜上前10名的天骄才能参加。
而你排名22，你除了干掉陈八荒，还需要击败或者击杀更多的修士，为自己积累积分，才能挤进前10。叶灵天冷笑，这个陈八荒以及整个青城就是老子的踏脚石。叶云眼睛微眯，微微一笑，陈八荒不只是你的踏脚石，还是你的炉鼎。根据我的调查，这陈八荒是天生剑体，品阶至少是灵品，而你修炼的是玄火剑体，是灵品体质中难得一见的珍贵体质。你若是能吸纳他的剑体，那你的玄火剑体必然还能再升一个层次。爹，您真是细心，居然将陈八荒调查得这么细致。叶灵天颇为惊喜，若是能让自己的玄火剑体再升一层，那么他整体战力会大大增加。毕竟他最核心的战力就是来自于他的灵品玄火剑体。似是想起什么，他问道：爹，我始终好奇，你在陈家得到的那个黑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关于黑盒子一事，父亲从未和他提及。叶云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黑盒子里是一张藏神渊的藏宝图。藏宝图？叶灵天来了兴趣，道：还有1个月，藏神渊就开启，到时候我们进入藏神渊，凭借此图就可找到至宝了。叶云笑道：若是成功，你凭借此宝，定能在炼神塔冲塔试炼上为我叶家光宗耀祖。到时候若是拔得头筹，你就有资本去追求公主了，哈哈，未来可期。父子2人会心一笑。叶灵天又问：爹，顾成坤败给陈八荒之后，一家3口全身而退，我怀疑顾成坤那个老家伙10有8九投靠了陈八荒，否则他们不会活着走出青城。叶云想了想道：也可能是陈八荒故意这么做，故意套路我们，想借我们的刀灭了神玄门。叶灵天愣住，这小子有这么聪明吗？叶云不屑一笑，他再聪明也玩不过我。叶灵天点头，我爹是盖世枭雄，那陈八荒当然不是爹的对手，我这就派人去灭了神玄门，不管陈八荒是不是套路我们，既然顾成坤没死，那么他就有可能反过来背叛我们，这种祸害不能留。叶云满意一笑，拍了拍叶灵天的肩膀，我儿成熟了。似是想起什么，他提醒道：顾成坤的女儿顾倾城也是个很好的炉鼎胚子，此人可不杀，叫人抓回来做你的修炼炉鼎。好嘞，还是爹懂我。叶灵天笑道，他之前去神玄门也是看上了顾倾城的姿色，尤其是顾倾城那丰胸翘臀的绝好身材，看得他眼睛都亮了，当时就暗自发誓一定要拿下这美艳女人，狠狠地玩弄。而此时正是好机会。深夜，青城古宅下的灵溪之内，陈八荒全身浸泡在温凉的灵液中，此刻他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贪婪地吸收着灵溪之中的灵气。这时，一条白嫩修长的玉腿踏进灵溪，掀起涟漪，紧接着一副丰腴身影坐进溪水之中，正是姬明月。今晚他那白嫩如羊脂的娇躯裹着一层薄薄的红纱睡衣，他那迷人的丰满曲线在红色纱衣下朦胧显现，这让他变得更加迷人。官人，姬明月微微欠身，一脸娇羞地看着陈八荒，这身睡衣好看吗？很好看。陈八荒搂住姬明月嫩滑细腰，看着眼前的波澜壮阔，他微微一笑，今晚还双休吗？柔软身子坐进陈八荒怀中，姬明月吐气如兰，当然，双休，不死不休嘛。陈八荒稳住了姬明月接下来几日，陈八荒每晚都和姬明月双休，而白天他则是在混元塔中修炼，虽然偶尔略感疲倦，但他的修为也节节攀升，手中300万灵石几乎快被他用光，而他接连晋升2个小境界，踏入了5级灵宗境。官人，我在天灵境上也是晋级了2阶，发现自己的境界在和陈八荒双修之后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姬明月笑得甜甜的，双宿双飞，举案齐眉，每日双修，这才是神仙眷侣。陈八荒微微点头，似是想起什么，道：神玄门那边估计要出事了。神玄门此时正值深夜，整个宗门静悄悄的，只有建筑的影子在月光下慢慢移动。而就在这时，有着10几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围住了神玄门，紧接着他们动作一致，都是单手捏起一个奇怪的结印，口中念念有词，随后联合发力，竟是布下一座阵法，将整个神玄门笼罩。破！随着为首的一位老者突然发声，整个阵法瞬间爆发出狂暴的力量，轰轰轰！仅仅是几个瞬息间，便是将神玄门10几座建筑撕扯得支离破碎，碎石横飞。轰！紧接着，阵法之上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照亮了天穹，整个宗门淹没在火海之中。从此，神玄门在宗门排行榜上消失了。为首老者满意一笑，而此人正是叶灵天的护道者叶文善，他奉叶云之命前来灭掉神玄宗。他看着滔天火焰，冷笑道：神玄门这帮垃圾，既然你们投靠了陈八荒，那么今日你们就化作灰烬，
永远躺在这里吧。话落，他冲手下一挥手，撤。很快，10几道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足足过了1个时辰，数百道身影自远处的大山中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为首的正是顾成坤，他的身后跟着顾倾城以及顾子渊。妈的，叶家人原来真的想杀我们！看着好好的宗门毁之一旦，顾子渊气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而顾成坤看到经营多年都宗门毁了，他脸色铁青，嘴角直抽，心如刀割。他惋惜地摇了摇头，庆幸道：多亏陈八荒提醒了我，让我看穿了叶灵天这个狗东西的毒计，我们才提前撤到这里，躲过一劫。可他又深深叹气，苦大仇深地道：如今宗门也没了，若是我们再建设一个新宗门，那叶家依旧会像疯狗一样扑杀过来，接下来我们何去何从呢？看着前方一片火海，神玄宗众弟子也一脸茫然。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宗门就毁之一旦，而且叶家可是神一样的存在，得罪叶家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靠陈八荒。一人忽然开口，语气坚定，说话的正是顾倾城。投靠陈八荒？顾成坤皱眉想了想道：叶家要杀我们，其他势力自然不敢帮我们，更不会让我们投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我们现在只能死心塌地地跟着陈八荒了。闻言，他看向神玄门数百名弟子，语气极为悲凉。如今我神玄宗已深陷危机，我即将投靠倾城的陈八荒，愿意随我去，即刻出发；不随我去，我也会发放一笔丰厚的费用。今日分别之后，各安天命。说出此话，顾成坤嘴角抽了抽，心如刀割。闻言，众弟子鸦雀无声，随后齐声道：我们跟随宗主去倾城。无一人反对。他们倒不是对顾成坤有多忠诚，而是因为他们身为神玄门的弟子，已经被叶家贴上了必杀的标签，他们逃到哪里都是个死，所以还不如跟着顾成坤，起码还有一线生机。顾成坤深深点头，颇为感慨，看了看手上的那戒，其内装满了神玄宗所有修炼资源。他看向倾城的方向，终于下定了决心，跟着陈八荒干，活一天赚一天。若是叶家赶尽杀绝，那我们就和他们拼了。3日后，倾城100多道身影出现在城门口，这些人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气势逼人。看到过往的百姓都是一脸的嫌弃，似是在看低等生物。而为首的是一位身穿华袍，一脸淡漠的青年，正是叶灵天。他扫了一眼倾城，不屑哼道：这个边陲小城真的是太破了，待我杀了陈八荒，夺了他剑体，拿下倾城所有修炼资源，我立刻离开这穷乡僻壤。少爷说的甚是，这小小倾城不过是少爷诸多踏脚石中最小的一块，待我们在这里达到目的，少爷就要去京城发展了。一旁一位身穿深蓝色长袍的老者笑道，而这位老者正是叶灵天的护道者叶文善。叶灵天轻蔑哼道：我是天上的明月，而这里所有人都是地上的蝼蚁，我叶灵天能踏足这里，那是倾城千百年来的无上荣耀。哼，说到明月，我倒想起了陈八荒的老婆姬明月，据说她是倾城第一美女，待到我杀了陈八荒，我要将这女人做成我的修炼炉鼎，每日疯狂地折磨她。我要让她知道，做陈八荒的女人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叶灵天眼中满是兴奋的光芒，因为他就喜欢玩弄人妻，人妻不仅技术好，更是让他有很强的征服感。叶文善捋着胡子笑道：少爷在这里就是天，怎么玩都可以。随后二人将目光转向城门口等待多时的张冲身上。此刻身为倾城守军统领的张冲已经带着100名手下在此恭候多时，而看到叶灵天等人气势汹汹，满脸傲然地出现在前方，感知到对方身上的气息皆是强横无比，张冲嘴角抽了抽，心中暗道：叶家这么强，陈少能应付得了吗？倾城守军统领张冲恭迎城主大人。张冲拱手鞠躬，一脸肃穆。叶灵天高高在上，俯视着张冲，轻哼一声：你叫什么？张冲一愣，刚刚他报过名字，于是又道：我叫张冲。叶灵天戏谑道：那我叫你张狗即可，因为你是陈八荒的狗。你被叶灵天当场辱骂，张冲嘴角抽了抽，他挺直胸膛道：城主大人，我可是倾城守军统领，虽然你官大我一品，但我也是有尊严的。尊严？叶灵天冷笑：没实力，你跟我谈尊严？轰！他单手一挥，一道灵力席卷而出，瞬间将张冲等人冲击的直接倒飞出去，穿过城门，重重砸在城里。一时间，现场瞬间骚动起来。倾城内不少人立刻过来围观。倾城所有人给我听着，我是倾城的城主叶灵天，你们无论在做什么，都赶紧给我滚出来，跪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修士，立刻跪到我的马下，否则杀无赦。还有陈八荒，
赶紧给我滚出来！叶灵天用灵力发声，他的声音如滚滚惊雷，在青城上空炸响。全体修士跪在叶灵天的马下，一时间，青城不少修士脸色瞬间难看起来。虽然叶灵天身为城主的身份高高在上，但他说话这般猖狂，也着实是令人生厌。很快，一名白发老者忽然出现在场中，此人土生土长青城人，虽然修武境界只有炼气境5级，但他却挺直胸膛，一身傲骨，冷冷地看着叶灵天，怒道：“你是城主又如何？凭什么青城修士要给你跪？”叶无灵轻蔑地看着老者：“你这种垃圾，我收拾你，那都是脏了我的手。”他对一旁手下不耐烦道：“扫清拦路的狗！”砰！他手下点头，当即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拳轰在老者的胸口，老者瞬间倒飞出去，重重砸的呕出一口老血，现场瞬间哗然。不仅要求全城的人跪着，还上来就打人。这个新来的城主叶灵天不能用狂妄来形容，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你太不尊重人了，你这种城主，我们不会拥护你。又有着几位地灵境修士站了出来，义愤填膺地地道：“你们这群蝼蚁也值得我尊重。”叶灵天极为不屑地哼了一声，当即单手一挥，一道灵力轰杀而出，瞬间将几人重重拍在地上，生死不知。呸！你们这等废物，本少还需要你们来拥护？叶灵天啐了口唾沫：“叶灵天，你实在是欺人太甚！你这种人做我们城主，我们青城人不会有好下场。”张冲忍痛从地上爬起来，猛地抽出腰间战刀，一瞬间，他体内天灵境气息瞬间爆发出来。下级打上级，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叶灵天嗤笑：“不过你是天灵境，倒是值得死在我手，让我刷刷战绩。”话落，他单手摊开，一把炫金打造的金扇出现在掌中，4阶灵气火折扇。轰！随着他一扇落下，一道火光冲天而起，瞬间扑向张冲。叶灵天本就是玄火剑体，挥手之间可爆出炙热火焰，再有4阶灵气火折扇的加持，他只是使出30%的力道，就爆发出如火龙般凶猛的火焰。仅仅是一瞬间，火焰直逼张冲的面门。张冲大骇，他知道他这次完了。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场中，随着手中之剑斩下，一道剑气呼啸而出，轰在那火焰之上，将火焰一剑斩灭。而这时，叶灵天看清了来者，这是一位手持白剑、身穿白色长裙的绝美女子。女子明眸皓齿，身材窈窕，如天上的仙子一般，立在原地，瞬间吸引了叶灵天的注意。你是谁？叶灵天眼中逐渐升腾起一抹兴奋。纵使他阅女无数，但是眼前这种绝美清秀、气质绝尘的女子，他倒是从未见过。此女我必须得到。叶灵天暗自发誓：我是陈八荒的老婆姬明月。叶灵天，你无故伤害青城守军统领，还让全城百姓以及修士向你下跪，见人就打，甚至是杀。你当真大周皇朝的律法是空气吗？姬明月怒道：律法？叶灵天极为不屑，轻蔑哼笑：律法都是给你们这群底层人准备的，是管理你们这些蝼蚁的工具，而对于我们这种上位者毫无用处。我爹是大周皇朝3品官员，我娘是大周皇室的郡主，我叶家是大周皇朝排名第9的大世家，我叶家千百年来出现无数著名武将，更有10几名修士，在大周皇朝名号响亮。你跟我这种背景无敌的人谈律法，你还真是个蠢女人。不过你的姿色确实出众，即刻起，你归我了。话落，他对身旁的一名高大男子沉声道：叶枫，将这娘们绑了，今晚我要让她生不如死。闻言，叶枫点头，他是叶灵天的得力助手，8级天灵境强者，拿下姬明月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唰！叶枫大步一踏，瞬间来到了姬明月的面前，大手伸出，直接捏向姬明月的喉咙。而这一瞬间，他爆出道道强横的威压，如一座座小山，重重镇压在姬明月的身上。姬明月竟是瞬间不能动弹。小娘们儿，长得这么俊俏，居然敢出现在我们少爷的视野中，你死定了！叶枫得意笑道，随之大手落下。嘘！突然，一道影子瞬间出现在场中，当即滔天煞气席卷而出。紧接着，一股强大的灵魂冲击力瞬间轰向叶枫，出现的正是噬魂灵狐。陈八荒命令他时刻保护姬明月，所以见到姬明月有危险，他直接跳了出来。嗡！灵魂突然被噬魂灵狐攻击，叶枫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举起的大手也停在空中。噔噔噔！神志恍惚间，他接连后退了几步。而这时噬魂灵狐瞬间扑到了叶枫的面前，那锋利的爪子伴随着血色煞气瞬间落下，扑哧一声，在叶枫的胸膛抓出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瞬间喷洒了出来。
啊！叶枫感觉胸口碎了一般，疼得全身颤抖，牙齿打颤，当即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发出痛苦的惨叫。灵兽！叶凌天震惊的眼睛瞪大，就是一旁的叶文善也脸色凛然，居然跑出一只灵兽帮助姬明月化险为夷，重伤了叶枫。而这只灵兽居然是灵宗镜。姬明月笑道：还是我家官人想着我，有他送给我的灵兽，你们这群坏蛋就欺负不了我们青城人。叶凌天眼睛微眯，其内寒光迸射，嘴角逐渐勾起一丝玩味弧度。他桀桀笑道：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姬明月，今日以及这只噬魂灵狐都归我叶凌天，你脸可真大啊，什么都想要。你怎么不说整个大周皇朝都是你的？蓦然间，一道冰冷的声音自空中响起，当即一道身影落到场中。此人一身玄袍，身后背着黑色巨剑，立在场中，如松柏一般极其挺拔。而他那俊朗的脸上有着一抹讥讽笑容，此人正是陈八荒。陈八荒正在青山古宅下置身于混元塔中全神贯注的修炼。经过塔内3个月的修炼，耗费200万灵石，他终于又进阶2级，踏入7级灵宗境。而随着叶凌天和叶文善等人身上强横的气息散发出来，让的山河图感应到，陈八荒这才知道青城出事了。于是他身形暴掠，出现在了场中。陈八荒，叶凌天打量着陈八荒，他见过其画像，认出了对方，嘴角微抽。叶凌天冷笑道：陈八荒，你这个缩头乌龟终于是露头了，那我也不像你，整个人长得跟乌龟脑袋一样。陈八荒微微一笑，所以你的脑袋最好是在裤裆里，别露在外面。你他妈居然敢说我长得像命根子！叶凌天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全身气息骤然爆发。陈八荒真的敢出来对付叶凌天。青城百姓以及一众修士看到陈八荒出现，双眸皆是明亮起来。陈八荒虽然灭了几大家族，但是对于城中的百姓以及其他势力的修士却未动分毫，甚至因为陈八荒除掉了几大家族，导致百姓和修士们不再受几大家族的欺压和敲骨吸髓，这让的他们生活好了起来。而今日这跟畜生一样的叶凌天突然闯入，尤其是他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样子，一看便知这货今后必是祸害百姓的恶魔，所以青城人都希望陈八荒能将叶凌天这个败类斩杀当场，以出他们心中这口恶气。少爷息怒。叶文善在叶凌天耳边低声道：陈八荒这小子身上的气息很是强盛，可诡异的是我都感知不出他的修为，这小子不简单，我们要小心。叶凌天没有说话，虽然他很狂，他很嚣张，他很目中无人，但当他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也是极为的谨慎。他用极低声音道：陈八荒境界虽是个谜，但又如何？他再强还能有你我强？叶文善点头：那自是不会，我们会将他按在地上摩擦。叶凌天眼睛微眯，所以只要杀了陈八荒，我们就能拿下整个青城。我会向他发出挑战，他一定会接下。届时我和他动手，若是我占上风，你尽管欣赏我如何虐他；若是我在下风，你暗中伺机寻找机会则出手，助我夺走他体内的先天剑体，随后将其抹杀。叶文善深深点头，心头暗喜，少爷真是成熟了。于是他微微一笑：少爷，你就瞧好吧，偷袭暗算可是我叶文善的拿手好戏。叶凌天满意点头。叶文善没有说大话，他从未失手。当即叶凌天飞身下马，目光睥睨，高声道：陈八荒，你自认为是青城的王，牛逼吊炸天，那么今日我这位新城主挑战你，我们1对1对决，旁人绝不能插手，而且是生死战，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个，你胜我死，我胜不光你死，整个青城的人都得死。你敢接下我的挑战吗？都得死。青城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地瞪着叶凌天，这个恶魔真是心狠手辣，原来他要杀光青城所有人。这一瞬间，青城人的脸上都露出恐惧之色，而他们也深知叶凌天以及他带来的百位修士实力滔天，确实有着本事灭掉整个青城。这一刻，所有人感到深深的绝望。而这时，突然一道声音响起：陈八荒，你尽管与这败类一战，我支持你，即使输了，我们也是人头落地，大不了留个碗大的疤。说话的正是刚刚被叶家人一拳打倒在地的那位老者，他目光猩红，满脸决绝之色。陈少，你尽管打，我们支持你。张冲也一脸凛然。陈八荒，加油，我们都支持你。百姓以及一众修士都大声呼喊起来。他们自是明白，就算今日陈八荒不出现，以叶凌天的尿性也会杀了他们，所以陈八荒是青城所有人的希望。官人，你尽管和这畜生一战，输了也无所谓，大不了你我葬在一起。姬明月红唇紧抿，俏脸上满是坚定之色。
陈八荒深深点头，灵力传声给姬明月，打趣道：“我可舍不得死，我还要每日和你双休。”姬明月小脸瞬间羞红，官人你坏。陈八荒目光转向众人，沉声道：“青城也是我的家，我当然不会让畜生们在这里撒野。”陈八荒，你说话够嚣张啊，但你找错了对象，因为我们可是叶家人。你可以灭掉青城几大家族，但在我叶家眼中，你就是条狗，我们一脚就可以将你踩碎，将你身边的母狗凌辱致死。被视魂灵狐重伤的叶枫咬着牙嘶吼道，当众被灵兽打残，难堪至极，他以此发泄心中的怒火。是，就在这时，陈八荒猛地挥手，顿时一道剑气瞬间爆射出去，噗！叶枫的头颅直接冲上了天空，抬手间抹杀8级天灵镜，全场瞬间哗然。陈八荒看向叶灵天，甩了甩剑上的血，道：“我接受你的挑战。”叶灵天眼睛微眯，牙根狠狠咬了咬：“杀我心腹，我会用你想象不到的办法折磨你。”逼逼个没完，赶紧过来打！陈八荒撇嘴道。叶灵天，轰！全身气息猛地涌起，手中金折扇化作一道流光，指点陈八荒的眉心。一瞬间，狂压震天，气焰涌动。4星灵宗境，青城修士皆是错愕的目瞪口呆。叶灵天年龄也就20岁左右，他不仅踏入灵宗境，而且还晋级了4级。叶家的少爷果然牛逼啊！一瞬间，青城人都是担心的看向陈八荒。轰！陈八荒直接出剑，他全身剑气暴涌，与玄天断魂剑融为一体，猛砍有叶灵天。叶灵天微微一笑，他手中金折扇可是4阶灵气，陈八荒手中的巨剑比他低了1阶，灵气相差1阶，威力差了3倍都不止。砰！猛烈的撞击，二人皆是后退近100步，打成平手。叶灵天眼中桀骜之色减半，脸上有着震惊。他灵气强过对方，居然没讨到便宜，但他嘴角竟显出一抹耐人寻味的弧度。他只是平砍，可陈八荒却调用了天生剑体，拼尽全力才和他打成平手。如此看来，陈八荒的上限也就如此了。陈八荒，你不愧是小城出来的贱民，连武技都没有。那么，本少让你见识见识我叶家的武技。叶灵天讥讽冷笑，全身气焰更加高涨。他猛地展开折扇，一瞬间，一道绚丽火焰呼啸而出。流风玄火扇，玄阶武技。轰！刹那间，金折扇果携着火焰，铺天盖地的轰杀而下。陈八荒，今日我就让你这个底层人看看，你和我们这些上位者有多大的差距。嘶吼间，叶灵天手中金折扇爆发出更为猛烈的火焰，瞬间将陈八荒淹没。小心啊！所有青城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轰！就在这时，陈八荒貌似彻底激活剑体，全身剑气喷发，手中巨剑猛地落下，掀起狂暴的剑气，摧枯拉朽般覆灭了那滔天火焰。这剑体很强啊！叶灵天震惊的同时，眼中露出极度的兴奋。他若是得到陈八荒的剑体，那么他的玄火剑体从灵品进阶到绝品都有可能。而到目前为止，陈八荒已经拿出所有压箱底的功夫，而他叶灵天连玄火剑体都未激活。陈八荒脸庞因极度兴奋而变得狰狞，叶灵天大笑道：“今日你的命连带你的剑体，还有你的娘们，都是本少的。”轰！刹那间，道道血红火焰自叶灵天体内疯狂涌出，而火焰之中，道道炙热剑气迸射，冲击的方圆100丈的空间瞬间扭曲起来。玄火剑体，叶灵天彻底展现出了自身剑体的实力。轰！他什么也没说，金折扇再次落下，一瞬间，其上裹挟的玄火剑气如末日狂龙，直扑陈八荒。怕你不成？陈八荒手中巨剑横在胸前，以格挡姿势硬撼叶灵天的玄火剑体。赤！双脚在地上擦出划痕，他被玄火剑体顶得后退数百丈。看到陈八荒脸上那抹凝重，叶灵天脸上玩味十足，他开心笑道：“底层人就是底层人，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做梦！”轰！他不断加大玄火剑体的威力，将陈八荒直接逼到角落。官人！姬明月紧张大喊，他很想冲上去，但他却强忍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上去只能给自己男人添乱。美人，今晚看我怎么玩死你这个人妻！哈哈！叶灵天猖狂大笑，戏谑目光看向陈八荒，冷笑道：“你完了！”轰！爆发出玄火剑体全部威力，叶灵天要亲眼看着陈八荒死。哎，看来我是不必出手了。这个陈八荒外强中干，实属若流之辈。一旁观战的叶文善耸了耸肩，感觉索然无趣。这是你玄火剑体最大威力。忽然间，陈八荒开口道：“还有心情说这个？”叶灵天撇嘴冷笑：“能逼本少发挥玄火剑体全部威力，你这条废狗也算有点本事。”
他只等亲眼看到陈八荒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上前夺走陈八荒的剑体，彻底暴露出剑体确实释放了最大威力。但你忘了，此刻也是夺你剑体最佳时机。陈八荒脸上突然露出一抹诡谲笑容。什么？叶灵天眉头紧皱，脸色骤然一变。此刻他的玄火剑体全部展露，确实是容易被他人夺走，但夺他剑体哪有那么容易？需要绝世功法，抓住一瞬间的机会，才能夺走他的玄火剑体。这个陈八荒怎么看都不像那种强者的存在。轰！就在这时，滔天威压自陈八荒体内滚滚而出，镇压在叶灵天身上，如泰山压顶，海水背负，震得他骨骼都滋滋作响。灵宗境7级威压，桀骜之色全无。叶灵天满脸震惊，瞳孔激缩，整整比他高出3个小境界。赤！强大的威压瞬间将叶灵天剑体的威力镇压了下去。而陈八荒一步上前，手起剑落，叶灵天的右臂连带手中的金折扇直接飞了出去，速度之快，让得震惊之中的叶灵天根本没有反应过来，顿时鲜血喷涌。啊！叶灵天发出凄厉的惨叫。而陈八荒动作未停，一步上前，左手死死勒住叶灵天的脖子，右手的巨剑则是狠狠抵在了叶灵天的喉咙处。而这时，一道充满杀气的身影已然出现在陈八荒的近前，此人正是叶文善。此刻他脸上全是震惊，他做梦也没想到陈八荒的境界居然这么高，气势这么强，居然镇压了少爷的玄火剑体，而且还斩断其右臂。心急如焚，叶文善几乎是缩地成寸一般闪到近前，试图一掌拍死陈八荒。但陈八荒似是料到他会偷袭一把，竟是提前控制住了叶灵天。你再迈一步，我割掉他的脑袋。陈八荒沉声道。叶文善，他脸色青白，拳头攥得咯咯作响，额头青筋暴起，怒吼道：小崽子，原来你一直在扮猪吃虎，赶紧放了少爷，否则今日我不仅屠了倾城，就连你的祖宗我都挖出来鞭尸。噔噔噔，陈八荒不说话，拉着叶灵天不断后退，直至和叶文善拉开距离。陈八荒，你放开我！你他妈敢砍断我的手臂，我要弄死你，我要杀了你！叶灵天疯狂嘶吼。身为叶家少爷，他哪里受过这种失败和屈辱，失去理智的他好似疯狗般大叫：你还是先给我跪吧！陈八荒抬脚猛地发力，踹断叶灵天右腿。叶灵天惨叫一声，当即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啪！他大手直接按在了叶灵天的头顶。你要干什么？叶文善脸色陡然一变，惊骇大吼：你要夺少爷的玄火剑体不成？陈八荒冷笑：送上门的，我为何不要？叶文善摇头，惊呼道：不可能，夺他人剑体可是需要绝世功法，更需要非凡的手段，即使是修武老怪都做不到，你年纪轻轻怎么可能会此深奥之术？唰！陈八荒懒得废话，运转起霸世吞灵诀，猛力拉扯叶灵天体内的玄火剑体。操！看到叶灵天体内的剑气朝着陈八荒的手掌疯狂涌去，叶文善震惊的尾椎骨都麻了。他刚要冲上去，陈八荒手中的剑直接在叶灵天的喉咙上划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叶文善赶紧止住脚步，惊怒道：陈八荒，玄火剑体可是少爷的根本，你不可夺。你放了少爷，条件随你开，你要钱要女人要资源都可，甚至是我叶家做你护道者都可以，但你绝对不能毁了少爷。身为叶灵天的护道者，若是少爷废了，那家主会把他拧成麻花。陈八荒冷笑：你说的这些鬼话你自己信吗？叶文善脸上怒气翻滚，吼道：陈八荒，你这么做，你自己包括倾城人都会为你陪葬。我们在你眼中本就是蝼蚁，我们谄媚又或者反抗，你们都会杀了我们。陈八荒猛然发力，道道玄火剑气如滚滚海浪，疯狂涌进陈八荒的身躯，随后被混元剑体疯狂吞噬。几个呼吸之间，叶灵天的玄火剑体彻底被陈八荒的混元剑吸纳。刷刷刷，陈八荒周身道道玄火气焰涌动，冲击的空间扭曲。我完了！叶灵天感觉全身无力，丹田剧痛，眼中再无光彩，有的只是绝望。他看向陈八荒，表情狰狞到可怕：陈八荒，我定会将你食肉寝皮，挫骨扬灰！轰！就在这时，叶文善身形忽然暴动，道道恐怖气息自他体内猛地爆发，灵宗境7级的威压铺天盖地般轰杀过来。速度之快，他的老脸也变得狰狞。为了救下叶灵天，他用尽了毕生所学。而身形疾驰间，他瞥了眼陈八荒身后不远的姬明月，随后一道灵力劈炼破碎虚空，爆射过去。他这么做无疑是想让陈八荒在电光火石之间第一时间去救姬明月，这样他就有机会救下叶灵天。老狗！陈八荒自知叶文善用意，只好一剑轰碎已然到达姬明月眉心的灵力劈炼。
而叶灵天也被叶文善爆出的灵力直接拉扯了过去。官人，姬明月一脸歉意，他知道陈八荒为了他失去了斩杀叶灵天的机会，可陈八荒却微微一笑，转身看向对面脸色铁青的叶文善，叶家人这么不要脸吗？说好的1对1，旁人绝不插手。叶文善嘴角抽了抽，怒道：你这卑贱身份，敢伤我家少爷，找死！话落，他立刻将一颗灵丹塞进叶灵天的嘴里，同时爆出灵力为其止血疗伤。陈八荒，叶灵天目自欲裂道：你他妈扮猪吃虎，算计我，夺我玄火剑体，今日你必死！这一刻，叶灵天恼火的全身怒气翻滚。他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掌控一切，陈八荒就是砧板上的鱼肉，结果他被对方一步一步的算计，失去了最宝贵的玄火剑体。你拿走的，老子要双倍夺回来！叶灵天哪里受过这般窝囊气，伤势在叶文善的治疗下好了大半，他直接站了起来。轰！道道狂暴气势自体内爆发出来，独臂的他一把将金折扇吸到手中，怒道：叶家人听令，一起上，将陈八荒千刀万剐！杀！10几名叶家人连带叶文善和叶灵天，好似虎狼，裹挟着滔天杀意，齐齐冲向陈八荒。而他们掀起的气浪将众人都吹打得不断暴退，叶家人彻底红了眼。京城所有人都感受到叶家人那冰冷刺骨的恐怖杀意，但不少修士皆是抽出利器，张冲也举起战刀。他们心里清楚，陈八荒虽然胜了叶灵天，但叶灵天和叶文善联手，再加上叶家近100人，他们依旧不是叶家的对手。横竖是死，不如血战一场。官人，我和你一起战。姬明月也抬起白剑，一脸肃杀。可陈八荒却站在了众人的面前，淡淡道：全部退后，我来，一个人扛。叶灵天讥讽嘲弄道：在整个大周王朝，以1人之力对抗我叶家之人，我从未见过。闻言，叶家其他人飞驰之间也是大笑。要知道，叶灵天和叶文善都是灵宗境，而其他人8人是天灵境，其中2人已经是天灵境9级，这等强悍队伍灭一个灵宗境易如反掌，何况叶文善还是布阵高手。轰！叶文善猛地一挥手，一道阵符轰击在陈八荒脚下，刹那间道道金色符文扩散开来，形成一座束缚阵法，瞬间将陈八荒死死锁住。死！叶灵天等人杀至，目光皆是猩红无比。完了！青城所有人满脸骇然，入坠冰窟。轰！就在这时，陈八荒猛地出剑，随着漆黑巨剑落下，一道100丈剑气横空出世。这道剑气漆黑似墨，其上萦绕着一条金色长龙。混元剑体吞噬了叶灵天的灵品玄火剑体，混元剑体进阶了1重天，混元剑体2重天。吼！第2道火龙自漆黑剑体之中呼啸而出，刹那间天地间充满恐怖的剑气，如世界末日一般，让每个人的心头都猛然一悸。这是什么剑体？感受到那滔天剑气的恐怖杀意，叶灵天猛地止住了脚步。这剑体我也没见过，但品阶一定很高，很可能是绝品剑体。叶文善也止住身形，满脸骇然。显然眼前这横空出世的剑体超过了他的认知。绝品剑体！叶灵天嘴角猛抽，怒道：妈的，应该是我吞噬了陈八荒的剑体，让我的玄火剑体进阶到绝品，结果是陈八荒吸纳我的剑体，成就了他的剑体。我叶灵天岂能为他人做嫁衣？今日无论如何，我也要夺回我的剑体。轰！自己无数次吞噬他人剑体，才有了今日的玄火剑体，结果成了陈八荒的踏脚石。叶灵天瞬间失去了理智，竟是运转起叶族的高阶功法，通过燃烧自身血脉之力提高修为。一瞬间，他的修为直接攀升了2级。当即他发了疯般朝着陈八荒冲了过去。少爷！叶文善和叶家人也立刻跟着冲杀而上。咔！陈八荒剑落，脚下束缚阵法瞬间开裂崩塌，紧接着玄天断魂剑猛地一刺，那滔天剑气裹挟着2条火龙齐齐冲向叶家人。轰隆隆！狂猛剑力如滚滚洪水磅礴落下，而叶家所有人皆是死咬牙关，用尽毕生所学，爆出道道气势无边的力量，疯狂抗击这滔天剑气。砰砰砰！仅仅是一瞬间，叶家人所有的抵抗全部被摧毁，当即被狂暴的剑气疯狂爆锤，身躯猛烈颤抖，甚至是被撕得开裂，当即皆是倒飞出去数百丈远，重重砸地，生死不知。而叶灵天和叶文善即使是凝聚所有灵力抗击，依旧是被2条火龙狠狠拍在地上，多处骨头断裂，甚至是经脉大受损伤噗噗。2人灰头土脸，颇为狼狈，感觉胸口发闷，皆是吐出一口鲜血。现场瞬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每个人的激烈心跳声
隐约可闻，一剑秒了叶家所有人，在场众人无不惊骇的头皮发麻，汗毛都竖了起来。小小倾城，不可能出现你这种人，你背后一定有高人，你到底是什么来路？陈八荒的表现完全超出了叶文善的认知。我背后是王母娘娘。陈八荒戏谑一笑，混元书中女子，我是王母娘娘。陈八荒目光看向叶灵天，一步上前，手中的剑直接落下，扑哧一声将叶灵天死死钉在地上。你叶家指使陆山海害我陈家，目的是拿走一个黑盒子，那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说。叶灵天疼得发出凄厉的尖叫，他再次看向陈八荒时，眼中的狂傲之色全无，有的只是深深的忌惮。眼前这个小城少爷远比他想象的要强大的太多，但他心中极为不甘，怒吼道：我可是叶家的叶少，你威胁我，你觉得你配吗？你敢杀我吗？你若杀我，我爹能将你以及整个倾城碾成尘土。死鸭子嘴硬。陈八荒抽出剑，一剑斩飞叶灵天的右腿，鲜血汩汩流出，叶灵天疼得死去活来，差点晕厥过去。他做梦也没想到，今日原本是来倾城体验屠杀的快乐，结果现在却被陈八荒如此血腥的折磨。陈八荒目光冰寒，将剑点在叶灵天的喉咙上，最后一次，说还是不说？我说。与陈八荒那冰冷如剑的目光对视，叶灵天平生头一次眼中露出了恐惧，因为此刻他开始相信，这世间真的有人敢杀他。那黑盒子里装的是藏神渊的一张藏宝图。强烈的恐惧情绪催动之下，叶灵天把知道的都说了，只是为了一张藏宝图。陈八荒眼睛微眯，眼中凶狠之色升腾。你们叶家就害死我爹，害死我陈家近100口人。妈的，你叶家杀我陈家100人，我陈八荒就杀你叶家1000人。陈八荒一剑斩下，他要抹杀叶灵天。唰！突然，一道身影猛地扑了过来，此人正是叶文善。他几乎是榨干体内每一个细胞内的灵气，爆出恐怖的力量，死死抱住陈八荒的腿。轰！他单手一挥，将叶灵天推到100丈之外，随后屈指一弹，叶灵天的身躯之下出现一道传送阵法。下一刻，叶文善运转秘法，推动丹田自爆。他打算将叶灵天传送回叶家，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与陈八荒同归于尽。陈八荒，我知道你在找杀你爹的那个白袍人，哈哈，那个人就是我。当年我奉家主之命去劫杀你的父亲，在临死前，他像狗一样哀求我不要回陈家杀你，祈求我放过你。现在想起来真是过瘾，老子现在就带你下去见你那死爹，哈哈！叶文善狰狞大笑。轰！下一瞬，他的丹田爆裂开来，汹涌的灵气形成极为恐怖的冲击波，轰杀向陈八荒。丹田自爆的威力毁天灭地，众人皆是骇然无比地看着场上突然发生的危机。唰！这一瞬，陈八荒运转起霸世吞灵诀，刹那间，陈八荒每一寸肌肤都疯狂吸收冲击过来的强横灵气，吸收速度之快，竟是让的叶文善丹田自爆的威力瞬间消失。非但没炸死陈八荒，还将自己一身灵气送给了对方。叶文善震惊的瞳孔激战，自爆都没炸死你，你到底修炼了什么妖功？弥留之际，叶文善无比愕然。少废话，下去给我爹下跪道歉去吧。陈八荒手起剑落，一剑削掉了叶文善的头颅。嗡！而这时，叶灵天所在的阵法已然启动，他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趴在血泊之中的他，冲着陈八荒狰狞大吼：陈八荒，你给我等着，老子一定会卷土重来！唰！陈八荒一步踏出去100丈远，闪到传送阵前，当即巨剑直线落下。而这时，叶灵天也随之消失。这一刻，叶灵天深深松了口气，他终于逃出了升天。噗嗤！就在阵法闭合的最后一瞬间，玄天断魂剑到了，锋利剑尖自叶灵天后门刺入，从其裤裆穿出。操！叶灵天瞳孔骤缩，全身一滞，后面血淋淋，前面命根子也被切断了，无法形容的痛苦让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给他带来无限快乐的命根子没了。这一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下一刻，他出现在了叶家，胯下传来的剧痛让他发出刺耳的吼声：快来人，快救我，我要死了！闻声，叶家人陆续跑了过来，看到倒在血泊之中的叶灵天，叶家人皆是震惊的不知所措，当即赶紧将其抬到房中，并立刻通知叶云。而叶云刚刚从京城归来，此次京城一行，他花费了1000多万灵石，为自己儿子仕途铺平了道路。皇朝一位大臣已经答应，等到叶灵天坐上青城城主位置满1年，朝廷立刻将其调到京城担任要职。因此，当迈进叶家的时候，
叶云的脸上还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叶家又要出一位大人物，而此人还是他的儿子，他怎能不高兴？家主，少爷突然被阵法传送了回来，他受了重伤，现在正躺在房间里。大长老看到叶云回来，立刻冲上去说明了情况。什么？叶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片刻后才是回过神，当即身形化作一道虚影，掀起一道气浪，直冲向自己儿子的房间。凌天看到儿子断臂断腿，胯下全是鲜血，整个人奄奄一息，气若游丝。叶云心疼的全身猛烈一颤，眼前一黑，险些站不住。凌天，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快告诉爹！叶凌天用力转动眼珠，看到一脸焦急的父亲，眼泪瞬间流了出来。他咬牙，用尽力气道：是陈八荒那个混蛋，他杀死了我们的人。最后，叶文善为了救我，他自爆了丹田，而我被传送了回来，是陈八荒干的。叶云一脸不可置信，陈八荒不过是边陲小城的小人物，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力？杀掉叶家人，而且经验老道的叶文善也被杀了，错愕至极。但事实就摆在眼前，叶云震惊之后，脸上的怒意也瞬间升腾了起来。爹，陈八荒不仅断我手脚，还夺走了我的玄火剑体，更废了我的命根子。爹，一定要替我报仇！叶凌天脸色惨白，一脸生无可恋，与之前出发去青城意气风发的样子相比，判若两人，心如刀割。叶云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体内灵气汹涌而出，冲击的整个房间激颤起来。我要将陈八荒做成肉泥喂狗，我要将青城夷为平地。他转身对一旁的大长老怒道：集结叶家所有修士，我现在就要赶往青城。家主，大长老似是有自己的想法，鼓起勇气道：陈八荒早晚会死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比为我儿子报仇还重要？叶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葬神渊，大长老深吸一口气道：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葬神渊出现了天地异象，这说明葬神渊遗迹提前开启了，提前开始了。叶凌天颇感意外，葬神渊乃是诸多大能者陨落之地，进而名为葬神渊。由于有太多的天才在那深渊之中陨落，导致葬神渊成为了一处危机凶险与天才地宝并存的遗迹。葬神渊每年自动开启一次，时间从未有错，这次提前开启倒是令叶云感到很蹊跷。但既然葬神渊要开启，那么他确实该放下为儿复仇一事，毕竟他手里可有着葬神渊的藏宝图。大长老继续道：家主，据传这葬神渊此次开启有着一位陨落大能者留下的绝世至宝，若是我们找到至宝用在少爷身上，那么少爷很有可能重获新生，实力更是能回到巅峰。快为我找回那至宝，我要恢复，我要变得强大，我要弄死陈八荒那个王八蛋！叶凌天兴奋大吼。叶云信誓坦坦道：儿子你放心，老爹一定能让你再次强大，弄死陈八荒随时都能做到，获得至宝的机会可只有一次。叶云决定去葬神渊，但他也眼睛微眯，喃喃道：葬神渊内险境重生，而且有诸多强者，若想十拿九稳，看来我要联系一下我那在凌云剑宗的师兄了。青城，此时城内一片欢腾，恶魔叶凌天被陈八荒打得狼狈而逃，青城人因此躲过一劫。虽然众人都知道叶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疯狂的反扑，但此刻活下来总比死去要好得多。在这以武为尊的世界，作为弱者要时刻准备着被强者灭掉，这是一种悲哀但也是残酷的生存法则。而让青城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虽然是弱者，但却有着一位强者陈八荒为他们撑腰。傍晚时分，有两道人影出现在陈家，正是顾成坤和顾倾城。陈公子，我们又回来了。顾成坤冲陈八荒拱了拱手，老脸上满是尴尬。当初陈八荒让他投靠，给他机会，他没有接受，结果今日厚着脸皮来投靠，这实在是太打自己的脸。顾倾城美眸之中则全是震惊，因为他亲眼看到陈八荒一剑击败叶凌天和叶文善。陈八荒惊艳的表现让顾倾城叹为观止，内心深处不禁生出仰慕之情，这导致此刻他面对陈八荒，心跳竟然加速起来。强压心中的惊慌，他微微一礼：陈少，我们的宗门被叶家灭了，得罪叶家相当于得罪了大周皇朝许多势力，我们走投无路，所以来投靠陈少。顾倾城不像父亲那般顾及老脸，不愿说出实情，他则是和盘托出。陈八荒微微点头，但他的目光越发犀利，看得顾成坤二人心中生寒。我与叶凌天、叶文善一战，当时你们就在人群中观战，对不对？陈八荒忽然开口。闻言，顾成坤脸色一紧，点头道：是的。陈八荒又问：既然决定投靠我，
当时你们不出手是为什么？这……顾成坤脸色极为难看。当时那种情况，不出手相助，确实说不过去。而他不出手，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私心。爹，咱们错了就得认。顾倾城直接道：陈少，当时我爹不出手，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叶家，我爹对你没有信心，求生的本能让他在那一瞬间懦弱了，所以他没有出手相助。闻言，顾成坤脸色铁青，他白了眼女儿，心中暗道：把实话都说出来，不仅自己没面子，还会惹得陈八荒不高兴。可陈八荒却微微一笑：我喜欢坦诚，若顾倾城不说出这般肺腑之言，我绝不会收留你们。顾成坤，他老脸通红道：陈少，当时我确实害怕，但以后绝对不会了，以后我会和你并肩作战，不顾生死。陈八荒点头，他想了想道：投靠我，你们需要一个具体的职位。顾成坤眉头皱了皱，什么职位合适呢？难不成我们都成为陈家的供奉？陈八荒摇了摇头：你做我陈家的护卫统领。护卫统领？顾成坤嘴角扯了扯，他可是神玄门的门主，如今成为一小家族的护卫统领，这让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但他很快释然，因为当初他选择站队叶少，结果被叶少坑了，惹来杀身之祸。那么今日的所有恶果，他都要自己承担。于是他释然笑道：今日起，我就是陈家的护卫统领，负责陈家的安全。那我女儿做什么呢？顾成坤问道。陈八荒问顾倾城：你会什么？什么都会，我可以叫人修炼，也可以配药炼丹，甚至下厨做饭。顾倾城语气中略显骄傲。都可以。陈八荒眼睛一亮：那你做我的厨娘，每日为我做菜吃。厨娘？顾倾城表情古怪，嘴角扯了扯，不可思议道：你让我一个天灵镜做你的厨娘？天灵镜做厨子，这已经不能用暴殄天物来形容了。如果你不愿意，还有别的职务。陈八荒笑道：只要不做厨娘，其他都可以。那我少一个贴身丫鬟。陈八荒嘿嘿笑道。顾倾城，他喉咙滚了滚，无语地看着陈八荒：那我还是做你的厨娘吧。随后他看向父亲顾成坤，二人相视，无奈地撇了撇嘴。昔日叱咤风云的父女，一个成为了陈八荒的护卫，一个成为了陈八荒的厨娘，这实在是心酸。但父女二人心中也明白，是他们想杀陈八荒在先，结果因此惹来叶家的杀机。如今陈八荒能收留他们，和他一起对付叶家，为自己博得一线生机，他们已经算是幸运。顾成坤又道：陈少，在青城外还有我几百名神玄门弟子，他们也是跟随我而来，陈少如何安排他们？陈八荒问道。他们忠诚吗？顾成坤拍了拍胸口：绝对忠诚，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弟子。陈八荒爽朗道：那就全收。顾成坤大喜，拱手道谢。随后他脸色微凝道：陈少，我得到消息，藏神渊上空今日出现一轮血月，这是异象，说明藏神渊即将提前开启。藏神渊提前开启？陈八荒一愣，他忽然想起叶灵天所说，那黑盒子中所装的正是藏神渊的藏宝图。如此说来，叶家定会拿着这张藏宝图进入藏神渊。看来这藏神渊，我必须要去一趟。顾成坤道：陈少，藏神渊每年都准时开启，而今年却提前整整1个月，我感觉这其中有诈。陈八荒想了想道：不管怎样，我一定会去，因为叶家去，我就一定会去。顾成坤眉头紧锁，担心道：陈少，此次叶家家主叶云一定会亲自出马，他的实力可远比叶灵天、叶文善要强大的太多，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陈少一定要三思。藏深渊以后还会开启，但陈少的命只有一次啊。顾倾城也凝重道：此次叶云一定会带着叶家精英集体出战，而且你杀了叶家人，废了他的儿子，他若是见到你，必会分外眼红，一定会将你置于死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以后再和他硬刚也不迟。陈八荒微微颔首，目光真诚地看着二人：我知道你们所说都是肺腑之言，但叶云是害我陈家，杀死我爹的幕后主使，而那藏宝图更是我父亲之物，我一定要为父亲报仇。而且就算我避其锋芒，但他从藏神渊归来，得到至宝，他也必定会对我进行疯狂的反扑，到那时候我们会更加被动。所以不如我进藏神渊，寻找机会与其一搏，若是运气好，没准能得到藏宝图上的至宝。闻言，顾成坤和顾倾城皆是沉默，他们深知陈八荒这是在安慰他们，从叶云手里抢夺至宝无异于虎口夺食，而且叶云这只虎还非常可怕，九死一生不准确，陈八荒是十死无生。好了，我意已决。陈八荒拍了拍二人肩膀：既然陈少如此坚决，那我们陪你一起去。顾成坤攥拳道：
虽然他知道陈八荒葬神渊之行很难活着回来，但他非常佩服陈八荒的气魄，于是想与之同行。可陈八荒却摇了摇头：“你们守家即可，毕竟我不在青城，若是有强敌来偷家，那就得不偿失了。你要一人独自前往？”顾成坤不可思议道。在顾成坤看来，他带上神玄门所有人与陈八荒一齐前往，都不是叶家的对手，那么陈八荒一人去，更是希望渺茫。顾倾城更是惊讶的连连摇头：“陈少，葬神渊开启会吸引大周皇朝许多势力前往，甚至还有皇家的人，而且这些势力都是结队前往，并且强者如云。陈少一人单打独斗，最终想夺得宝物，这几乎是做不到，而且很可能活不成。”闻言，陈八荒却笑了，反问道：“如果你们二人连带神玄门所有人与我一起进入葬神渊，结果如何？”闻言，二人沉默。答案很明显，即使他们都跟着去，不被叶家灭，也会被其他势力灭，甚至是死在葬神渊中的险境中。陈八荒微微一笑：“既然一起去，和我一个人去可能是一个结果，那何必搭上你们？不让我们去送死？”顾成坤二人内心有着一丝感动。陈少放心，你不在青城期间，我一定守住陈家和姬家。顾成坤拱手道。顾倾城也道：“既然我是厨娘，那我去为你做一顿饭。”他做梦都没想到，几天前陈八荒还是他击杀的目标，今日竟然给其做饭。世事难料。2个时辰后，陈八荒酒足饭饱，他拍了拍顾倾城的肩膀：“你确实是个好厨娘。”顾倾城嫣然一笑：“既然喜欢，那你以后多吃。”“一定。”陈八荒微笑点头，离开陈家，来到了姬家。此时已经是深夜，姬明月早已入睡。陈八荒看着床上沉睡的美人，脸上满是笑意，轻轻拉开被子，顿时一愣。姬明月那丰满白嫩的身子，竟是穿着一件黑色纱质睡衣，这将她性感的身躯勾勒得更加妖艳欲滴。很明显，姬明月猜到可能陈八荒半夜赶过来，于是睡前穿上了这迷人的睡衣，眼前春色煞是迷人。陈八荒自是不会放过机会，他钻进被窝，抱住那温润的身子，嘴唇吻住睡梦中的姬明月。官人。姬明月一惊，睁开朦胧美眸，看到自己的男人压住了自己，表情一阵发懵。而这时，陈八荒开始了双休深深的缠绵，一直持续到3更天。陈八荒疲惫的翻身躺在了床上。官人，你一定要去葬神渊，对不对？姬明月脸带忧色。陈八荒点头。姬明月红唇紧抿，那你一定带上噬魂灵狐。为何？陈八荒纳闷。我进入过葬神渊试炼，其内煞气横行，时刻侵蚀人的身体，这极大的消耗修士灵气。而噬魂灵狐主修煞气，它在你的身旁，可以帮你吸走你周身的煞气，而且它是灵宗镜，在关键时刻也可帮你一把。而我在青城有神玄门的人保护，所以官人大可放心。闻言，陈八荒微微颔首。显然，姬明月早就经过了深思熟虑，但其实他体内的混元剑体可散发出纯阳剑气，驱赶煞气，完全不需要是神灵狐。但多一个灵宗镜的帮手，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再次抱紧怀中女人，陈八荒在其脸颊上深深吻了一下。这等好老婆，他自然要好好疼爱。待到姬明月沉沉睡去，陈八荒打开山河图。虽然他境界近期飞升，但山河图东北角的葬神渊依旧没有显现出来。你还需要晋级2级，踏入9级灵宗境，才能看到葬神渊。女子提醒道：“马上就出发，如何在短时间内晋级2个小境界呢？”陈八揉了揉眉间，他忽然想起了叶灵天的那件。作为一个2代，叶灵天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女人的贴身亵衣多达1000件，各种春药更是不计其数。打开叶灵天的那件，陈八荒彻底愣住。这家伙真是个淫棍啊！陈八荒惊呆了。随后他看到整整450万灵石以及一株灵植，这颗灵植通体水蓝色，散发着微微的能量波动。3阶灵直凝灵蓝，这可是用来冲击瓶颈的上好灵植，在大周皇朝都一株难求，不愧是2代。陈八荒颇为满意。之后他又在叶文善的那界中找到200万灵石，一共550万灵石，一株3阶灵植。这等修炼资源，在混元塔中修炼2个月，应该能晋级。轰轰，塔中2个月，全身泡在灵犀中，陈八荒夜以继日的修炼，终于是冲破了瓶颈，接连突破，踏入9级灵宗境。这一刻，他全身的气息比之前又是强横了许多。打开山河图，随着地图范围扩大，陈八荒终于看清了葬神渊。如黑洞一般的巨大山谷，其内散发出滔天煞气，立在近处，能清晰地听到深渊之中传出的鬼泣之声。无数天才陨落之地，但又是无数修士趋之若鹜，试图在其中找到绝世至宝的神秘遗迹。危险与机遇并存，无数修士因此丧命，
极少数人一步登天。此时的藏神渊冒出滚滚红色雾气，其上则是显出一轮红月，而每每有这种异象，代表着隔绝藏神渊的结界即将消失。刷刷刷，立在藏神渊外，无数道修士的身形在结界消失的一刻，都是身形爆射向进入藏神渊的通道。很快，有着近万名修士身形没入血雾之中。我们不要进去，里面煞气太重。50多道身影停在了通道前，为首的一位身穿黑甲的强壮男子沉声道：“帮主，那我们做什么？”众手下一脸纳闷。黑甲男子笑道：“藏神渊里面一定会杀个你死我活。我们黑屠帮在大周国宗门排行榜不过是30名的存在，进去也是当炮灰，所以我们在这里守着，截杀散修，夺他们身上的修炼资源。等到里面杀的差不多了，我们再进去捡现成的。”帮主真是大智慧之人。众手下立刻随声附和道：“既然强的打不过，那就欺负弱的，夺取弱者资源。”顿时，众弟子来了兴趣。而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是一位身穿白衣、头戴斗笠的女子。女子身材婀娜，气质绝尘，清风浮动，白纱飘飘，女子宛若仙子一般。她脸上蒙着一层面纱，只露出一双绝美水眸。尽管如此，她看上去依旧美得不可方物。这妞儿真漂亮。黑甲男子直接看傻了眼，口水都快流出来，随后嘴角勾起得意弧度。这女子独自一人，明显是个散修。此时四周也无他人，若不拿下这女子，岂不是白白浪费老天给的机会？于是他一步上前，拦住女子的去路，笑道：“美人，站住！”白衣女子皱眉，抬头看向黑甲男子：“干嘛？”黑甲男子冷笑：“老子缺一个漂亮女人做帮主夫人，我看你不错，你就做我媳妇吧，成为我的女人，我不会亏待你。你可以成为我黑屠帮主夫人，当然，你身上若是有宝贝，也得归我，毕竟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男人。”白衣女子脸色阴沉道：“这里可是大周的土地，有着大周律法，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还敢做这种歹事？歹事！”玄袍男子哈哈大笑：“美女，这可是藏神渊，在这里没有律法，只有强者和弱者之分，弱者就得被干，而你今天就得被我干。”男子淫笑起来：“放肆！”白衣女子气得脸色铁青，怒道：“你居然敢对我说这种污秽之话！”黑甲男子得意大笑，说了又如何？我已感知出你是天灵境，而我可是灵宗境，你如何和我斗？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做我的女人吧。轰！黑甲男子全身气焰高涨，滔天威压将白衣女子笼罩，一副吃定白衣女子的得意模样。藏神渊不是寻宝之地吗？怎么还有人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讥讽声自远处响起，当即一位玄袍青年走了出来，此人正是陈八荒。黑甲男子眉头皱起，目光凶狠地瞪着陈八荒：“怎么着？你要英雄救美？”陈八荒冷笑：“不可以吗？一人打我们50人，你是喝多了还是假丹药吃多了？夺我们老大女人，哈，你就等着被我们老大收割吧。”黑屠帮众人讥讽笑道。黑甲男子打量着陈八荒，对方衍生一看就是犄角旮旯跑出的生瓜蛋子。他不屑冷哼：“我最讨厌你这种不知死活的装逼货，坏我好事，想以此的美人芳心，老子今日就将你吃！”黑甲男子的话还没有说完，陈八荒单手猛地一挥，一道剑气自掌心爆发，噗！下一瞬，黑甲男子的头颅直接冲向了天空，一剑秒杀灵宗境，全场瞬间哗然。黑屠帮众人戏谑之声戛然而止，皆是无比惊骇地瞪着陈八荒：“老大就这么死了？”众人脸色大变，额头瞬间冒出冷汗，当即转身就跑。这些人可不是傻子，帮主可是灵宗境，结果被对方瞬杀，他们才不相信联手就能干死陈八荒，于是纷纷没命逃窜。嘘！噬魂灵狐突然自某个角落爆射了出来，他上蹿下跳，犀利的爪子不断洞穿众人的喉咙。10几瞬息之后，黑屠帮50多人命丧当场，他们临死才幡然悔悟，还没踏进藏神渊，就被这无名青年给收割了。早知如此，就不听帮主这个王八蛋的话了。白衣女子一脸讶异，因为陈八荒干脆利落的出手，着实让她吃惊不小。但她笃定这玄袍青年定是看上她的美貌，想博得她的好感才会出手。谢谢你救了我。虽然知道对方目的不纯，但白衣女子还是表示了感谢。可陈八荒根本没看白衣女子，只顾收集尸体上的那件320万灵石，丹药400多颗，一阶灵值6株。黑屠帮还是挺富有的。陈八荒满意一笑，看向白衣女子：“不必谢，我救你也是因为看上了这些人身上的修炼资源。”说完，他直接转身离去。白衣女子，她瞪大美眸，满脸尴尬：“我轩辕九哥的容颜
还不如这点修炼资源有吸引力吗？轩辕九哥眼中满是不爽，他甚至怀疑陈八荒取向有问题，否则怎么会对他这个大美女没有丝毫的垂青之意？但他也并未露出不满之色，毕竟此次进入藏神渊，他瞒着族人悄悄来的，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而看到眼前的陈八荒，他美眸一亮，这个突然闯入的家伙，一人灭了黑屠帮，还算有点本事。以此人做挡箭牌，进入藏神渊，那么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他开口道：“等一等。”陈八荒止住脚步：“啥事？我们一起结伴进入藏神渊如何？”轩辕九哥直接道：“可以。”陈八荒爽快答应。轩辕九哥得意一笑，按道他的邀请，又有哪个男人能拒绝？看来之前陈八荒那毫不在意都是装的，但我收费100万灵石，童叟无欺。陈八荒咧嘴笑道：“轩辕九哥。”他满额头黑线，极为无语地看着陈八荒。他这种大美女肯一同前往，换做他人会立刻献殷勤，可眼前这个家伙居然收费，这家伙绝对是个弯的。100万灵石，你狮子大开口。书中女子道。陈八荒笑道：“一般家族大小姐哪会独自一人闯藏神渊？这女子定是某个超大家族的任性大小姐，不知死活，只身闯藏神渊，让我保护她，我自然得收高额保护费。”女子道：“拒绝做舔狗，漂亮，给你。”轩辕九哥扔给陈八荒一枚那戒，略带愠怒道：“这里面有120万灵石，都给你了，但你得保护我安全。”区100万灵石对他来说确实不值一提，而且还能雇个保镖，他认为很划算。成交。陈八荒将那戒收入囊中，笑道：“哼，你最好别让我出事，否则灵石全部退回。”看到陈八荒这副贪婪的嘴脸，轩辕九哥不爽地哼了一声：“放心，只要灵石到位，什么都能到位。”陈八荒嘿嘿一笑，唰，二人踏入藏神渊，血色煞气扑面而来。陈八荒扫眼望去，藏神渊内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其上墓碑林立，形成一片片墓碑林，每一个墓碑代表着一位超级强者的陨落，而一座座墓碑散发着道道血红煞气，让得整个藏神渊煞气缭绕，怨气冲天。这么强的煞气，轩辕九哥立刻用灵气抵御，而他看向陈八荒，顿时一愣。陈八荒周身涌动着火焰一般的气息，而这气息似是煞气，极为忌惮，不敢靠近陈八荒。混元剑体散发出的剑气是纯阳剑气，可轻松驱赶煞气。你还有这神通？轩辕九哥颇感惊讶，他明显感知出陈八荒体内的剑体绝非凡品。陈八荒笑道：“你也可以轻松拥有此神通。”轩辕九哥一愣，好奇道：“如何拥有？我抱着你，这样煞气也不敢靠近你。”陈八荒一本正经道：“轩辕九哥，调戏本宫。”这一刻，他真想告诉陈八荒自己的身份，这样陈八荒才会意识到调戏他轩辕九哥是死罪。哗啦！突然，前方一座墓碑之下的土地陡然开裂，当即竟是自其内陆续爬出近100具僵尸。这些僵尸身躯僵硬如木，脸色如白纸，双瞳直勾勾盯着墓碑前的10几人。这10几人刚刚试图打开墓碑，看看旗下是否有什么宝贝，结果引出100具僵尸。傀儡师为首一人一脸恐惧，喊道：“这是这坟墓主人死前用手段凝聚的傀儡师。”嘶嘶，100名傀儡师喉咙发出异响，身上腐烂气息不断升腾。70地灵境，30天灵境，100名傀儡师如成群蝗虫一般扑向这10几人，将其撕扯啃咬。在凄厉的惨叫声中，10几人被傀儡师全部抹杀。轩辕九哥怔住，能凝聚出这么多傀儡师，这说明这坟墓主人是位超级强者，他坟墓中必然有好东西。好东西，那我要定了。双目放光，陈八荒提剑冲了上去。一人去。轩辕九哥极为无语，喊道：“傀儡师无知觉，爆发力强，你砍掉他们脑袋，他们都会继续攻击你，可比那黑屠帮厉害多了。小心贪心丢了性命，生命力这么顽强，那就不留他们全尸。”陈八荒淡淡道。轩辕九哥撇嘴，口气不小。嘶嘶，傀儡师们目光转向陈八荒，似是感知到陈八荒的气息不一般，他们单手一挥，猛吸周遭煞气，凝聚成一柄血剑，齐齐朝着陈八荒冲了过来，气势和杀气比之前更为凶猛。干他们！陈八荒一挥手，噬魂灵狐瞬间闪现，娇小身躯直接冲进了傀儡师中，而陈八荒手持玄天断魂剑，一剑斩杀过去。刹那间，滔天剑气裹挟纯阳之气汹涌而出，瞬间撕碎10几个傀儡师。吃吃吃吃，一人一灵兽疯狂杀戮，100名傀儡师皆是被撕成碎片。叽叽，
噬魂灵狐击杀傀儡师，在其尸体内获得了大量煞气精华，而修煞的他疯狂吸纳煞气精华，修为节节攀升。轩辕九歌看到一人一兽杀得如此凶猛，他喉咙滚了滚。嘶！突然，坟前裂口之处陡然冒出一道巨大的身影。此人身形极为魁梧，全身没有一丝血色，但全身煞气翻滚，杀意滔天，一个超大的傀儡师，而且是3级灵宗境傀儡狮王。轩辕九歌皱了皱眉，如此推断，死在这坟墓中的强者至少是灵王境。咔咔，傀儡狮王迈着僵硬的步伐，手中煞气凝聚成一柄血斧，朝着陈八荒冲杀过来。陈八荒双手抱在胸前，微微一笑，还耍帅，他可是傀儡狮王。轩辕九歌白了眼陈八荒，做大事要淡定。陈八荒淡淡一笑，看向噬魂灵狐，高声道：干死他！轩辕九歌他嘟嘴哼道：原来是让灵兽打。嘘！噬魂灵狐化作一道白光，纵使对方高出自己3级境界，他毫不犹豫冲了上去。毕竟体内有着陈八荒的封印，他不敢不听话。唰！一瞬间，他身形陡然膨胀，又变成一只全身血色的巨狐。撕拉！噬魂灵狐全身煞气滔天，杀气腾腾，如洪水猛兽一般，与傀儡狮王厮杀了起来。你的灵兽比这傀儡狮王可低了3级境界，你不担心他会战死吗？轩辕九歌问道。毕竟灵宗境级别的灵兽将其收服可是很难得的。陈八荒却不以为然，要想让他变得更强，就得让他千锤百炼。砰！噬魂灵狐砸在了陈八荒的脚下，双眼尴尬地看着陈八荒，他被打了回来。陈八荒！轩辕九歌哈哈一笑，就是这么锤炼的。陈八荒一脚将噬魂灵狐踢出去，再战。叽叽！噬魂灵狐似是受到刺激，作战瞬间勇猛起来，几番厮杀，虽然身中2伤，但他也将傀儡狮王撕成了2半。紧接着，他疯狂吸收傀儡狮王体内的煞气精华，唰！狂暴气息自噬魂灵狐体内爆发出来，他接连晋级，最终踏入2级灵宗境。叽叽！噬魂灵狐雀跃无比，窜到陈八荒脚下，开心叫着：修士进入藏神渊都是修炼自身，我看你是专门让你的灵兽修炼。轩辕九歌撇了撇嘴，陈八荒嘿嘿一笑，转身一剑轰开坟墓，当即自坟墓中闪出一个大箱子。箱子弹开，陈八荒赫然看见2株散发着淡紫色光芒的灵参，3阶灵植紫玄灵参，一株价值至少400万灵石。陈八荒大喜，这紫玄灵参属于我们。就在这时，一道充满霸道口吻的冷声自陈八荒身后传来。陈八荒转身望去，赫然看见10几道身影，这10几人身后背着青剑，一脸肃杀，为首的是一脸嚣张之色的青年。此刻这青年嘴角噙着得意，目光睥睨地看着陈八荒。陈八荒皱眉，你是哪根葱？葱！青年嘴角抽了抽，沉声道：我是凌云剑宗内门弟子李潇，今日这一片区域出现的宝物都要归我们凌云剑宗，归你们凌云剑宗。陈八荒脸色变得冰冷，凭什么？凭什么？李潇冷笑，而他身后凌云剑宗一众弟子更是不屑大笑起来。土鳖，你是不是山里来的？居然没听说过凌云剑宗。李潇鄙夷道，我敢站在这里，当然凭的是实力。凌云剑宗在大周皇朝宗门排行榜上是第9的存在，而且老子我还是凌云剑宗长老之子。你一个小小散修，想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拿走藏神渊的天才地宝，你这个井底之蛙还真是有勇气。不过李潇将目光转向轩辕九歌，顿时一愣，眼前这位蒙面女子站在那里，美得犹如画中走出来的仙子一般。他惊讶道，没想到小小散修的女人居然长得这么俊俏。他看向陈八荒，冷笑道：2颗紫玄灵参给我，你的女人归我，你做我的狗，今日你可活。虽然陈八荒刚刚击杀了近100个傀儡师，战力不凡，但李潇根本没将陈八荒放在眼里。毕竟他来自凌云剑宗，这等高贵身份，陈八荒这种小散修给其10个胆子也不敢动他李潇，何况他还是一位3级灵宗境强者。所以他今天吃定了陈八荒这个散修，他甚至脑中开始想象今晚如何玩弄眼前这个绝世美女。唰！就在这时，陈八荒什么也没说，一步上前，身形瞬间来到了李潇的面前，手起剑落，赤！一道冷光扫过，李潇的头颅直接冲上了天空，直接秒杀。凌云剑宗一众弟子震惊的全身发麻，呆若木鸡。你敢杀3长老的儿子？你他妈真的是活腻歪了！一名弟子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伸手指着陈八荒大骂。噗！下一刻，他的头颅也直接飞了出去。妈的，这人就是个疯子，
快反击，将他拿下！凌云剑宗弟子还从未见过报上名号，对方还敢动手的，而且还杀了长老之子。当即，凌云剑宗一众弟子手持青剑，朝着陈八荒爆射了过去。轰！陈八荒一剑斩下，体内混元剑体瞬间爆发，滔天剑气如洪流一般落下，当即这些人的身躯被撕得粉碎。只是一剑，便将凌云剑宗10几人全部抹杀。轩辕九哥，他美眸瞪圆，不可置信地看着陈八荒。凌云剑宗有多强大，他比陈八荒清楚得多。可陈八荒就这么把其弟子杀得干净，不怕惹火烧身吗？这一刻，他脱口而出：“你到底是谁？师从何处？”陈八荒有实力，更有魄力，但这个人他却从未听说过。没师傅就不能修炼吗？陈八荒笑道：“你说话可真拽。”轩辕九哥狠狠白了眼陈八荒，陈八荒毫不在意，哈哈一笑，随后将紫玄灵参以及李潇等人身上的那戒收入囊中，转身朝前走去。前方的区域更为广阔，陈八荒时不时就会看到成群结队的修士在围着一座坟墓与傀儡师厮杀，惨叫声不绝于耳。而一路走过去，他至少看到数百名修士惨死在墓碑前，实力足够强大，杀死傀儡师就能获得大量修炼资源，反之被杀就只能化作一道煞气，好似冤魂野鬼一般，永远游荡在这里。贪念让大多数人都选择性忘记危险，以为自己是幸运的那个人。而这一路，陈八荒都在寻找叶云。在来之前，他仔细看过了叶云的画像，所以若是叶云出现，他能立刻认出来。但一直到走到藏神渊深处，足足收割了10几座陵墓内的天材地宝，他都没有发现叶云。而走到最深处，他看到前方有着一面巨大的结界，而结界入口处有着近1000名修士。透过结界，陈八荒看到其内有着一座座比外面高大数倍的墓碑，这些高碑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前方是圣墓园，在那里陨落的强者都是来自上界的大能者。3年前，上界一位剑帝名为凌霄剑帝，据说他的一道残躯在此陨落。说到凌霄剑帝，轩辕九哥眼中有着向往。上界剑帝啊，那是何等强者的存在！我的残躯陨落在这里。陈八荒皱眉，他想起自己在混元魔渊前与3大女帝厮杀，中了偷袭，一只手臂飞了出去，没想到自己的手臂居然落到了天武大陆的藏神渊。滚开！这圣墓园实力达不到灵王境，别想进入。守在门口的100多人拦住了想进入圣墓园的修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一名修士愤怒道：圣墓园内的天材地宝远比外面的要好得多，道场近1000名修士好不容易闯到了这里，自然是想进入圣墓园寻得至宝。但拦路之人中，一位背着青剑的高大男子沉声道：此次圣墓园只有我们凌云剑宗叶家才能进入，又或者是灵王境强者，其他人不得入内，否则杀无赦。显然这100多人来自凌云剑宗和叶家。闻言，众修士颇为不满，愤怒大喊：凭什么？高大男子冷笑：凭我们凌云剑宗和叶家强大，你们想进去也可以，打败我们随便进，我们不拦着。我挑战你！先前站出来质问的那名修士沉声道，当即抽出腰间战刀，亮出了架势。6级天灵境。高大男子鄙夷地看着这名修士：你这垃圾修为都不够给我的剑位血的。噗！高大男子单手一抬，身后青剑化作一道剑芒爆射出去，下一刻对面修士的头颅直接飞了出去。6级灵宗境。这一刻，众人感知出了这高大男子修为，脸上皆是露出畏惧之色。老子可是凌云剑宗的外门执教，在我面前耍威风，真是班门弄斧。高大男子收回滴血青剑，一脸冷笑。众人一剑瞬杀6级天灵境。这凌云剑宗的人不只是狂，而且真的有本事。一时间，现场安静下来，被堵在圣墓园外的一众修士脸上有着深深的忌惮。显然，凌云剑宗和叶家人守在此处，他们谁也没本事过去。看来此次藏神渊之行，凌云剑宗和叶家2家联手，是要吃定了圣墓园里的修炼资源。念及此，众人羡慕的眼睛发红，但谁也不敢再上前挑战。一群杂碎，也想进圣墓园和我们抢宝物，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见众人敢怒不敢言，高大男子得意大笑。强者恒强的世界，弱者就得被强者藐视和欺压。目光转向轩辕九哥，高大男子顿时一愣，眼睛瞬间明亮起来。哟呵，这里还有个蒙着面纱的大美妞啊！藏神渊内没有律法，强者为王，在这里凭实力杀人，更是凭实力征服女人。美女，你戴着面纱都这么美，那我要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是何等神仙之颜。高大男子一脸淫笑，伸手要去解开轩辕九哥脸上的面纱。这个女人，他今日必须拿下。
可轩辕九哥却猛地后退几步，指着陈八荒对高大男子冷笑道：“休要调戏我，他会杀了你。”“杀我？”高大男子看向陈八荒，撇嘴不屑道：“一个小白脸想杀我6级灵宗境？”闻言，凌云剑宗和叶家众人哄堂大笑，一旁其他修士也是暗中摇头。今日这美女怕是要遭大罪了，而这位玄袍青年必会失手分家。小白脸，你的娘们今日注定是我的胯下母狗了，就你这文弱书生模样，还想杀我？高大男子冷笑，伸出自己脖子，嚣张道：“老子可是凌云剑宗的人，我给你10个胆子，你也不敢砍。”噗！一瞬间，一道剑光闪过，高大男子的头颅直接冲上了天空，而陈八荒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一柄巨剑，巨剑之上鲜血淋漓。杀高大男子之人正是他，你们都看到了，是他让我砍的，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种要求。陈八荒耸了耸肩，众人啊，你杀人了！全场众人震惊的呆若木鸡，瞬间哗然，当即都是一脸骇然的看着陈八荒。按道这青年是哪个势力的，这么猛？你是倾城的陈八荒？一名叶家人瞪大眼睛，震惊喊道：“因为陈八荒是叶家的仇敌，此人看过陈八荒的画像。陈八荒就是害得少爷废掉命根子的那个人。”叶家人立刻惊醒，皆是一脸怒然地瞪着陈八荒，全身气焰瞬间涌动起来。此子是家主叶云必杀之人，杀外门执教，真是找死！凌云剑宗众弟子也一脸肃杀，爆出道杀意，死死将陈八荒锁定。一瞬间，百道身影齐齐冲向陈八荒。见此情景，一旁修士立刻闪到一边。百人群殴一人，那这玄袍青年瞬间会被撕成碎片，他们可不想自己被溅一身血。吃！陈八荒面无惧色，化作一道剑影冲进人群，吃！骤然间，凄厉惨叫声随之响起。2大势力组成的百人面对陈八荒的剑，毫无还手之力。其中4名灵宗境皆是被陈八荒斩下了头颅。现场一片尸山血海，百人无一人声，现场瞬间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倾城的陈八荒，众修士想起叶家人喊出陈八荒的名字，脑中都是思索，这个名字怎么没在天骄排行榜上出现过？但他的实力进天骄榜前20都不是问题。我们进去。在无数道震惊目光注视之下，陈八荒转身看向一脸讶异的轩辕九哥。好！轩辕九哥喉咙滚了滚，以他的阅历，自是见过许多超级强者，尤其是大周皇朝天骄排行榜上前10的天骄他都见过，但眼前的陈八荒明显有着进入前10天骄的实力，但他却从未见过此人。他心中不禁暗道，回去好好调查一下陈八荒这个人，没准能为我所用。于是他冲陈八荒点了点头，跟了上去。圣墓园，一片面积辽阔无比的死地，其内天地昏暗，死亡气息极其浓郁，腐烂味道更是扑面而来。放眼望去，稀稀疏疏有着无数巨大的墓碑，每一座墓碑下都躺着一具绝世强者的尸骨。而随着陈八荒灭掉了入口处的凌云剑宗以及叶家人，1000名修士目光猩红地冲了进来，而看到陈八荒，他们瞬间忌惮起来，都是绕着路走，生怕惹了这位狠角色。轰轰！很快，修士们眼中贪婪之色毕露，开始攻击一座座墓碑。墓碑之下可是曾经的超级大能者，其尸骸之中必然有着上乘的天才地宝，又或者是至宝。吃！一座被攻击的墓碑瞬间爆射出道强横的灵力劈链，将周围近100修士全部击杀，哀嚎之声响彻天空。轩辕九哥撇了撇嘴，贪心与实力不匹配，就是这个下场。说着，他自那戒中拿出一张地图，反复对比，指着前方深处道：“凌霄剑地的陨落之地应该就在那里。”陈八荒皱眉：“你进入葬神渊的目的就是寻找凌霄剑地的墓碑？”轩辕九哥点头：“据我调查，凌霄剑地陨落在葬神渊，跟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一柄宝剑，名为凌霄剑。”凌霄剑？陈八荒脸色微变。凌霄剑伴随他一生的剑，直到他被3位女帝打进混元魔渊，凌霄剑才离开他的手。这一刻，陈八荒心中思绪翻滚，心中五味杂陈。而轩辕九哥并未察觉陈八荒的异样，美眸之中反而是有了一丝信任。与陈八荒接触下来，对方几次替他解围，算是不错的保镖，而他又想重用陈八荒，让其成为自己的人。念及此，他贝齿轻咬红唇，忽然开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秘密？陈八荒皱眉。轩辕九哥点头：“此事和你父亲有关。”我父亲怎么了？陈八荒赶紧问道。轩辕九哥道：“据我所知，叶云得到了一张葬神渊的藏宝图，而这张藏宝图据说是倾城一位陈姓家主3年前在葬神渊
偶然遇到凌霄剑帝陨落，他将其陨落之地做成了地图。而你是倾城的陈八荒，想必那位陈姓家主就是你的父亲吧？是的，陈八荒怔住，他没想到那张藏宝图竟是父亲亲手绘制，而且记载的是他前世墓碑之处。而叶云为了得到藏宝图，毁掉了陈家。世道好轮回，陈八荒眼神变得冰冷可怕起来。轩辕九哥看到陈八荒脸色越发严肃，但不知其所想，他直接开口道：你助我得到凌霄剑，我给你莫大的发展机会，以及帮你抹除叶家对你的威胁，如何？抛出橄榄枝。以轩辕九哥的身份，他从未主动对他人提出过如此优越的条件，毕竟平日都是对方对他一脸谄媚的祈求好处。可陈八荒却淡淡道：之前我收了你100万灵石的费用，就是保你走到这里，之后你的事情我不再管。说着，陈八荒朝着圣墓园深处走去。轩辕九哥看着陈八荒远去的背影，攥了攥粉拳，这个木头，他若是知道本公主的身份，他定会直接跪在我的面前。圣墓园最深处，有着数百道身影在大步前行，为首的正是叶云，他手里拿着那张藏宝图向前行进，而他的身旁则是跟着一位鹤发童颜的灰袍老者。此人正是凌云剑宗的3长老李天道，他是叶云的师兄。师弟，你为何这么想得到凌霄剑？李天道和叶云合作，师兄关系是其次，最为主要的，叶云承诺，若是他助其得到凌霄剑，那么凌霄剑地陵墓内的其他宝藏全部归他李天道，很划算的买卖。所以他才命弟子与叶家人一起守在圣墓园外，不让其他修士进入。师弟，你为什么这么想得到凌霄剑？李天道说出心中疑惑。叶云咬了咬牙根，道：不瞒师兄，我儿凌天被一个叫陈八荒的小厮打成重伤，修为尽废，若是得到凌霄剑，便能助我重回巅峰。原来是这样。李天道颇感讶异，敢动你的儿子，那这个陈八荒真是活腻了。我儿李潇若是遇到这个小混蛋，定能将其抹杀，为师弟报此大仇。叶云眼中满是恨意，攥拳道：我是真想亲手杀了陈八荒。李天道哈哈一笑：那我就让我儿将陈八荒活捉送来，让师弟慢慢折磨他。陈八荒注定是个死。叶云点头，跟随地图继续向前行进。很快，他赫然看到一座高达10丈许的巨大墓碑矗立在他们的面前。这座墓碑漆黑无比，其上一个字也没有，仿佛一柄漆黑的盾剑插入地面，而整个墓碑散发着森然且冰冷的气息。超级强者陨落之后，他们体内扩散出来的灵气便是凝聚成了墓碑，而墓碑越大，说明陨落的强者实力越强。站在这巨大墓碑下面，让人不禁感叹，陨落的这位超级强者曾经是多么的强大。这就是凌霄剑帝的墓碑。叶云惊喜道。李天道抬头打量着巨大墓碑，警惕道：凌霄剑帝的墓碑，其内定有机关，又或者有强大的傀儡师，我们要小心。闻言，众人立刻散开，围住墓碑，而叶云则是持剑立在墓碑前，他一剑朝着墓碑轰了过去。轰！剑气滔天，瞬间将墓碑轰得猛烈晃动，最后轰然倒塌。而墓碑之下显现出一个巨大的黑洞。呼呼呼！一瞬间，如血煞气自黑洞中疯狂涌出。戒备！叶云赶紧喊道。众人皆是爆出灵力，双目死死盯着黑洞，满眼紧张。嘶嘶！突然间，自黑洞中闪出10几道高大身影，这些身影皆是面色惨白，全身煞气涌动，一双血目中全是凶厉的杀气，而他们身上的威压更是令人感到窒息。傀儡狮王，这10几道身影全部是傀儡狮王。刹那间，漫天杀气将方圆1000丈范围笼罩，10几个傀儡狮王发出沙哑的喊叫，当即单手凝聚煞气为血色巨斧，如恶魔厉鬼一般冲向叶云等人。我的亲娘！10几个傀儡狮王在很远处跟随陈八荒冲进圣墓园的修士们看到眼前的情景，皆是畏惧的不断后退。10几名灵宗境傀儡狮王可以瞬间要了他们的命。另外一边，陈八荒和轩辕九哥也看到了前方的叶云，不愧是凌霄剑帝的陵墓，居然凝聚出这么强悍的陵墓护卫者。轩辕九哥转身看向一脸淡然的陈八荒，惊讶道：这个凌霄剑帝真是强到了变态的地步，是不是？陈八荒耸了耸肩，可能吧。什么叫可能？凌霄剑帝就是非常非常厉害，我看你是嫉妒他，所以不想承认。哼！轩辕九哥狠狠剜了眼陈八荒。陈八荒自己嫉妒自己，这不是有病吗？场中，叶云和李天道二人脸色微沉，全身气息骤然涌起，皆是身形暴动，冲向傀儡狮王。轰！叶云率先斩下一剑，剑力滔天，粉碎3位傀儡狮王的身躯。而另一边，李天道随着他一掌落下，狂暴掌力冲杀过去，4位傀儡狮王身躯瞬间爆裂，
噗噗噗！仅仅是10几个瞬间，10几名灵宗境傀儡尸王被二人全部抹杀，全场瞬间陷入安静，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尤其是远处那些修士，看到叶云二人轻松碾压10几名灵宗境界，皆是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下巴差点掉在地上。如此恐怖的实力，这二人的修为定是无限接近灵王境，甚至是踏入了灵王境，绝对招惹不得。如此看来，今日这陵墓中的宝藏定是归这二人所有。众人心中一阵羡慕嫉妒，随后众修士将目光看向不远处的陈八荒。刚刚陈八荒在圣墓园入口处那番干脆利落的杀戮，他们还历历在目。当时众人还以为这位玄袍青年也许能压制叶家和凌云剑宗，现在看来，这玄袍青年与叶云二人相比，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场中，叶云和李天道二人相视一笑。叶云笑道：“师兄，你我二人联手，在这圣墓园中，那就是无敌的存在。”李天道哈哈一笑：“那是自然，谁敢挡我们的路，我们就将他当场抹杀。”下一刻，二人将目光皆是转向了那漆黑洞口之处。陵墓护道者被他们杀光，那么陵墓内的宝藏即将显现出来。砰砰！下一瞬，几十个大箱子自陵墓中飞了出来，砸在地上。李天道单手一挥，打开箱子一看，其内全是灵石，粗略估算，至少有2000万颗灵石。哈，果然是大能者的陵墓，宝藏就是丰厚。李天道老脸笑开了花，按照他和叶云的约定，这些灵石将全部属于他，发了一笔横财。李天道激动的脸上的皱纹都散开了，而叶云则是眉头紧皱，他在等待着凌霄剑的出现。哐！就在这时，自黑洞之中又飞出一个巨大的箱子，重重砸在地上。凌霄剑！叶云兴奋的瞳孔微缩，赶紧爆出灵力，猛地掀开箱子，顿时一柄金色宝剑自箱中闪现，悬立在空中。这金剑线条极为流畅，其上光华流动，剑气涌动，雄浑的剑意滚滚而出，让人感到深深的忌惮。嗡！金剑猛地发出一道剑鸣，顿时一道远古气息自剑体扩散开来，雄浑剑气如浪潮一般横扫四方，吹打在叶云众人身上，不仅是皮肤生疼，震慑的灵魂都是激颤起来。这么强横的剑气，这绝对是一柄好剑。李天道赞道：“这就是凌霄剑无疑了。”叶云激动的全身颤抖。远处，陈八荒和轩辕九歌双目皆是死死地盯着那金色长剑，那就是凌霄剑。轩辕九歌绝美眸子之中有着深深的渴望之色，而陈八荒看着那柄金剑，感慨万千。这柄剑陪着他出生入死，在他一次一次杀戮与铸造中成为绝世之剑，而如今凌霄剑随着他的陨落，竟也是躺在了这墓碑之下。想起往事，陈八荒心潮澎湃，脑中不自觉浮现出那3个女人的模样，这让他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轩辕九歌并未发现陈八荒的异样，他认真道：“帮我夺取那金剑，你想要什么？随便你提。”随便提。陈八荒微微一笑：“做我老婆行不行？”轩辕九歌，他黛眉蹙起，眼神变得阴沉，道：“若是你知道我的身份，你就不敢提这个要求了。”陈八荒淡淡看着轩辕九歌，满眼不屑：“能有多牛？难道是公主不成？”轩辕九歌见陈八荒一脸鄙夷，气呼呼道：“被你说中了，本宫就是大周国的公主轩辕九歌。”陈八荒嘿嘿一笑：“公主又如何？我不稀罕。”你！轩辕九歌被陈八荒无赖样子气得小脸铁青，若不是他受了重伤，体内经脉受损，导致修为降低，以他之前实力，一人单枪匹马杀出去都能干翻叶云等人，但现在不行，他只能依靠陈八荒帮他。可这个陈八荒油盐不进，而且还出言调戏他，这让他很是不爽。而陈八荒一脸笑意，他自然看出轩辕九歌有着苦衷，此刻只能靠他，所以他才不会轻易答应。何况对方还是个公主，不肯敲笔竹杠，那他就不是陈八荒。800万灵石，陈八荒正色道：“你付得起，我就帮你。800万灵石都能请8个灵宗境强者帮我了，你真够黑的。”轩辕九歌咬了咬牙，800万灵石虽然他付得起，但那也不是小数目。这陈八荒明显是坐地起价，你这是趁火打劫。实在没有他人帮忙，轩辕九歌气呼呼的拿出一枚纳戒扔给陈八荒：“今日之后，本宫不会跟你有任何瓜葛。如果合作愉快，其实可以继续。”陈八荒赶紧收起纳戒，笑道：“我们现在就过去夺剑。”眼见叶云走向凌霄剑，准备将其据为己有，轩辕九歌催促道，当即拉着陈八荒收敛气息，悄无声息的靠近。一会我去夺剑，你带着你的灵兽冲入人群，吸引他们的火力。轩辕九歌布置好任务，绝美眸子死死盯着悬在空中那柄金剑，喉咙滚了滚。这可是夺剑的关键时刻，他也紧张的不得了。
不过还好有陈八荒吸引火力，做个垫背的。想到这里，轩辕九哥心里稳了不少。砰！就在这时，陈八荒猛地抬脚，一脚踹在了轩辕九哥的翘臀上。轩辕九哥根本反应不过来，身形向前疾驰。事发突然，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轩辕九哥飞到空中，他才意识到陈八荒并未按照他的安排去做，而是先出卖了他，让他率先出现，吸引叶云等人的火力。王八蛋，不讲武德！他转脸看向陈八荒，眼中全是怒火。她可是公主，你算计她？书中女子惊讶道。陈八荒道：公主有啥特殊的？该坑还得坑。女子再次赞道：你是人中豪杰。场中什么人？看到一道人影忽然飞至场中，叶云等人瞬间警惕起来，当即道杀意将轩辕九哥死死锁定。你是谁？看到一位蒙面的绝美女子立在场中，叶云和李天道一脸肃杀。这个时候冲出来，那就是夺剑的。轩辕九哥一脸无奈，若不是父皇不允许他来葬神渊，否则会被逐出皇家，他早就亮出身份。唰！他单脚猛地踏地，直奔凌霄剑而去。他不想开战，拿剑走人就好。虎口夺食，想得美！叶云怒吼，身形爆射，一剑斩下。李天道也紧随其后，一掌落下。至宝之争不能犹豫分毫，必须立刻将对手干掉。陈八荒这个大混蛋！轩辕九哥咬了咬牙根，看向远处，陈八荒早已不知踪影。他心中发誓，事后一定抓住陈八荒，将其阉了，让其做宫中的太监。唰！他自那戒中抽出一柄长剑，硬汉叶云。一瞬间，雄浑威压如洪水般席卷全场。这股威压如圣王降世，气势无边。灵王镜！叶云脸色一惊，手中长剑与轩辕九天狠狠对峙，当即他暴退数百丈。灵王镜！这绝美女子竟然和他是同一境界，而且这女子的实力明显是高出他一截，居然是灵王镜！李天道立刻止住身形，眼睛微眯，满眼谨慎。他对叶云道：师弟，此女来路不简单，我们谨慎对付。当即他看向众弟子道：摆剑阵，困住他。哐！众弟子立刻手捏结印，在轩辕九哥脚下布下阵法，一时间流光闪动的阵法之上升腾出道道剑气。凌云剑阵，阵法内爆出凌厉的剑气，多达数百道。咻咻咻！剑气化作道道银光，从四面八方爆射向轩辕九哥。陈八荒这个王八蛋！轩辕九哥心中对陈八荒的恨攀升到了顶点。若不是陈八荒坑他，他怎么会落得如此的窘境？他用力一剑斩下，瞬间粉碎近百道剑气。而这时，叶云和李天道两张狰狞的脸出现在他的镜前。砰砰砰！三人厮杀在一起，而这三人都是灵王境。战斗掀起的恐怖气息蔓延全场，武器碰撞之声如惊雷，场面极其惊心动魄，但一时间并未分出胜负。嗖！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爆射向凌霄剑。叶云转脸望去，眉头紧皱。这是一位黑袍老者，显然他不是叶家人，也不是凌云剑宗的人，是藏在暗中试图突袭夺剑之人。6级灵宗境！妈的，敢抢我的东西，找死！叶云一剑落下，那黑袍老者瞬间化作血雾。快去拿凌霄剑！叶云对叶家人大声嘱咐。虽然圣木园被叶家和凌云剑宗控制，但鬼知道暗中是否藏有高手觊觎凌霄剑。就比如这黑袍老者，若不是他发现及时，凌霄剑就丢了。家主，遵命。闻言，叶家队伍中一道身影立刻反应过来，率先冲向凌霄剑。我们叶家人还算机灵。叶云松了口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凌霄剑总算是到了自家人的手中。轰！场中，叶云和李天道联手攻击，顿时一道滔天之力如泰山一般坠落，镇压在轩辕九哥的身上，当场将其轰得直线下落，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噗！轩辕九哥吐出一口鲜血。两位灵王境再有凌云剑阵的加持，他根本不是叶云二人的对手。单枪匹马抢我凌霄剑，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叶云身形瞬间闪到轩辕九哥的面前，大手抬起要掀开其面纱。轩辕九哥脸色大变，他可是见过叶云，若是被其认出来，让父皇知道他违命进入葬神渊，那他死定了。家主，拿凌霄剑的不是我叶家人。突然，一位叶家人发现问题，大声喊道：什么？叶云脸色一紧，转身望去，赫然看见高大墓碑之上立着一道身影。此人手持金色凌霄剑，如一棵松柏一般，全身散发着凌厉气焰。此人确实不是叶家人，只是刚刚偷偷混入了叶家人群。情况紧急，叶云没有察觉，让对方得了手。妈的！叶云瞬间暴怒，敢动我叶家的剑，找死！
放屁！持剑之人冷笑，这剑是凌霄剑帝的，跟你叶家有毛关系？你是？叶云眼睛微眯，眉头紧皱，眼前之人很是眼熟。瞬息后，他恍然大悟，陈八荒。他看过陈八荒的画像，所以他100%确定眼前之人就是陈八荒。这个小王八蛋怎么在这里？叶云瞬间怔住。陈八荒冷笑，我看你们和那蒙面女子打得火热，我就混了进来。结果你提醒自家人赶紧拿到凌霄剑，我就直接过来提剑了。操啊！发现被仇人戏耍，叶云气得脸色铁青，额头青筋暴起，全身气焰骤起，灵王劲威压如火山般喷发，瞬间镇压在陈八荒的身上。师弟，此子就是重伤凌天之人。李天道惊讶不已，目光沉沉地看着陈八荒，他微微一笑，安慰叶云，师弟不必动气，我们这就干掉他，将他打入18层地狱。当即他看向陈八荒，冷笑道，小混蛋，你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闯到这里夺剑，可惜你没遇到我，否则你现在就是我的剑下鬼了。三长老，一名凌云剑宗弟子慌忙跑过来，指着陈八荒怒道，此人在葬神冤杀了你儿子李潇，当时我在远处目睹了一切。什么？李天道瞬间懵了逼，眼睛瞪得滚圆，震惊片刻之后才是惊怒道，李潇死了。弟子深深点头，死了，就是他杀的。操！李天道如遭雷击，全身一颤，怒气山呼海啸般爆发出来，双目瞬间充血，他伸出颤抖的手指着陈八荒，发了疯般吼道，小王八蛋，今日我就将你葬在这墓碑之下。轰！刹那间，灵王劲威压镇压而下，轰击的在场所有人都是呼吸困难。刚刚还劝叶云冷静的他，此刻狂怒的如一条疯狗。杀他！叶云和李天道如两只恶虎，咆哮着冲了过去，紧随其后的他们身后则是叶家人。而凌云剑宗众弟子立刻爆出灵力，在陈八荒脚下布下凌云剑阵。2位灵王境还有凌云剑阵加持，陈八荒，你不过是灵宗境，你这个时候冲出来真是作死。轩辕九哥不断摇头轰。墓碑上的陈八荒双眼微闭，感受着曾经的佩剑在自己手中不断发出剑鸣，一抹深深的熟悉感涌上心头。他深吸一口气，眸中光芒突然变得凌厉，当即一剑落下。轰！刹那间，凶猛剑气与雄浑剑气磅礴落下，冲击的空间剧烈扭曲，当即砸在叶云和李天道的身上。纵使是灵王境，这一瞬，叶云和李天道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似乎那凌霄剑在陈八荒的手中爆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冲击得二人止住身形，甚至是后退了几十步。不愧是凌霄剑，在灵宗境手中都能威胁到灵王境。李天道眼睛微眯，叶云脸上则是洋溢着兴奋。凌霄剑再强，这陈八荒也不过是在灵宗境，你我2位灵王境定能将他抹杀。李天道点头，看向杀子仇人陈八荒，眼中仇恨翻滚。当即他单手一挥，怒吼道，求天佛手印。刹那间，一道长达100丈的巨大金色手印如一道雷云横空出世，轰向冲陈八荒。玄阶武技求天佛手印，他这一掌拍死过1级灵王境，是雷火云剑。叶云也怒吼一声，手中长剑凌厉迸射，如一道闪电般斩向陈八荒。刹那间，天空惊雷滚滚，一道雷电引起一道天火砸向陈八荒。玄阶武技是雷火云剑，2道玄阶武技齐齐砸向陈八荒。哐！与此同时，凌云剑宗众弟子齐齐发力，笼罩在陈八荒脚下的阵法猛然凝聚出数百道剑气，呼啸冲向陈八荒。这个垃圾马上就会成碎片，碎片都不剩，估计只剩一片血雾。敢伤我家少爷，敢抢凌霄剑，就是这个下场。叶家人讥讽笑道。远处观战的一众修士也皆是叹道，一切都结束了，这玄袍青年即将化作血雾，就是凌霄剑帝本人来，也救不了这找死的鬼。轩辕九哥也连连摇头，他见过找死的，但没见过陈八荒这么找死的。陈八荒马上就会归西。轩辕九哥双目死死盯着陈八荒手中的凌霄剑，美眸充满了渴望。看来今日我要得到凌霄剑，要做一些牺牲了。轩辕九哥美眸微眯，身上气焰骤然滚动，体内一道血脉之力陡然攀升。他打算觉醒轩辕一族的血脉之力，短时间提升实力，从叶云2人手中硬生生抢回凌霄剑。当然，由于体内3条经脉受损，他强行觉醒血脉之力，定会让他本就受损的修为会再次下落。但为了得到凌霄剑，他打算为此一搏，因为只有得到凌霄剑，他才有可能让自己的修为重回巅峰。场中，叶云和李天道2人的面目已经狰狞到了变形的地步，杀子仇人就在眼前，他们要亲眼看到陈八荒变成血雾，同时对付2位灵王境外加一座阵法。
你行吗？书中女子担心道。陈八荒淡淡一笑，有了我的凌霄剑，再加上混元剑体，一切皆有可能。前世的凌霄剑伴随他一生，与他的身与魂已经完美契合，挥手间可爆发出毁灭一方的恐怖力量。虽然此剑由于陈八荒的陨落，由之前的圣阶灵气降阶到6阶灵气，但在陈八荒的手中依旧是会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手持凌霄剑，陈八荒整个人都如沐春风，意气风发。轰！陈八荒一剑斩下。吼！随着滔天剑气砸下，一道漆黑剑体横空出世，其上萦绕着一条火龙，如一片飞云，轰在了叶云和李天道的身上。混元剑体！砰砰！恐怖的剑体以碾压姿态，瞬间粉碎二人的武技。滔天剑气与雄浑的掌力瞬间被摧毁。这是什么情况？叶云二人眼中瞬间充满惊骇。咔！下一瞬，叶云手中的剑断了，而李天道的手掌瞬间化作血雾。轰轰轰！紧接着，狂暴的剑力无情地摧毁着叶云二人的身躯。二人如风中摇曳的树叶，身躯猛烈颤抖，哀嚎声到了凄厉的地步。而他们眼中全是惊骇，他们无法理解凌霄剑在陈八荒的手中怎么能发出这么逆天的力量。砰砰！二人满心疑惑之际，身躯如死狗一般重重砸在地上，当即都吐出一口老血。败了，2位灵王镜败给了灵宗镜，说出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咔咔咔！下一瞬，剑力落下，撕碎了凌云剑阵，当即凌云剑宗数百名弟子因此受到牵连，脸色皆是瞬间惨白，疯狂暴退，重重坐在地上，哇的吐出鲜血，甚至有10几人直接绝气身亡。现场瞬间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众人一片惊呼，一剑斩败2位灵王镜，若不是亲眼看到，就是打死也不会相信。轩辕九哥，他眼睛瞪得滚圆，殷红小口张大，万分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一幕。纵使他见过太多大场面，他也不明白陈八荒一个灵宗镜一剑的力量怎么这么恐怖。场中，叶云眼睛瞪得滚圆，满脸骇然地瞪着陈八荒，你怎么这么强？他始终认为陈八荒即使是重伤了他儿子，但他捏死陈八荒跟捏死个臭虫没什么分别。但今日与陈八荒对决，他彻底惊呆了。跨越一个大境界，打败2位灵王镜，这等妖孽天赋在大周天骄榜上绝对是前10的存在。放过我，凌霄剑归你，从此我叶家不再找你麻烦，如何？看到陈八荒满眼杀气地走向自己，叶云放下尊严，大声喊道。在强者如林的天武大陆，能屈能伸，委曲求全，以求活命，这等能力叶云是具备的。噗！可下一刻，他的右手直接飞了出去。你一句话让我陈家覆灭，你一句不追究了，就奢望我会放过你？陈八荒将剑尖点在叶云的喉咙处，冷笑道。叶云额头冷汗涔涔，满眼恐惧，喊道：我叶家1000年攒下的家底全部归你，换我一命，如何？噗！叶云左臂又飞了出去。啊！叶云疼得龇牙咧嘴，吼道：想杀陈家的不是我，是大周皇朝。陈八荒眉头紧皱。叶云喊道：我老婆是大周皇室的郡主轩辕妃，她说皇家得到消息，3年前凌霄剑帝自上界陨落入葬深渊，当时你爹正好在凌霄剑帝陨落之地历练，因此他绘制了藏宝图。你爹虽然官不大，但为人义气，在朝廷颇有名气。皇家想得到藏宝图，但又不想背上杀你爹的骂名，所以此事就由我叶家做了。而我也是顾及名声，所以派曹占云去运作此事。皇家？陈八荒看向远处的轩辕九哥，轩辕九哥也懵了。身为公主，他从未听说此事。当然，皇家内派系颇多，某个派系想得到凌霄剑帝的至宝也大有可能。至于轩辕妃，他当然认识，是他爹的大哥三王爷的女儿。皇家内谁下的命令杀我爹？我不知道，此事是我夫人告诉我的。其实我得到凌霄剑，应该是交给皇室，但我夫人轩辕妃与我的岳父正在闭关修炼，我不能与他们联系。而我救子心切，所以此次拿着藏宝图，贸然进入了葬神渊。陈八荒，我将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正在气头上，但你冷静下来，你就知道，你杀我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坏处。毕竟我的岳父是三王爷，我的老婆是郡主。噗！陈八荒手起剑落，叶云的头颅直接冲上了天空。叶家早已将他列为头号敌人，他今日不杀叶云，那就是给自己留了天大的隐患。轩辕妃，陈八荒记住了这个名字。家主，看到叶云失手分家，叶家修士悲愤大吼，失去理智，近100人直接冲了上来。轰！陈八荒一剑落下，噗
铺天盖地的剑气瞬间将叶家修士抹杀在当场，满地尸体，鲜血横流。李天道，他整个人都麻了，狠狠咽了口唾沫，他伸手喊道：“小兄弟，我只是配合师弟夺剑，与你并无大仇。”陈八荒冷哼：“我杀了你儿子，你说你与我无仇？我儿一定是想夺你修炼资源，才惹了你，才被你抹杀。他有错在先。”为了活命，李天道头脑瞬间通透，竟是变得讲道理起来。陈八荒抬起凌霄剑，冷笑道：“求生欲很强。”李天道尴尬一笑：“我是个讲理的人。”轰！陈八荒抬起凌霄剑，恐怖剑意瞬间镇压而下。小兄弟，此次藏神渊提前开启，其实大有文章。眼看锋利剑刃直逼眉心，李天道全身冷汗直流，大声喊道：“说！”陈八荒止住凌霄剑。藏神渊开启之前，我偶然路过，恰巧看到一名红裙女子出现在藏神渊上空，此人实力深不可测，他只是动用手段，便是开启了藏神渊，而这等强者不会无缘无故做一件事，所以即使你现在拿到凌霄剑，也不见得是安全的。若是那红裙女子出现，夺你手中凌霄剑，那么你必死无疑。所以我们联手对付那红裙女子，或许你还有一线生机。红裙女子动手段开启了藏神渊，陈八荒瞳孔微缩，他瞬间想到了红莲。以红莲的实力，他确实有手段开启藏神渊。这一瞬，陈八荒脸色一紧。此刻凌霄剑就在他手中，而由于他是凌霄剑的主人，凌霄剑才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那么红莲自是判断出他就是凌霄剑帝。这个贱人竟然设此毒计！陈八荒暗道自己大意了，但他目光看向李天道，手中凌霄剑猛地横着扫过，对方的头颅直接飞了出去。下一瞬，剑光横飞，他将凌云剑宗弟子全部杀光。你是不是傻？轩辕九哥无语道。李天道所说的红裙女子明显是个危险的敌人，和李天道联手对付那女人不好吗？你怎么如此视杀如命？陈八荒淡淡的看着轩辕九天，指了指李天道。李天道的右手袖袍中露出半截匕首，匕首上还有着漆黑的毒液。显然在李天道临死之前，他打算偷袭陈八荒，结果被陈八荒率先砍掉了脑袋。轩辕九哥居然看走眼了。这一刻他惊讶地看着陈八荒，眼前这个不知名的青年今日做出的一系列事情都让他叹为观止，但这一刻他目光也冰冷起来。他缓缓站起来，手中长剑抬起，体内血脉之力如熊熊火焰燃烧起来。陈八荒，凌霄剑是我必得之物，交给我，我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轩辕九哥认真道：“陪我射一次，凌霄剑你拿走。”陈八荒咧嘴一笑：“你……”轩辕九哥小脸通红，咬牙道：“你调戏大周皇朝公主。”陈八荒耸了耸肩：“不是调戏，是真的想和你睡觉。”放肆！轩辕九哥体内血脉之力彻底爆发，他的实力急速攀升，直接突破瓶颈，踏入灵王境，最后止步在灵王境2级。等一等！陈八荒忽然开口：“凌霄剑可以给你，但我有条件。”轩辕九哥止住脚步，狐疑地看着陈八荒。眼前这个可恨的男人刚才坑了他一次，所以他现在很是谨慎。陈八荒道：“我感知出你那戒中有一道丹药气息，是5品丹药破龙飞升丹，没错吧？5品丹药破龙飞升丹可助修士突破灵宗境瓶颈，直接踏入灵王境。陈八荒已经是9级灵宗境，若是有一颗破龙飞升丹助力，短时间内他极有可能踏入灵王境。你想要破龙飞升丹？”轩辕九哥黛眉紧皱。破龙飞升丹可是价值2000万灵石的珍贵丹药，这可是他母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然他无需借助破龙飞升丹就能再次踏入灵王境，但这颗丹药也能大幅度提升他的修为。陈八荒点头：“你给我破龙飞升丹，我给你凌霄剑。”书中女子纳闷道：“区区5品丹药，用凌霄剑换，值得吗？”陈八荒微微一笑，没说什么。轩辕九哥想了想，摇头道：“不给，不划算。而且现在我觉醒血脉之力，你已不是我对手，本宫抢过来就是。”轰！轩辕九哥直接出手，手中之剑裹挟着灵王境威压，在轩辕一族的血脉之力加持之下，雄浑剑气如出海蛟龙，轰杀向陈八荒。咔咔咔，空间破碎，虚空坍塌。他这一剑的威力，可比李天道和叶云2人联手的攻击还要强横1倍不止。陈八荒，你今日耍本宫，我现在就让你吃大苦头。轩辕九哥脸上露出得意笑容。轰！陈八荒一剑斩下，凌霄剑再次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压，与混元剑体齐齐砸下，好似整个天空坍塌一般，重重砸向轩辕九哥。砰！一瞬间，轩辕九哥的剑气被寸寸碾压，血脉之力也分崩离析。随后，轩辕九哥的剑直接飞了出去。
而他整个人被镇压的全身骨骼咯咯作响，如被大山，当即扑通一声单膝跪在了地上。轩辕九哥，拿着凌霄剑的陈八荒居然这么厉害，觉醒血脉之力，以牺牲自身修为为代价，都败给了陈八荒。绝美眸子中全是无比骇然的神色。服不服？锋利剑尖点在轩辕九哥的眉心，陈八荒淡淡道。轩辕九天咽了口唾沫，咬牙道：你要怎样？陈八荒冷笑：我现在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不是吗？轩辕九哥小脸一紧，难道你要对本宫做不轨之事？不可以吗？凌霄剑继续下压，陈八荒口吻不容动摇。轩辕九哥被狂猛的剑势镇压得快要窒息，死亡味道逐渐浓烈，他满脸委屈道：强扭的瓜不甜，但是解渴啊。陈八荒冷笑：你！轩辕九哥气得小脸轰成晚霞。身为大周皇朝公主，轩辕九哥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窝囊气。他自那戒中取出破龙飞升丹地给陈八荒，丹药献给你，至于咱俩的事，尝试着交往可以吗？绝美的眸子中委屈的泪水在打转，轩辕九哥可怜楚楚。好，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在我面前脱衣服。陈八荒爽朗一笑，当即接过破龙飞升丹，让本宫主动脱衣服。轩辕九哥咬了咬嘴唇，心里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给！陈八荒把凌霄剑直接扔给了轩辕九哥。凌霄剑给他，你不怕他反击？书中女子担心道。陈八荒摇头，在他对我下手之前，会有人对他下手。谁？书中女子纳闷道。此刻远处那些观战的小鱼小虾根本不是陈八荒的对手。陈八荒打开山河图，目光落到远处一个红点之上，视野拉近，他冷笑道：李天道所说的红裙女子果然是红莲。此刻的红莲正藏在暗中，原来是他动用手段让藏神渊提前开启，引你过来抢夺凌霄剑。若是凌霄剑在你手中爆发出惊人的威力，那么说明你就是凌霄剑帝。书中女子豁然开朗，但她更加担忧道：红莲可是灵皇境的存在，比灵王境还高一级，赶紧撤！陈八荒摇头，这个红莲就是个狗皮膏药，不教训教训他不知好歹。教训灵皇境？女子惊讶。陈八荒点头，我试试。轰！就在这时，手握凌霄剑的轩辕九哥感受到手中之剑那狂暴且炙热的气息冲击自己的身躯，他美眸之中的兴奋之色越加浓烈。这剑很强很强。这一刻，他看向陈八荒，眼睛微眯起来。陈八荒，你把剑给我，你不怕我一剑斩了你吗？轩辕九哥似是找到了自信，他缓缓站了起来。陈八荒微微一笑，指着轩辕九哥身后道：那你先打败他再说。轩辕九哥眉头一皱，转身一看，赫然看到一位红裙女子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这红裙女子一脸冰霜，目光睥睨，全身气息森寒，正是红莲。陈八荒，你果然就是凌霄剑帝。识破陈八荒，红莲嘴角勾起玩味弧度，居然躲过我红莲的搜魂，看来你这个剑帝确实有两把刷子。但我红莲可不是吃素的，我稍微用些手段就能让你暴露。凌霄剑帝。轩辕九哥一脸茫然，他转身看向陈八荒，疑惑至极，心中暗道：这红裙女子是不是疯了？怎么说陈八荒是凌霄剑帝？陈八荒冷冷地看着红莲，当初你不过是一个小杂役，如今成为那个贱女人的弟子，你就觉得有本事拿捏我？红莲冷冷一笑：我红莲和之前的你确实没法比，但你现在只是下界一名凡子，我杀你如撵飞虫。话落，红莲体内爆发出一道极为强横的气息，这气息直冲天际，撼动的空间动荡。刹那间，一股冰冷的死亡气弥漫每个人的心头，即使是很远处观战的众人都感觉全身灌了铅水一般，身躯沉重无比，呼吸瞬间困难起来。灵皇境，这个女人居然是灵皇境！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震惊的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灵皇境，就是修士达到数亿之多的大周皇朝，境界踏入灵皇境的也才寥寥无几。这女子竟是其一，即使见过太多大场面的轩辕九哥也震惊的瞳孔激战。灵皇境，他得罪不起。于是他身形后退了几步，讪讪一笑：我只是路过，二位之间有何仇恨，与我无关，我先撤了。此刻莫九天心中凌乱无比，他也不再想甄别陈八荒到底是不是凌霄剑帝。毕竟灵皇境强者红莲，他目前惹不起，拿剑走人是最好的选择。你怎么能走？陈八荒一把拉住轩辕九哥，笑道：我可是收了你的天价灵石，自然是要保护你。你如何保护我？轩辕九哥黛眉紧蹙：等我变得足够强大，就能保护你。替我扛一会，等到我晋级灵王境，便可打败他。
陈八荒一脸笃定，晋级灵王境。你骗鬼呢？轩辕九歌苦笑。作为大周皇朝的顶级天骄，当年他突破10级灵宗境瓶颈，踏入灵王境，那也是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而陈八荒现在只是9级灵宗境，短短时间内踏入灵王境，这简直天方夜谭。而且就算踏入灵王境，那也不可能打败灵皇境。信不信由不得你。陈八荒嘿嘿一笑，猛地一拍轩辕九歌的圆臀，啪，清脆的响声响起，轩辕九歌直接飞向红莲，而他则是飞身上了巨碑，盘坐在其上，进入混元塔，进入了修炼状态。一时间，丝丝火焰气息自他体内涌出，掀起微微的空间波动。这小子想在短时间内晋级，试图打败灵皇境。远处观战的修士全都懵了，片刻后，嘘声和嘲笑声四起，因为陈八荒的想法实在是可笑至极。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女伴被他坑惨了。场中，轩辕九歌，陈八荒又坑他。与灵王境厮杀之前的他或许可以一试，但如今的他根本没胜算，心中已经有了10000种办法折磨陈八荒。轩辕九歌看向一脸杀气的红莲，微微一笑，当即转身就跑。轰！而这时，红莲的单手一挥，一道结界瞬间出现在轩辕九歌的面前，拦住了其去路。红莲看向轩辕九歌身后巨碑上的陈八荒，嘴角扬起不屑弧度，想短时间之内晋级打败我，幼稚。目光转向轩辕九歌，他冷笑道：凌霄剑帝果然风流，前世女人无数，今世也是佳人相伴。轩辕九歌嘴角抽了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陈八荒会是凌霄剑帝，但你搞错了，我可不是他的女人。红莲冷哼，不是他的女人，他能把凌霄剑给你。轩辕九歌，他辩解道，我只是单纯想得到这柄剑。单纯？红莲目光睥睨，鄙夷冷笑，我看你是想得到他的心，但我劝你别痴心妄想。多少女人为了他茶不思饭不想，日夜思念，只想与他共处一夜，最终不得，抑郁而终。轰！他单手一挥，血色长剑乍现在手中，他一剑斩向轩辕九歌。刹那间，血色剑气撕裂空间，如狂风暴雨般斩向轩辕九歌。灵皇境强者这一剑窒息到让轩辕九歌呼吸都沉重起来，但他深知不能坐以待毙。嘘！体内的轩辕族血脉之力陡然攀升，结合凶猛的灵力涌入凌霄剑中。嗡！凌霄剑发出一声雄浑的剑鸣，紧接着他一剑硬撼红莲。砰！两剑相撞，发出震耳欲聋的爆鸣之声，当即轩辕九歌直接飞了出去，身躯重重砸在巨碑之上，将巨碑砸得开裂，当即他的身形沿着巨碑向下滑落，最后重重砸在地上。噗！感觉全身快要碎裂般剧痛，他直接吐出一口鲜血。打不过灵皇境强者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你居然没死！红莲惊讶地看着轩辕九歌，目光落到凌霄剑上，他微微一笑，看来是凌霄剑保了你一命，但下一次你可没这么好的运气。话落，红莲又是一剑斩下，指点轩辕九歌的眉心。轩辕九歌瞳孔骤缩，全身力量集中在凌霄剑之上，当即一剑横出，强行接下了红莲这一剑。轰！轩辕九歌被红莲一剑轰进了深坑之中，但轩辕九歌的剑依旧高高举在空中，死死抵着红莲的血色长剑。而这时，凌霄剑上金光流动，剑气汹涌，显然又是凌霄剑帮助轩辕九歌扛住了这一剑。这凌霄剑还真是世间至宝，即使降为6阶灵气，居然也这般厉害。红莲美眸微眯，眼中狠色逐渐浓烈。他抬头看向巨碑上处于修炼状态的陈八荒，冷哼一声：凌霄剑之前确实很牛，可毁一方宇宙，但今日他只是6阶灵气，能奈我何？轰轰轰！红莲不想在轩辕九歌身上浪费时间，疯狂下压血剑，试图一剑轰死轩辕九歌。轰！就在这时，轩辕九歌体内的血脉之力瞬间奔腾而出，这是一条赤色长龙。显然，为了坚持下去，轩辕九歌爆发出了所有血脉之力。而在血脉之力的加持之下，凌霄剑剑微迸射，剑势滚滚，如中流砥柱一般，死死抵着红莲的剑。你这个贱人！俏脸上的戏谑之色不在，转而是一脸凶狠。红莲咬牙道。而此时在混元塔中的陈八荒感知到外边的战斗，他眉头紧锁。外界仅仅是过去片刻时间，而塔内已经快过去1天。他运转起霸世吞灵诀，同时疯狂地吸纳数百万灵石内的灵气。他要先冲击到灵宗境10级，然后利用破龙飞升丹踏入灵王境。时间太短，你突破不到灵王境，你为何如此固执，偏要听铤而走险呢？书中女子不解。陈八荒眼睛微眯，因为我要好好教训红莲这个贱人一顿。你这是在赌？女子叹了口气，
陈八荒沉声道：“我是在赌，但我就是要将红莲踩在脚下，打肿他的屁股。前世，红莲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丫鬟，今世这般被红莲逼迫，陈八荒咽不下这口气。”女子沉默片刻，道：“可是按照目前速度，那轩辕九哥被打死，你也不能晋级灵王境，有办法？”陈八荒深吸一口气，全身发力，竟是加倍速度运转霸世吞灵诀，2倍速度运转。陈八荒吸纳灵石内灵气的速度陡然攀升，强行加速运转修炼功法会损伤你的经脉和丹田。女子担心道：“富贵险中求，如果能拿下红莲，我可多了个大帮手。”陈八荒笑道：“而且既然是赌，那就赌注加的大一点。”轰！3倍速度运转霸世吞灵诀，这一刻急速运转功法拉扯的陈八荒丹田和经脉剧烈疼痛，但他死死咬着牙，拼命坚持。唰！他周身气息如火焰喷发，修为不断攀升，踏入灵宗境10级。额头满是冷汗的他，拼尽全力冲击灵宗境巅峰境界。时间紧迫，必须争分夺秒。场中，经过10几瞬息的坚持，轩辕九哥已然扛不住，他那绝美的小脸惨白无比，攥紧凌霄剑的双手也微微颤抖，支撑身躯的双腿更是不断打颤，坚持不住了。叽叽！突然，一道白色身影瞬间出现在场中，正是噬魂灵狐。他小小身躯陡然膨胀起来，好似小山。随后，他犹如洪荒猛兽一般直扑红莲。噬魂灵狐与主人陈八荒已经通灵，所以他能感知出主人正处于险境之中。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区区灵宗境灵兽，在我面前撒什么野？红莲单手一挥，一道灵力如龙卷风般席卷而出，直接将噬魂灵狐击飞出去数百丈。这女人好强啊！远处观战的一众修士看得目瞪口呆，全身冷汗。他们极为庆幸没有招惹这位灵皇境恐怖强者，而目光看向场中已然坚持不住的轩辕九哥，众人遗憾摇头。这个傻娘们居然相信墓碑上的那个神棍，真是傻得可爱。场中，随着红莲不断下压手中血剑，凌霄剑的威力以及轩辕九哥的血脉之力寸寸瓦解，灵皇境威压更是镇压的轩辕九哥承受不住。一瞬间，凌霄剑突然失去力量，红莲的剑指点轩辕九哥的眉心。完了！轩辕九哥瞳孔激缩，心头一凉，而红莲则是轻蔑一笑，似是在说一切都结束了。轰！突然，墓碑上方一道威压翻滚而出，直冲天际，当即扩散开去。灵王境威压，陈八荒踏入了灵王境，全场所有人都一脸错愕，尤其是远处观战一众修士，震惊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不到半炷香的功夫，这个家伙居然从灵宗境9级踏入了灵王境，真的太逆天了！轰！陈八荒单手一挥，那戒中的玄天断魂剑猛地飞出，化作一道黑光，直奔红莲那高耸胸口。红莲皱眉，身形后退，一剑将玄天断魂剑击飞出去数千丈。而陈八荒则趁机落到了轩辕九哥的身旁，接过了轩辕九哥手中的凌霄剑。你是怎么做到的？接连晋级，最后踏入灵王境，而且在极短时间内，轩辕九哥感到极为不可思议。陈八荒嘿嘿一笑：“你嫁给我，我就告诉你。”轩辕九哥，陈八荒目光转向红莲，眸光瞬间冰寒。贱人！红莲咬了咬牙，冷笑道：“不愧是凌霄剑帝，总能做出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但即使你手段再多，你也不过是灵王境。今日我就带着你的尸体回去见我的师父。”轰！红莲身形猛然暴动，化作一道红光，直斩陈八荒。这一瞬，滔天剑力碾压空间，裹挟着震耳的剑鸣疯狂落下。灵皇境那令人感到无比窒息的压迫感瞬间弥漫全场。那蒙面女子是灵王境，都打不过红裙女子。陈八荒就算创造奇迹踏入灵王境，那也不是这女子的对手啊。的确，灵王境想打败灵皇境，痴人说梦。他若是能做到，我当场试试。远处吃瓜群众开始揣测起来。砰！下一瞬，陈八荒被击飞出去数百丈，凌霄剑插进地面，将地面划出100丈沟壑，才是止住身形。而红莲也接连倒退10几步。灵王境能撼动灵皇境，众人惊讶至极。但很明显，陈八荒尽了全力，被红莲抹杀，只是时间问题。果然，接下来的对决，陈八荒多次被击飞，即使他围绕着红莲展开多角度进攻，依旧是拿不下红莲。你身为剑帝，难道不知道大力出奇迹吗？我高过你一个大境界，你如何和我斗？红莲傲然冷笑，手中红剑猛地爆发出滔天剑意，裹挟着沉重的灵皇境威压，他打算一剑废了陈八荒。而就在这时，他身形一滞，低头一看，
赫然看见脚下出现一座束缚阵法——凌霄锁魂阵。红莲眼睛微眯，嘴角抽了抽。这是凌霄剑帝前世所创阵法，可锁人身躯，更可锁人灵魂。原来刚才陈八荒围着他打，是悄悄在地上画了阵法。但他再次冷笑：之前的你确实可凭借此阵法锁住大能者，甚至是我师父。但你现在不过是区区灵王境，困住我，休想！轰！红莲全身灵力如火焰般喷发，冲击的空间扭曲，大地开裂，而笼罩他的凌霄锁魂阵也猛烈颤抖起来。陈八荒瞳孔骤缩，他知道以自己目前实力，确实不能将红莲锁住太久，于是他单脚踏地，猛地一剑斩向红莲。砰！红莲一剑横出，稳稳接住陈八荒的凌霄剑，他目光凶狠地瞪着陈八荒，嚣张笑道：你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了，今日你就彻底陨落吧。轰！红莲猛地抬剑，一道恐怖剑力冲天而起，伴随着血丝光芒，瞬间将陈八荒笼罩。他这一剑确实可以要了陈八荒的命。唰！可就在这时，陈八荒的另一只手却陡然乍现一团金色能量，他一指将这团能量点在了红莲的眉心。锁魂印记。红莲瞳孔微缩，这是凌霄剑帝前世捕捉灵兽，对灵兽所下的封印，以此控制灵兽。刚刚那只噬魂灵狐就是被陈八荒下了锁魂印记，才会如此听话。你居然拿老娘当灵兽！红莲愤怒无比，当即灵魂力瞬间爆发，冲击陈八荒的锁魂印记。但很快，汹涌的灵魂之力被凌霄锁魂阵的阵法之力镇压了下去。凌霄锁魂阵本就是镇压对手灵魂之力的独门阵法，难道灵皇境要被压制了？众人一脸愕然，轩辕九哥更是瞪大美眸，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这个陈八荒真的能制服灵皇境？哈哈！场中，红莲忽然大笑，笑声如银铃，但却透着深深的寒意。我师父早就料到你可能用此阵法，所以来下界以前，他特意加强了我的灵魂之力。红莲得意冷笑，当即识海之中，灵魂之力如决堤洪水，冲向锁魂印记。你完蛋了，陈八荒！红莲那绝美眸子满是戏谑。是吗？陈八荒嘴角勾起玩味弧度，似是一切都在掌控中。红莲不屑道：你别故作镇定了，你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哈哈，能亲手杀死凌霄剑帝，我红莲再上界定会扬名四海。唰！就在这时，陈八荒单手一挥，一道巨大的红色身影出现在他身后，正是变身后的噬魂灵狐。噬魂灵狐除了发动攻击，他最大的杀伤手段其实是灵魂攻击，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陈八荒露出诡谲笑容。你！红莲瞬间清醒。陈八荒用凌霄锁魂阵镇压他灵魂，再上一道锁魂印记作为枷锁，最后再利用噬魂灵狐强大的噬魂攻击削弱他的灵魂之力。如此一来，那锁魂印记可就彻底被陈八荒打进了他的识海之中。不！红莲那绝美脸庞瞬间翻滚出深深的恐惧和绝望。轰轰轰！噬魂灵狐强大的灵魂力疯狂吞噬红莲的灵魂之力，让的红莲那瞬间高涨的灵魂之力很快萎靡了下去。啪！陈八荒看准时机，锁魂印记深深打进红莲的识海之中，如一道坚不可摧的枷锁，将红莲的灵魂死死锁住。不，我不要被你锁住！红莲脸色瞬间煞白，再无之前的自信与桀骜。他猛地抬剑，试图抹杀陈八荒，但随着陈八荒手指微动，他识海中的锁魂印记瞬间收紧，这让的红莲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要覆灭一般，深深的恐惧瞬间袭上心头。别杀我！红莲停住手中的剑，美眸惊恐万分地看着陈八荒。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他被陈八荒算计了，被陈八荒彻底拿捏了。不愧是凌霄剑帝，即使失去修为，如今只是灵王境，却能将他灵皇境控制。这一瞬，红莲深深意识到凌霄剑帝的恐怖，怪不得师父会联手其他两位女帝一起对付凌霄剑帝。这位剑帝真的太恐怖。跪！陈八荒淡淡道。不跪。红莲挣扎道：你已经是下界之人，我来自上界，我岂能给你跪那？岂不是坏了数百万年的规矩？而且若不是有着规则压制，我的实力也不会在下界压制到灵皇境。以我之前实力，我定能将你打败。啪！陈八荒上前揪住红莲的头发，向后一拽，其绝美小脸扬了起来，力量之大，痛得红莲发出惨叫。而这时，陈八荒将凌霄剑抵在了红莲的脖子上，那我就割下你的脑袋。别！感受到喉咙处传来的冰冷和刺痛，他惊恐地看着陈八荒。这一刻，他彻底恐惧了。我跪！强烈的求生欲望让红莲放下所有傲娇，修长双腿一弯，他直接跪在了陈八荒的面前。别杀我！我知错了。红莲泪眼朦胧。
陈八荒用剑拍了拍红莲的俏脸，怎么称呼我？红莲扬起小脸，美眸中泪水打转，红唇抽动，她最后喊道：主人。即使是灵皇镜，他也无法反抗，否则锁魂印记会给他带来无法磨灭的痛苦。灵皇镜给灵王镜跪了。远处观战一众修士一脸愕然，满眼震惊。轩辕九哥更是美眸睁圆，嘴巴张大，下巴差点掉在地上，居然打服了一位灵皇镜。这一刻，他看向陈八荒的眼神有着一丝深深的欣赏。此刻他在皇室内也面临着许多危险和困难，若是有陈八荒这等强者作为帮手，他今后的路会很好走很多。此人必须拉拢。而这时，陈八荒也看向了轩辕九哥。轩辕九哥红唇紧抿，道：“凌霄剑我不要了，因为你更有实力拥有它。”他深知此刻他没有实力再与陈八荒争夺凌霄剑，可陈八荒却将剑凌霄剑直接扔给了轩辕九哥，一脸坦诚：“既然我答应帮你夺剑，那么这凌霄剑当然给你。”真的给我了？轩辕九哥大为不可思议，攥紧凌霄剑，竟是再次确认。陈八荒微微点头，正色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男子汉大丈夫，当然说到做到。”轩辕九哥一脸不可置信，之前的陈八荒可是坑了他2次，这个人明显是个狡猾的家伙，结果在最关键的时刻居然把至宝凌霄剑给了他，这让他对陈八荒的印象大为改观。看来他之前是误会了陈八荒，于是他嫣然一笑：“那我就收下凌霄剑了。”这一刻他心里美美的，因为他急需这柄凌霄剑，一是因为拥有6阶灵气，可以大幅提升他的实力，但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凌霄剑内有着凌霄剑帝留下的剑帝气息，而这剑帝气息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修复他体内那3根破损的经脉，并且还能强化他的丹田。若是顽疾得以修复，那么他的实力将重回巅峰，而又有凌霄剑在手，那他在诸多皇子皇女之中可就是佼佼者的存在了。念及此，他竟是冲陈八荒微微一礼：“陈公子今日这番对我轩辕九哥深深记下了。”他语气之中满是感激。这凌霄剑可是你前世的佩剑，你拥有此剑可大大提升你的实力，你为何将此剑让给他？书中女子不解。陈八荒笑道：“这轩辕九哥体内有着轩辕一族的血脉之力，而且我感知出他是天生灵元圣体体质。灵元圣体，拥有此体质的人体内的灵气恢复速度超越常人2倍，甚至是3倍不止。这也是刚刚轩辕九哥为何能抵挡灵皇境强者红莲那么长时间压制都没有败下阵来的原因。”闻言，书中女子恍然大悟：“你在凌霄剑上下了手段，通过凌霄剑吸纳轩辕九哥体内的血脉之力以及灵元圣体。”陈八荒点头道：“等到凌霄剑拥有了这2种力量，我将剑夺回来便是。”女子惊讶不已：“轩辕九哥若是知道真相，一定恨死你了。”陈八荒嘿嘿一笑：“若是她成为我老婆，那么她的也是我的。”女子叹道：“看来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但女子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前世陈八荒能成为剑帝，其必然有着过人的心智，以及对修炼资源极度渴求的欲望。陈八荒突然眉头拧紧，丹田和经脉传来的剧痛让他嘴角抽了抽。刚刚你为了快速提升实力，强行将霸世吞灵诀加快3倍速运转，导致你的经脉和丹田大大受损。如此严重的损伤，没个1年半载，你无法恢复。察觉到陈八荒的异样，女子担心道。陈八荒叹了口气，这副身躯真的是太弱，仅仅是3倍速运转功法就毁成这个鸟样子。看来我要重塑我的经脉和丹田。重塑经脉和丹田，你需要5阶灵芝8元玄冰果。虽然此灵芝在上界不值一提，但在这下界，尤其是大周皇朝，想得到一个恐怕难上加难。女子直接道。闻言，陈八荒看向轩辕九哥，忽然问道：“你能帮我弄到8元玄冰果吗？”8元玄冰果。轩辕九哥颇为惊讶，这可是5阶灵芝8元玄冰树上结出的果实，这等珍贵之物，就是皇家都极难得到。据我所知，大周书院倒是有一棵8元玄冰树，每10年此树结出一个8元玄冰果。若是我没记错，最近那8元玄冰树最近该结果了。轩辕九哥黛眉紧皱，不过这8元玄冰果可是大周书院的镇院之宝，即使是我皇室出面索要，大周书院也不见得会送给我们。闻言，陈八荒眼睛微眯，既然常规方法得不到，那就动用非常规的手段。透。轩辕九哥道。陈八荒点头，他问道：“那我可以进入大周书院吗？”轩辕九哥道：“大周书院守卫森严，只有其内人员才能进入，尤其是那8元玄冰树，可是在书院最深处，并且有着护卫把守。若是你强行闯进去，会有许多超级强者将你当场打死，除非你成为书院弟子，方可有机会进入。成为书院的弟子，
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以你的实力，倒是可以成为书院弟子，但整个流程下来已经超过1个月。到那时，你进入书院，果子早已经被院长拿走了。陈八荒，他无语道：“你说了这么多，等于没说。”轩辕九歌哼道：“那你就小瞧本宫了。我作为大周皇朝的公主，倒是可以为你写一封推荐信，你凭借此信，可直接成为大周书院的弟子。”说完，他自纳戒之中取出笔纸，直接写了一封推荐信，并且盖上了自己的大印，递给了陈八荒。朝中有人好办事。陈八荒微笑接过推荐信，将其收入纳戒之中。轩辕九歌一脸期待道：“那你是答应我们合作了？”陈八荒摇头：“不合作。”轩辕九歌一愣：“为何？我可是大周皇朝的公主，你和我合作，我会为你打通许多路子，让你事半功倍。”陈八荒笑道：“那你也不是在我身上可以得到很多利益吗？”轩辕九歌，他白了眼陈八荒道：“说吧，到底什么条件才能让你帮我？我声明，除了嫁给你陈八荒，其他条件都可以。”陈八荒哈哈一笑：“和你合作也可以，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现在就摘下面纱，让我一睹你的真容。”闻言，轩辕九歌小脸一紧，脸色微红起来。他咽了口唾沫道：“我也只是一般的女孩，有什么好看的？”陈八荒双手抱在胸前道：“不让我看，那就不合作。你真是欺负人！”轩辕九歌没好气地看着陈八荒，但眼前青年真的很强，和这种人合作，他会得到莫大的好处。于是他深深叹了口气，挺起丰满胸脯，如羊脂般的玉手摘下了脸上的面纱，顿时一张精致的好似人工雕刻的绝美小脸露了出来。修长的黛眉，绝美的凤眼，高挺的琼鼻，以及那粉嘟嘟的樱唇组合在一起，有着浑然天成的极美神韵。这等颜值，即使是越过无数美女的陈八荒也为之心头微动。你长得怪好看的。陈八荒微微一笑。轩辕九歌再次白了眼陈八荒，嘟嘴道：“那是自然，你提的要求我做到了，你可不要食言。”闻言，陈八荒点头。轩辕九歌似是想起什么，直接道：“6个月后，皇家即将举行炼神塔冲塔试炼，到时候天骄榜上前30名才有资格参加。你进入大周书院，你就有资格进入天骄排行榜，以你实力进入前30不算困难，所以你一定要参加冲塔试炼。”陈八荒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对什么冲塔试炼可不感兴趣。”轩辕九歌轻哼：“你可知此次冲塔试炼的奖励是什么吗？”陈八荒问道：“是什么？”“一个大美女。”轩辕九歌笑道：“一个美女？”陈八荒不可思议道。轩辕九歌道：“此次冲塔试炼是皇家与合欢宗合作，所以第1名奖励由合欢宗提供，而合欢宗新上任宗主唐若烟直接提议她会嫁给第1名。她可是天生水灵体和天生魅体双体质，品质更是绝品。她可是天生的绝品炉鼎体质，若是你夺得冠军，与其成为修炼伴侣，不仅每日可以拥抱美人，更可以通过双修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快乐与晋级同时拥有，难道你不心动？”轩辕九歌顿了顿，笑道：“而且唐若烟美若天仙，身材更是一绝，这等秀色可餐的女人，难道你不想得到？”陈八荒哈哈一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要参加冲塔试炼。”轩辕九歌，他眼睛微眯，沉声道：“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行，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你若是我的男人，你休想再打其他女人的主意。”陈八荒一愣，笑道：“对我心动了？滚！”轩辕九歌愠怒道，但小脸红似晚霞，因为他也察觉到刚刚那句话确实带着醋意。为了缓解尴尬，他看向跪在地上的红莲，又看了看陈八荒，黛眉微蹙，好奇问道：“这个女人始终说你是凌霄剑帝，你真的是吗？”陈八荒撇嘴道：“凌霄剑帝都几百岁了，我今年才20岁，我怎么可能是间谍？这个疯女人胡说而已。”他看向红莲，目光瞬间冰寒。红莲脸色一紧，全身一颤，立刻意会了陈八荒的意思，赶紧道：“主人不是凌霄间谍，我不过是胡说而已。我也不是上界之人，我只是一个散修。”轩辕九歌将信将疑，虽然红莲的解释漏洞百出，但与陈八荒是凌霄间谍这件事比起来，还是靠谱得多。陈八荒，后会有期，6个月后的冲塔试炼上，我希望能看到你。说完，轩辕九歌转身离去，但走了几步，他转身看向陈八荒：“你杀了叶云，轩辕飞出关以后，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要多加小心。”随后，他消失在原地。轩辕飞，陈八荒哼了一声，他看向一地的尸体，将叶云等人身上所有内戒全部收入囊中。红莲看向叶云和李天道的尸体，道：“主人，这2个人都来自大周皇朝的大势力，你将他们杀了，他们定会对你进行疯狂的报复。
红莲看似一脸担忧，其实他巴不得陈八荒被这2个势力干掉，这样一来，他体内的锁魂印记也就消失了。陈八荒冷哼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红莲赶紧拱手道：“主人威武。”陈八荒笑道：“我说的江河土，其实指的就是你，所以兵来了你要挡，水来了你要掩。”红莲。随后2人在远处一众修士诧愕目光的注视下离开了。藏神院一战让在场修士全部记住了陈八荒的名字，边陲小城倾城居然出了一位如此耀眼的新星，但他们都认为陈八荒活不了多久了，因为叶家和凌云剑宗定会报复。即使陈八荒能斩杀叶云和李天道，但独自一人与这2大势力对抗，那么结果必是陈八荒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位天骄，可惜了。倾城，姬家，你要去大周书院。闻言陈八荒所说，姬明月颇感意外，小脸上瞬间涌出担忧之色。他直接道：“官人，那大周书院里可都是大周皇朝达官贵人家的子弟，纨绔得很。而且据我所知，叶凌天是大周书院内门弟子，与他结交的好友不少。你若是进入大周书院，叶凌天的同党必会对你发难。”一旁姬氏也担心道：“叶凌天可是3王爷的外孙，是君主轩辕飞的儿子，他们得知你进入大周书院，定会动用书院内的关系，找机会抹杀你，杀机四伏。”可陈八荒却微微一笑：“我就算不去大周书院，他们也会找上门来置我于死地。而那8元玄冰果是我必得之物，否则之后的修炼无法继续下去。”闻言，姬明月和姬氏皆是沉默。随后，姬明月深深点头，毅然决然道：“既然官人想去做，那我完全支持你。而且，我们会时刻防范，不让叶家和凌云剑宗偷袭我们的家园。”陈八荒轻轻捏了捏姬明的白嫩脸蛋：“还是夫人理解我。”随后，他自纳戒之中取出一柄散发着灵力气息的长剑，这柄长剑是他在叶云的纳戒之中找到的。他递给姬明月，笑道：“夫人，这柄剑是4阶灵气，远比你手中的2阶灵气杀伤力大。”4阶灵气，姬明月和姬氏都吃惊不小。毕竟4阶灵气价格昂贵，而且数量极少。即使是姬家，目前最高阶的灵气也才是3阶，是姬明月父亲的一把战斧。见女婿直接拿出一件4阶灵气送女儿，姬氏笑得合不拢嘴，心中暗道：老天开眼，他遇到了陈八荒这么好的女婿，而他的女儿更是幸运，找到了如此优秀的夫君。想想当初那般无情的拒绝陈八荒的提亲，姬氏真是觉得自己愚昧。谢谢官人。接过陈八荒手中的剑，感受到剑柄传递到掌心那股雄浑力量，姬明月喜欢的不得了。夫妻不言谢。陈八荒笑道：小心翼翼收起长剑，姬明月轻捶陈八荒胸口，小脸靠在陈八荒的肩头，满眼幸福。姬氏咳嗽了一声，赶紧站起来：时间不早了，你们2人早些休息，小别胜新婚。姬氏是过来人，知道小两口今晚必然会折腾一番，为了能尽快抱上外孙，他很识趣的告辞离开了房间。而且根据他的经验，如今陈八荒已经踏入灵王境，和灵王境强者双修，他的女儿很可能会激发出特殊体质。这样一来，他女儿的实力又会上升一个台阶。官人，你踏入灵王境之后，比以前更厉害。半个时辰后，姬明月的娇声在房间内响起。刷，在某一瞬间，姬明月忽然感觉一股炙热能量自丹田如潮水一般扩散至全身，娇躯瞬间变得火热。下一刻，她绝美小脸羞红如水蜜桃，含情的眸子满是妩媚之色。她的一颦一笑都极具魅惑，牵动着陈八荒的心。魅惑之体，姬明月和陈八荒在激烈的过程中，竟是偶然觉醒了魅惑之体。这种体质在与爱人双修的过程中，会让姬明月变得极为妖艳魅惑，进而让陈八荒欲望大增。最为重要的，在双修时会提高双方修为增长的速度。老婆，机缘巧合下，你居然觉醒了魅惑之体。官人，不要说话，继续。在自身魅惑之体的加持之下，姬明月面如桃花，双眼满是春水。2个小时后，梅花三弄的陈八荒躺在床上进入了贤者状态，而一旁的姬明月则是小脸红的发烫，全身气血沸腾。与陈八荒双修之后，加上觉醒了魅惑之体，他接连晋级。而在陈八荒独门特有的双修之术助力之下，他直接踏入了灵宗境。而陈八荒的修为在姬明月魅惑之体的全力加持之下，直接晋级1级，踏入了1级灵王境。官人，我现在是灵宗境了。姬明月惊喜的娇躯颤抖，全身散发的魅惑之力更加强烈。陈八荒抱紧姬明月，但他将脸扭向了一边。自己的老婆由于有了魅惑之体，吸引力实在是大，但他已经3次了，体力透支，不能再继续了。姬明月也知陈八荒所想，
捂嘴笑道：“我的好官人，就算你是一头猛牛，我也不能把你累到起不来。毕竟只有累坏的牛，没有耕坏的地，这一点我还是懂的。”于是他强压激动的心情，收敛起魅惑之力。陈八荒嘿嘿一笑：“其实我还是可以的。书中女子吹牛逼。”陈八荒。姬明月嫣然一笑，没有说什么。连续的翻云覆雨，他也颇感疲惫，于是很快睡去。看着熟睡的姬明月，陈八荒的脸上终于显出一丝凝色。大周书院距离青城有着数万里远，青城虽然有红莲守家，但若是发生什么意外，他并不能立刻赶回来。毕竟明枪易挡，暗箭难躲，鬼知道叶家和凌云剑宗会采用什么手段对他的人下手。这让陈八荒内心变得矛盾，他甚至有了放弃去大周书院的想法。在青城好好守着，一旦强敌偷袭，他会及时保护家人和爱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唉，陈八荒深深叹了口气，满脸愁容。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忧。突然间，空书中女子开口道。陈八荒苦笑，不担心是假的，有爱人固然甜蜜，但也有了软肋。女子道：你踏入灵王境，虽然不能开启混元术第4图，但你却可以在山河图上获得一个小神通。什么小神通？陈八荒来了精神，赶紧问道。女子道：你可以在山河图上标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具有传送阵功能，你通过山河图可以快速传送到这个位置。我建议你将青山古宅下的灵元宝地标记上，如此一来，你可以随时进入灵元宝地修炼，提升你的修炼效率。同时，这灵元宝地距离青城也不远，若是青城真的发生危险，山河图会发出警告，你可以及时赶回来。言之有理。陈八荒激动道。唰！就在这时，在他的掌心升腾出一团红色能量，而这时混元书也打开了山河图。女子道：用你手中的红色能量标记青山古宅的灵元宝地。陈八荒点头，随后屈指一点，手指精准地点在了山河图上青山古宅的位置。嘘！手中红光倾泻而下，瞬间点在了青山古宅下面的位置。标记完成。嗖！随着陈八荒手指再次点到标记之地，他突然消失在原地。眨眼之间，他出现在了青山古宅下的灵溪之中。这可真是太方便了。陈八荒惊喜的连连点头。随后他打开了在藏神渊获得的几百枚纳戒，其中的灵石加上轩辕九哥给他的1000多万灵石，共3000多万颗灵石，数量惊人。与此同时，他在叶云的纳戒之中还搜出8株灵植，其中2阶灵植3株，3阶灵植2株，其中还有2柄战刀，4阶灵器。如此丰厚的收获，陈八荒点头笑道：看来以后还得是打劫超级强者，他们身上的修炼资源确实异常丰富。接下来，陈八荒盘坐在灵溪之中，进入了修炼状态。由于强行加速运转霸世吞灵诀，经脉和丹田受到了损伤，让他修炼起来异常痛苦，额头冷汗直流，嘴角直抽，直至最后停止。他骂了一句：妈的，要尽快拿到8元玄冰果，重塑我的身躯。而这时他感应到一道强横气息出现在附近，他打开山河图一看，出现之人正是红莲。很快，红莲出现在他的面前。今晚的红莲依旧是一袭红裙裹身，映衬着他那俊秀的小脸，极为白皙，一双绝美的眸子没有了之前的狂傲之色，转而是变得清澈无比。他冲陈八荒微微一礼，胸前浑圆山峰、盈盈一握的细腰以及圆润翘臀，在红裙的包裹下也是明显的显现出来。虽然陈八荒没有拘禁他，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可是有着锁魂印记，所以他根本不敢逃回上界找到师父，否则他定会被师父责罚，甚至是师父一怒之下将他抹杀。所以他决定暂时先跟在陈八荒的身旁，伺机解开自己的锁魂印记，或者是寻求机会突袭陈八荒，将其斩杀。只要陈八荒死了，那么他就没有了锁魂印记的束缚。所以此刻红莲虽然脸上带着微微笑意，但他心中对陈八荒的恨却也是在不断翻滚。我感觉你很恨我呀。陈八荒淡淡一笑，目光却如利剑一般犀利。红莲赶紧挤出一丝笑容，道：主人想多了，如今我已经被主人下了锁魂印记，所以我决定老老实实跟随主人。陈八荒淡淡点头，那是最好。随后一挥手道：坐过来。坐过去。红莲惊讶。陈八荒脸色一沉，不过来。红莲赶紧道：这就过来。随后他修长白腿踏入灵溪之中，坐在了陈八荒的身旁。灵溪浸湿了红莲的衣裙，让他那有着完美轮廓的娇躯若隐若现。他看向陈八荒，眉目之中有着一丝怯色。陈八荒静静地看着红叶，强大气场压迫的红莲呼吸逐渐急促。红莲暗道：陈八荒不愧是凌霄剑帝，
即使是一缕残魂占据了一具废柴身躯，却依旧有着如此强大的气场。你是天生剑体，而且还是圣品。陈八荒忽然开口道。红莲点头，是的。但下一瞬，他瞳孔骤缩，看向陈八荒，对方的眼中已然有了兴奋之色。陈八荒准备对他的圣品先天剑体下手，红莲心头一缩，而陈八荒正有此打算。虽然由于经脉和丹田受损，他暂时不能修炼，但他却可以吸纳红莲的先天剑体来强大自身的混元剑体。而获取对方剑体最快的方法就是双修。而此时的红莲自是知道陈八荒心中所想，他喉咙滚了滚，身形向后移了移。主人，难道是想与我双修？陈八荒抬手捏着红莲那吹弹可破的脸蛋，淡笑道：不可以吗？红莲小脸瞬间红润，她嘴唇紧抿，贝齿咬着红唇，点头道：可以。语气之中明显有着委屈和被强迫的感觉。陈八荒冷哼一声，那还不快过来？红莲呼吸瞬间急促起来，心脏咚咚跳个不停。虽然他是灵皇境级别的冷酷杀手，但男女之情他还是头一次经历。尤其是在陈八荒的淫威下，他被迫做这种事情，他紧张的全身颤抖。但想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那道枷锁，他深深叹了口气，一咬牙直接钻进了陈八荒的怀里。这还差不多。陈八荒搂着红莲柔软娇躯，单手轻轻托起红莲那充满冷色但却美艳无比的小脸，道：你属于谁的？红莲喉咙滚了滚，我属于主人的。陈八荒点头，很好，把裙子脱掉。什么？红莲小脸陡然一紧，长这么大她还从未在一个男人面前脱光衣服露出自己的身子。刚要本能的出口拒绝，可看到陈八荒那冰冷的眼神，她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算是栽在他的手里了。红莲心里叫苦，脸上明显有着屈辱之色，甚至美眸之中有了晶莹的泪水。她伸手慢慢褪去了身上的红裙，顿时美艳无比的春光显露了出来。陈八荒淡淡道：转过去。红莲一愣，随后听话的转过身，心中暗道：难道陈八荒喜欢那样？啪！而就在这时，陈八荒的大手忽然按在了他那光滑无比的美背上，突然的接触让红莲全身一颤。缩，陈八荒的大手在红莲的后背缓慢移动，唰！这种抚摸让红莲瞬间害羞起来，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而陈八荒似是没有进一步的试探，只是在红莲后背几处穴位不断游走，而这种游走让红莲既排斥又紧张。你这是在慢慢炼化他的圣品先天剑体。书中女子看出陈八荒的目的，惊讶道：红莲体内有着圣品先天剑体，在陈八荒第一次见到红莲，他就感知到了。他嘿嘿一笑：是的。书中女子道：为何不直接将他拿下，通过双修夺他的先天剑体，岂不是更直接？陈八荒道：红莲的先天剑体可是圣品，我若直接炼化吸收，以我目前修为可能承受不住，何况我的经脉和丹田已大受损伤，所以我只能慢慢炼化。女子道：原来如此，但红莲好像不知道，她似乎在认为你这是在调情。陈八荒看向小脸已经红成晚霞的红莲，笑道：调戏一下也不是不可。炼化红莲体内圣品先天剑体，陈八荒一直持续到天亮。随着一丝丝先天剑体的能量与自身体内的混元剑体慢慢融合，陈八荒能清晰感知到他体内的混元剑体逐渐向着三重天冲击。主人！到黎明时分，红莲感觉全身疲惫不堪，她感觉眼前一黑，直接栽在了陈八荒怀里。不知过了多久，红莲醒了过来，看到自己赤身倒在陈八荒的怀中，她震惊的瞳孔一缩，双手飞快捂住胸口，绝望地看着陈八荒。你做那种事了？陈八荒松开红莲，站起身来，淡淡道：做了又如何？红莲的确，他现在彻底被陈八荒控制，他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凭陈八荒拿捏。这一瞬，委屈的泪水很快流了下来。他没想到自己的处子之身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了。若是师父得知他的处子之身给了凌霄剑帝，那师父一定会愤怒地将他的脑袋砍下来念几次。他心中发誓，此事绝对不能让师父知道。陈八荒，你给我等着，这笔账老娘早晚要跟你算。他按下毒誓。陈八荒淡漠地看着失魂落魄的红莲，沉声问道：苏婉婉现在什么情况？苏婉婉是红莲的师父，也是当年联手将她打进混元魔渊的3位女帝之一。红莲赶紧道：师父与其他2位女帝联手将主人灵火夺取之后，3人平分了主人的灵火，我师父因此冲破了生死境的瓶颈，踏入了更高的境界。妈的！陈八荒攥了攥拳头，这个贱人借我的力量闯过了生死境，我早晚会让他生不如死。红莲怯生生道：主人，师父那边有我隐瞒您的情况，
您暂时安全。但以主人现在的实力，想通过修行追赶上我师父的境界，这几乎做不到。陈八荒脸色一沉，我做事情需要你来指点。红莲赶紧摇头，不敢。陈八荒淡淡道，退下吧，但是你必须做到随叫随到。红莲拱手道，主人放心，我一定听话。哗啦，郊区离开灵溪，诱人春光完全展露在陈八荒的面前。红莲面色羞红，赶紧自纳戒中拿出一套干的红裙穿在了身上，再次冲陈八荒拱手道，主人。红莲这就退下。等一等，似是想到了什么，陈八荒开口道，接下来我要去大周书院，你留下来保护倾城的安危，如果我的爱人出了事，我会在你身上加倍奉还。红莲赶紧拱手道，主人放心，我一定暗中保护好你的人。陈八荒挥了挥手，红莲赶紧消失在原地。有红莲保护倾城，陈八荒放心了许多。翌日中午，陈八荒离开了倾城，直奔大周书院而去。而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正是顾倾城。今日的顾倾城身穿青裙，看上去颇为淡雅，但也难掩他丰胸翘臀的好身材。陈八荒皱眉，不知对方为何追出来。顾倾城拱手道，陈少，让我跟随你一起去大周书院，因为我是大周书院的外院弟子，我跟你一起去，可以照应你一下。陈八荒直接摇头，你不能跟着我。顾倾城一愣，为何？陈八荒道，我此次大周书院可是想得到8元玄冰果，常规手段我得不到，若是我采用其他手段，必会惹怒大周书院，到时候你也会受牵连。闻言，顾倾城怔住，8元玄冰树可是大周书院镇院之宝，其上8元玄冰果更是极其珍贵之物，院长视其为珍宝。这神树周围戒备森严，高手云集，陈少若是想偷此神果，怕是根本做不到。陈八荒淡淡一笑，只管去做，管他行不行。顾倾城微微点头，那既然陈少不怕，我顾倾城也不是怕死之人，我愿与你一起前往。你不是怕死之人？陈八荒眉头微皱，若真如此，当初你怎能委曲求全，臣服于我？顾倾城，他上手背在身后，挺直胸膛，这样显得他的双峰极为挺拔。他正是陈八荒，道：那我摊牌了，我之前确实因为要生存下去，屈服于你，但你的种种表现吸引了我。陈八荒原本是第一倾城废墟，但最后却能在藏神渊杀了叶云和李天道，这让顾倾城对陈八荒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他今日想跟陈八荒一起去大周书院。陈八荒道：好吧，一起去。谢陈少。顾倾城大喜，挽住陈八荒的胳膊道：我知道路，我带陈少去。陈八荒愣住，之前的顾倾城总是一脸冰冷，今日却是显得很热情。顾倾城也不忌讳，嫣然一笑，既然你让我做你的厨娘，那我挽着你的胳膊也不过分吧。陈八荒，他无语道：这二者有关系吗？顾倾城笑道：我说有就有。陈八荒，书中女子道：这女人在追你，赶紧将她拿下。你是双修高手，和女人多多修炼，你的修为会飞速攀升。你面临那么多强敌，我也等待你强大，我好一雪前仇，所以你赶紧抓紧时间，非要急死我吗？陈八荒。深夜，三王爷的书房，叶家大长老声泪俱下，将藏神渊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三王爷。三王爷顿时一惊，我女婿被一个叫陈八荒的青年杀了。大长老拱手哭道，连带叶家几百修士也被陈八荒杀了。砰！三王爷一掌击碎身前石桌，眼中怒意翻滚。大长老道：三王爷，此事还告知夫人吗？三王爷摇头，我女儿正在皇家专属修炼之地冲击灵皇境，切莫去打扰她。这个陈八荒，我会想办法除掉他。大长老赶紧道：三王爷，我得到消息，陈八荒去了大周书院。大周书院？三王爷眼睛微眯，那可是我的地盘。大长老拱手道：那请三王爷为我叶家做主，赶紧弄死这个陈八荒。三王爷点头，姑爷被杀，我这个岳父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你只管回去等我好消息，等到陈八荒死了，整个倾城你们叶家接手。是。大长老大喜，立刻跪地磕头。凌云剑宗，一个天骄榜都没上的青年，仅凭一己之力杀了李天道和叶云。宗主白云林听完护法所说，一脸惊讶，他黛眉紧蹙，脸上愠怒翻滚。在大周王朝，还没有人敢直接撕破脸杀我凌云剑宗的人，尤其还是一位长老。护法道：宗主大人，得到消息，陈八荒正在前往大周书院，貌似他要成为大周书院的弟子。什么？白云林吃惊不小，他眼睛微眯道：能抹杀2位灵王境，此等天骄确实有实力进入大周书院。如此一来，大周书院又多了一名顶级天骄啊！这一刻，白云林心里发酸。大周书院是大周皇朝最为强大的宗门势力，
而作为排名第9的宗门，他自然是不希望看到大周书院越来越强。护法建议道：“宗主大人，要不我们派人半路截杀这个陈八荒，为三长老报仇？”白云林想了想，道：“不必。”闻言，护法一脸不解。白云林作为宗主，手腕极其强硬，为人也霸道，怎么今日居然放过了陈八荒？白云林看穿护法所想，道：“陈八荒杀死了叶云，而叶云可是三王爷的女婿，而这大周书院内有不少人是三王爷的人，所以陈八荒进入这大周书院就是羊入虎口，他必死无疑。借刀杀人。”护法一拍脑门，佩服道：“还是宗主大人考虑事情周到。”白云得意一笑，作为宗主怎么可能没有格局？似是想起了什么，他问道：“陈八荒的老窝青城可有强者把守？”护法道：“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现在的青城只有神玄门的门主顾成坤以及守军统领张冲在把守。顾成坤是灵宗境，而张冲还停留在天灵境。”闻言，白云林轻哼一声：“这等实力，在我凌云剑宗面前不值一提。你速速拿下青城，将青城所有修炼资源全部掌握在我凌云剑宗的手里。因为陈八荒一死，叶家定会率先去拿下青城，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的前面。”闻言，护法眼中对宗主的佩服之情更盛。白云林只有27岁，作为有着数万名弟子的大宗门掌门，他确实很年轻，但他的谋略却让护法极为钦佩。抢夺资源这种事，事不宜迟，护法立刻去准备人手。陈八荒，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你在大周书院会被三王爷的人抹杀，而你的家被我凌云剑宗偷了。白云林双手抱在胸前，桀骜一笑。大周书院坐落在一座高山之上，几百座楼宇连成一片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而一座巨大的石壁之上，深深刻着大周书院4个大字：顾倾城。陈八荒和顾倾城正准备踏进大周书院，一道身影出现二人的面前。这是一位身穿华袍、气势强横的女子，一脸刁钻之气的女子，李妹儿。看到李妹儿，顾倾城咬了咬牙。李妹儿是他的师姐，由于其是京城大家族出身，而且修为又比他高，所以李妹儿经常打压他。而原因则是李妹儿嫉妒顾倾城美貌，她不能接受一个来自小宗门神玄门的顾倾城比她漂亮几倍。她鄙夷道：“顾倾城，3个月前你犯了错，宗门罚你回家3个月，不得踏入宗门。我若是你，我可没脸回来。”顾倾城怒道：“李妹儿，若不是你暗中调包，我怎么可能拿错草药，继而将师傅的丹药炼错？”李妹儿轻哼：“那是你自己笨，分不清草药，怪我喽。你还狡辩，在我炼丹前就你进入了炼丹房。”顾倾城沉声道。李妹儿撇了撇嘴：“你是小神玄宗的人，敢质问我李妹儿？我爹可是当朝3品大员，我就看不惯你，整你，你能奈我何？”顾倾城粉拳攥得咯咯作响：“你这个混蛋！”李妹儿讥讽道：“你也只剩下会说脏话。据我所知，你们神玄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依我看，你还是别回书院，出去要饭吧。”李妹儿，你欺人太甚！顾倾城气得小脸通红，体内灵力上冲：“和我动手！”李妹儿哈哈一笑：“我现在可是灵宗境，我挥挥手就能把你打成残废，而且我已经由外院弟子晋级成为内院弟子，我现在身份可是高一你等，高我一等又如何？”顾倾城抽出一柄长剑，怒道：“你3番5次害我，今天我和你要有个了结。这里可是大周书院，你一个外院弟子和内院弟子动手，成何体统？”忽然间，一道充满威严的冷声传了过来，当即一位身穿灰袍的中年男子一脸阴恻恻地走了过来。此人正是大周书院的3长老穆玄，他专门负责大周书院弟子的管理。3长老，顾倾城赶紧拱手道：“顾倾城对师姐没大没小，看来对你惩罚的还不够。”穆玄一脸冰冷。顾倾城咬了咬银牙：“弟子知错了。”二人在大周书院身份地位相差悬殊，顾倾城不敢忤逆穆玄。穆玄冷哼一声，随后看向李妹儿，立刻露出和颜悦色，笑道：“李妹儿，听说你又晋级了一级，成为了1级灵宗境。”李妹儿拱手笑道：“都是3长老教导有方。”他心知肚明，穆玄是看上他的家世，才会对他这般态度。穆玄微微点头，随后目光转向顾倾城，脸色再次冷了下来：“没大没小，我今日要罚你。”3长老。忽然间，一道平静的声音打断了穆玄，说话的正是陈八荒。他拿出轩辕九歌的推荐信递给穆玄道：“我叫陈八荒，这是我的推荐信。”显然他故意打断，是不想再让穆玄继续对顾倾城找茬。推荐信。穆玄皱眉看着陈八荒，心中暗道：哪里跑出一个野小子？3长老，这小子和顾倾城一起来的，都是一路货色，您一定看仔细，没准这封推荐信是假的。李妹儿白了眼陈八荒，对穆玄笑道：
穆玄点头，冷哼道：“那我倒要仔细看看。”展开信，穆玄仔细阅读起来。信中，轩辕九歌极力推荐陈八荒，对其一番夸奖，最后还盖上了自己的大印。在大周朝廷内，各个派系众多，但他们都会将自己派系的天骄安排进大周书院，要么深造，要么镀金，要么拉拢人脉。总之，大周书院在各大派系中是香饽饽，所以时不时会有推荐信送到穆玄的手中。而轩辕九歌也多次推荐过自己的人，所以穆玄自然认得轩辕九歌的字迹和大印。三长老，这封信是假的无疑吧？李妹儿根本没见过陈八荒这个人，一看就是山村莽夫，尤其是和顾倾城一起来的，所以他断定陈八荒可能是个江湖骗子。是公主的推荐信。穆玄满脸惊讶，不可思议道：“公主的？”李妹儿吃惊至极，问道：“哪个公主？”穆玄道：“九公主轩辕九歌。”李妹儿，她眼睛瞪大，错愕地张大了嘴巴。轩辕九歌，皇室公主的推荐，那么陈八荒至少得安排个内院弟子。李妹儿震惊地打量着陈八荒，一时语塞。九公主推荐的，那说明眼前这个面生的家伙路子很硬啊。随后他将目光看向顾倾城，脸色瞬间难看起来。刚刚他远远看到顾倾城和陈八荒有说有笑，这说明二人很是熟络。可是顾倾城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和九公主关系如此密切的人呢？一瞬间，李妹儿心中一阵发酸，于是她转身看向穆玄：“三长老，您确定推荐信是真的吗？”穆玄脸色一沉：“公主的大印，我能不认的？”李妹儿咽了口唾沫，脸色铁青。穆玄也重新审视着陈八荒，据他的了解，陈八荒这个名字都没在天骄榜上，但居然能得到九公主的推荐。既然如此，他不能驳了九公主的面子，于是道：“既然九公主如此赏识你，那么你就进入内院。”三长老，穆玄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一位亲信立刻跑过来，在其耳边低声道：“三王爷有令，不得让陈八荒成为内外院弟子。这个陈八荒，三王爷要弄死他。”啥？穆玄愣住，他眼睛一转，他立刻意识到，很可能是九公主和三王爷两派系在明争暗斗。三王爷的势力可比九公主大得多，而且穆玄还是三王爷的人，于是他看向陈八荒的眼神瞬间冰冷起来。他清了清嗓子道：“即使你是九公主推荐的，我也得看你的修为，修为达不到，那你就做不成弟子了。”说着，他一步上前，大手按在陈八荒的额头，感知陈八荒的修为。地灵境6级。穆玄怔住，九公主大力推荐的天骄修为这么低，他是地灵境6级。闻言，李妹儿瞪大眼睛，当即瞬间兴奋起来，冲着顾倾城鄙夷大笑：“顾倾城，我以为你带来的人实力有多强呢，原来只是地灵境级别。”哈哈，笑得我肚子疼。顾倾城皱眉看着陈八荒，他不理解陈八荒为什么隐藏实力隐藏的这么多。可陈八荒却淡淡一笑，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知道，即使他将实力再暴露的强一些，穆玄依旧会为难他，所以索性不如将实力压低到地灵境。穆玄淡淡的哼了一声：“如此修为，做外院弟子你都不配，你去前院做个杂役弟子吧。”杂役弟子？顾倾城一脸愕然，脸上瞬间有了怨怒，让一个九公主推荐的人去做杂役弟子，这不是侮辱人吗？哈哈，李妹儿捂嘴大笑：“顾倾城，你没想到吧？你带来的人只配做杂役。”他转身冲穆玄拱了拱手：“三长老，您秉公做事，弟子实在钦佩。这陈八荒区地灵境，着实只适合做我宗门的杂役。”他轻蔑地白了眼顾倾城，转身离去。这个贱人！顾倾城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心中暗道：以后若是有机会，一定狠狠教训这个李妹儿。而陈八荒却古井无波，似是早就猜到这个结果。他对穆玄拱手道：“谢三长老的安排。”穆玄淡淡点头，让顾倾城带你去杂役房吧。说完，他目光复杂地看了眼陈八荒，心中暗道：三王爷让你死，你活不过3天。随后他转身离去。八荒，他们明显是在欺负你。顾倾城愤愤不平，可陈八荒却微微一笑：我的目的是8元玄冰果，他们给我什么身份我并不在意，而且在杂役房行动自由，方便我下手。闻言，顾倾城微微颔首，心情略好了一些，美眸看着陈八荒，他心中暗道：他遇事还真是冷静。很快，他将陈八荒带到了杂役房。杂役长打量了陈八荒一眼，眼中满是不屑。做杂役弟子的都没什么身份背景，所以他无需巴结。陈八荒，你的编号是9528，你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整个书院的地面，现在你就去领杂役服。闻言，陈八荒点头，而顾倾城却一愣：9528，杂役弟子只有编号，连名字都不叫了吗？杂役长冷哼一声：都做杂役了，还要什么名字？顾倾城，
他转身看向陈八荒，眼中满是同情。可陈八荒却淡然一笑：“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等到杂役长离开，顾倾城谨慎的左右看了看后，在陈八荒耳边低声道：“大周书院有外院、内院以及中书院。中书院的弟子比内院弟子地位还要高，实力也更强。八元玄冰术就在中书院内，也就是这大周书院的最里面。”中书院，陈八荒点了点头，目光望向远方，他喃喃道：“我要想办法进入这中书院。”顾倾城离开，陈八荒进入杂役房，领了杂役服，正式开始了杂役工作。八元玄冰术，这是他的目标。他拿着扫把，装模作样的扫地，从外院扫到内院，足足用了3个时辰。他不禁感慨，这大周书院真是大，内外2院加在一起，足足有一座小城池那么大。而且他一路穿过很多关卡，也看到过很多弟子在专心修炼。最终，他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庭院前。庭院古香古色，庄严肃穆，而门上巨大的牌匾上赫然写着中书院。八元玄冰术就在这里。陈八荒眼睛明亮起来，拿着扫把，他大大方方地朝着门口走去。门口立着10几名护卫，威风凛凛。看到一个杂役大摇大摆走过来，护卫长立刻喝止：“9528，站住！”他看到陈八荒杂役服上的编号，沉声道：“这里可是中书院，你作为杂役不得入内。这个规矩难道你不知道吗？”陈八荒嘿嘿一笑：“之前不知道，你说了我就知道了。”护卫长白了眼陈八荒，冷道：“赶紧走，不许靠近中书院，否则按照书院律法要治你的罪。”陈八荒耸了耸肩，身形后退，同时目光扫进中书院内，他赫然看见一棵金色的大树，如金伞一般立在庭院之中。这棵金树散发着强横的气息，冲击的周遭空间微微扭曲。八元玄冰术，陈八荒两眼放光，眼中满是渴望，同时他也是眉头一皱，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八云玄冰术下有着一座阵法，一套防御阵法，不打破这阵法，根本触摸不到八元玄冰术。陈八荒脸上显出一抹凝色，若是前世他挥挥手就能粉碎这阵法，如今他要破掉阵法，接近八元玄冰术，恐怕要费一番周折。赶紧走，再不走，老子砍断你的腿！护卫长见陈八荒磨磨唧唧赖着不走，直接抽出了腰间的战刀。对方不过是一小小杂役弟子，他无需客气。更为重要的，八元玄冰术就快要结果，在此期间，他绝对不能让此神术有任何差错，否则他会被院长治成死罪。陈八荒哼道：“有什么了不起的？看一看又如何？”护卫长不屑道：“中书院是圣洁之地，岂能容你这等杂役之人靠近？赶紧滚！”陈八荒嘴角抽了抽，圣洁之地，狗屁！他直接转身离去。哎呦，这不是顾倾城的姘头吗？原来在这里扫地。陈八荒在回到杂役房的路上，一道讥讽之声传来，说话的正是李妹儿。他双手抱在胸前，鄙夷地看着陈八荒。陈八荒冷眼看着李妹儿，沉声道：“你是吃屎了吗？说话这么臭！什么？你敢说我吃屎？”李妹儿瞬间愠怒：“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对我这位内院弟子居然说话如此不敬，你真是找打！”二人的争吵之声引来诸多弟子注意，随即有着近100名弟子围了过来。尤其是听到李妹儿说陈八荒是顾倾城的相好，不少男弟子都是一脸纳闷。顾倾城在大周书院也算是排名前3的大美女，这等美人居然和一个杂役弟子好了，一众男弟子根本不相信。而李妹儿如此大声，也是想故意坏了顾倾城的名声好，让男弟子认为顾倾城是一个下贱的女人。李妹儿，你又在这里欺负人！一道曼妙身影出现，护在陈八荒的面前，此人正是顾倾城。今天的顾倾城，一袭淡紫色长裙裹身，3000青丝垂至盈盈一握的细腰，一双动人眸子光泽明丽，如古雅的仙子一般立在众人的面前。大周书院3大女神之一的顾倾城，真的在护着一个杂役。一众男弟子脸色微变。李妹儿撇嘴一笑：“啧啧，你还挺护着你的姘头。”顾倾城沉声道：“李妹儿，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李妹儿哼道：“那我问你，你敢承认这杂役弟子是你的男人吗？”闻言，现场瞬间变得安静，一众男弟子都紧张地看着顾倾城。毕竟顾倾城在他们心中可是女神，而且大多数人都苦苦追求过顾倾城，可结果都是被女神冰冷拒绝。所以女神若与一个杂役弟子相好，那男弟子们会大受打击，不如一个杂役，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所以这一刻，一众男弟子都是屏住了呼吸。顾倾城微微一笑，倾国倾城，指着陈八荒道：“他就是我的伴侣，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一瞬间，现场变得安静无比。咔咔咔，
道道心碎的声音在各处响起。女神真的选择了杂役做伴侣，一众男弟子的心好似被刀子剜了一般，痛得嘴角直抽。一时间，无数道充满杀意的目光落到了陈八荒的身上。这个癞蛤蟆居然吃上了天鹅肉！众人羡慕的眼珠子发红，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我们是情侣？陈八荒也懵了，他一脸愕然地看着顾倾城，二人根本不是情侣关系，可顾倾城却当众承认，这让他颇感意外。李妹儿笑得合不拢嘴，顾倾城，你终于承认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的男人是下等人，那么你也是下等人。你的姘头对我这个内院弟子出言不逊，那老娘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他。说完，他转身看向一旁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男子，妩媚笑道：孙哥哥，这个杂役对咱们内院弟子这般藐视，帮我教训教训他。此人是李妹儿的师兄孙成，他和李妹儿是情侣关系，并且孙成之前也追求过顾倾城，但却被顾倾城当场拒绝，这也让孙成怀恨在心。而他对陈八荒更是极度的抓心挠肺，毕竟在顾倾城眼中，他连一个杂役都不如，这实在是太伤自尊。他站出来，目光阴沉地瞪着陈八荒：小混蛋，你区区一个杂役，敢出言侮辱内院弟子，真是胆大包天，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话落，他一步踏出，冲向陈八荒。孙成，不要动手！顾倾城猛地抽出长剑，剑尖对准孙成，绝美眸子中满是战意。孙成一愣，打量着顾倾城，冷笑道：顾倾城，你不过是7级天灵境，想阻挡我这个灵宗境，看来你跟了这个杂役，连智商都没了。闻言，和孙成、李妹儿关系要好的弟子们皆是讥讽大笑。天灵境打灵宗境，痴人说梦。顾倾城却美眸微眯，厉声道：我不管你什么实力，敢动我男人，我跟你没完。哼，那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和我没完。孙成不屑冷笑，当即大手直接落下，而方向竟是朝着顾倾城那丰满的胸脯。孙成这是借机占便宜啊！众弟子看出门道，尤其是男弟子，心中大骂孙成不是人的同时，也是羡慕孙成有机会摸到女神。是，顾倾城直接出剑，剑光落下，犀利无比，瞬间破掉孙成灵宗境的防御，砍在其肩膀上。下一刻，孙成的右臂直接飞了出去，鲜血狂喷。孙成发出杀猪般的喊叫，当即倒在血泊之中，全场瞬间哗然，所有人都震惊得呆若木鸡。顾倾城居然一剑斩掉了孙成的手臂，二人可是差着整整一个大境界。顾倾城原来这么强，这怎么可能？李妹儿震惊地张大嘴巴，下巴差点掉在地上。她很清楚顾倾城的实力，其根本不是孙成的对手啊。而顾倾城美眸闪动，看向身后的陈八荒，俏脸上满是愕然。因为就在他刚刚出剑的一瞬间，陈八荒将手悄悄按在了他的后背，顿时一股极为炙热的力量打进了他的体内，才得以让他一剑斩掉了孙成的手臂。而陈八荒这么做，既可以让他不暴露实力，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又可以狠狠教训孙成一顿。一石二鸟。李妹儿，顾倾城厉声喝道：你若再找陈八荒的麻烦，我连你一块砍！李妹儿，他一脸不甘地瞪着顾倾城，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但他依旧没有出手。孙成都败了，他不敢贸然上前。女神这么护着这个杂役。众弟子看向顾倾城，眼中震惊翻滚，一众男弟子更是不爽起来。顾倾城本就是个大美女，实力又这般强悍，结果如此维护一个杂役，现在杂役都这么吃香了吗？什么情况？一道身影匆忙跑来，正是三长老穆玄。看到倒在血泊之中的孙成，他顿时一惊，看向顾倾城手中那滴血的剑，他惊讶道：是你干的？顾倾城点头：是的。穆玄眼睛微眯，满脸不可思议。顾倾城居然跨越一个大境界，重伤孙成，这等实力可以进内院了。他看向孙成，沉声道：拿着你的手臂去疗伤院将手臂接上。大周书院内经常会有弟子之间的切磋，而受伤是常事，胜者为王。大周书院也希望通过不断的挑战，筛选出更强的弟子。顾倾城，你等着，这件事没完。孙成咬牙忍着剧痛，捡起手臂，怒道。李妹儿赶紧上前搀扶，她转身看向顾倾城，眼中满是狠色，最后目光看向陈八荒，恨恨道：你给我等着，我早晚会让你跪在我的面前吃屎。陈八荒冷笑，说不定你很快就吃上了。李妹儿，他狠狠白了眼陈八荒，扶着孙成赶紧向疗伤院走去。时间晚了，孙成的手臂就接不上了，都散了吧。穆玄厉声喝道，众弟子赶紧散去。他转身看着陈八荒，目光犀利，沉声道：9528，我刚听说你扫地都扫到中书院去了，你小子最好别给我搞事情，否则
就算你是九公主推荐的，我也一样会将你赶出大周书院。说完，他看向顾倾城，眼神复杂，道：以你实力，可成为内院弟子了，但你与一个杂役鬼混，恐怕你进入内院要无望了。威胁。慕玄言外之意，若是顾倾城还和陈八荒在一起，那么顾倾城将会失去进入内院的机会。顾倾城拱手道：谢三长老提醒，但我心意已决。慕玄叹了口气：你定会后悔的。说完，他摇了摇头，转身离去。为什么这么帮我？这不像你的风格。陈八荒忽然问道。之前的顾倾城为了活命，为了让神玄宗不被灭，是会屈服的跪在他面前，而今日的顾倾城竟然为了他放弃成为内院弟子的机会。顾倾城微微一笑，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但其实他心中有了答案，那就是他喜欢上了陈八荒。喜欢一个人没有理由，而且直觉告诉他，他喜欢的男人日后定会成为巅峰强者。陈八荒微微点头，见四周无人，低声道：我去中书院考察了一番，看到了8元玄冰术，而且树下还有一座防御阵法。顾倾城道：据说那防御阵法是院长亲自布下的，固若金汤，若是没有破解之法，仅凭暴力很难破除其防御。闻言，陈八荒一脸愁容，那如何才能破解这阵法呢？顾倾城想了想道：院长的私人藏书阁，在那里可能有关于此防御阵法的记载以及破解之法。私人藏书阁在哪里？陈八荒眼睛明亮起来。在中书院内。顾倾城黛眉紧锁道：那里守卫森严，你根本进不去啊。陈八荒眼睛微眯，脑中思索着。叽叽。就在这时，高空划过数百道巨大的影子。飞行灵兽。这些飞行灵兽都是大周书院所养的飞行灵兽，只有中书院弟子才配拥有飞行灵兽。嘿嘿，看来这次里面真的要吃屎了。似是想到了办法，陈八荒咧嘴笑道。可顾倾城却不知陈八荒所想，惊讶地看着陈八荒，只是认为对方在说气话。深夜，一道身影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一处山顶，这里正是大周书院圈养飞行灵兽之地，而这道身影正是陈八荒。他躲在大树之后，小心翼翼地窥探着前方一处房屋，那里住着飞行灵兽的看管人员。此刻屋内灯火已经熄灭，并且传出鼾声，显然看管人员已经进入了梦乡，可以动手了。陈八荒微微一笑，他蹑手蹑脚地来到飞行灵兽所在之地。足足1000丈范围的巨大灵兽圈内有着100多只飞行灵兽。陈八荒自那戒中取出一块块腌制好的野兽肉，野兽肉是飞行灵兽最喜欢吃的，而陈八荒足足扔了500多块。天降美食，飞行灵兽瞬间兴奋起来，直扑肉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陈八荒双手抱在胸前，嘿嘿一笑，明天有好戏看了。翌日清晨，东周书院一座座白色建筑在朝阳的映射下蒙上一层光辉，显得格外圣洁。内院和外院弟子足足近万人，皆是盘坐在巨大的广场之上，而在高台之上的慕玄也是盘坐在地，双手捏成结印，进入修炼状态。而一众弟子效仿慕玄的呼吸吐纳，也开始修炼起来。这是大周书院每天早上都要进行的晨练。而此时顾倾城也盘坐在一处角落，下一刻他眉头紧皱，小脸惨白，似是非常痛苦。他站起身，冲慕玄深深一礼：三长老，我身体不舒服，请求退出今日晨练。慕玄睁开眼，淡淡的白了一眼顾倾城：那你退下吧。顾倾城，你连晨练都坚持不下去，你可真是丢大周书院弟子的脸。一旁的李妹儿讥讽笑道。昨日他的男伴出了洋相，今日看到顾倾城出洋相，他立刻嘲讽道：看来你和那杂役好了之后，身子是越来越弱了，怎么哪里都有你？顾倾城狠狠剜了眼李妹儿：你男人孙成的胳膊还好吧？你……李妹儿咬了咬牙，目光变得凶狠。他男伴孙成的手虽然接上了，但也不能发力，几乎成了废人。看来你只能再另寻靠山了。顾倾城轻哼一声，曼妙身姿，迈着轻盈的步伐离开了广场。其实他心里也纳闷，陈八荒为什么让他装病离开广场，并且嘱咐他千万要躲在房间里，不要出来。既然陈八荒千叮咛万嘱咐，他也只好照做。陈八荒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顾倾城颇为不解。广场再次变得安静，慕玄与众弟子进入修炼状态。朝阳照在每个人的脸上，仿佛镀了一层金色，搭配周围白色的建筑，看上去颇具书院风范。叽叽。就在这时，自远处山峰飞出近100头飞行灵兽。这些飞行灵兽翱翔于天空，好似雄鹰一般，组成阵列，划过大周书院上空，气势颇为磅礴。慕玄抬头看向空中的灵兽，自豪笑道：在整个大周皇朝，也就我大周书院能圈养这么多飞行灵兽。闻言，
一众弟子抬头齐齐看向空中的飞行灵兽，脸上都是有着骄傲之色。毕竟能在大周皇朝最好的书院内修炼，这是无数年轻修士趋之若鹜的追求基基。就在此时，大周书院上空的飞行灵兽皆是发出道道尖锐的叫声，似是他们的身体有着某种剧痛，让得他们的飞行队形都乱了起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昨晚喂他们野兽肉的那个人居然往肉里下泻药。肚内经过一夜与食物的发酵，此刻他们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噗噗噗噗噗，下一刻，近百头飞行灵兽庞大身躯猛烈一颤，当即无数的排泄物喷射出来，如狂风暴雨一般砸向大周书院。刹那间，白色的灵兽粪一坨坨从天而降。那是什么？下方众人并未察觉铺天盖地落下的是灵兽粪，而等到坨坨白雾落到近前，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臊酸臭味道扑鼻，他们才意识到天上的飞行灵兽集体腹泻了。啪！李妹儿瞪着眸子，正看得出神，一坨灵兽粪如黏黏的泥巴，狠狠拍在他的脸上，糊住他的鼻口。啊！感觉苦涩味道在嘴中迅速蔓延，李妹儿惊得大叫，但却因此又咽下一口。哇！他立刻作呕起来。卧槽！这攻击堪比法术。广场上近万名弟子脸色大骇，赶紧报出灵力驱赶。砰砰砰！一坨坨灵兽粪被灵力击碎，但却化作无数残渣到处飞溅，让得众弟子根本无法躲闪。只是眨眼之间，众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嘴里，甚至是鼻孔里都溅上了灵兽粪，酸臭味道弥漫整个广场。一时间，作呕和谩骂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这他妈什么情况？穆玄整个人都懵了，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一幕。当即他赶紧爆出灵力护住身体，随后身形暴掠，打算逃出广场。但他愕然发现，广场大门被人从外面锁死了，无法逃出广场去找掩体。这他妈谁干的？穆玄气得脸色铁青，但一张嘴，一个不留神，一坨白雾进入口中。雾草，这味道比丹药还难吃。穆玄瞳孔骤缩，赶紧用灵力逼出口中之物。大门被锁死了，飞出去。李妹儿已经中了3坨，想死的心都有。于是他心生一计，率先飞身，打算跃出院墙。啪啪啪，身形跃在空中，直落而下的一坨坨灵兽粪，如一个个巴掌打得他生疼，当即将他拍回了地面。李妹儿，他欲哭无泪，暗道自己这是造的什么孽。这一刻，他猛然想起，昨日陈八荒还说他吃屎，而他今天真的就吃上了。这个丧门星！李妹儿心中怒骂。足足过了1刻钟，惨剧才结束。整个大周书院全部惨遭灵兽粪的洗礼，原本一尘不染的白色建筑群，此刻全部被臭烘烘的灵兽粪覆盖，味道弥漫整个书院。房中的顾倾城，他此时才知道，陈八荒让他装病，原来是这个目的，给飞行灵兽喂泻药，而且还把广场大门锁死了。大周书院可是神圣之地的象征，被灵兽粪洗礼，陈少是真损了。而透过窗户看到广场中的李妹儿，全身都是灵兽粪，痛苦的眼泪直流，他开心大笑道：陈少说到做到，真的让李妹儿吃屎了。此时的陈八荒早已经躲在中书院附近，此刻在中书院前守护的10几名护卫全身都是灵兽粪，但他们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护卫长没动。真能忍啊！陈八荒挠头，如果这些护卫意志这么坚强，即使全身都是灵兽粪都不去清理，那他可就白忙活了。而此时场中的护卫长脸都绿了，他本就有洁癖，此刻全身覆盖灵兽粪，臭味熏天，即使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最终也是扛不住。他捏着鼻子对手下道：速速去清理身上的灵兽粪，然后立刻归位。话没说完，他自己先跑了。是。其他护卫满心欢喜，赶紧跑开了。唰！就在护卫们全部离开，陈八荒蒙上面直接钻进了中书院。此刻中书院内也是臭气熏天，完全没有了之前古典淡雅的风格。通过山河图，他很快找到了顾倾城所说的院长私人藏书阁。钻进藏书阁内，他快速翻阅着其内的书籍，而很快他在一本书内找到了那防御阵法的记载以及破解之法。成了！陈八荒大喜，他记下阵法破解之法，随后将书籍物归原处。紧接着他随意抽了一本功法出来收入纳戒，目的是想混淆视听，让院长以为他来此目的是偷这本功法。一切处理完毕，陈八荒转身离开藏书阁。嘘！这时一道黑色人影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位身穿黑裙，手持紫色长剑的女子。女子秀发挽起，露出精致的小脸，一双绝美的凤眸正阴沉无比地看着陈八荒。手持长剑的她姿态优美，但英气十足。此女无论是颜值和身段都不输顾倾城，甚至是超越了顾倾城。唰！
黑裙女子全身剑气涌动，威压席卷而出。灵王镜，陈八荒顿时脸色一紧：“你是谁？为什么会跑进我爹的藏书阁？”女子手中紫色长剑抬起，顿时一道剑意席卷而出，如道道锁链，将陈八荒锁定。好强的剑意！陈八荒嘴角抽了抽，心中暗道：多亏自己蒙了面，若是被这女子记住模样，他拍拍屁股走人，离开大周书院没什么，可顾倾城就倒了霉。毕竟二人的情侣关系，顾倾城已经公开。于是他用灵力改变声音，沉声道：“大爷，我小毛贼一个，今日来此不过是想找一些灵石来解燃眉之急，你休要挡路，否则老子先奸后杀！”混蛋！黑裙女子瞬间怒了，高声道：“小毛贼，竟然说出如此污言秽语，今天我就阉了你！”轰！黑裙女子直接一剑斩向陈八荒的裤裆，刹那间，凌厉的剑气震荡的空间激颤，整个藏书阁都随之颤动。与此同时，他体内灵王镜的威压如结实的树藤，死死将陈八荒缠住。而这时，女子黑裙女子的剑指，她那绝美的眼眸中满是淡冷和自信。以她的实力，对付一个毛贼不在话下。而且她也感知出陈八荒的实力不过是地灵境，所以她这一剑也只是用出了50%的力道。你这娘们儿还真狠，真要阉了我！陈八荒后退一步，当即单手一挥，玄天断魂剑出现在手中。他猛地一挥剑，刹那间，体内混元剑体瞬间暴动，化作一股雄浑剑力，裹挟着巨剑斩杀了过去。砰！仿佛一座巨大的山峦撞击过来，黑裙女子倒飞出去数百丈，身躯重重砸在一栋建筑，将建筑砸出一个大窟窿，才止住身形。想动我命根子，没门！陈八荒嘿嘿一笑，直接消失在原地。他的目的不是与黑裙女子一决高下，而是赶紧离开这里。毕竟他拿到了解开阵法的方法。别跑！黑裙女子满眼震惊，她完全没想到这个小毛贼居然压制了实力，骗过了他，将他一剑击飞。早知道这样，他刚刚就用出10%的力道了。小脸气得煞白，他身形疾驰，可追出去数百丈，却是再也没看到陈八荒的身影。这个混蛋！立住身形，黑裙女子眼睛微眯，咬了咬银牙。这个贼的实力绝对是在灵王境这个级别，而且他进入藏书阁绝对不是只为了找灵石那么简单。黑裙女子极为不甘心，于是她又顺着小路向前寻找。此刻的大周书院已经乱作一团，众人都在清理身上的灵兽粪，同时杂役们也开始清理地面和屋顶。而这时，黑裙女子目光落到一名青年杂役身上，这位青年正捏着鼻子，拿着扫帚扫着地上的粪便。此人虽然穿的是杂役服，但黑裙女子总觉得这个人的身形和那个贼很像，于是她上前打量着这位青年，目光落到其胸口上的编号，沉声道：“杂役9528。”什么事？陈八荒抬头看向黑裙女子，一脸纳闷。黑裙女子眼睛微微眯起，目光如剑，仔细打量了陈八荒半晌，道：“你刚刚去了哪里？”陈八荒一愣：“我哪也没去，就在这里扫地。”黑裙女子不信，抬手一掌拍在了陈八荒的胸口，砰！陈八荒直接倒飞了出去，在地上翻滚了10几丈，身躯撞上一棵大树，才止住身形。你干什么？陈八荒疼得龇牙咧嘴，连站都站不起来。黑裙女子死死盯着陈八荒，黛眉紧皱。刚刚攻击陈八荒的一瞬间，她清晰地感知到陈八荒的境界只停留在地灵境，而他感知修为的能力超越常人数倍，所以他极为确定眼前这个杂役不是他要追的人，还是让那个贼跑了。这一瞬，他脸上闪过一抹气馁。你去疗伤院。他淡淡地看着陈八荒，领疗丹药时尽管记在我宋婉清身上。宋婉清。陈八荒嘴里重复着这个名字，不服道：你赔我疗伤药又如何？你上来就打人，真是不讲道理。宋婉清哼道：你就庆幸我没有用太大的力气，否则你现在就是尸体一具。说完，宋婉清转身离去。而看着对方彻底消失，陈八荒深深松了口气。刚才他本以为已经逃脱，但山河图却发出预警。他打开山河图一看，宋婉清还在到处寻找他，于是他赶紧换上了杂役服，假装再次打扫地面。至于他的真实实力，有着山河图神通的加持，宋婉清根本感知不到。大周书院内灵兽粪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而近100头飞行灵兽，大周书院上方集体拉肚子的消息迅速在大周国传开了。堂堂大周国最高等级的修行学院，居然被灵兽粪洗礼了。这种尴尬且搞笑的事情，让得不少人直接笑出了内伤。大周书院议会厅，此刻大长老公孙海鼻子都气歪了，岂有此理！他大手一拍，身前石桌瞬间化作齑粉。他转身看向面色如土的穆玄，沉声道：
院长不在，我作为代理院长，大周书院居然出了这么丢人的事情，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你让我如何向院长解释？闻言，穆玄心里叫苦，近百头飞行灵兽在空中乱拉一通，这他也控制不了啊。若不是跑得快，他自己都差点被溅一身灵兽粉。但此事也确实蹊跷，毕竟飞行灵兽经常在大周书院上空飞行，之前从未出过这种奇怪的事情。飞行灵兽都会去固定的地方排便，怎么这次就忍不住了呢？于是他冲公孙海拱手道：大长老大人，此事确实怪异，我立刻全院搜查，找出那个孙子，给您一个交代。公孙海白了眼穆玄，飞行灵兽在大周书院上空飞行上千年都没有出事，此事当然是人为，明显是有人给飞行灵兽下了泻药。穆玄皱眉，那对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公孙海怒道，当然是想恶心我们大周书院。谁这么大胆，居然敢用这种方式恶心我们？穆玄纳闷。公孙海重重地哼了一声，目前我大周书院在势力排行榜上，那可是第一的存在，我们之后的那些势力，哪个不希望我们衰弱？届时他好踩着我们成为排行榜上的第一，所以排名前10的势力都可以。闻言，穆玄深深点头。各大宗门之间向来不服，都有着打掉对方的野心。他再次拱手，大长老您放心，3日之内我必查出是谁干的，到时候我要让这个王八蛋生不如死。公孙海微微点头，除了这件事，你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穆玄一愣，问道：什么事情？公孙海眼睛微眯，目光一沉，杀了一个叫陈八荒的杂役弟子。杂役弟子9528。穆玄吃惊不小，他知道这个人是九公主推荐的，但他更知道三王爷不想让此人好过。如此推断，想要这陈八荒命的一定是三王爷。公孙海开口道：穆玄，你我都是三王爷的人，他老人家想让陈八荒死，我们绝不能留他到5更天。你赶紧去办此事，而且一定要做到悄无声息地将他抹杀。毕竟你我作为大周书院的长老，暗害本院弟子，此事传出去，那绝对比今日灵兽分的丑闻更加让外人笑话，而且我们还会被院长治罪。闻言，穆玄深深点头，大长老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做得无声无息。他之所以夸下海口，是因为他知道陈八荒只是个地灵境，抹杀一个地灵境跟踩死一个蚂蚁没什么区别。公孙海深吸一口气道：在院长回来之前，大周书院千万不要再出事，这样院长高升离开大周书院，那么我就上位成为院长，届时我一定会升你为大长老。闻言，穆玄大喜，赶紧拱手道：大长老放心，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漂亮的完成。公孙海微微点头道：今年的大周书院问鼎会即将开始，在此期间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问鼎会，大周书院每年都举行一次，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都会参加，根据成绩，外门弟子中有2人可进入内院，而问鼎会的冠军则是可进入中书院，从成为中书院弟子，享受大周书院最顶级的修炼资源。穆玄拱手道：此次问鼎会冠军一定是您的弟子秦不凡，他一定能进入中书院。公孙海微微一笑，满脸得意：那是自然，此次问鼎会冠军非我弟子秦不凡莫属。成为中书院弟子，不仅每月可领10万灵石、1株灵植，更是可以进入大周书院最高级别的藏书阁，修炼里面的功法和武技。而最为重要的，成为中书弟子有着无上的荣耀，其所在家族也会大受影响。而作为秦不凡的师傅，若是自己的弟子能进入中书院，那么师傅也脸上有光。穆玄赶紧拍马屁道：那我就提前祝贺大长老。公孙海哈哈一笑，随后脸色恢复严肃道：去干掉陈八荒，我等你的好消息，您就瞧好吧。穆玄拍了拍胸脯，自信道，随后立刻离去。看着穆玄的背影，公孙海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复杂之色，随后诡谲一笑：若是顺利，我的计划将得以实施，而你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家伙将都是我的踏脚石。这一瞬，公孙海脸上涌起狰狞笑意。深夜，孙成的房间，此刻他躺在床上，右臂缠着绷带，但也有着滴滴鲜血渗出，伤口处传来的疼痛让他时不时嘴角狠抽。妈的，顾倾城这个贱人，斩我手臂，等有机会我一定弄死他。孙成疼得龇牙咧嘴，大声骂道：孙哥哥不必太激动，顾倾城那贱人，我一定想办法让他死得很惨。李妹儿抓住孙成的手，安慰道。孙成点头，情绪略微平静，看向李妹儿的胸，他来了兴致道：妹儿，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你能让我舒服一下，转移一下注意力吗？李妹儿一愣，紧接着笑道：孙哥哥想那是了。孙成舔了舔发干的嘴唇，点头道：想了。李妹儿娇羞道：好什么好？忽然间，
一道冷声在房间内响起，吓得李妹儿和孙成二人全身一颤，转脸看去，赫然看见穆玄不知何时立在了房间之中。三长老，二人的脸立刻红了，尴尬地低下了头。穆玄一脸严肃道：你们的仇人还在逍遥地活着，你们还有心情亲热？李妹儿小脸一红道：三长老，顾倾城那贱人，我以后必会找他算账。穆玄哼了一声，不必以后，很快就有机会。什么机会？李妹儿眼睛一亮问道。穆玄道：7日之后，我会按照惯例带着几名弟子去灵兽山脉历练，到时候我叫上你们二人以及顾倾城和陈八荒，在荒山野岭中，你们不就有机会下手了？三长老主动创造机会，李妹儿二人颇感吃惊，随后皆是大喜。李妹儿立刻拱手道：三长老如此支持我们，我们感激不尽。穆玄淡淡点头，但你别高兴得太早，机会是有了，但那顾倾城可是越级打败了孙成，所以你们二人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杀了他们。闻言，李妹儿二人尴尬至极，之前顾倾城表现出来的实力确实超乎他们想象，他们二人联手还真没有十足的把握干掉顾倾城。穆玄微笑地看着二人，忽然道：若是你们不行，到时候我可以出手相助，三长老和我们一起动手。李妹儿二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长老杀一个杂役。二人大吃一惊，如此看来，三长老和陈八荒也是有着莫大的仇恨啊。可穆玄却微微一笑，我和顾倾城以及那个陈八荒并无夙愿，我只是单纯的想帮助你们，毕竟你们才是大周书院的未来。大周书院的未来？得到长老的肯定，李妹儿和孙成满眼激动。三长老如此看重我们，我们定不会让您失望。李妹儿冲穆玄深深一礼，就是孙成也勉强坐起来冲穆玄施礼。穆玄温和一笑，但眼中飞快闪过一抹狡黠。翌日，杂役房，穆玄那个老家伙居然让我跟你们一起去灵兽山脉历练。听完顾倾城所说，陈八荒颇为惊讶。顾倾城郑重点头，今日晨练结束之后，穆玄特意宣布，此次灵兽山脉试炼让我以及李妹儿和孙组成小队前往，安排2个仇家一同前往，还特意叫上我这个杂役弟子。陈八荒冷笑，穆玄杀我之心都快写在他那张老脸上了。顾倾城轻哼一声，那他们简直太低估你的实力了，以你的实力，抹杀那二人并不在话下。陈八荒眼睛微眯，这二人好对付，但穆玄很可能出手。闻言，顾倾城小脸一紧，那个穆玄可是灵王境6级，高过你6个小境界，而且他还是蛮荒体质，有着莽荒之力加持，他若出手，那你肯定活不成。闻言，陈八荒没有说话。其实击败穆玄无需他出手，红莲出手即可，但红莲现在正在守家，毕竟鬼知道那凌云剑宗什么时候反扑。于是他问书中女子，以我目前实力，能否打败穆玄？女子想了想道，凭借你前世经验和混元剑体跨越6级，你们可能打成平手，若是修炼出混元剑体3重天，那么你有胜算。3重天，那我需要吞噬他人剑体才能晋级。这一刻，陈八荒想起了红莲，只有吞噬红莲的圣品剑体，他才有可能让混元剑体晋级。接下来，陈八荒在大周书院干了1天的活，将大周书院彻底考察完毕。在傍晚时分，他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通过山河图上的标记，直接进入了青山古宅下的灵溪之中。过来，他一道意念发出，通过锁魂印记的连接，将红莲唤了过来。主人。红莲看到陈八荒，拱手道。陈八荒微微一笑，坐过来，还像上次那样修炼？像上次一样。红莲小脸薄红，他知道他那雪白后背又要被陈八荒抚摸一夜了。很快，随着陈八荒的大手按在他那雪白美背上，他小脸越发焦红。而陈八荒的混元剑体一丝一丝地吞噬着红莲体内的圣品剑体，吞噬一直持续到天亮。红莲疲惫的全身发软，直接倒在了陈八荒的怀里。你知道我对你做了什么吗？陈八荒忽然问道。红莲点头，知道。你在慢慢地吞噬我的剑体。陈八荒道。恨我吗？红莲道。恨。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的灵魂被你锁住了，但我并不绝望。陈八荒一怔，为什么？红莲道。我知道，你每天削尖了脑袋都想让自己的修为提升，目的就是想打败我师父以及另外2位女帝。但我觉得，你所有的努力到最后都是徒劳。你在上界都不是3位女帝的对手，如今你在下界修炼，就算给你100年、1000年的时间，你也追不上他们。最终，你将重蹈覆辙，死在他们的手里。陈八荒的脸抽了抽，红莲的话很扎心，但他凛然一笑。那我倒是要好好的让你活着，届时我要让你看到，最后是我死，还是那3个贱人死。接下来6日，
陈八荒依旧是没日没夜的修炼。但到了第3日，即将要去灵兽山脉修炼，陈八荒的混元剑体依旧是停留在2重天不甘心。陈八荒拼命加大吞噬速度，轰！身躯涌出团团火焰，陈八荒体内的混元剑体微微颤动，牵扯的陈八荒经脉好似断裂一般剧痛。显然，过快吞噬让他的身躯承受不住，何况他的经脉和丹田还处于受损状态，不可拔苗助长，否则会毁于一旦。书中女子赶紧提醒道。陈八荒深深叹了口气，随即停止了炼化。红莲轻轻一笑，看来曾经叱咤风云的凌霄剑帝也有翻车的时候。多嘴！陈八荒两指搓动，顿时红莲识海之中的锁魂印记瞬间收紧，红莲感觉灵魂被挤压一般，瞬间痛苦无比。主人，我不敢了，我错了。红莲直接跪地求饶。就在这个时候，陈八荒忽然在山河图上看到一道影子朝着青城方向疾驰过来，视角放大，他顿时一愣，这不是轩辕九歌吗？他怎么来了？下一瞬，他离开青山古宅，瞬间出现在了轩辕九歌的面前。此刻的轩辕九歌一身白裙，手持金色凌霄剑，如白莲一般立在空中，全身威压涌动。看到陈八荒，他眼中愤怒翻滚，沉声道：陈八荒，你这个混蛋，你居然又算计我！他举起手中的凌霄剑，我本以为你将凌霄剑让给我是出于好心，结果你却在凌霄剑上动了手脚。这凌霄剑陪我修炼数日，我发现这柄剑居然和你一样猥琐，它居然吸我的血脉之力以及圣元灵体之力，显然是你在剑上下了手段。陈八荒，你真够卑鄙，居然用一柄剑算计我！陈八荒，他没想到轩辕九歌这么快就发现了，他讪讪一笑，这么说你是找我算账来了？老娘当然是找你算账。轩辕九歌抬起凌霄剑，剑尖对准了陈八荒，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今日老娘我不将你劈了，我就不是大周国的公主。轰！轩辕九歌一剑斩下，一道雄浑剑力伴随滔天怒意，如霹雳一般斩向陈八荒。说打就打！陈八荒无语，身形暴退，当即抽出玄天断魂剑，一剑斩了过去。砰！两剑相撞，发出振聋发聩的剑鸣之声。当即，二人身形皆是暴退数百丈。陈八荒低头一看，自己手中的玄天断魂剑居然被凌霄剑斩得开裂。咔嚓！下一刻，他的剑断了。怎么会这样？陈八荒一脸愕然。轩辕九歌冷笑：我手中的凌霄剑可是高阶灵器，当然可以一剑废了你的剑。我不在乎成败，而是在乎失去了这柄剑。陈八荒看着断剑，微微发白的脸上涌出一抹悲伤。这柄剑是我父亲的佩剑，对我意义重大，可是他今天却断了。陈八荒瘫软在地，好似魂儿丢了一般，双眼空洞。轩辕九歌，他喉咙滚了滚，道：你这是演的哪一出戏？不会是苦情戏吧？呵，陈八荒苦涩一笑，随你怎么看我。我父亲的剑毁了，我也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你想杀就杀了我吧。陈八荒缓缓闭上了眼睛。轩辕九歌，他完全没想到陈八荒画风突变，不过他也能理解，陈家百口人被杀，陈八荒的父亲也惨死，所以陈八荒手中这柄剑对他意义非凡。这一刻，轩辕九歌的小脸上涌出一抹愧疚，他收回凌霄剑，走到陈八荒的近前，实在抱歉，我没想到一剑将你父亲的遗物砍断了。陈八荒深深叹了口气，断就断吧，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一边说着，坐在地上的他屁股悄悄挪向轩辕九歌，是我下手没轻重。轩辕九歌叹了口气，唰！就在这时，陈八荒身形暴动，伸出大手，一把夺过轩辕九歌手中的凌霄剑，身形瞬间闪到了远处。凌霄剑归我了。陈八荒微微一笑，轩辕九歌又被骗了，原来这家伙刚才在演戏，气得脸色瞬间铁青。他伸出颤抖的手，指着陈八荒：你又骗我！陈八荒哼道：兵不厌诈，你把剑给我。轩辕九歌化作一道虚影，直接冲向陈八荒。可陈八荒身形不断后退，当即攥紧凌霄剑，猛吸其内的血脉之力与灵元圣体之力。虽然这几日来凌霄剑只是吸了轩辕九歌一部分力量，但这足以让陈八荒有着不小的提升。身形暴退，躲避轩辕九歌的追击。陈八荒在半炷香的功夫过后，终于是将两股力量融合进了自身体内。轰！就在这时，他体内的混元剑体瞬间爆发出无尽的剑威。与此同时，三道火龙横空出世，缠绕在混元剑体之上。刹那间，滔天剑势席卷而出，冲击的周遭树林猛烈颤抖，当即树枝折断，树叶粉碎。混元剑体三重，天陈八荒终于晋级了。与此同时，由于吸纳了灵元圣体之力，陈八荒体内的灵气恢复速度
比之前至少快了1倍。充盈灵气在体内澎湃涌动，陈八荒感到全身都充满了无尽的力量，这感觉真爽！混蛋，你居然依靠我的力量提升自己！感觉陈八荒明显有了很大变化，轩辕九歌怒道。陈八荒耸了耸肩，你不也是依靠凌霄剑内的凌霄剑气气息，将自身经脉修复了吗？不仅修复，经脉还被加强，导致你的修为大幅度提升。若我没猜错，你现在的实力已经恢复到3级灵王境了吧？轩辕九歌脸色一沉，怎么着？你的意思是我被你耍了，我还要感谢你？陈八荒点头，也不是不可。轩辕九歌气得小脸涨红，娇躯微微颤抖。你这个人真是个无赖，今日我无论如何，我也要将你胖揍一顿。陈八荒不屑冷哼，真的要与我一战？轩辕九歌抽出自己的剑，剑尖对准陈八荒，必须一战。话落，全身剑气汹涌，他一剑斩了过去。轰！陈八荒直接出剑，滔天剑力裹挟着混元剑体横空出世，如巨浪一般破碎轩辕九歌的剑势，将其狠狠拍在地上。轩辕九歌，他小脸煞白，衣裙破裂，露出白嫩大腿，嘴角还挂着血迹。3天不打，上房揭瓦。陈八荒缓缓收回凌霄剑，当即消失在原地。你敢打我？轩辕九歌绝美眸子中闪动着委屈的泪水，他冲陈八荒消失的地方大喊：陈八荒，你给我等着，我早晚阉了你，让你做我身边的一名太监。你做本少的女人，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远处传来陈八荒淡淡的声音。轩辕九歌。翌日，灵兽圈前，穆玄带着李妹儿和孙成2人早早到来。孙成服下穆玄特制的疗伤药，3天之内手臂竟是奇迹般恢复大半。当看到陈八荒和顾倾城出现，尤其是目光落到顾倾城的身上，他眼睛微眯，眼角有着杀气。顾倾城砍掉他一只手臂，他决定当着陈八荒的面要撕烂顾倾城的裙子，将其好好羞辱一番，再杀了这个可恨的女人。而李妹儿则是嘴角噙着笑意。此次灵兽山脉试炼，有着3长老穆玄的帮忙，顾倾城2人必死无疑。笑什么笑？陈八荒撇嘴道。李妹儿白了眼陈八荒，我愿意笑，你管得着吗？陈八荒耸了耸肩，前几天在广场上，我看你吃了好几口灵兽粉，看来这是吃高兴了。你……李妹儿被揶揄的小脸瞬间涨红，想起前几日那痛苦的经历，她立刻作呕起来。勿要斗嘴。穆玄一脸严肃，看向陈八荒2人，淡淡道：我们骑飞行兽去往灵兽山脉。说着，他唤出3头飞行灵兽进行分配。他的飞行灵兽是一只年长灵兽，飞行经验丰富，在万丈高空翱翔都极其稳定。而他给李妹儿2人的灵兽是一只长达5丈许的巨大灵兽，随着长达10丈的巨翅展开，一股劲风随之席卷而出。显然，这只飞行灵兽骑乘起来也异常舒适。而随着李妹儿2人看向穆玄给陈八荒2人所选的飞行灵兽，皆是扑哧一声笑出了声。那是一头幼年灵兽，个头大小和一头骡子差不多。这种飞行灵兽飞行起来不仅速度慢，而且极其不稳定，甚至陈八荒2人都有被甩下去的可能。很明显，穆玄这是故意刁难陈八荒2人，甚至在高空中，飞行灵兽一个失误，陈八荒和顾倾城就会自数万丈高空跌落而下，非死即伤。这只飞行灵兽倒是很配你们。飞行灵兽的后背上，李妹儿抱紧孙成，戏谑大笑。随后，孙成猛地催动灵兽，灵兽巨大如山的翅膀猛地一挥，掀起一道罡风，直接窜上天空，而那头小灵兽险些被罡风扫倒。顾倾城，小心点，别你们没到灵兽山脉就摔死了。你们摔死了，我们也看不到，因为你们根本追不上我们。哈哈！高空中传来李妹儿和孙成的讥讽笑声。这个穆玄明显是欺负人。顾倾城气的小脸微白，跺脚道。可陈八荒却并不气馁，因为前世他可是骑行高手，任何飞行灵兽，无论是性子烈的、天赋差的，在他手中都是一纵百里，极为灵活的在天空中驰骋。他一步骑上灵兽，对顾倾城笑道：上来，抱紧我。顾倾城叹了口气，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上。坐上灵兽，抱紧陈八荒，胸前高耸弧度紧贴陈八荒的后背，他小脸瞬间薄红。长这么大，他还从未和男人这么近距离接触。虽然心里喜欢陈八荒，但这么紧紧抱着，他内心还是小鹿乱撞。咻！随着陈八荒一勒缰绳，飞行灵兽全身一颤，翅膀猛地一扇，直接飞上天空。唰！原本个头小到可怜的灵兽，随着陈八荒将一抹灵魂之力打进其脑中，与此同时，陈八荒单手捏成结印，将一道雄魂力量打进了飞行灵兽的体内。飞行灵兽好似打了鸡血一般，身形疾驰，竟是在几个瞬息之后追上了前方的李妹儿2人。这是什么情况？
眼见身后一个小黑点逐渐变大，仔细一看竟是陈八荒二人，孙成直接懵了。陈八荒胯下那头小灵兽，无论是个头、力量还是速度，都远不如他的这头啊！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孙哥哥，加快速度，甩掉他们！我看到顾倾城那张脸，我就不爽。李妹儿催促道。好。孙成双手发力，更加用力勒紧缰绳。飞行灵兽发出不满叫声，但也朝着前方爆射过去。快到周围视线变得模糊，耳边风声呼呼作响。李妹儿凌厉传声向后方：顾倾城，你这个贱人，休想追上我们！你想超越我李妹儿，你做梦吧！骂完，李妹儿颇感出气，淡淡哼了一声。孙成笑道：妹儿，有我，顾倾城他们这辈子都追不上你。咻！这时一道虚影疾驰而过，以极快的速度瞬间将李妹儿二人超越，正是陈八荒二人。李妹儿，孙成看着陈八荒那满是讥讽之色的脸快速划过，以及顾倾城那淡漠眼眸讥讽地瞥了过来，李妹儿二人瞬间呆住。彻底超越？这他妈怎么可能？孙成恼怒大骂，他可是控制飞行灵兽的高手，今日在坐骑差别如此大的情况下，他居然输给了陈八荒，不甘心。轰！孙成控制飞行灵兽猛扇翅膀，当即一道狂风席卷而出，轰向陈八荒。抓紧！陈八荒喊道，当即控制飞行灵兽赶紧躲避，而顾倾城死死抱住陈八荒，恨不得和陈八荒身体融为一体。一个杂役还想骑飞行灵兽泡妞，不自量力！孙成嚣张大笑。孙哥哥，你真威猛！李妹儿妩媚笑道，看向远处一脸惊惧之色的顾倾城，他大喊道：顾倾城，你永远不可能斗得过我！空中，陈八荒控制飞行灵兽一个急转，躲过对方的攻击，他眼神冰寒地瞪着孙成二人。八荒，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只要安全达到灵兽山脉即可。顾倾城安慰陈八荒。陈八荒没说什么，嘴角噙着一丝冷笑。当即一道力量打进飞行灵兽的身躯，他朝着孙成二人爆射了过去。以卵击石，孙成鄙夷笑道。他再次控制飞行灵兽，掀起一道狂猛气息，轰向陈八荒。咻！而这次那小小的飞行灵兽竟是瞬间破掉罡风，如离弦之箭撞向孙成的飞行灵兽，要鱼死网破。孙成瞳孔骤缩，此刻可是在数万丈高空，陈八荒这般疯狂的操作，他们都有可能自高空跌落。这个疯子！孙成脸色大变，使出吃奶的力气控制飞行灵兽躲避，但一切为时已晚。唰！陈八荒的飞行灵兽速度之快，如游隼一般掀起一道气浪，吓得孙成的飞行灵兽发出恐惧的叫声，当即调转巨大的身形，极力躲避。而随着灵兽身躯猛烈晃动，孙成二人吓得死死抓住飞行灵兽，但飞行灵兽已经受惊，在空中连续翻滚，力量之大，最后竟是将孙成和李妹儿甩了出去。当即二人自数万丈高空急速跌落。操！孙成瞳孔激战，心中暗道完蛋了。他这才意识到，刚刚陈八荒是故意吓唬他的灵兽，导致他的灵兽失去控制。孙哥哥，救我！李妹儿更是吓得花容失色，险些失禁。数万丈的高空，纵使二人是灵宗境的修为，也难免会摔成重伤。唰！突然一道雄浑灵力席卷而来，瞬间将李妹儿和孙成拉扯过去。出手之人正是穆玄，他将二人拉扯到自己所骑的灵兽背上，将那受惊的灵兽控制住。随后他目光阴沉地看着陈八荒，都是同门弟子，你竟敢下如此死手，若是在宗门内，我定会严惩你。穆炫冰冷的声音悠悠响起，他狠狠白了眼陈八荒，带着李妹儿二人以及飞行灵兽向前方飞去。陈少，这个穆玄是真的偏心眼，一会儿我们在灵兽山脉内一定要小心他。顾倾城担心道。实在不行我们就撤。撤！陈八荒看着前方穆炫逐渐消失的背影，冷道。我今日必须杀了他。顾倾城皱眉，虽然他有杀我们之心，但以我们目前实力，最好不要和他硬碰硬。三长老穆玄可是蛮荒之体，一旦爆发，他体内的蛮荒之力会大大加持他的战力。我们与他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可陈八荒且坚决摇头，无论如何我也要试一试，因为杀了他，我易容成他，我就可以自由出入中书院。你要易容成三长老的样子去偷8元玄冰果。顾倾城脑袋摇成拨浪鼓，若是暴露，你会被大长老公孙海当场杀掉。陈八荒却微微一笑，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快到达目的地了，抱紧我，我要下降了。顾倾城将陈八荒抱得更紧，似乎自己的前胸要和陈八荒的后背融合在一起。而陈八荒感受到后背2团温暖，他点了点头。真大？什么真大？顾倾城纳闷问道。陈八荒笑道，风真大。唰！
飞行灵兽陡然下降，掀起一道风浪，随后精准无误地落到穆玄三人面前。孙成和李妹儿二人脸色微微发白，毕竟刚刚差点殒命，他们此刻还心有余悸。看到陈八荒二人赶到，这二人的脸色无比阴沉，眼底深处都有着杀意。穆玄淡淡地看着陈八荒道：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宣布此次任务。此次我们进入灵兽山脉历练的任务是击杀铁背玄狼，击杀的越多，回到宗门得到的奖励就越多。前方就是铁背玄狼的栖息地，你们前去击杀铁背玄狼吧。我提醒你们一句，这一片的铁背玄狼数量极多，甚至有铁背玄狼王出没，量力而行，若是太过自负，硬要挑战，成了铁背玄狼的食物，那也别怪我引导无方。说完，他白了眼陈八荒，眼神颇有深意。而李妹儿二人则是目光变得兴奋，因为他们知道猎杀陈八荒和顾倾城的时刻就要开始了。走！陈八荒却一脸淡然，拉着顾倾城直接朝着森林深处走去。很快，四人的身影没入了一望无际的山林之中。站住！陈八荒二人走了足足1个时辰，已经进入山林深处，身后却传来一声厉喝。陈八荒转头望去，身后正是李妹儿和孙成。陈八荒转过身，淡淡道：什么事？李妹儿冷笑：陈八荒，你可真是天真。此次灵兽山脉之行，我们的目的就是来杀你和顾倾城这个贱人。孙成看向顾倾城，更是咬牙切齿：贱人，你在宗门内斩掉我一手臂，今日当着你姘头陈八荒的面狠狠玩弄你，凌辱你，然后再将你抹杀。闻言，李妹儿瞬间变得兴奋：孙哥哥，快点动手，我好想看到你玩弄顾倾城，你们真是恬不知耻。顾倾城气得脸色羞红，直接抽出长剑准备一战。唰！而陈八荒什么也没说，身形一步踏出，化作一道虚影，直接冲了过去。孙成哈哈一笑：区区地灵境也想跟我动手，简直找死！噗！话没说完，他身形猛地一颤，因为陈八荒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当即单手划刀插进他的胸膛，一把捏住他的心脏轰。这一瞬，陈八荒体内灵王境威压瞬间爆发，镇压的孙成和李妹儿二人全身骨骼咯咯作响，一言不发，直接开干。你竟然是灵王境！孙成眼睛瞪得滚圆，好似见了鬼一般瞪着陈八荒，而胸膛传来的剧痛让他瞬间脸部抽搐，冷汗直流。陈八荒，或许我们有误会。噗嗤！不等孙成把话说完，陈八荒一把捏碎孙成的心脏，转身看向李妹儿，他目光森寒无比。这李妹儿大脑一片空当，他来不及细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陈八荒，我错了，不该有杀你之心，更不该羞辱顾倾城。给我一次机会，你凌辱我，你蹂躏我，只要让我活就行，如何？道歉有用，还用律法做什么？陈八荒单手一挥，一道剑气爆出，直接洞穿李妹儿的眉心。这等无端挑衅的人，直接杀了便可。李妹儿全身猛烈一颤，双目惊骇地看着陈八荒，扑通一声栽倒在血泊之中。他做梦也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陈八荒单手一挥，将二人的纳戒抓入手中，递给了顾倾城。这就结束了。陈八荒干脆利落的杀戮，让顾倾城还沉浸在震惊之中。缓过神来，接过纳戒，他一脸感激，拱手道：谢陈少。打开一看，2枚纳戒中足足有着230万灵石，2株一阶灵值，这么大的收获。顾倾城满脸喜色，再次拱手：谢陈少赏给我。陈八荒微微点头，眯起的双眼始终盯着森林某处。他忽然沉声道：既然你在，就现身吧。陈八荒，你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一道身影走出来，正是穆玄，他脸上还带着震惊之色。显然陈八荒刚刚的表现让他大感意外，他全身气焰涌动，眼中杀意翻滚。当三王爷下令要你命的时候，我就纳闷，他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怎么会对你一个地灵境修士下了追杀令？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原来你一直在扮猪吃虎。陈八荒眼睛微眯，你何尝不是等待我杀了孙陈二人，你再出现？穆玄点头，你杀了孙陈二人，我杀了你，这样我回到宗门就有了交代。你陈八荒残杀同门，而我作为长老清理门户，将你抹杀。他目光看向顾倾城，嘴角勾起玩味弧度。至于你，看到你这可人的模样，诱人的身子，我早就想将你拿下，做成我的修炼炉鼎。哈哈，今日我即可完成三王爷的任务，又可以得到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修炼炉鼎，这可真是一箭双雕。顾倾城愣住，怒道：你想得美，你一个糟老头子，看到你我就恶心，若是让我做你的炉鼎，我宁可去死。穆玄嘴角噙着冷笑：小贱人，很抗拒吗？等到你成为我的修炼炉鼎，老夫给你扎上几针，刺激你的穴位，
到时候你就会求我每晚蹂躏你。你这个老混蛋！被穆玄调戏，顾倾城脸色瞬间涨红，他一剑斩了过去。他这么做，一是发泄心中愤怒，二是想帮助陈八荒消耗穆玄。可下一瞬，他的身形却被一道力量死死锁住。他低头一看，脚下赫然有着一座阵法，他和陈八荒都被笼罩其中。穆玄缓缓走近，脸上有着得意冷笑：我堂堂大周书院的长老，和你们这种小辈较量，岂能轻易动手？我略施小计，就能将你们轻松捏死。锁身困气阵。陈八荒沉声道：这是大周书院藏经阁内的高级阵法，这个阵法他在院长的藏书阁内看到过。穆玄一愣，不可思议一笑：你倒是挺识货。锁身困气阵只有长老级别的身份才能掌握，一旦处于这阵法之中，即使你是灵王境，也不能摆脱，会被死死锁住，而且你们的气息会被死死镇压，发不出力，完全成为我手中的待宰羔羊。顾倾城小脸铁青，怒道：穆玄，你身为长老，为师不尊，动用书院阵法抹杀弟子，你罪该当死。穆玄哈哈一笑，大步走进阵法，轻点顾倾城肩膀：只要没人知道，如何定我罪？小美人，等我杀了你的爱人，我再收拾你。话落，他看向陈八荒，满眼戏谑。此时的陈八荒被阵法束缚的动弹不得，而且他全身气焰全无，一丝力量都发不出来。穆玄双手背在身后，高高在上的看着陈八荒，讥讽道：你以为你能和我真正对决一场？你也配？话落，他抬起手，灵力凝聚，当即缓缓抬起手掌，玩味的看着陈八荒：我杀你，那是挥手之间的事。这一刻，他距离陈八荒近在咫尺，对方的命就捏在他的手里看。看到对方那惊恐的表情，他极为的享受，虐杀的快感油然而生，所以他缓慢伸出大手，加长陈八荒的恐惧时间。轰！突然，陈八荒全身气息却是猛然爆发，单手一挥，一道剑气突然爆射而出，直奔穆玄。我靠！穆玄瞳孔骤缩，当即大手猛地拍了过去。由于太过突然，他这一掌的力量只有50%，而陈八荒似是早有准备，爆出的剑气气势如虹，狠狠轰击在了穆玄的手上。噗！两截手指直接飞了出去，鲜血喷出，穆玄疯狂暴退数百丈。混蛋！看到双指没了，痛疼瞬间袭遍全身，穆玄恼怒的大骂，同时他眼中满是震惊，陈八荒是怎么摆脱锁身困气阵的束缚？一旁的顾倾城也一脸愕然，不知陈八荒如何做到。可陈八荒淡淡一笑：锁身困气阵法他在中书院的藏书阁内看到过，而上面详细记载了破解之法。小混蛋，原来你早知破解之法，刚刚你是诱我过去。被一个杂役弟子算计，穆玄气的脸色发白，一抹狰狞之色掠过老脸，他猛地抽出一柄漆黑重锤，爆射向陈八荒四阶灵气冲天锤。轰！重锤砸下，掀起一道刚猛气浪。陈八荒后撤一步，手中凌霄剑乍现，当即用剑格挡。砰！他被穆玄轰进深坑之中。6阶灵气。穆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惊讶道：你居然还有这等武器，我可真是小看了你。哈哈，这宝剑今日归我，你的美人也归我。陈八荒冷笑：吹什么牛逼，你高过我5级境界，你都杀不死我。你现在已经用尽全力，你没有杀手锏了。没有杀手锏。穆玄嘴角扬起桀骜的弧度：老子是蛮荒之体，你不知道吗？轰！刹那间，一股蛮荒气息自他体内疯狂涌出，当即一座巨猿的影子自他背后迸发出来。唰！狂暴的力量充满穆玄全身，瞬间让他手中的巨锤如10座大山一般重重压在凌霄剑上。轰！陈八荒双脚进入土中，骨骼咯咯作响。唰！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穆玄的背后，正是顾倾城，手中长剑猛地斩下，他怒吼道：想杀陈少，没门！砰！穆玄单手一挥，直接将顾倾城连人带剑击飞了出去。区灵宗境，想要我6级灵王境的命，可笑！美人，你就等着今晚我怎么玩弄你吧！老混蛋！顾倾城身体瘫软，嘴角流着鲜血，已然没有了战斗力。而看到陈八荒被巨锤压得快要坚持不住，他忽然大喊：穆玄，我答应做你的女人，放过陈八荒，如何？穆玄仰天大笑，在绝对实力面前，任何人都得向我屈服。今日陈八荒必死无疑。下一瞬，他体内蛮荒之体的威力彻底爆发出来，道道狂威扩散开去，竟是惊动了周遭森林中的铁背玄狼都警惕起来。其实今日与陈八荒动手，穆玄根本没有想到会动用自己的蛮荒之体，毕竟杀手锏不能轻易暴露，若是遇到至强者，自己的蛮荒之体被其夺了去，
那他的修士之路彻底报废。但此时他有着100%的把握可以将陈八荒斩杀在当场，所以他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而这时陈八荒的脸上竟是浮现出一抹诡谲笑容，你终于将你的蛮荒之体彻底暴露了出来，那又如何？能杀你就行。穆玄继续加大力量，轰！突然自陈八荒体内一道狂暴的剑气冲天而起，剑气凶猛，冲击的周遭数百丈空间瞬间扭曲。好强的剑气！穆玄大惊，你是先天剑体？现在才知道，晚了。陈八荒猛地抬剑，刹那间浑元剑体猛然爆发，3道火龙呼啸而出，重重轰向穆玄。砰砰砰！滔天的蛮荒之力瞬间被混元剑体的剑力碾压，而3条火龙如3道流星，重重轰在穆玄的身上。他手中巨锤直接脱手，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疯狂暴退，最后砸进山体之中顾倾城。他震惊的胸口都麻了，原来陈八荒竟然可以这般轻松地击败穆玄。哗啦！陈八荒爆出灵力，一把将全身瘫软的穆玄自山体之中拉扯了出来。啪！一步向前，大手摁在穆玄丹田，运转起霸式吞灵诀。刷刷刷！他开始吞噬穆玄的蛮荒肢体。你要夺我蛮荒肢体？穆玄满眼惊骇，可他此刻全身筋骨尽断，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陈八荒将自己修炼多年的蛮荒肢体一丝不剩的吸走。原来你早就惦记我的蛮荒肢体，今日随我来这灵兽山脉，又假装进入我的埋伏圈，其实都在你的算计之中。你最终的目标就是杀掉我，并且夺走我体内的蛮荒肢体。这一瞬，穆玄彻底惊醒过来，眼中的惊骇都快要溢出来。他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杂役弟子居然隐藏得这么深。大意了，真的是大意了。陈八荒，能否给我一次机会？噗！穆玄的话还没有说完，陈八荒一剑扫过，穆玄的头颅直接飞上了天空。对必杀之人，陈八荒懒得废话，一剑杀了便是。他取下穆玄的那剑，打开一看，其内有着400多万灵石、灵植6株、一块长老令牌。他竟发现了一张顾倾城的画像。画像中的顾倾城穿着红色肚兜，露出丰满体态。陈八荒愣住，笑道：“这个老家伙还真是个老色鬼，居然用这画像意淫！快毁了他！”顾倾城羞臊的小脸通红，气愤道：“砰！”陈八荒大手发力，将画像震得粉碎，上前扶起顾倾城。他笑道：“看来穆玄对你垂涎已久。”顾倾城恶心的撇了撇嘴：“我宁可死，也不可能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陈八荒默默点头。刚刚顾倾城为了救他，竟然答应做穆玄的女人，这对顾倾城来说本是无法接受，但是为了他却豁得出去，可见顾倾城对他是痴心一片。而顾倾城不知陈八荒所想，惨白的小脸上满是欢喜的笑容。陈少，原来你是扮猪吃虎，我刚才以为你真的要被穆玄杀了。陈八荒微微一笑，如果不演戏，穆玄这个老家伙就不会彻底显露蛮荒之体。还是我家陈少厉害，不仅杀了穆玄3人，还有这么大的收获。一会儿回去的路上找一个无人的地方，我要给陈少好好捶捶背，捏捏肩。绝路逢生，又是和陈八荒生死与共，顾倾城开心的忍不住直笑。按摩。陈八荒拿出一颗疗伤丹药，塞进顾倾城的口中，还是等你恢复伤势再说吧。手指处碰到顾倾城的嫩唇，顾倾城小脸瞬间薄红。陈少，你喜欢看我穿红肚兜吗？想起陈八荒刚刚看到自己的画像，顾倾城忽然开口，但开口瞬间他都诧愕，自己怎么能问出这种羞耻的问题。作为我的厨娘，你穿着红肚兜为我做饭，这画面……陈八荒憧憬地点了点头，我倒是想看看。陈少，顾倾城小脸更红。呜！突然自森林各处传来狼叫之声，紧接着大地微微颤动，道道凶戾气息自远处冲击而至。与此同时，灵兽身上特有的腥臊味道也扑鼻而来。狼群！陈八荒眉头紧皱，打开山河图，顿时一惊。此刻自山野各处黑压压的奔袭来数不清的铁背玄狼，他们好似黑潮一般席卷而来。陈八荒脸色一紧，看来是刚刚穆玄爆发蛮荒之力，让这漫山遍野的铁背玄狼感受到了危机。这3人尸体身上的血腥味道更让铁背玄狼兴奋起来。这么多的铁背玄狼，看到前方黑影涌动，足足数万只之多，顾倾城大惊失色。铁背玄狼，天灵境级别的灵兽，虽然境界在2人看来并不高，但是架不住数量多，真的动起手来，他们2人最后会疲于战斗，最终被无数的铁壁玄狼撕碎身躯。陈少，飞行灵兽在对面山头，我们过不去。顾倾城紧张道：“过不去，那就杀出一条血路。”陈八荒咬了咬牙，
看向受伤严重的顾倾城，他赶紧道：“我背着你杀出去。”陈少，我不能连累你，我和你一起战斗。陈八荒摇头，这个时候就不要客气了，你受伤战斗只会牵连我。说完，陈八荒直接将顾倾城背起，他的目光望向了对面的山头，那里正是飞行灵兽的栖息之地，逃到那里，骑上飞行灵兽就可以安全离开。抱紧我。顾倾城紧紧抱紧陈八荒，宽阔的肩膀，结实的肌肉让他感到无比的安全。他甚至在想，若是今天能逃出升天，他要找个机会穿红肚都跟给陈八荒看。因为他发现陈八荒刚刚看他画像的时候，眼中也是有着兴奋，但他很快摇头，暗骂自己在这生死关头怎能胡思乱想。前方至少有着数百只铁背玄狼，猩红的血眸如幽灵一般瞪着陈八荒。嗖嗖，他们一跃而起，掀起腥骚杀气，直扑陈八荒。是，陈八荒一剑落下，10几只铁背玄狼瞬间被斩成血肉。当即他一个箭步冲出去，不断劈砍。嗷嗷！铁背玄狼的惨叫声响彻整座山峦。随着不断向前冲击杀戮，陈八荒愕然发现铁背玄狼好似杀不完的蝗虫，不断的猛扑而上。但他眼中没有丝毫的惧色，前世那么多大风大浪都经历了，今日还怕这小小铁背玄狼？剑光翻飞，兽血横流，他一路冲杀过去，铁背玄狼的尸体铺满了山路，鲜血更是染红了山坡，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哦！就在这时，一道巨大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前方，顿时腥风四起，吹打的陈八荒面门生疼。这是一头高达3丈，宛如小山一般的巨狼。这头狼全身涌动黑色气息，一双如灯笼大的血眸好似深渊般注视着陈八荒，而他的威压如冰冷海水，镇压在陈八荒2人身上，让人感到无比冰寒。铁背玄狼王，顾倾城瞳孔一缩，他是7级灵王境，同级别的灵兽与人类相比，战斗力要强悍得多。这狼王的实力可远比穆玄要强大。快撤！书中女子忽然提醒道，与狼王一战，胜算不大。你通过山河图的标记点，可瞬间传送到青山古宅下。可陈八荒却摇了摇头，如果我没记错，铁背玄狼王的狼星可大幅提高灵兽的境界。他的灵兽嗜血灵狐正在青城守家，目前已经是2星灵宗境，若是服下狼星，至少能晋级3个小境界不止。而且噬魂灵狐可是具备灵魂力攻击的灵兽，有很大的培养价值。念及此，陈八荒直接冲了上去。书中女子，哦！铁背玄狼王扬起狭长头颅，发出瘆人的嘶叫。灵境王威压汹涌而出，他全身缩成一团，随后猛地张开，呼啸着扑向陈八荒，2只巨大的利爪如利剑冲杀向陈八荒。陈少，小心！顾倾城紧张的全身一颤，想从陈八荒身上跳下来帮忙。见到畜生莫慌，一定要气势压倒他。前世陈八荒面对过太多灵兽，他深知要想战胜凶狠的灵兽，气势绝对不能输。畜生，放马过来！他持剑立在原地，目光睥睨，脸上没有丝毫畏惧。下一瞬，他全身灵气瞬间涌进凌霄剑，剑鸣声响彻山野。由于吸纳了轩辕9歌灵元圣体之力，他恢复灵力速度翻倍，这才让他在短时间连续不断发出攻击。轰！混元剑体横空出世，3条火龙呼啸而出，直奔狼王。狼王见到人类毫不畏惧，继而爆发出强横一剑，他那血眸之中有了异样神色，但他也没有退缩，猛扑而至。毕竟他是灵王境7级灵兽，光是自身护盾，对方就很难破掉，何况他的利爪都能抓破万年玄铁。砰！凌霄剑如利剑破冰，剑力寸寸摧毁防御，与狼王一双巨大的利爪狠狠撞击。是！金色剑光扫过，狼王一双利爪飞了出去，而剑刃继续扫过，3只火龙裹挟其中，重重斩在狼王的身上。狼王大骇，他击杀过数名灵王境强者，但今日这人真的不一般。噗！下一瞬，狼王的头颅直接飞了出去，砸在狼群之中，让得铁背玄狼惊恐后退。陈八荒一步上前，一剑挑开狼王的胸口，掏出了那带血的心脏，将其收入纳戒之中。见到首领被杀，群狼无首，铁背玄狼瞬间失去士气，不断后退。陈八荒背着顾倾城一跃而起，飞身到对面的山头，骑上那头小灵兽，2腿猛力一夹，飞行灵兽一下子冲上了天空。顾倾城双臂紧紧抱住陈八荒，挺拔双峰挤在陈八荒后背，急速升空带来的刺激感让他心潮澎湃。若是永远跟着陈八荒这样飞，该多好！他心中暗暗许愿。大周书院，什么？穆玄不见了！大长老公孙海听到执法堂堂主陈月慌张来报，他顿时大惊。陈月补充道：一同而去的李妹儿和孙成死了。
嘶！公孙海倒吸一口冷气，脸色瞬间凝重，他眼睛微眯，道：“陈八荒呢？”陈月道：“他和顾倾城一同赶回来了。穆玄等人遭遇铁背玄狼王，李妹儿和孙成被杀，穆玄受伤坠崖，而陈八荒和顾倾城侥幸逃脱。目前顾倾城收受了重伤，正在疗伤院治疗。陈八荒只是受了轻伤，他回到宗门就找到了我，说明了情况。”公孙海眉心紧拧，穆玄失踪，陈八荒却活着，这他妈什么情况？公孙海心中疑云重重，他看向李月，沉声道：“严查此事，一定给我查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务必给我找到穆玄。”是。李月拱手，随后退了下去。公孙海深叹了口气，这个穆玄是真废物，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陈八荒没死，他的得力助手倒是不见了踪影。公孙海来回踱步，心中想着策略。片刻后，他眼睛一亮，唤来手下道：“立刻召集所有弟子在广场开会，尤其是杂役弟子全部到场。”手下不知公孙海突然开大会是何意，赶紧去照办。一炷香后，大周书院广场，公孙海立在高台之上，一脸威严。此刻，杂役弟子、外院弟子、内院弟子以及中书院弟子全部到场，足足有2万人之多。公孙海清了清嗓子，高声道：“3年一次的问鼎会即将开始，今日我给大家开个动员会。”问鼎会，所有弟子眼睛明亮起来。通过在问鼎会上的表现，外院弟子有机会进入内院，而内院弟子有着一个名额可以进入中书院。每升一个档次，获得的灵石、所能学到的功法和武技都有极大改变。尤其是中书院弟子，可享受书院顶级的修炼资源，机会难得，每个人都想抓住机会改变命运。但全场脸色最为暗淡的便属杂役弟子，因为他们除了干苦活累活，被其他院弟子鄙视，没有任何的机会跨越阶层。而这时，公孙海开口，在昨日的灵兽山脉试炼当中，杂役弟子陈八荒表现优秀，特此提出表扬。大长老表扬杂役弟子，这种事情可从未发生。众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一时间，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到了陈八荒的身上。陈八荒一怔，眼睛微眯，从穆玄嘴里得知是大长老公孙海指使穆玄杀他的。此刻公孙海当众表扬他，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公孙海继续道：“由于陈八荒的出色表现，我决定有着杂役弟子身份的陈八荒可以参加此次问鼎会。”什么？众人错愕无比，一时间议论声四起。杂役弟子参加问鼎会，这在大周书院可是史无前例。公孙海怎么能对你这么好？一旁的顾倾城低声纳闷道：“这老家伙不会放好屁。”陈八荒不耸了耸肩。公孙海微微一笑：“问鼎会分为外院比试和内院比试，我大周书院有规定，杂役弟子永远不能进入内院。但念及陈八荒表现优秀，我特许陈八荒若是通过外院比试，可直接进入内院比试，杂役弟子可参见内院比试。”众人诧愕，大长老对陈八荒真是好啊！一时间，不少人羡慕地看着陈八荒，暗自郁闷，身为正式弟子都不被大长老这般栽培，一个杂役居然得到大长老的垂青，而且还和女神顾倾城好上了，狗屎运全让这小子踩上了。而顾倾城黛眉紧蹙，他眼睛一亮，对陈八荒低声道：“公孙海果然没安好心，他的弟子秦不凡可是内院第一，你若是进入内院比试，公孙海一定会让秦不凡杀了你。”秦不凡？陈八荒目光扫过去，看到秦不凡。秦不凡身材高大，一脸冰冷，双目中满是淡漠，但他全身散发出的强横气焰，却是让远处的陈八荒都能清晰感知到。而秦不凡也看向陈八荒，冰冷脸庞浮现一丝桀骜笑容，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似是在说：“你一个小小杂役，若是遇到我，我绝不会手下留情。”陈少，问鼎会我们可以不参加，毕竟我们的目的是得到8元玄冰果。顾倾城低声劝道：“8元玄冰树3日后就会结果，但因为院长还未归来，所以8元玄冰果不能被采摘。到时候你冒充穆玄进入中书院，拿走8元玄冰果即可。”陈八荒杀了穆玄后，特意毁掉了穆玄的尸体，目的就是让宗门的人认为穆玄没死，到时他可以易容成穆玄去偷8元玄冰果。但陈八荒却摇了摇头：“我决定参加问鼎会。”顾倾城纳闷道：“为什么？”陈八荒道：“我要成为中书院弟子，那里有着更好的修炼资源，而且成为大周书院真正的弟子，我才能上天交榜，这样我就可以参加3个月后在皇家举办的炼神塔的闯塔试炼。炼神塔试炼，若是夺得名次，那么会立刻被王朝重用，不仅得到地位和权力，还能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但对于皇朝的加官进爵，
陈八荒根本不感兴趣，他只想快速让自己变得强大，重新回到前世的巅峰。顾倾城怔住，原来陈八荒有着远大的目标，于是他点头，一脸坚决：那我支持你。而这时陈八荒发现又有一人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此人正是他在中书院遭遇的黑裙女子宋婉清。此刻的宋婉清一脸疑色，之前他在中书院遭遇盗贼，追出去的时候正好碰见这个杂役陈八荒，那时他就对其产生了怀疑。而今日听公孙海说陈八荒在灵兽横行的山脉击杀了许多铁背玄狼，这让宋婉清对陈八荒更加怀疑起来。毕竟一个杂役怎么可能杀出铁背玄狼的重围？如果让我查出你就是那个贼，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宋婉清心中暗道。3日后，陈八荒就偷偷钻进了后厨，在一些特定的食物中他加入了药粉，随后他拿着扫帚假装扫地，一步一步靠近中书院。此刻的中书院门口比往日明显是增加了护卫，而透过大门口，他看见其内的8元玄冰树已然结出了金色的8元玄冰果，服下此果可重塑丹田和经脉，届时他将脱胎换骨。盯着8元玄冰果，陈八荒眼中满是渴望。他打开山河图，仔细一看，中书院内也增加了几十名护卫，这些护卫最低实力都是5级天灵境，最强的已经达到了8级灵宗境。虽然这些护卫实力不俗，但若是真打起来，陈八荒倒也不怕。只是这些护卫会发出呼喊，届时书院内其他人也会闻声赶来，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念及此，陈八荒道：还是得智取。书中女子道：如何智取？陈八荒想了想道：偷天换日。他找了个隐蔽之地，利用前世掌握的仪容术，将自己的面貌变成了慕玄，随后自慕玄的纳戒中取出一件衣服穿在了身上，最后他又在纳戒中找到一颗和8元玄冰果极其相似的丹药，这不是谢川灵丹吗？女子纳闷道：这颗丹药服下去，即使是满级灵王境强者都会拉得站不起来。不过这颗丹药看起来倒是和8元玄冰果很相似，可以以假乱真。陈八荒嘿嘿一笑，拿这个假的去换那个真的，一切妥当。他大步朝着中书院走去。3长老看到慕玄忽然出现，守卫长顿时一愣，因为他也得到消息，慕玄在灵兽山脉中失踪了。而此刻3长老居然回来了。陈八荒淡淡的嗯了一声，便是低头往里走。3长老，守卫长拦住了陈八荒：您回来可太好了，这几天大长老派了很多人去灵兽山脉找您。陈八荒道：我在灵兽山脉遇到了一些危险，不过我都一一化解，现在我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我要去藏书阁找一本功法，请你让开。3长老请。守卫长伸手道。虽然慕玄出现的很突兀，但毕竟对方是长老身份，守卫长不敢不进。见状，陈八荒迈步进入，但又被守卫长拦住。3长老，8元玄冰术已经结果，此刻这中书院已经加强戒备，您若是想进去，请您出示令牌，连我都信不过。陈八荒冷哼，随后一脸不情愿地自那戒中摸出了慕玄的令牌，甩给了守卫长。守卫长仔细查看，确认是真品无疑，他一脸笑意：3长老，这事的规定，请您千万不要介意。他双手奉上将令牌，深深一礼。陈八荒微微点头，接过令牌道：好好守住中书院，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你们一定要仔细检查每一个进入中书院的人。是。守卫长一脸肃穆地拱手道。陈八荒不再理会守卫长，转身向里走去。此刻在8元玄冰术周围有着30多名身穿黑色铠甲，腰挂明晃晃战刀的护卫，他们奉公孙海之命，专门守护8元玄冰术，所以都时刻保持警惕状态。见过3长老，护卫们毕恭毕敬道。陈八荒双手背在身后，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走到8元玄冰树下，双目死死地盯着那8元玄冰果，咽了口唾沫。3长老，其中一位领头护卫立刻提醒道：大长老有令，在宗主回来之前，谁都不能靠近8元玄冰树，不能靠近。陈八荒把脸一沉，冷道：难道你们怀疑我要偷这8元玄冰果不成？护卫赶紧解释：小的不敢，小的只是奉命行事。慕玄在诸多长老中可是排行老3的存在，地位在这摆着，护卫不敢将其惹怒。陈八荒轻哼一声：你们越是防着我，老夫今天就偏要在这树下站着。说着，他向前大步迈了几步，距离那8元玄冰果更加近了。而护卫们看到陈八荒这撒泼似的胡闹，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而且慕玄作为3长老，大周书院的中流砥柱，其也绝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顶多是在这里耍耍威风罢了。咕噜！就在这时，护卫们只感觉腹部一阵抽搐的疼痛，好似刀剜，疼得要命。当即他们都双手死死捂着肚子，
面部扭曲，痛苦不堪。显而易见，他们都闹肚子了。书中女子道：之前在后厨，你将泻川灵丹研磨成粉末，放入食物中，原来是想让这些护卫闹肚子。陈八荒笑道：2天时间，我摸清了后厨哪些食物即将送给这些护卫，所以我在他们的食物里下了药，而且量很大。闻言，女子撇了撇嘴，这泻川灵丹若是吃多了，不拉个3天3夜，不死不休。此刻护卫们的脸色都已经发紫，双腿紧紧夹住，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微微的动作导致一泻千里。陈八荒故作阴沉，冷声问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作为护卫，站没站相？一名护卫痛苦道：可能是吃东西出问题了，肚子很难受。说完，这名护卫猛地收住话，生怕自己忍不住在这神树下解决。陈八荒紧皱眉头，呵斥道：赶紧去后院茅厕。是。眼见长老下令，护卫如抓住救命稻草，赶紧撒丫子跑了很快。后院茅厕传来这名护卫极为舒爽的叫声。见状，其他护卫羡慕得不得了。陈八荒叹了口气：你们都去茅厕吧，我在这里替你们守一会，速度要快。闻言，众护卫面露难色，但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若是再坚持几个瞬息，估计都会一泻千里。这么做绝对是亵渎了神术，定会被大长老治重罪。于是几十名护卫咬着后槽牙，忍着强烈的腹痛感，夹着双腿，没命地朝着后院茅厕跑去。一时间，院内安静下来。机会来了，陈八荒不敢耽搁，单手捏成结印，按照之前他所学到的破阵之法，爆出一道结印之力，轰在神树下的阵法之上。唰！下一瞬，阵法直接消失。陈八荒赶紧拿出泻川灵丹，随后一把摘下8元玄冰果，将其收入纳戒中，随后将泻川灵丹通过灵力死死粘在了树枝上。大功告成，以假乱真。陈八荒拍了拍手，转身离去。可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场中，此人正是宋婉清。3长老。宋婉清一脸诧愕，又是这个女人。陈八荒额头渗出细密汗珠，他笑道：是呀，我刚从灵兽山脉回来，想找大长老报告一下。宋婉清哼了一声，目光犀利地打量着陈八荒。3长老，刚刚我看到你好像把什么东西放入了那戒中，该不会是8元玄冰果吧？陈八荒微微一笑，那你一定是看错了，因为8元玄冰果就在树上。说着，他指向了身后那颗泻川灵丹。宋婉清黛眉微皱，他是恰巧路过，看到3长老在神树下鬼鬼祟祟的，于是他走过来查看，目光望向陈八荒所指的金色果子，他竟是微微低下头，仔细的查看，随后竟是探过琼鼻，闻了闻。陈八荒心头一紧，我靠，看来事情要暴露了，看来还得和这个娘们动手。这一刻，他的手已经深入纳戒之中，准备抽出凌霄剑。而宋婉清转过脸，淡淡的看着陈八荒，似乎他并未发现眼前的金色果子有什么问题，但他依旧警惕，毕竟3长老已经消失了几天，此刻突然回来站在神树下，这实在是可疑。而且其他护卫不见了踪影，只剩3长老一人，这让他更加怀疑起来。他沉声道：3长老，若是你觉得自己清白，那让我看看你的奈戒。闻言，陈八荒嘴角一抽，冷道：宋婉清，你身为中书院弟子，虽然在大周书院你在弟子中的排位很高，可我是长老，你想随意检查我的纳戒，是不是对我太不敬了？关于宋婉清的情况，陈八荒跟顾倾城提及过，根据顾倾城所说，他对宋婉清也有了了解。此女不仅是4级灵王境级别的恐怖强者，在中书院内也是排名前3的存在，而且她的父亲是大周书院的院长。此刻为了不暴露，陈八荒也只好拿长老的身份压宋婉清，可宋婉清却依旧坚持3长老清者自清，如果你的奈戒没问题，那算是我宋婉清对您不敬，我向您道歉，但你的奈戒我一定要看。我靠，这个娘们真是一条路走到黑啊。陈八荒眼睛微眯，纳戒是绝对不能给对方看的，毕竟8元玄冰果就在纳戒之中。于是他看向宋婉清的身后，微微一笑，拱手道：大长老，宋婉清偏要看我的纳戒，你来的正好，快给我评评理。大长老，宋婉清眉头一皱，大长老此刻并不在中书院啊，公孙海去皇朝办理一些事宜，这个时间不可能赶回来。宋婉清转头一看，身后空空如也，没有人啊。他很纳闷，转身看向陈八荒，赫然发现陈八荒早已经撒丫子跑了。什么情况？宋婉清瞬间懵了，他立刻意识到3长老有问题，于是他身形爆射过去，单手一挥，一道金光爆射而出。下一瞬，正在狂奔的陈八荒脚下直接出现一个小小的阵法，这阵法虽小，但束缚力极强。禁锢阵法。一瞬间，陈八荒的身形陡然停止，低头一看，
脚下有着道道金色的蔓藤缠住了双腿。束缚阵法，陈八荒嘴角抽了抽，当即一剑斩下，打算粉碎这束缚阵法。而这时宋婉清已然出现在了陈八荒的身后，手中长剑直接落下。陈八荒脸皮一紧，赶紧转身一剑横出，硬生生接下宋婉清这一剑。轰！两剑相撞，剑气四涌，震荡的整个院落都是微微激战。三长老，我记得你是体修，你什么时候成为了剑修？而且经过刚刚的对决，他感觉对方身上的气息很熟悉。是那个贼！一瞬间，宋婉清震惊的眼眸瞪大。你是那个贼？陈八荒脸色一颤，看来是彻底露馅了。当即他冷笑道：臭丫头，本来一切顺利，结果你跳出来了，想拦住老夫，休想！轰！陈八荒体内混元剑体猛然爆发出来，滚滚剑气如洪流一般冲击向宋婉清。宋婉清一惊，好强的剑气，原来这贼是先天剑体。他猛吸一口气，手中剑猛力下压。下一瞬，他体内汹涌而出道道红色剑力，这剑力如滔天巨浪撞击在浑元剑体之上，发出声声爆鸣。先天剑体，绝品！陈八荒一惊，全力应对。砰！下一瞬，宋婉清直接被击飞出去，暴退数百步，而陈八荒也因巨大的后退之力，导致他脚下的束缚阵法瞬间破碎，他的身躯向后翻滚了近100丈。宋婉清的修为高出陈八荒4个小境界，再有绝品先天剑体加持，陈八荒勉强和其打成了平手。不宜恋战，毕竟这可是在中书院，很快会有其他人赶过来。陈八荒爬起来，转身就跑。宋婉清怒道：这回绝不能让你跑了！唰！下一瞬，他身形变得虚幻。幻影部中书院藏书阁玄阶5技，身体的敏捷度提升到最高，他瞬间来到了陈八荒的身后，当即单手一挥，一条锁链直奔陈八荒的脖子，他要将陈八荒死死锁住。讨厌的女人，真是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不使出老子的绝招，你是不死心！陈八荒转身，大手直接伸出，怒喝道：抓奶龙爪手！啪！一瞬间，他大手按在了宋婉清的胸脯上。宋婉清全身一滞，瞳孔颤动，眼中震惊不断翻滚。这一刻时间仿佛都凝固了。你竟敢抓我这里！宋婉清脸色瞬间涨红，他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可恨的贼居然能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下一瞬，随着陈八荒加大发力，他痛苦地惨叫起来，全身瞬间僵硬。而就在这一瞬间，陈八荒嘿嘿一笑，身形化作一道虚影，直接消失在原地。宋婉清屈辱的泪水瞬间流了下来，他愤怒的全身颤抖。天杀的贼，等我抓到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嘘！他施展幻影步，搜遍整个大周书院，但都没有找到那道影子。宋婉清黛眉紧皱，攥紧拳头道：这个可恶的贼跑到哪里去了呢？此时的陈八荒早已经通过山河图上的标记，来到了青山古宅之下。他赶紧换上了杂役服，恢复了原来的容貌，随后将8元玄冰果以及凌霄剑放在了灵犀旁。下一刻，他又通过倾城的传送阵辗转回到了大周书院的杂役房。而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杂役房，此人正是宋婉清。他找遍大周书院都没有找到那个贼，他的身法已经够快，所以那个贼不可能短时间内离开大周书院，所以这个贼一定是个家贼。他首先想到了陈八荒，于是他迅速来到了杂役房，目光阴沉地盯着陈八荒。刚刚你去了哪里？陈八荒一脸无辜，我一直在这里睡觉啊。宋婉清眼睛微眯，拿出你的那剑。为啥要我的那剑？陈八荒装糊涂，没为什么。宋婉清沉声道：快点拿出来。陈八荒一脸不情愿地将那戒递给了宋婉清。宋婉清打开那戒，仔细翻看，其内只有一些灵石，并没有他想要找到的凌霄剑。那说明眼前这个杂役不是那个贼。但宋婉清依旧没有放弃，将陈八荒的床铺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翻了一个遍，可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物。直觉告诉宋婉清，眼前这个陈八荒就是那个贼，只是他没有证据。他阴沉地瞪着陈八荒：别让我抓到你的尾巴，否则我一定杀了你。陈八荒故作一脸惊恐道：我和你无冤无仇，我不过是一个小小杂役，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我？因为你捏了我的胸。宋婉清瞬间暴怒，毕竟长这么大，他还没被男人这般轻浮对待过，所以积压在心里的怒火瞬间喷发了出来。陈八荒他呆呆地看着宋婉清，一脸错愕。而这时宋婉清才意识到自己愤怒之下居然把这等难堪的事情说了出来，他脸色瞬间铁青，噌的一声抽出长剑，将剑刃抵在陈八荒的喉咙处。
此事你若是敢说出去，我直接将你的脑袋削掉。陈八荒赶紧道：放心，我绝对不说。宋婉清目光无比阴沉，白了眼陈八荒，随后转身离去。呼，陈八荒重重舒了口气，总算是骗过去了。而陈八荒一直等到晚上，确定宋婉清不会再来之后，他才通过山河图标祭点回到了灵溪旁。迫不及待，陈八荒直接吞下8元玄冰果，随后盘坐在灵溪之中。而这时，一道红色身影出现在陈八荒的面前，正是红莲。他是被陈八荒换来的，为我护法，3日之内不能有人打扰我。陈八荒直接道：是。红莲拱手，随后守在一旁。咕噜，随着陈八荒服下果子，其化作的能量迅速扩散全身。而在陈八荒有序的控制之下，这股能量竟是在缓慢地重塑着他的身躯。这个过程极其消耗体力，仅仅是1个时辰的时间，陈八荒便全身大汗。突然，陈八荒的山河图竟是突然打开，地图之上清晰地显示有着10道身影正快速向青城靠近。这些人身后皆是背着长剑，胸前绣着凌云2字，显然是凌云剑宗的人。而为首的是一位面相消瘦、一脸阴沉之色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凌云剑宗的护法段清。他奉宗主之命，带着9名弟子前来拿下青城。在他看来，陈八荒必然会被3王爷杀死在大周书院，所以他必须赶在叶家之前拿下青城。什么人？此时正值深夜，城门处守城的守军发现段清等人出现，立刻大喊，当即敲响了警钟。很快，张冲带着100多名守军急冲冲赶了过来。陈八荒离开青城之后，张冲就下令加强了戒备。防范意识还挺强吗？段清冷笑：你们是何人？光线暗淡，张冲并不能看清对面的人。段清的大弟子陈飞沉声道：我们是凌云剑宗的人，我们今日来是找陈八荒算账，与你守军无关，赶紧让开。陈八荒是我青城人，你们敢动他，我这个守军统领绝对不答应。张冲得知对方来意，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当即抽出腰间战刀，全身战意涌动。看不出来，你原来是陈八荒的狗。陈飞不屑冷哼，区7级天灵境，也敢跟我凌云剑宗叫板？轰！话落，他单手猛然一挥，顿时一道灵力匹练化作一道剑芒，爆射向张冲。张冲脸色一紧，立刻横刀阻挡。砰！下一瞬，他直接被轰得倒飞出去。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场中，大手伸出，死死拽住了张冲。此人正是顾成坤。他听到警钟响起，立刻赶了过来。而随他一起来的还有姬明月，他们是凌云剑宗的人，来青城是杀陈少。张冲感觉胸口一阵剧痛，当即吐出一口鲜血。凌云剑宗的。顾成坤脸色瞬间凝重。凌云剑宗，宗门排行榜上排名第9的存在，比他们的神玄宗不知道强了多少倍。这不是神玄宗的顾成坤吗？段清认出顾成坤，颇为讶异，紧接着大笑：你的宗门也是排名31的存在，你居然投靠了陈八荒。顾成坤咬了咬牙，段清什么实力他很清楚，10个他都打不过段清。顾成坤，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做我们凌云剑宗的狗，今日我可饶你一命，到时候我可以让你打理青城，如何？段清双手背在身后，一脸玩味。顾成坤冷笑，条件很吸引人，但老子才不会受你们的侮辱。他深知跟着陈八荒混，陈八荒给他很大的自由度和信任，但若是为凌云剑宗效力，那他就真成一条狗了。老狗！陈飞眼睛微眯，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就死在我剑下吧。轰！陈飞直接出剑，剑势如浪，猛地斩向顾成坤。此次随师傅来青城，陈飞深知这是绝好的露脸机会，于是他这一剑直接爆发出灵宗境5级的实力。顾成坤，我与你一起战！姬明月一脸决绝之色，手中长剑化作一道剑芒，直刺陈飞。见此情景，顾成坤赶紧一掌跟着轰杀过去，而张冲也身形爆射过来，3人齐齐杀向陈飞。灵宗境！陈飞盯着姬明月那俏丽脸蛋，惊讶不已。这个美得不可方物的女人，实力不弱啊！轰！下一瞬，姬明月3人被陈飞一剑轰得倒退。灵宗境5级的陈飞在境界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他嘴角勾起得意弧度，青城真是连个能打的都没有。姬明月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你吹什么牛？若是我夫君在，你的命早就没了。闻言，陈飞大笑，美人，你的夫君在大周书院活不过3天，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你勿要再做美梦，你接下来的宿命就是做我师父的炉鼎。嘘！陈飞再次出剑，此刻是立功的绝佳机会。叽叽！突然，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一只高达丈许的巨大红色灵狐鬼魅般出现在他的面前。噬魂灵狐，灵宗境3级。轰！一瞬间，汹涌的灵魂力冲击的陈飞意识瞬间恍惚，失去了战斗力。紧接着，巨大的利爪狠狠拍在了陈飞的身上。砰！他身形当即倒飞了出去，重重砸地，胸口处被噬魂灵狐抓出的3道血口，鲜血汩汩流出。噗！陈飞直接吐出一口鲜血，被噬魂灵兽直接碾压。姬明月讥讽笑道：“你连我夫君的灵兽都打不过，还想拿下倾城？做梦！”轰！蓦然间，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场中，正是段青，脸色阴沉如水。他手中乍现一柄碧绿色长剑，当即一剑落下。大弟子被陈八荒的灵兽碾压，这让他颜面无存。刹那间，2级灵王竟威压震慑全场，手中的剑更是破碎虚空，狠狠斩向姬明月。不好！顾成坤脸色一紧，赶紧护住姬明月。噬魂灵狐也化作一道红色光芒，直扑段青。砰砰砰！下一瞬，姬明月和顾成坤皆是被击飞出去，而噬魂灵兽更是被打得直接翻滚后退，巨大身躯重重砸在城墙上，撼动的城墙激战。他的身躯瞬间缩回了原形，一剑打败3位强敌。现场众人皆是震惊的瞪大眼睛，段青的弟子更是嚣张大笑，皆大呼：“师父威武！倾城无人能阻挡师父！”段青目光睥睨，脸上露出讥讽笑意：“一群蝼蚁，我不出手，你们当我们凌云剑宗是病猫吗？”下一刻，他单脚猛地踏地，手中的剑指点姬明月的喉咙。陈八荒的女人必须杀！一瞬间，姬明月被段青的剑势震慑得全身僵硬，让他根本无法闪避。但姬明月脸上并未有惧色，反而是有着一抹狠色。一剑硬刚段青，打算以死相拼，和我拼命？你也配！段青狞笑，顿时一道寒光撕裂空间，直接划向姬明月的喉咙。完了！顾成坤和张冲脸色大骇，皆是拼命冲过来，但他们知道一切为时已晚。唰！就在这时，一道凌厉剑气猛地自远处爆射过来，狠狠撞击在段青的长剑之上。下一瞬，随着一道剑鸣响起，他手中的剑直接飞了出去，手臂被震得一阵麻痛。谁？突然被袭击，段青脸色一紧，目光望去，赫然见到一位红裙女子出现在场中。此人正是红莲。红莲淡淡地看着段青。陈八荒通过山河图发现段青等人偷家，但由于他正在重塑经脉和丹田，于是他派红莲赶紧来救场。当然，若不是红莲有着绝对的实力，可以掌控全场，陈八荒也会自己出手，毕竟自己的亲人爱人最重要。红莲沉声道：“你没资格知道我是谁，你自行了断，还是我帮你了断？”段青一愣，眼睛微微眯起：“你说话很狂啊！”他的感知力不断试探，但竟是感知不出对方的实力，这让他眉头微皱。我们凌云剑宗没资格。众弟子不屑大笑，陈飞更是鄙夷道：“若不是你偷袭我师父，他怎能丢了剑？陈八荒不过是小小倾城的少爷，居然有这么多美女支持，可惜了，他今后再也没有桃花运了，因为他得罪了凌云剑宗。”红莲冷哼：“凌云剑宗算个屁！”噗，单手一挥，一道剑气横扫而过。下一瞬，陈飞的头颅直接冲上了天空，全场瞬间哗然。你敢杀凌云剑宗的人？众弟子震惊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皆是本能的爆出灵力，提防红裙女子的攻击，但下一刻，他们的头颅也直接冲上了天空。他们的防御没什么鸟用，9名弟子全部毙命。雾草！段青震惊的头皮发麻，感知不出对方实力，抬手瞬杀9名弟子。这女子也太强了，不恋战，否则吃大亏。于是他转身就跑，而下一瞬，随着一道灵皇境威压将他镇压的身形陡然停止，他的脸上迅速蔓延出一抹极度的恐惧。灵皇境，这个女人实力这么妖孽。段青转脸看到红莲闪到近前，他震惊的心脏差点跳出来。我是凌云宗护法，杀我！你们和凌云剑宗可就起了大干戈。他的声音都颤抖了，眼中更是恐骇翻滚。是！下一瞬，他的头颅直接飞了出去，鲜血飞溅。我管你是什么剑宗！红莲淡淡道。现场所有人，他们不知道红莲的存在，更不明白灵皇境的恐怖强者怎么会出手帮助他们。红莲什么也没解释，如白玉般的手掌一翻，段青10人的纳戒被他拉扯到空中，随后落入姬明月的手中。这10人纳戒中的修炼资源，你来安排。红莲打量着姬明月，心中暗道：陈八荒在下界找的媳妇还挺漂亮。姬明月一脸疑惑道：你是何人？为什么要帮我们？毕竟他们这等修士与灵皇境强者
可以说是毫无交集。红莲淡哼道：“我是谁不重要，反正是我主人派我来的，他让我把这些人的内戒交给你来分配。”姬明月皱眉：“你主人是谁？我认识吗？”红莲微微一笑：“当然认识，因为他就是你男人。”说完，他直接消失在原地。我男人？姬明月愕然，甚至凌乱。这位有着灵皇境恐怖实力的女人认了陈八荒做主人。一旁的顾成坤和张冲也愕然无比，他们不知道陈八荒是怎么让一位灵皇境臣服，但红裙女子确实真真切切出现，并且干掉了段青等人。陈少真牛啊！顾成坤和张冲都是震惊的发出惊叹。八荒将这些纳戒给我，是想让我们依靠这些资源快速提升实力。自己男人都能降服灵皇境大佬，姬明月决定自己也该抓紧速度提升实力，不能落后太多。5日后，大周书院，有人冒充三长老盗取8元玄冰果。公孙海办事归来，回到书院，闻听宋婉清所说，脸色一变，那8元玄冰果是否安全？宋婉清道：“安全。”公孙海皱眉，离开房间，大步走到树下，看到8元玄冰果完好无损，他松了口气。可有那贼的下落？公孙海问道。宋婉清摇头，没有，对方跑得很快，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但我怀疑这个贼是我书院内的人，外人不会对书院内的情况这么了解。而且据护卫说，此人还有3长老的令牌。公孙海眉头皱得更紧，有人冒充3长老，但却有真的令牌，那说明穆玄可能死了。令牌不离身，作为长老，穆玄深知书院的规矩。这一瞬，公孙海想到了陈八荒。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陈八荒杀死了穆玄，但只有陈八荒有机会，而且有动机。念及此，公孙海瞳孔一缩，难道陈八荒真的是有实力杀掉穆玄？这一刻，他摇了摇头。陈八荒没有这个实力，定是有人暗中帮助他。看来这个陈八荒比想象中的难对付。压下心中烦乱，他看向宋婉清：“婉清，你保护8元玄冰果有功，稍后我要嘉奖你。你爹从中州回来，得知你的表现，必会为你高兴。”宋婉清摇头：“我不要奖赏，我只想抓住那个贼。她可是黄花大闺女，结果被对方狠狠抓了凶，这耻辱的仇恨，她必须报。婉清，你放心，我会派人全力搜查，找出这个贼。你退下吧。”目送宋婉清离开，他目光转向8元玄冰果，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渴望。8元玄冰果服下不仅大幅度提升修为，更可以重塑自身的经脉和丹田，让自己先天资质变得更加优越。宋婉清的父亲就是服下8元玄冰果后实力大增，最终登上书院院长宝座。念及此，他眼睛微眯。既然贼来过，那他将这颗真的换成假的。若是院长发现，也有其女儿宋婉清作证，到时候他就死咬着说是贼给调换了。妙计啊，机智如我。公孙海微微一笑，看向周围的守卫，脸色一沉：“你们背对我，我要在神树下修炼片刻。”闻言，众护卫赶紧背过身，他们可都是公孙海的手下，老大发话，他们言听计从。见无人再看向自己，他自那戒中拿出一枚泻川灵丹，因为据他观察，这颗丹药和8元玄冰果看上去很接近，可以瞒天过海。紧接着，他以迅雷不及之势快速将果子摘下，收入那戒，随后将手中的泻川灵丹用灵力粘在了树上。完美！世间除了他，根本没有别人能想到此等妙计。我不愧是大周书院的大长老。这一刻，公孙海极为佩服自己的智谋。随后，他假模作样的收回气息，对护卫们道：“你们全神贯注在此守着神树，绝不能让神树再出差错。”闻言，护卫们赶紧拱手应声。公孙海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双手背在身后，离开了8元玄冰树，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那枚果子，双目死死盯着手中珍贵之物。他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这是他第一次触摸8元玄冰果，这触感，这颜色，他越看越喜欢。5阶灵植，谁不喜欢？他盘坐在蒲团之上，迫不及待地将果子塞入口中。他要赶紧利用这颗果子重塑自己的资质，他的高光时刻即将来临。青山古宅下，混元塔中的陈八荒，道道青色气息自体内缓缓散出。这是他重塑经脉和丹田之后，体内排出的杂质，而这一瞬，他丹田吸收灵息中的能量变得更加快速且精纯。挥手间，爆发出的灵力都比之前迅猛了数倍，甚至是呼吸吐纳间，他体内的灵力都随着呼吸的律动而上下起伏。重塑之后，他的修炼资质有了质的飞跃。轰！随着丝丝灵力冲击各条经脉，陈八荒感觉一股极为顺畅的力量自体内爆发出来，冲天而起。灵王境2级，重塑带来的巨大提升让他晋升了1级，但他丝毫没有停歇，拿出之前得到的修炼资源，
3500万块灵石，8株灵植。他又开始疯狂修炼起来。还有7日，大周书院的问鼎会即将开始。他想击败大周书院的一众强者，夺得冠军，所以他必须不断提升实力。书中女子问道：“你已经得到8云玄冰果，重塑了自己的身躯，为什么还要回到大周书院参加问鼎会？那问鼎会的奖励也并不是很有诱惑力啊。”陈八荒道：“冠军奖励一定很丰厚，不拿白不拿。最为重要的，若是成为冠军，我可成为中书院弟子。第一次进入中书院，我就见到院落深处有一个宝库，那里一定是装着大周书院最顶级的修炼资源。”女子颇为吃惊，道：“原来你打上了大周书院宝库的主意。以你目前实力，即使你在灵王境上晋升几级，盗取大周书院这样顶级势力的宝库，那也是势比登天。”陈八荒微微一笑：“你我都有莫大的仇恨在身，我们仇人实力更是强到恐怖，而我此时又处于下界，不去争夺仅有的宝贵资源，我们何时才能手刃仇人？而且叶云的老婆轩辕飞也即将出关，这个女人得知自己的丈夫被杀，儿子被废，也定会找我来算账，所以我只有马不停蹄的提升实力，才能应对这一切。”女子沉默，随后道：“我没有选错人。”7天后，大周书院广场上聚集了近万人，各院的精英弟子全部到场。大长老公孙海站在高台之上，满脸威严。此刻他如松柏一般笔直而立，全身气息涌动，颇具代理掌门的强横气势。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的他极为难受。自从服下8元玄冰果，他的经脉和丹田不仅没有得到重塑，反而是他接连拉了几天的肚子。即使是作为灵皇境强者，他也是忍不住在茅厕多次一泻千里。若是之前有提防，控制果子化作的力量不进入经脉，那么他现在会好很多。可当时他为了让身体彻底吸收果子的能量，他完全打开了经脉和丹田，这导致果子的副作用让他根本扛不住。连续7日的疯狂亵渎，此刻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而这7日他也纳闷，为什么服下神果，自己修为资质非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是不断腹泻呢？难道是神果本身就有这个副作用？还是说这神果难道是一颗泻川灵丹？只怪他当时太激动太心急，直接将神果一口吞了下去，并没有仔细辨别味道是否与泻川灵丹相似。但他坚信8元玄冰果是真品。好事多磨，再坚持一阵子，也许就看到了曙光。由于腹泻到了虚脱的地步，公孙海目光扫视过众人，他不想再多说话，因为此刻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又痛了起来。若是说话多，动了气，产生变异，当众做出丢人的事情，那他这张老脸可就没地方放了。于是他看向一旁的二长老，微微一笑：“二长老，此次问鼎会规则还是由你来向众弟子介绍吧。”“让我介绍？”二长老脸色微变。平日里大长老公孙海可是一个极其看重权力的人，自从院长去了中州办事，大长老在大周书院内大权独揽，大事小事都揽在手里，刷存在感。可此刻大长老居然让他在大周书院所有弟子面前露脸，这让二长老心里犯嘀咕起来。公孙海这个老狐狸一定是在试探我，他想看看我有没有野心想取代他，绝不能让公孙海怀疑，这会给自己惹来无尽的麻烦。二长老心中如是想，于是拱手，声音故作沙哑道：“大长老，我这几日喉咙甚是难受，不宜说话，所以还是请您来介绍规则，毕竟您现在是大周书院的代理院长。”公孙海他极为无语，狠狠白了眼二长老。他深知二长老所想，心中骂道：“这个时候你还装什么逼？”无奈他只能爆出一丝灵力抵在喉咙之上，高声道：“下面我来宣布，本届问鼎会现在开始。参赛者来自内院和外院，但此次问鼎会，我书院一名杂役弟子，编号9528，姓名陈八荒，也将参加问鼎会。”公孙海故意将杂役2字声音提高，并且当众说出编号，显而易见他在羞辱陈八荒。唰！一瞬间，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到了陈八荒的身上。陈八荒在今日清晨赶回了大周书院，他在混元塔中修炼了7个月，耗费了3000多万颗灵石，用光了所有灵值，他的修为踏入了5级灵王境。如此巨量的修炼资源，仅仅晋级了3级，这让陈八荒很是不爽。毕竟随着修为越来越高，他所需要的修炼资源也将翻倍增长。可是资源越来越难搞，这也是为什么他此次如此积极参加问鼎会的原因。不过，公孙海忽然开口，看向陈八荒，嘴角勾起一抹玩味弧度。此次问鼎会由于有一位杂役弟子参加，所以他需要通过杂役考核才能正式参加问鼎会。陈八荒，你现在就上台接受考核。杂役考核？众人诧愕，这种考核他们从未听说过。
公孙海这个老狐狸一定是没安好心。顾倾城美眸微眯，对陈八荒低声道。陈八荒却淡淡一笑，他有什么损招，老子照单全收。杂役考核听上去平平无奇，但在这个时候安排，明显是想当众让陈八荒难堪，特意强调他卑微的身份。可陈八荒却一脸无所谓，大步走上了台。此时在比武台上有着一块高达10几丈的巨石，这巨石表面黝黑，看上去极为坚硬且沉重。二长老淡淡地看着陈八荒，目光中满是鄙夷。平日里你们杂役是要做苦力的，所以现在第一项我要考核你的力量。你现在将这块巨石向前推动10丈许，就算你通过考核。闻言，下方众人窃窃私语起来。这块巨石至少有10万斤重，能推动这块巨石至少是天灵境，而据说这个杂役实力不过是地灵境，这么重的石头就是累死这个杂役也推不动。做苦力就是做苦力的，偏要参加什么问鼎会，真是自不量力。癞蛤蟆一只，却想上台面，真是太高看自己了。台下不少弟子开始讥讽起来，毕竟一个杂役想与他们一起参加问鼎会，这让他们感到耻辱。啪！就在这时，陈八荒大手按在巨石上，随着发力，巨石竟是开始移动。不多不少，陈八荒将巨石移动了10丈。如今他已经是灵王境5级，做这种事情信手拈来。这个家伙居然能推得动，他真的是地灵境吗？那些讥讽陈八荒的弟子瞬间傻了眼。毕竟陈八荒进入大周书院时，3长老穆玄清测陈八荒的实力就是地灵境，而台上的2长老也皱眉看着陈八荒。他也听说陈八荒是地灵境，可从刚才的表现来看，这实力可是不止的灵境啊。这时公孙海匆匆赶了回来，刚刚肚子难受，他又去解决了一下，回头看到陈八荒毫不费力将重石向前推了10丈，他轻哼了一声，这小子果然在隐藏实力。他特意设置这个障碍，就是想试探陈八荒的实力。2长老继续道，第2项考核，劈石。若是你能劈开这块石头，那么你就通过杂役考试。众人诧愕，这可是玄铁石，坚硬如玄铁，就是天灵境强者都很难将其劈开。台下众人又开始揣测起来，显然这一次考核的难度比之前更大。而刚刚一位极力讥讽陈八荒的弟子轻哼道，如果他能劈开玄铁石，我立刻吃屎。另一位弟子笑道，前几天飞灵兽在天上一泻千里时，你可是没少吃。被嘲笑的弟子脸色瞬间涨红。不光这2人，其他众人也不看好陈八荒。若是能劈开这玄铁石，至少是天灵境5级实力。台上，陈八荒轻轻抬手一挥，一道剑气瞬间爆出，当即狠狠轰在玄铁石之上。砰！一道浅浅的痕迹留在了玄铁石之上。2长老上前查看，沉声道，石头没有劈开，你考核没有通过。一旁的公孙海眉头紧皱，暗道，难道是我高估了这小子？台下讥讽之声立刻响起。先前那位弟子大笑道，果然是个废物，还想和我们一起参加问鼎会，真是自不量力。就连远处的宋婉清也黛眉微蹙，心中暗道，难道这个陈八荒确实只是个杂役？咔咔咔！就在这时，台上的玄铁石其上竟是乍现道裂纹。下一刻，巨大的玄铁石猛然碎裂开来，一块块玄铁石向四周迸射。砰！之前嘲笑陈八荒的那名弟子胸口被玄铁石击中，当即整个人倒飞出去，砸在地上，生死不知。砰砰砰！台下站在最前方那群嘲笑陈八荒的弟子皆是被碎石所伤，即使是台上的公孙海和2长老，2人也是爆出灵力，粉碎扑面而来的碎石。2人皆是一脸不满地看着陈八荒。陈八荒这么做绝对带着私人恩怨。啪！远处一块碎石直奔一位青年，此人正是秦不凡。他伸手直接抓住石块，咔嚓一声将碎石捏成齑粉。他眼睛微眯，看向陈八荒，喃喃道，我就知道你小子在扮猪吃虎，你最好能进入内院比试，这样我就可以弄死你。他的师父公孙海已经给他下达了命令，在此次问鼎会上一定要找机会干掉陈八荒。秦不凡杀陈八荒不只是完成了师父的命令，更能为自己的好友叶灵天报仇。场中，2长老沉声道，将雄浑的灵力打进玄铁石，让力量在石头内不断膨胀，最终炸开石头。陈八荒，看来你对灵力的控制和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刻，2长老也看出陈八荒的实力可远不只是地灵境。陈八荒淡淡一笑，那我考核算过了吗？2长老道，石头都碎了，你当然通过考核，恭喜你获得了参加问鼎会的资格。一时间不少弟子脸色难看，眼中更是有着震惊，心中都暗道，
这年头连杂役都这么卷了吗？二长老看向众人高声道：此次问鼎会分内院场和外院场，外院场决出2人，这2人将直接成为内院弟子，内院弟子也选出10人，最终12人进行最后的决斗，而决出的第1名直接进入中书院，冠军也可挑战中书院弟子，若是战胜中书院弟子，冠军奖励翻倍。众弟子撇了撇嘴，眼中并无向往之色，因为中书院弟子那可都是妖孽天才，即使是获得冠军也不敢去贸然挑战，毕竟在大周书院的历史上还从未有冠军战胜过中书院弟子。而下一瞬，众人都齐齐看向二长老，因为二长老即将公布此次问鼎会冠军的奖励。每年大周书院都拿出顶尖资源作为冠军的奖励，所以众人都极为好奇，今年书院将拿出什么样诱人的奖励。二长老清了清嗓子道：此次问鼎会冠军的奖励是1500万灵石，2阶灵芝8株，玄天生体丹1枚。奖励果然丰厚，众弟子眼目光炙热起来，尤其是听到玄天生体丹，不少人都诧了起来。这可是1枚6品丹药，服下此丹药可大幅提升自身体质。大周书院不愧是大周国第1书院，出手就是阔气。而这时二长老又道：本届冠军还额外有一个奖励，那就是可获得皇家冲塔试炼的名额，直接参加冲塔试炼。众弟子瞬间惊呼起来，皇家举办的炼神塔冲塔，全国名额只有10个，这10人是从大周国成千上万个宗门内的天骄中选出来的，可以说是大周国最顶尖天骄的角逐。而且冲塔试炼的奖励更加丰厚，比这问鼎会要强上10倍都不止。今年的冠军可真是太爽了。这一瞬，众人都将目光转向一位一脸清冷之色的青年，此人正是秦不凡，他是内院弟子中实力最强的，据说在半年前实力就已经达到了灵王境，是内门诸多弟子中的佼佼者。这次问鼎会冠军非他莫属，而且他还是大长老公孙海的弟子，在书院内有着很强的靠山，无数光环加身。秦不凡真是天之骄子，一众弟子羡慕的眼睛通红，尤其是不少女弟子看向秦不凡，眼中满是欣赏之色。若是找到这样一位异性伴侣该多好，不像顾倾城找了一个杂役当男友，白瞎一副好皮囊。我宣布本届问鼎会现在开始，首先是外院的比试，外院弟子修为排名前10即可上台，这10人将进行大乱斗，最后站在台上的2人便可进入内院的比试。话落，二长老拿出一个名单，开始大声念出上面的名字，而每念出一个名字便有一个人飞身上台，顾倾城也在其中。很快外院头10名弟子全部站在了台上。二长老看向陈八荒，一脸嫌弃：你还愣着干什么？你也上去啊，你可是杂役队的。闻言，陈八荒在一众弟子的起哄中登上了比武台，杂役弟子与外门弟子同台对决，史无前例。唰，一时间除了顾倾城，其他人全将目光落到了陈八荒的身上。无疑在这个比武台上，陈八荒的实力最弱，柿子还要挑软的捏。陈八荒明白这个道理，他淡淡一笑：来吧，一起上，一起上。一名女弟子满脸鄙夷地看着陈八荒：你不过是一个杂役弟子，你对我们不会产生任何威胁，所以当然要把你留到最后。没错，你还以为我们要先对付你？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另一名男弟子不屑道：出手打你是我们的耻辱。陈八荒，他看向顾倾城，他们说话很伤人啊。顾倾城扑哧一笑：那就让他们互相打。他自然知道是这帮弟子小瞧了陈八荒。很快台上9名外门弟子进入了混战，道道灵力迸射，气息翻滚，而随着声声惨叫响起，不断有参赛者倒地。最终一名身材极为魁梧的男弟子名为李毅，他打败了其他8名参赛者。轮到你们了。脸上有着淡淡的得意，他看向了陈八荒和顾倾城。虽然顾倾城打败过灵宗境强者孙成，但其实力也才7级天灵境，而他李毅可是2级灵宗境，实力强过顾倾城一大截。至于这个杂役，纯属是来搞笑的，可以忽略不计。李毅不屑地撇了撇嘴，他抬起手中的玄铁棍，对2人笑道：没想到最终是我们3人对决，你们2人是一对情侣，看来今天我要棒打鸳鸯了。十足的讥讽引起台下一阵哄笑。陈八荒身为一个杂役，夺走女神顾倾城，确实该被狠狠地揍一顿。尤其是二长老，脸上的笑容极为灿烂，因为李毅是他的弟子，自己的弟子成为外院第1，晋升为内院弟子，那他脸上也是大有光彩。唰，李毅的话音刚落，陈八荒的身形竟是诡异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速度快到他根本反应不过来。当即
陈八荒猛地抬手，狠狠抽在了李毅的脸上。啪！清脆的耳光声音响彻全场。李毅瞬间懵了逼，眼睛上翻，全身僵硬，直接倒飞出比舞台，重重砸地，脑袋一歪，生死不知。陈八荒甩了甩手道：“看来你没有机会棒打鸳鸯了。”全场瞬间哗然，无数道无比震惊的目光皆是落到了陈八荒的身上。这个杂役真牛逼啊！刚刚劈开了玄铁石，他们认为这已经是这位杂役的极限。结果这个杂役现在又一巴掌差点呼死2级灵宗境的李毅。二长老更是震惊的呆若木鸡，自己的得意门生就这么被陈八荒一巴掌抽得生死不明了。这一刻他感觉陈八荒的巴掌也打在了他的脸上，让他老脸生疼。外院比武结束，前2名是陈八荒和顾倾城，他们2人获得了进入内院的资格，成为内院弟子。二长老几乎是全程咬着牙公布的比赛结果：“我现在是内院弟子了。”顾倾城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八荒，满眼喜悦。很明显是陈八荒将他带进了内院。这一瞬，不少女弟子看向顾倾城，眼中满是羡慕，甚至是嫉妒。之前他们嘲笑顾倾城居然找了一个杂役作为道侣，但今日看来，这个陈八荒真的有实力。作为女人，她们都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将自己带到更高的高度。显然今天陈八荒这个杂役居然做到了，气死人！二长老阴沉地看着陈八荒，语气极为不甘的道：“你们2人与内院10名弟子一同进行对决，最后站在比武台上的就是本届的冠军。陈八荒赶紧上台吧，外院打不了的人，我们内院能打；外院治不了的疯子，我们内院能治。”比武台上10名内院弟子已然站在了台上，皆是虎视眈眈地瞪着陈八荒，其中1名弟子更是冲陈八荒叫嚣道：“这10人实力最低的也是5级灵宗境，实力最强的则是秦不凡2星灵王境，与其他弟子相比，他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内院前10 2个灵王境，8个灵宗境，看来陈八荒一会儿要被打的亲妈都不认识了。”台下一众弟子连连啧舌，内门如此强悍的队伍，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陈八荒。而这时始终在一旁观战的大长老偷偷灵力传声给秦不凡：“不凡，你要小心这个陈八荒，千万不要轻敌，穆玄很可能死于陈八荒之手。”闻言，秦不凡脸色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公孙海。公孙海深深点头：“你们内院10名弟子摆出囚龙阵，你的胜算会很大。”面对师父的提醒，秦不凡却皱起眉头。首先他认为陈八荒根本就没有本事杀死穆玄，第二他认为自己有十足的把握杀了陈八荒。作为内院最强者，若是和其他弟子联合结阵打败陈八荒，那他秦不凡的脸往哪里放？念及此，秦不凡眼睛微眯，单手一挥一柄血色长枪乍现在手中，枪尖挑起，爆出一道凶猛杀意，点向陈八荒。9528，你不是牛逼吗？那我们就来个最直接的，你打败我，就意味着你能打败内院所有人，我们一战定生死。今日我要将你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我兄弟叶灵天的床前。嗡！下一瞬，他手中的血色长枪发出一道刺耳的枪鸣，5阶灵气血龙镇魂枪。刹那间，蔷薇席卷全场，震慑的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颤。不凡，你太自负了！看到爱徒竟然直接挑战陈八荒，公孙海郁闷得直摇头。他这个徒弟天赋很强，但就是自负。比就比，本少就喜欢来直接的。陈八荒淡笑，单手一挥，一柄黑色巨剑出现在手中。砰！巨剑剑气迸射，瞬间将秦不凡轰杀过来的枪势粉碎。而这时，众人看清了陈八荒手中的武器，居然是一柄断剑，而且还只是3阶灵气。这正是轩辕九哥砍断的玄天断魂剑。由于宋婉清在场，所以陈八荒不能拿出凌霄剑，毕竟他在中书院与宋婉清对决的时候使用的就是凌霄剑，所以若是此刻拿出凌霄剑，定会让宋婉清认出来，进而让他暴露了身份。什么？这家伙居然用一柄断剑和秦不凡打，这个陈八荒是疯了吗？一众弟子一脸愕然，这么儿戏吗？秦不凡也眉头紧皱，盯着陈八荒手中的断剑，哑然一笑：“你这个该死的杂役，真的太侮辱我了！但是我不会轻视你，老子今日会用全力杀了你！”砰！秦不凡单脚踏地，整个人化作一道枪影，猛地冲向陈八荒。嘘嘘嘘！手中血色长枪化作无数道血影，如狂风暴雨般爆，刺向陈八荒。这一刻，空气都被他的长枪摩擦得炙热起来。血影枪，玄阶上等武技，在有着5阶灵气血龙镇魂枪的加持，秦不凡这一枪的威力破碎虚空，翻江倒海。这恐怖的架势，即使是4级灵王境都不见得能扛得住。这秦不凡果然是底蕴深厚啊！
他这一枪，内门弟子无一人能接得住，即使是中书院弟子也会全力应付。秦不凡不愧是内院第一人，台下一众弟子连连啧舌惊叹，而他们看向始终立在原地的陈八荒，皆是纷纷摇头。好言难劝，该死的鬼！面对秦不凡这样的强者，陈八荒只有等死的份。轰！就在这时，陈八荒出手了，手中断剑如巨大的黑尺猛然砸下。就在这一瞬间，黄暴的剑气如决堤的江河瞬间爆发出来，狂涌而至，直接击碎那道道枪影。随后断剑长驱直入，不断碾压秦不凡的力量，扑哧一声，断剑的横截面刺进了秦不凡的左侧肩膀。唰！秦不凡的左臂直接飞了出去，鲜血如注。啊！秦不凡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当即整个人疯狂暴退，重重砸地。全场瞬间寂静，而且是死一般的寂静。大周书院最强内院弟子一招落败一个杂役，众人震惊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剑意，陈八荒凭借强大的剑意将秦不凡彻底碾压。大长老和二长老都看清了刚刚陈八荒那一剑的门道，若不是对剑道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根本不可能爆发出这般恐怖的剑意。这一瞬间，公孙海和二长老心中几乎同时冒出一个问号：陈八荒这小子到底师从何处？这小子绝对不简单。而公孙海也终于意识到，陈八荒天赋如此妖孽，才会引起三王爷的杀意。同时，直觉告诉他，穆玄至今未归，一定是死了。而杀死穆玄的凶手绝对是陈八荒。我不可能说。秦不凡突然站了起来，他目光凶狠地瞪着陈八荒，满脸狰狞，爆出灵力止住肩膀处喷涌的鲜血。他恼怒吼道：我秦不凡绝对不会输给一个杂役。他看向台上9位内门弟子，你们摆阵，我来击杀他。闻言，9名内门弟子立刻意会，当即双手捏成结印，齐齐爆出力量。一瞬间，一座阵法瞬间将整个比武台笼罩。囚龙阵，这是大周书院颇为著名的阵法。被此阵法困住，即使是天上的蛟龙也会瞬间失去威力。因为被这阵法困住，陈八荒的实力至少降低3成有余。秦不凡，你真是无耻，有本事单打独斗，居然用囚龙阵以10打1。顾倾城愤怒道，当即一剑斩下，试图破碎囚龙阵。轰！囚龙阵爆出一道力量，轰得顾倾城连连倒退。陈八荒转身一把抓住顾倾城，将其拽回台中，笑道：既然他们想玩，那我就陪他们玩玩。陪我们玩？秦不凡冷笑，你可真是大言不惭。你现在的修为被囚龙阵镇压，而老子的修为则在攀升。轰！站在阵眼之中的他，体内一道狂暴气息冲天而起。下一瞬，他体内的威压又是攀升了起来。3级灵王境，得到囚龙阵的加持，他实力大增。陈八荒降了3成，秦不凡晋级了1星。这如何打？陈八荒必死啊！看到台上的秦不凡已然变成了魔鬼一般可怕，众人纷纷摇头。陈八荒真不该把秦不凡逼得狗急跳墙，老子可是大周书院的天之骄子，中书院的新星，今日我的路岂能被你阻挡？秦不凡暴吼一声，手中长枪猛然砸下，刹那间数不清的血色枪影封杀而至。这一刻，就连公孙海和二长老的眼神都变得兴奋起来。此刻的秦不凡已经是达到了最强状态，陈八荒就算再强，也不可能抗下秦不凡这一枪吧？毕竟秦不凡可是大周书院竭力培养出来的天才，代表着大周书院的底蕴。而场上的陈八荒却目光淡然地盯着如疯狗一般冲过来的秦不凡，当即一步踏前，手中巨大断剑猛地举起，当即直线落下，插入比武台中。下一瞬，他低声吼道：斩龙剑。这是他前世所修诸多武技之中的一种，以前没有使用，是因为他的修为不够，若是强行使用将会带来巨大的反噬。而如今他已经晋级成为5级灵王境，斩龙剑他终于可以用了。吼！就在这时，自断剑之中发出一声龙鸣，下一瞬，道道血色涟漪自剑体中爆发出来，这是层层犀利的剑气，剑气迅速扩散开去，笼罩整个比武台。咔咔咔！很快，囚龙阵寸寸开裂。与此同时，巨剑之中再一次爆发出汹涌剑气，如道道狂浪轰向秦不凡。砰砰砰砰，一道道剑气瓦解秦不凡那滔天枪力，重重轰在他的身上，发出声声闷响。力量之大，打得秦不凡身体多处瞬间塌陷了下去。紧接着，他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疯狂暴退，直接飞出比武台，重重砸地。他全身都是道道剑伤，鲜血汩汩流出。你使用的是什么武技？他身体不断抽搐，眼中惊骇翻滚。他无法理解，
刚刚那恐怖的一剑，陈八荒是如何施展出来的？可没有得到答案，眼中的生机便是快速失去，脑袋一歪，他死了。同时，场上9名内门弟子皆是飞出比武台，砸在各处，有的口吐鲜血，有的生死不知，更有2人当场毙命。全场瞬间哗然，道道惊呼声自各处响起，甚至有人震惊地飙了脏话。就是公孙海和2长老都错愕地呆若木鸡，全身都麻了。太厉害了！顾倾城惊愕的眼睛瞪得滚圆，一时话都说不出来。仅凭借破损的3阶灵气，就将手持5阶灵气的秦不凡斩杀在当场，这得是多么妖孽的天赋啊！这一瞬间，顾倾城对陈八荒的爱意又深了几分。随后，他直接飞身下了比武台。按照比赛规则，站在台上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冠军。他当然要给陈八荒让出位置。现场足足安静了10几瞬息，2长老才是反应过来，秦不凡都死在陈八荒的手中，那他徒弟李毅死得不冤。他看向陈八荒，眼神复杂，极为不甘地宣布，此次问鼎会的冠军是陈八荒。现场再次陷入寂静，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陈八荒真的太猛了，直接打穿内门，将秦不凡钉在了耻辱柱上。这个杂役惊为天人的表现，征服了所有弟子。陈八荒居然成为了冠军。公孙海感觉自己在做梦，但他知道这不是梦。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就更难受。而当目光落到爱徒秦不凡身上，看到秦不凡那般悲惨的死相，他心如刀割，计划全部泡汤，还让自己的爱徒搭上了性命。阴冷的目光转向陈八荒，公孙海攥了攥拳头，心中暗道：我不弄死你，我这个大长老就白当了。目光看向远处的宋婉清，他眼睛一亮，转身对陈八荒沉声道：你获得了冠军，你是否挑战中书院弟子？若是挑战成功，你的奖励可翻倍，1500万灵石，8株灵芝，1颗玄天生体丹。这等奖励在历届问鼎会上已经是最丰厚的奖励，若是再翻1倍，那可爽翻了。但中书院的弟子个个可都是顶级天骄，若是挑战失败，失去翻倍的机会没什么，但若是被打成重伤，甚至是丧命，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于是众弟子看向陈八荒，好奇他如何选择。不挑战。陈八荒脑袋摇成拨浪鼓，他倒不是害怕，而是他的目的是进入中书院，想办法盗取其内的宝库。所以他今日成为冠军，已经成为中书院弟子，目的达到，所以他没有必要再战。不战。公孙海嘴角抽了抽，他淡笑道：陈八荒，此次冠军的奖励可是非常丰厚，若是你挑战成功，奖励不止翻1倍，而且我承诺，无论你挑战是否成功，我都奖励你1部地阶功法。地阶功法，所有弟子皆是震惊。玄阶功法就已经极其珍贵，其上的地阶功法那可是大周书院内的至宝。修炼地阶功法不仅可以大幅提高修炼速度，肉身灵力根基也能有很大的提升，可以说是有了质的飞跃。这比获得灵石或者丹药可要更加实用。一瞬间，众弟子的目光炙热起来。若是有这般丰厚的奖励，那么与中书院弟子一搏倒是值得的。可陈八荒却撇嘴笑了，地阶功法在他眼中就是垃圾。他目前修炼的霸氏吞灵诀已经是超越天武大陆所有功法的存在，而这样的功法他掌握了10几种。他深知公孙海画大饼的目的就是想让他和中书院弟子动手，意图让中书院弟子干掉他。于是他摇头道：今天我累了，不战。不战。公孙海攥了攥拳头，心里都是气，这个小混蛋居然不上钩，你说不战就不战。忽然间一道冷声响起，说话的正是宋婉清。他缓缓走到场中，今日的他一袭青裙，长发挽起，看上去颇为淡雅，但那双绝美的凤眸却目光犀利。又是这个女人，她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陈八荒目光冷冽起来。宋婉清淡笑道：陈八荒，欢迎你加入中书院，但作为你的师姐，今日我想挑战你。中书院规定说得清楚，弟子之间随时可发起挑战，而对方一定要接受。因为作为大周书院中书院的弟子，必须有超强的心理素质以及随时应战的能力。你若没有，那你没有资格加入中书院。宋婉清的话落下，全场惊愕。宋婉清明显是在用激将法逼迫陈八荒应战啊！公孙海更是一脸诧异，他没想到宋婉清居然和陈八荒还有过节。天助我也！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台下，顾倾城眸光一凛，赶紧灵力传声给陈八荒。宋婉清可是4级灵王境，他手中的剑更是6阶灵气，他还修炼了藏书阁的高阶武技，而且据说他最近又觉醒了后天体质，所以不要被他激怒，一定不要战。后天体质
陈八荒打量着宋婉清，神识扫过去，顿时一愣。雷解体能引动天雷攻击，附带雷霆之力，这娘们真的觉醒了后天体质。因为陈八荒仔细回忆，他与宋婉清2次交手，他并未感受到丝毫雷劫的气息。显然如顾倾城所说，宋婉清是这几天刚刚觉醒的雷解体。不错嘛。陈八荒的眼睛明亮起来。空间女子问道：你想吞噬他的雷解体？陈八荒点头：是的。女子担心道：你之前吞噬他人体质，要么是先天剑体，你本身就是剑修，所以可以很好容纳对方的剑体，又或者是木玄的蛮荒之体，其本身也不带有攻击性。但这雷解体可就不同了，若是你吞噬过来，它依然不断爆出雷劫，那么你体内的混元剑体也会因此受到重创。陈八荒皱眉，显然女子所说的情况很可能发生，但雷解体可是罕见的灵品体质，吸纳之后，他的混元剑体也会附带雷霆之力，诱惑力很大。他决定试一试，当然若是情况不妙，他也会立刻终止。于是他看向宋婉清：我接受你的挑战。闻言全场哗然。陈八荒是真自信啊，宋婉清可是中书院排名前3的存在，与实力如此恐怖的师姐挑战，是谁给他的勇气？而顾倾城瞪着美眸，也不解地看着陈八荒。他深知陈八荒进入中书院的目的就是盗取宝库，此刻与宋婉清一战毫无意义啊。而一旁的公孙海和二长老目光一亮，立刻兴奋起来。这宋婉清的实力可是远远强过秦不凡，而且宋婉清还是院长的女儿。退1万步不说，若是陈八荒伤了宋婉清，那么会院长回来也定会重罚陈八荒。念及此，公孙海赶紧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陈八荒答应挑战，那即刻开始吧。二长老也推波助澜：没错，问鼎会冠军与中书院弟子一战，我们也很期待。随后二人立刻下了比武台，跑得比兔子都快，为陈八荒和宋婉清腾出了地方。台上，宋婉清抽出紫色长剑，剑尖斜指地面，身上青裙随风摆动，全身散发着凌厉的气息，一身英气，容貌绝尘，天仙般的女人。宋婉清的颜值比顾倾城都高，尤其是饱满的身材，婀娜的身段没有一处不完美，不愧是大周书院第一美女。一众男弟子看得眼睛都拔不出来。场中看到宋婉清一脸阴沉地盯着自己，陈八荒皱眉：你好像总是跟我过不去啊，我不过是一个杂役，你对我这般关注，难道是你爱上我了？宋婉清，他把剑缓缓抬起，剑尖对准陈八荒，怒道：你不要自作多情，你若是那个贼，我今日一定一剑劈死你。那个贼摸了他的胸，这让宋婉清越想越气。晚上洗澡时看到胸口有着一个红色大手印，他气得更是脸色铁青，情绪瞬间崩溃，爆出灵力，强行将那红色手印抹了去。那时他就发誓，若是找到这个贼，他一定先阉了对方，然后再将对方大卸8块。而陈八荒今日一次次令人拍案叫绝的表现，让宋婉清十分肯定，陈八荒一定就是那个贼。所以为了报抓凶之仇，他才当众要挑战陈八荒。你就是那个淫贼，你不承认，今日我就打到你承认。轰！他一剑斩向陈八荒，刹那间滔天剑气涌动，凌厉的剑势竟是化作9道龙卷风，瞬间将陈八荒笼罩。浮花9剑，地阶上等武技。陈八荒手持断剑，不断后退。宋婉清冷道：陈八荒，这柄断剑根本不是你的剑，你的剑是一柄金色的长剑，你想用这柄剑与我一战，你必死。陈八荒易容成木玄的时候曾经使用了凌霄剑，所以宋婉清认为陈八荒的剑绝对不是手中这柄断剑。这柄剑打你足够。陈八荒淡哼，止住脚步，全身蓄力完成，当即嘴中低喝：斩龙剑。轰！刹那间伴随着一道龙吟，道道剑气劈天盖地般砸向宋婉清。这一剑的威力比斩杀秦不凡那一剑强了不止1倍。砰砰砰！下一瞬，剑气碾压9道龙卷风，硬生生将狂暴的剑气旋风粉碎成丝丝能量。紧接着，陈八荒的断剑直斩宋婉清的门面。这么强！他以为刚刚陈八荒斩杀秦不凡那一剑已经是其战力天花板，没想到这个家伙还能爆发出更强悍的剑力。宋婉清俏脸一紧，立刻横剑应对。砰！巨大断剑砍在紫色长剑之上，发出一声剑鸣。咔咔！宋婉清被陈八荒霸道的剑力镇压的全身骨骼发出脆响。6阶灵气打不过我3阶灵气，废物！陈八荒一脸失望。宋婉清布满震惊的绝美脸庞，愤怒翻滚，他猛地全身一震，滋滋滋！刹那间，他体内一道白光冲天而起，当即3道雷劫从天而降，直奔陈八荒。后天雷劫体，
宋婉清做梦也没想到，与陈八荒一战，居然拿出压箱底的手段。他侥幸觉醒雷解体，所以他本想潜心修炼此体质，毕竟在雷解体初期完全调用会大大影响雷解体之后的修炼。但被陈八荒逼到这等境地，他只好爆出雷解体。快劈死这个小王八蛋吧！公孙海心中骂道。一旁的二长老微微一笑，暗道：灵品雷解体就是他这个9品灵王境遭受一击都会受到重创，何况是陈八荒。场中来了，看到天空中直落3道闪电，陈八荒既紧张又兴奋。他如此逼迫和嘲讽宋婉清，就是为了让对方爆出雷解体。当即他体内霸氏吞灵诀急速运转起来，他要通过功法强行吸收3道雷劫。轰轰轰，3道雷劫如3柄利剑精准地轰击在陈八荒的身上。砰，他直接被击飞出去，重重砸地，当场晕死过去。淫贼，你完蛋了！宋婉清沉声道。师姐的雷解体太厉害了，一众弟子直接看傻了眼。还得是宋婉清出手。公孙海看向二长老，二人偷偷击掌庆祝。陈少看到陈八荒全身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刷刷刷！而此时只有陈八荒自己知道，他的身体好似一个漩涡，在霸氏吞灵诀的加持之下疯狂吸收3道雷劫。滋滋滋，下一瞬他的体表竟是浮现出丝丝闪电，不断跳跃。紧接着陈八荒体内的混元剑体，其上3条火龙竟是躁动起来，而整道漆黑剑体竟也是迸射出道道白色闪电。吞噬完毕。唰！陈八荒猛地睁开眼睛，一个鲤鱼打挺，直接立了起来。居然没死，生命力挺顽强啊！宋婉清讥讽道，当即手中紫剑化作一道紫芒暴刺向陈八荒。与此同时，又有3道雷劫从天而降，轰向陈八荒。这3道雷劫更加迅猛。而这一瞬，宋婉清却瞳孔一缩，他愕然发现自己的雷解体似是被人抽走30%，变弱了。什么情况？他震惊地看向陈八荒，却发现对方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诡谲笑容。而这一刻，他惊骇发现陈八荒的断剑之上竟是猛地爆射出一道雷劫。你偷我的雷解体！轰！宋婉清的话没说完，整个人被陈八荒一剑击飞出去，砰，身躯重重砸地。宋婉清嘴角溢出鲜血，而下一刻，陈八荒诡异地出现在宋婉清的面前，断剑那锋利的截面抵在了宋婉清那白嫩的脖子之上。你说了，陈八荒淡淡道，没有爆发混元剑体，没有使用凌霄剑，他凭借雄浑的修为以及前世的经验，依旧是完胜宋婉清，并且还吸纳了宋婉清至少30%的雷解体。我说了。宋婉清无比愕然，即使全身各处传来剧痛，陈八荒那冰冷的剑抵在喉咙上，他依旧是无法相信自己败给了陈八荒。更令他窒息的是，雷解体还被陈八荒吸去了30%。至于如何吸走的，他更是不知道。这一刻，他看向陈八荒的眼神充满震惊和困惑。陈八荒远比他想象的要强。陈八荒，你已经赢了，赶紧把剑拿开。公孙海忽然闪到台上，满脸紧张。此刻他已经无暇震惊，因为宋婉清可是院长的女儿，若被陈八荒杀了，院长回来定会追究他，那么他再想登上院长的宝座，可就难上加难了。陈八荒冷笑，刚刚宋婉清说得清楚，中书院弟子之间可随意发起挑战，而且各安生死，你为何阻拦？公孙海挺起胸膛，正色道，因为我是大长老。陈八荒冷哼，大长老多了个毛。噗，他手中断剑猛地发力，顿时在宋婉清那修长白嫩的脖子上乍现一道血口，血珠缓缓渗出。有本事你就杀了，既然我输了，我就不怕死。宋婉清一脸决绝，高声道。公孙海，他心中暗道，小祖宗，你想死，我也不能让你死啊，否则我的院长之位可就没了。于是他沉声道，陈八荒，你要冷静，现在你可是中书院弟子，你也不想将事情闹大吧？陈八荒耸了耸肩，让我放了宋婉清也行，但要额外再加2颗玄天生体丹。战胜宋婉清，陈八荒的冠军奖励翻倍，他得到的玄天生体丹已经变成2颗，若是再加2颗，那就是4颗。若是服下4颗玄天生体丹，他体内的混元剑体很可能冲入4重天。4颗玄天生体丹，公孙海直咧嘴，1颗玄天生体丹就价值连城，一丹难求。书院宝库内也一共才有5颗，一个杂役弟子一下子拿走4颗，这简直是离了大谱。但与宋婉清的命相比，玄天生体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毕竟公孙海做梦都想成为院长。他咬了咬牙道，我答应你。
一手交丹药，一手放人。陈八荒冷道。可宋婉清却喊道：大长老不必救我，我宋婉清不怕死。大长老极为无语，心中暗道：姑奶奶，若不是我想成为院长，老子才懒得管你。很快他命人取来了4颗玄天生体丹交给了陈八荒。陈八荒仔细查看，确认无误后收入纳戒，随后收回断剑，看向一脸不甘的宋婉清，希望我们下次还有合作。合作？宋婉清愣住，当即愠怒道：陈八荒，你等着，今日之仇我记下了。话落，他站起来气呼呼地离开了。师姐就这么败了。台下众弟子无比愕然。陈八荒不仅凭借3阶灵气打败了宋婉清，而且还敢威胁大长老，跟大长老索要好处，胆大包天。但很刺激，让人感到兴奋。一时间，不少弟子都将陈八荒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当夜，三王爷府邸，我让你杀陈八荒，结果你让他成为了中书门弟子。三王爷啪的一声捏碎手中茶杯，大声质问公孙海。公孙海摇头：三王爷，是我低估了陈八荒的实力。三王爷冷哼一声：公孙海，你别忘了，你要想坐上院长之位，到时候都得仰仗我暗中给你运作。公孙海赶紧拱手道：到时候还请三王爷多多帮我，毕竟我等院长之位足足20年。三王爷沉声道：既然你心里明白，那就赶紧杀了陈八荒。难道你还要我亲自动手？公孙海立刻道：当然不会让王爷亲自出马，我已经想好干掉陈八荒的办法。什么办法？三王爷没好气的道。在他看来，公孙海身为大周书院的2当家，连一个小城少爷都搞不定，实在是废物。公孙海道：我们大周书院在大周国与苍兰国交界处的灵矿，时不时会遭到苍兰国人的骚扰，甚至是袭击。我想以此为由，派陈八荒去守灵矿，到时候我再派人干掉他，然后向书院宣布陈八荒是被苍兰国人杀掉的。三王爷想了想道：这法子不赖，但杀陈八荒无需你们的人动手。我女儿轩辕飞即将出关，到时候她前往即可。她要亲手杀了陈八荒。好，我这就去安排。公孙海大喜道：我听说郡主此次闭关是冲击灵皇境，若是成功，郡主杀陈八荒，那如碾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三王爷点头：我女婿被一个不入流的后辈杀了，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我女儿此次去寒天山就是一雪前耻。公孙海恭维道：三王爷就等我的好消息吧。翌日，中书院，成为中书院弟子，陈八荒双手背在身后，在中书院内溜达。4是闲庭信步，实则是不断靠近宝库，查探宝库周围的情况。宝库不仅有阵法保护，而且足足有100名护卫。陈八荒打开山河图，看到宝库内的景象，脸色一喜。宝库内至少有9000万灵石，1阶灵值89株，2阶灵值32株，3阶灵值3株，普通丹药2000多颗，珍贵丹药30颗，其中就有玄天生体丹，而功法和武器更是不计其数。大周书院的家底挺厚啊。陈八荒嘴角勾起笑意，这么多修炼资源，值得他冒险一次。而下一刻，他顿时一愣，宝库的角落里居然还有2位灰袍人，一定是宝库守护者。陈八荒目光凝重，通过山河图感知，这2位守护者竟然都是灵王境7级强者。门外100多名护卫，还有阵法保护，宝库内还有2名强者，难度很大啊。书中女子道。陈八荒点头。顾倾城说，在中书院内，只有成为前3甲的弟子才有资格进入宝库。看来盗取宝库之事需要从长计议。淫贼！忽然一道冷声传来，一位绝色女子一脸怒意地走过来，正是宋婉清。她之所以称陈八荒为淫贼，是因为她认定陈八荒就是那个摸她胸的贼。陈八荒白了眼宋婉清，同为中书院弟子，你对我出言不逊，真是不知礼仪。我对你还需要礼仪？宋婉清粉拳钻的咯咯作响，我不打你一顿就不错了。陈八荒冷冷一笑，那你赶紧出手，这样我还能以你为要挟，跟大长老多要点丹药。你……宋婉清小脸铁青，他真的还想和陈八荒一战，但昨天的惨败以及损失了自身的雷劫体，让他对陈八荒忌惮起来，所以此刻虽然满腔愤怒，他也不敢再贸然发起挑战。你就知道偷？宋婉清咬牙道。昨天你是不是吸走了我的雷劫体？陈八荒哼道。有证据吗？宋婉清目光可怕，摇头道：我是没证据，但我也不会让你逍遥多久。我观察你很久了，你在这里鬼鬼祟祟，不断接近宝库，我看你定是图谋不轨，试图盗取宝库。陈八荒心里一紧，这娘们跟踪我。他淡淡道：我可是正人君子，勿要诬陷我。哈，
你若是正人君子，那全天下都是好人了。你敢发誓吗？你若是觊觎宝库，你死全家。宋婉清目光犀利地看着陈八荒，陈八荒喉咙滚了滚，沉声道：发誓就发誓，若是我陈八荒觊觎宝库，你全家不得好死。真发誓了。宋婉清惊讶，但下一瞬他反应过来，瞬间愠怒道：你居然咒我死全家！陈八荒白了眼宋婉清，不服就打。宋婉清，好了，别斗嘴了。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二人的面前，正是公孙海。他看向陈八荒，一脸和煦道：八荒啊，我正找你呢。陈八荒眼睛微眯，公孙海此刻贱兮兮的，一定没好事。公孙海一脸正色道：八荒，如今你已经是中书院的弟子，书院的安危跟你有莫大的关系。我书院在大周边境的寒天山灵矿，最近总是遭到邻国苍蓝国人的抢夺。你刚刚成为中书院弟子，我想给你个机会历练你。此次若是你守矿有功，我将你在中书院的排名提进前3甲。这样，你不仅每个月领的修炼资源会增加，而且还有资格进入中书院宝库。这等好事，你一定会不拒绝。所以，你带人去寒天山守矿吧。寒天山灵矿。还没等陈八荒说什么，宋婉清黛眉一皱，据说那里的灵矿在30前开采出来过一块紫金含金。公孙海点头，确有此事。紫金含金可是提升灵气品阶的上品材料，你的灵气已经高达6阶，确实必须用到紫金含金这等矿古奇材，才有可能再升一阶。闻言，宋婉清眼中有着一丝渴望，若是能让自己的紫剑升到7阶，那他一剑的威力至少翻1倍，到时候暴打陈八荒，出心中这口恶气，那岂不是美哉？可公孙海却摇头：婉清，紫金含金可遇而不可求，那寒天山灵矿再产出一块紫金含金的概率几乎为0，我劝你还是不要太过指望。可宋婉清不想放弃，他看向陈八荒，眼神变得复杂。寒天山险境重生，若是在那里找机会教训一顿陈八荒，不失好计策。而且若是幸运的找到紫金含金，那他可就不虚此行。于是他冲公孙海拱手道：大长老，你别说了。公孙海知道宋婉清心里的小九九，立刻摇头：我不会让你去的，寒天山太危险。宋婉清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公孙海：大长老，你就让我去吧，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去。若是您不让我去，我就将我被陈八荒打伤一事告诉我爹，若是让我去，等我爹回来，我定会将您夸赞一番。公孙海，这宋婉清明显是用他这个老爹院长威胁他啊。唉，他叹了口气道：好吧，你们2人一同前往。此次寒天山之行，公孙海是想暗中配合轩辕飞暗中杀了陈八荒，多出一个宋婉清确实很麻烦。但宋婉清和陈八荒也有着莫大的矛盾，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没准到时候宋婉清会和他站在一起，所以他才勉强答应。他面色凝重道：寒天山灵矿目前由我院执教楚坤带着200多名弟子守着，但苍蓝国人最近也在集结高手，迫在眉睫，所以你们准备，2日后动身去寒天山。宋婉清看向陈八荒，淡淡一笑，这笑具有挑衅性，似乎在告诉陈八荒，寒天山之行他定能揪出陈八荒的把柄。这个宋婉清真是没完没了。书中女子很不爽道：不行你就睡了他。陈八荒。当夜，陈八荒的住处被安排在了中书院，房间比杂役房的住处要好了太多，堪称豪华。他呈太子形躺在床上道：这床还挺舒服，你还有心情躺在床上？蓦然间，一道冷声自房间内响起，当即一道身影出现在陈八荒的面前，正是轩辕九哥。陈八荒，他无语道：大晚上你来我这里干什么？而且中书院戒备森严，你是怎么进来的？今晚的轩辕九哥穿着一身黑色夜行服，夜行服微微紧身，将他凹凸有致的身材勾勒得很是完美。他秀发挽起，露出精致脸蛋，其上一双美眸正一脸凝色地看着陈八荒。柳叶眉微皱，他沉声道：轩辕飞明日出关，哼，我杀了他男人，废了他儿子，他定会找我报仇啊。陈八荒不以为然：我的仇人多了，不差轩辕飞这一个。轩辕九哥脸色却极为凝重道：他此次闭关突破了瓶颈，成功踏入了灵皇境。灵皇境。陈八荒微微皱眉，以他目前5级灵王境的实力，与灵皇境一战，虽然不至于战死，但胜算几乎没有。毕竟之前通过巧妙手段拿下红莲，那也是侥幸，而不见得每一次都这么侥幸，必须认真对待。他看向轩辕九哥：你大晚上找我来，就是告诉我这些？轩辕九哥摇头：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陈八荒一愣：什么事？轩辕九哥道：寒天山灵矿位于大周国与苍蓝国交界，所以这个灵矿
时有苍兰国人入侵抢夺灵矿，但每次也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强盗，所以大周书院派去的人能够应付。但这次我却得到消息，苍兰国的黑云谷派出修士1000人，准备前往寒天山灵矿。黑云谷在苍兰国可是排名前3的大势力，他们此次如此大动干戈，我觉得可不止抢一些灵石这么简单。陈八荒皱眉，派出1000人抢灵矿，这着实不正常，难道是因为紫金含金？轩辕九哥一愣，你还知道紫金含金？此物乃是升级高阶灵气的必备之物，30年前在寒天山灵矿出现过一次。此物虽然珍贵，但也不至于让黑云谷几乎全体出动。我感觉他们有更大的计划，所以你一定要小心。陈八荒点头，脸上有着一丝凝重。看来此次寒天山灵矿之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轩辕九哥白了眼陈八荒，想起他被陈八荒连续骗了2次，心中很是委屈。他沉声道：你别以为我此次来告知你这些事情我就原谅了你，你对我的不好我都记在心里，我早晚会找你算账。算账？陈八荒哈哈一笑，随时恭候。这个家伙总是一脸无所谓又很嚣张的样子。轩辕九哥目光恨恨，转身离去。他如此帮助陈八荒也是有着自己的目的。当他得知陈八荒在大周书院的表现，震惊至极。陈八荒的实力好像升天的炮仗一般不断攀升，居然夺得了问鼎会的冠军，最后还打败了宋婉清。这让轩辕九哥越来越肯定陈八荒绝对可以重用，所以他今晚才特意来找陈八荒。你真的只是因为我可以为你所用才特意来找我的吗？陈八荒忽然开口。轩辕九哥止住身形，他并没有回头，只是淡淡道：你我只是合作关系，除此以外再无其他任何关系，你可别胡思乱想。既然这样，那我就不留你，直接送客。陈八荒身形瞬间闪到了轩辕九哥的身后，啪！紧接着房间内响起一声脆响，轩辕九哥俏脸瞬间一紧，他的翘臀被陈八荒拍了一下，下一瞬借着这股力量，他直接被陈八荒推出了房间。轩辕九哥，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打过赌，我说你总有一天会爱上我。陈八荒笑道。你……轩辕九哥小脸涨红，转过身幽怨地瞪着陈八荒，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陈八荒耸了耸肩，再不走老子就推倒你。闻言，轩辕九哥赶紧消失在原地，生怕陈八荒再做出更加过分的举动。这个家伙闪到没人的地方摸着生疼的屁股，轩辕九哥咧了咧嘴，但脸上却没有一丝怒意。房间内，陈八荒眉心紧凝。根据轩辕九哥所说，暂且不考虑黑云谷那些人，单单是轩辕飞这位灵皇境就够他对付了。他盘坐在软床之上，打开了那件。此次问鼎会夺冠，打败宋婉清，奖励又翻倍。他一共获得3000万灵石、16株2阶灵植以及4颗玄天生体丹。看向玄天生体丹上，他目光明亮起来。此丹药可大幅度提升体质。他问书中女子：前辈，若是我服下这4颗丹药，混元剑体可否晋级到4重天？若是混元剑体的威力大大提升，那么他应对灵皇境强者轩辕飞还是有很大的把握。书中女子道：不能。陈八荒愣住，沮丧问道：为何？女子道：混元剑体可不同于一般的剑体，它来自混元界，蕴含混元能量，爆发时威力巨大，所以它每升1重天所消耗的资源也非常巨大。4颗玄天生体丹对一般的体质升上几个层次没有问题，但对于混元剑体来说远远不够。陈八荒咽了口吐沫，一脸郁闷。女子又道：但也不是没有办法。陈八荒来了精神，赶紧问道：什么办法？女子微微一笑：以你的聪明和阅历，一定能猜到。陈八荒想了想道：雷解体。他吸纳了宋婉清30%的雷解体，但这部分雷解体的能量，他也仅仅是使用了其中一小部分。若是彻底在他体内觉醒全部雷解体，会引发体内产生多道雷劫。如果身躯承受不住，不仅不能将雷解体为他所用，他还会被雷劫摧毁身躯，瞬间丧命。敢赌一把吗？女子问道。赌？陈八荒果决道。他决定先一一服下4颗玄天生体丹，提升混元剑体，随后觉醒雷解体，冲击混元剑体4重天。说干就干。他进入混元塔中，服下1颗玄天生体丹。唰！随着丹药化作的能量滋养着混元剑体。混元剑体那庞大剑体微微颤动，其上3条火龙也躁动起来。显然，玄天生体丹所蕴含的能量极大提升了混元剑体。就这样，在塔中过去了1个月，陈八荒将4颗玄天生体丹的能量尽数吸收。但正如书中女子所说，混元剑体没有晋级到4重天。觉醒雷解体。陈八荒毫不犹豫，一道意念爆出，轰！
刹那间，他的体内爆出一道巨响，紧接着一道雷劫自体内爆发出来，轰击的他全身一颤，滋滋滋，道道丝丝闪电在他体表浮动，轰击的他全身发麻。女子担心道：“你若是想将从宋婉清体内吸纳过来的雷劫体彻底为你所用，你需要经历9道雷劫，别说9道，19道都可以。”陈八荒咬牙道：“轰轰轰！”下一瞬，道道雷劫自陈八荒体内冲天而起，将他轰击的全身如万箭穿心般剧痛，甚至道心都不稳起来。若是换做他人，根本无法忍受，但陈八荒却死咬着牙关。前世作为剑帝的他，无数大风大浪都经历过来，此刻肉身虽然承受着临近死亡般的剧痛感觉，但对于他来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轰轰轰轰轰，雷劫不断爆出，剧痛袭遍全身。陈八荒额头青筋暴起，全身冷汗直流，但他依旧是稳如磐石，盘坐在原地，直到坚持9道雷劫系数结束。轰隆隆，下一瞬，一道白光突然自他头顶冲天而起，掀起道道白色波澜。咔咔，他的身躯猛地迸射出道道凌厉的闪电，一时间，一股雷霆之力充斥陈八荒的掌心。他一抬手，一道闪电倏地窜出，照亮空间，彻底觉醒雷劫体。陈八荒大喜，唰！下一刻，雷劫体凝聚成一道闪电，冲击向混元剑体，当即没入了剑体之中。轰隆！一瞬间，长达数丈的剑体爆出一道雷劫，刹那间，一股浑厚如深海的剑气汹涌而出。吼！下一瞬，又一道火龙自混元剑气中游走出来，如金龙缠住一般，萦绕着巨大的剑体。第4条火龙，成功晋级混元剑体4重天。这一瞬，陈八荒全身剑气迸射，剑力滔天，整个人如一柄利剑傲立在天地之间。成了！陈八荒嘴角勾起满意弧度。叶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院中，这是一位身材高挑、面色冰冷的女子。女子约40岁左右的年纪，但由于修为高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但她眼中那种令人胆寒的威严，以及全身上下显出的高贵气质，是一般女子很难具有的。此人正是郡主轩辕飞。夫人回来了。管家看到女子，激动得赶紧上前深深一礼。轩辕飞没有理会管家，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他出现在了叶凌天的房中。娘！看到轩辕飞出现，叶凌天激动得全身颤抖，眼中有了泪光。他一把抓住轩辕飞的手：“娘，我爹被杀了，我叶家金英也都死了，仇人就是陈八荒，你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看到儿子失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脸色极为惨白，人消瘦了许多。他心疼的紧抿嘴唇，紧紧抓住叶凌天的手：“凌天，你放心，娘一定给你们报仇。陈八荒毁了我，一定杀了他。”叶凌天委屈大哭，哭声撕心裂肺。轩辕飞心如刀割，安慰了儿子好一阵子。随后，他来到叶云的坟前，看着叶云的墓碑，他拳头逐渐攥紧，眼中不自觉地有了泪水。此次闭关修炼，他踏入灵皇境，这让他欣喜若狂。而当从闭关之所出来，听到噩耗，他整个人如泼了一盆冰水一般，迟迟回不过神来。而当听到仇人是陈八荒时，他体内气息伴随着怒气暴涌而出，冲击的整个闭关之所都激颤起来。从那一刻起，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亲手干掉这个陈八荒。夫人，其实凭借郡王府的实力，我们可以直接将陈八荒抹杀，您不需要出手。一旁管家看出轩辕飞的心思，立刻拱手道。轩辕飞摇了摇头：“杀陈八荒，我要亲手来。明日我赶往寒天山，我要在那里结束陈八荒的生命，将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我夫君的墓碑上。”再次看了一眼叶云的墓碑，嘴角微微抽动，他直接消失在原地。我等夫人的好消息。管家连连点头，这回我们叶家的大仇终于可以得报。只要得到陈八荒的死讯传回来，我就带人杀进青城，抹杀所有和陈八荒有关系的人。青城，陈八荒的身影出现在姬家，即将前往寒天山。走之前，他回家看看。八荒正在房中修炼的姬明月看到陈八荒，惊喜的直接冲上去抱住了陈八荒，满脸喜悦之色。他开心道：“夫君，我听说你夺得了大周书院问鼎会的冠军，还成为了中书院的弟子。为此，我娘特意在青城最好的酒楼摆了上百桌，宴请了青城各界名流。毕竟，在我们青城，从未有人夺得过问鼎会的冠军，整个青城都为你感到骄傲。作为你的妻子，我更是感到自豪。”陈八荒微微一笑：“有你这样的好娘子，我也心满意足。”他双手抱起姬明月柔软的身子：“小别胜新婚，我们现在双修。”姬明月雪白双臂揽住陈八荒的脖子：“我是夫君的女人，随时准备伺候夫君。另外，我又买了一套薄纱睡衣，黑色的，希望夫君能喜欢。”陈八荒哈哈一笑：“
只要是夫人穿上的，我都喜欢。玉炉冰殿鸳鸯锦，粉绒香汗流山枕。双修一直持续了2个时辰，梅开2度之后，陈八荒搂着姬明月进入了贤者状态。2级灵宗境。陈八荒微微惊讶，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在灵宗境上又是晋级了2级。姬明月一脸幸福道：那不还是因为夫君给了我丰富的修炼资源？陈八荒微微点头，笑道：你马上还能再晋级2级。再晋级2级？姬明月不解，轻抚姬明月红润脸蛋，陈八荒温柔道：如今我已经是5级灵王境，与你双修，我可以大幅提升你的修为，而此次双修带来的增进还在你体内酝酿，应该马上就爆发了。爆发！姬明月话音未落，突然感觉到自身丹田之内一股暖流如火山喷发一般急速扩散至全身，这让得他那白嫩娇躯瞬间变得滚烫无比。夫君！俏脸上满是金色，姬明月刚刚发出一语，道道强横气息自他那白滑的皮肤层层渗透而出。轰！紧接着一道气势冲天而起，3级灵宗境，随后又是一道汹涌气息席卷整个床榻。4级灵宗境，我又晋级了2级。姬明月兴奋的娇躯微颤，以你现在实力，可以修炼一套我的功法了。陈八荒目光明亮，你的功法？姬明月纳闷。陈八荒道：我有许多功法，只是之前以你的实力无法修炼我的功法，若是强行修炼会遭到反噬，但如今你的实力比之前雄厚许多，达到了修炼我这套功法的最低要求。说完，他单手一抬，掌中升腾出一丝金色能量，啪！他的指尖轻点姬明月的眉心，一道信息流打入其识海。霸氏吞灵诀。姬明月不解地看着陈八荒。陈八荒笑道：修炼此功法，你的丹田可吸纳灵气的速度比之前快上3倍不止，除了灵气，他人的修为、体质，甚至是血脉之力，你都能吸纳些许。这么厉害？姬明月脸上那不可置信的惊喜不断翻滚。他问道：夫君，那这功法是什么品阶？陈八荒道：高于天阶。高于天阶。姬明月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天阶功法那可是最高功法，天阶之上还有功法。即使他震惊得无法相信，可陈八荒所说他全都相信，自己的男人必须要绝对相信。而陈八荒传授给姬明月的霸氏吞灵诀，他经过了修改，因为以姬明月的能力无法修炼完整的霸氏吞灵诀，功法虽然逆天，但也需要强大的道心与掌控力才能修炼，这就淘汰了很多人。所以获得强大的功法并不意味着就能顺利的修炼，修士选择功法，而功法也会筛选修士，而经过修改之后的霸氏吞灵诀比较容易掌控，但修炼效果远远低于陈八荒所修炼的。即便如此，姬明月也会凭借此功法修为节节攀升，而陈八荒此举也是想让自己的女人修为快速提高，能守护住倾城。之前凌云剑宗的人突袭倾城，若不是他派红莲前来，那么倾城可能就被凌云剑宗连锅端了。所以陈八荒此次回来就是想提升自己女人的实力，毕竟他即将要去寒天山，如果这个时候叶家人突然袭击倾城，红莲又不能及时赶到，那么他的人可就吃了大亏。随后他又递给姬明月一枚纳戒，这纳戒之中有500万灵石，12株一阶灵植，接下来你就安心在家修炼，有功法和修炼资源的加持，1个月内你的实力能达到灵王境。达到灵王境？姬明月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八荒，现在他只是4级灵宗境，1个月内连跨6级进入灵王境，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陈八荒却笑道：你修炼霸氏吞灵诀之后，不仅修为速度飞升，这套功法还可以强化你的经脉，让你的修炼资质有质的飞。这个过程中，你再有大量的修炼资源作为加持，那么你的境界会一飞冲天。1个月晋级灵王境，我这辈子都没想过。姬明月激动的贝齿咬着红唇，全身微微颤抖。陈八荒爽朗一笑：以后我要让你见到更多你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姬明月深深点头，他感觉自己遇到陈八荒真是几世修来的福分。回想当初他母亲姬氏反对陈八荒的提婚，而他本人也极不情愿，他就觉得自己当时实在是幼稚。思及此处，他看向陈八荒，美眸之中情愫浓浓。夫君，时间尚早，我们再双修一次。陈八荒点头道：来吧，我的体力恢复了。翌日，陈八荒找到了顾成坤。陈少。顾成坤见到陈八荒，立刻拱手施礼。虽然自己曾经是神玄门的门主，但前些日亲眼见到一位灵皇境红衣女子臣服陈八荒，这让顾成坤意识到他这个灵宗境在陈八荒眼中那真是小喽啰一个。尤其是听到陈八荒在大周书院打败中书院弟子，他更是惊掉了下巴。
打败大周国最高学府的顶级弟子，别说他，就是他的恩师都做不到。所以此刻见到陈八荒，他毕恭毕敬。陈八荒微微点头，指尖一挥，一道金色能量打进顾成坤的眉心。天阶武技金刚玄遁。顾成坤震惊的嘴巴张大，陈少，你居然传授给我一道天阶武技！别说天阶武技，以顾成坤这等人摸到地阶武技，那都是走了大运。天阶武技他做梦都没有想过，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整个大周国都少见的天阶武技，陈八荒居然随手就给了他一道。惊喜的全身颤抖，顾成坤激动的老泪纵横。不过是一道武技而已。陈八荒一脸淡然，此武技可凝聚出护盾，大大降强你的防御。若是修炼成功，以你灵宗境实力，即使是灵王境的攻击都不能击穿你的护盾。这么强，顾成坤眼中的兴奋都快要溢出来。陈八荒又递给顾成坤一枚纳戒，这纳戒中有200万灵石，灵值3株。接下来的日子，你不仅要修炼金刚玄遁，还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因为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叶家很可能杀过来。遵命。不仅给了天阶武技，还给了这么多的修炼资源。顾成坤扑通一声跪在了陈八荒的面前，嘴唇抽动，他拱手道：陈少放心，我一定好好修炼。叶家那群王八蛋胆敢踏进青城一步，我定将他们粉身碎骨。这一刻，他觉得跟着陈八荒混实在是太值了。陈八荒轻轻颔首，他提升顾成坤的实力，也是因为其之前表现得很忠心。看着顾成坤开心的手舞足蹈的离开，他通过山河图传送到了青山古宅下。噬魂灵狐出现在他的面前，看到主人，噬魂灵狐乖巧的趴在地上，目光清澈。陈八荒气场实在是强大，让他不自觉地老实下来。给陈八荒自纳戒中拿出铁背玄狼王的心脏，扔给了噬魂灵狐。叽叽，瞬间意识到眼前这血淋淋的心脏是一道美味，并且能提升实力。噬魂灵狐颇为开心，连连冲主人讨好的叫了几声，随后便迫不及待的大口吃了起来。轰轰轰！一个时辰之后，随着噬魂灵狐逐渐消化了狼王的心脏，他的修为不断攀升，最后踏入了6级灵宗境。陈八荒微微皱眉，显然他不是很满意，嘴里喃喃道：6级灵宗境，你勉强可以修炼悬狐媚术了。悬狐媚术是他前世掌握的一套修炼功法，这本是女帝苏婉婉修炼过的功法。修炼此功法可大幅提升精神力，进而对强者进行精神控制。当年苏婉婉凭借此功法成功迷惑住了陈八荒，让的陈八荒满眼都是苏婉婉那妖孽至极的魔鬼身材。而最后凭借强大的道心，陈八荒勉强破解了苏婉婉的媚术，一剑将其击成重伤。而噬魂灵狐拥有强大的精神攻击力，天生就是施展媚术的绝佳灵兽，所以此套功法很适合噬魂灵兽修炼。于是他屈指一点，一道金光打进噬魂灵狐的眉心。击！噬魂灵狐全身一颤，一双兽瞳内竟是闪烁起妩媚之色。他蜷缩在地，全身散发着道道精神力波动，显然修炼悬狐媚术，他的实力在节节攀升。陈八荒道：你在此好好修炼，若是青城有强敌来袭，你一定要好好守护我的人。叽叽！噬魂灵狐拼命点头，有这样的一位强大主人，他自然是表现得极其听话。主人！这时一道红色身影出现在陈八荒的面前，正是红莲。他看向噬魂灵狐，感知出其修炼的功法，顿时一惊。主人，这可是我师父的功法，就让一只狐狸修炼了。这一刻红莲咧了咧嘴，若是让他师父知道陈八荒将其功法传授给一只狐狸，定会气炸了。陈八荒淡淡道：不过是一套功法，无论是人或灵兽都可修炼，难不成你认为你师父修炼过的功法，他人就不配修炼吗？主人，我不敢这么想。红莲赶紧跪下。叽！一旁噬魂灵狐目光不善地冲红莲发出威胁的叫声，显然红莲对他的质疑让他很不满。红莲，他暗道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如今一只狐狸都敢对他吠叫，但有陈八荒在，他不敢造次，而且他心中依旧有疑惑。他问道：主人，有我守着青城，您为何还如此努力提升灵兽的实力？陈八荒道：你也不能一直在青城守着，毕竟在外有时我也需要你出手。红莲一怔，那主人的意思是这次你让我跟随你一起走？陈八荒道：等我消息，若是我需要你，自是会联系你。红莲微微一礼：主人，我记住了。他看向陈八荒，怯生生道：主人，那今日你还与我修炼吗？他指的修炼是陈八荒吸纳他体内的灵品剑体。陈八荒摇了摇头：我吸纳了你2成剑体，足够用，再吸纳就会影响你的修为。主人担心我的修为下降。红莲颇感惊讶，
我师父是苏婉婉，所以我一直以为您想废了我的修为，这样您就彻底放心了。陈八荒摇头，伸手托起红莲的下巴道：让你成为我的人，不是废你，而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有足够的实力让你臣服。与陈八荒那霸气的目光对峙，红莲轻抿红唇，怯怯地嗯了一声。不愧是叱咤上界的剑帝，即使流落到下界，依旧是风采不减当年。红莲心中波澜起伏。陈八荒松开红莲，转身离去。红莲问道：主人，你去哪里？陈八荒道：回大周书院，明天他即将和宋婉清赶往寒天山。翌日，大周书院，飞行灵兽圈养之地，公孙海已经早早到来。看到陈八荒和宋婉清二人陆续到达，他指着灵兽圈内的飞行灵兽道：你们二人任选一只飞行灵兽，然后赶往寒天山吧。宋婉清点头，他选择了一只身长长达丈许、通体粉色的飞行灵兽。这只灵兽看上去很温和，很适合女孩子骑。于是他飞身上了灵兽背，看向陈八荒，嘴角微微扬起：要不然我们比试比试，看谁先到达寒天山。陈八荒笑了：我可是位资深骑手，你不怕输吗？宋婉清哼道：我的骑术在大周书院那也是名列前茅，谁输还不一定。陈八荒点头道：赌注是什么？宋婉清道：谁输谁就将自己那戒中所有的灵石交给对方。陈八荒一愣：你明知道我刚刚得到冠军奖励，你这是想掏空我的那戒啊？宋婉清哼道：害怕了。陈八荒摇头：我是怕你输不起。他看向灵兽圈，想了想，对宋婉清道：不如我们将赌注加的大一点，如何？如何加大？宋婉清问道。陈八荒道：你在这灵兽圈中随意挑选一头飞行灵兽，我用此灵兽和你比试。若我说，我将那戒中所有物品全部给你；若是你说，你的那戒就归我了。宋婉清一怔，赌上所有，还让他随意给陈八荒挑选灵兽，那陈八荒岂不是输定了？于是他也没客气，指着一头看上去无精打采的灰色飞行灵兽，对陈八荒道：就这一头，地灵境灵兽。而宋婉清所选的可是灵宗境级别的，差了2个大境界。陈八荒皱了皱眉，而且他这头应该是这些飞行灵兽中最差的一头，看他那体弱慵懒的样子，估计他都不能飞到寒天山。宋婉清哈哈一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既然你要增加赌注，那就应该愿赌服输，我们寒天山见。说完，宋婉清驾驭灵兽直接飞上了天空。他在问鼎会上与陈八荒对决，体内的雷劫体被陈八荒吸去了30%，这让他恨陈八荒恨得牙根痒痒。今日若是赢了陈八荒，那么他心中这口恶气可就出了不少。而且二人飞行灵兽差距太大，这次他赢定了。念及此，他那绝美小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笑容。陈八荒，宋婉清可是在大周书院的飞行比赛中获得过2次冠军，看来今天你要赔上所有家当了。公孙海嘴巴裂成西瓜块，嘿嘿笑道。陈八荒白了眼公孙海，没说什么，双腿一夹，直接驾驭灵兽向高空窜去。小混蛋，对我这般藐视，你等着，我也即将赶往寒天山，到时候你不死在轩辕飞的手中，也会死在我的手里。公孙海脸皮很抽，心中骂道。天空中，宋婉清驾驭灵兽在风中疾驰，长发随风飘起，粉色的衣袂猎猎作响，一双充满英气的精致小脸完全露了出来。他转身看向身后，根本看不到陈八荒的影子，一抹深深得意顿时浮现在他的脸上。本姑娘与人进行飞行比赛，还从未输过。唰！就在这时，一道影子自他上方的白云之中陡然窜了出来，正是陈八荒和他的飞行灵兽陈。陈八荒笑道：距离寒天山还有万里路，你这就提前下了结论？宋婉清，他一脸愕然，好似见了鬼一般看着陈八荒：你是怎么追上我的？陈八荒淡淡道：你还用追吗？宋婉清，他小脸瞬间涨红，他知道陈八荒话中之意是指他本人不需要追就能主动送上门，你只会逞口舌之快，你就等着输掉你的那戒吧。宋婉清爆出一道灵力，按在灵兽的脖子上，刹那间灵兽全身一颤，双翅瞬间充满力量，如离弦之箭一般，化作一道粉芒，直接朝着远处爆射而去。显然宋婉清有着让飞行灵兽提速的手段，而且他的手段很高明。飞行灵兽不仅速度提升1倍，而且时间极为持久，一骑绝尘，将陈八荒远远甩在身后。他足足飞行了3个时辰，都未见陈八荒的影子出现。出于谨慎，他还特意看了看上方的云层，神识扫过去，并未发现什么异常。呵，这回终于是被我远远甩在后面了。宋婉清嘴角上扬，接下来
他又飞行了2个时辰。随着天空中的温度逐渐下降，他终于看见前方慢慢显现出一座巨大的雪山。雪山极其庞大，其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此山正是寒天山。他下压双手，飞行灵兽迅速下落，落到山脚下，他飞身下了灵兽。周遭空气冰冷，打在脸上一阵刺痛，他赶紧爆出灵气包裹身躯御寒。抬头望向天空，天空中依旧是没有陈八荒的影子。这个自负的家伙还想用最差的飞行灵兽赢我，真是大言不惭。看来我要在这里等上他几个时辰，他才能到。他能到最好，若是灵兽体力不支摔下山沟，那他可就直接见了阎王。宋婉清无奈地摇了摇头，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陈八荒如此自大，有此下场那也是咎由自取。见阎王看来不可能了，因为我见到了你。忽然间，一道声音自不远处传来，说话的正是陈八荒。此刻的他正躺在飞行灵兽上，翘着2郎腿，一脸悠闲地看着宋婉清。而他身下的那头飞行灵兽双眼睁大，大口喘着粗气，全身微微颤抖，脸色已经煞白到没有了一丝血色。显然刚刚这只飞行灵兽彻底透支了体力，才飞到了寒天山。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后背上这个人类比灵兽还禽兽。不知此人动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一路没命地朝着寒天山狂飞，拼命拉高他的体能极限，直到榨干他最后一丝体力，最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到达了目的地。你怎么在这里？宋婉清一脸不可思议，皱眉道：你是不是坐船送朕过来的？陈八荒白了眼宋婉清，这里寒天雪地，距离大周国最近的城池也要近千里，哪里来的传送阵？宋婉清坚决摇头：你一定是作弊了，否则你不可能比我快。陈八荒微微一笑：如果我没记错，你在来时的路上打了4次哈欠，吃了1次水果，还拿出镜子臭美了一会儿，挖了3次鼻孔，我说的没错吧？宋婉清，他瞬间愣住，脸上的红霞直接延伸到脖子根。陈八荒所说完全属实。你居然监视我！宋婉清恼羞成怒，他做梦都没想到陈八荒跟在他身后某处，他都不知道，而且自己的隐私还被他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挖鼻孔这种尴尬的事，陈八荒居然都尽收眼底。显而易见，陈八荒的确是乘坐飞行灵兽到达寒天山的，否则不可能将他的行动窥探得这么清楚。陈八荒笑道：既不如我，还说我监视。他通过手段让自己的飞行灵兽发挥到了极限，同时通过自身高超的驾驭技术，在远处超过了宋婉清，提前到达了寒天山。至于宋婉清的一举一动，他通过山河图看得一清二楚。陈八荒飞身下了灵兽背，走到宋婉清的面前，大手摊开：你输了，把你的娜姐给我。宋婉清，他依旧是不可置信道：你和我的灵兽相差2个大境界，你怎么可能追上我？陈八荒耸了耸肩：我早就说过，你不需要追。你……宋婉清气得小脸通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陈八荒道：愿赌服输，这是你说的，赶紧交出你的那戒吧。宋婉清嘴角抽了抽，道：现在我不能把那戒给你。陈八荒白了眼宋婉清道：中书院弟子也想赖账？宋婉清摇头道：输了就是输了，我认，但我的那戒中有我一些私人物品，等我回到大周书院，将私人物品取出之后，再将那戒中的修炼资源交给你。陈八荒眼睛微眯道：我哪知道你现在那戒中有多少修炼资源，除非你让我看一看，我才会答应。宋婉清眉头紧皱，为难道：好吧，你只需看一眼即可。随后他拿出那戒，陈八荒单手一挥，神识扫进那戒。那戒之中有着1200多万颗灵石、10株2阶灵植以及一些功法和丹药。相比于其他弟子，宋婉清那戒中的修炼资源堪称豪华。而下一刻他顿时一愣，他在那戒角落里竟看到了5件女子的长裙以及3件肚兜。肚兜做工极为精美，其上有着精致的图文，颜色是红色、黑色和白色，而且薄如蝉翼。若是穿上，肚兜内的乾坤绝对清晰可见。不难想象，这几件肚兜若穿在宋婉清的身上，那定是无比的诱惑。你在看什么？宋婉清发现陈八荒的眼神闪烁着异样之色，他赶紧收回那戒，怒声质问。陈八荒耸了耸肩：不过是肚兜而已，我又不是没见女人穿过。你……宋婉清气得全身颤抖，他就是不想让陈八荒看到自己隐私之物，才说回到书院将那戒内的物品交给对方，结果对方还是看到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陈八荒淡淡道：回到书院，把你的那戒交给我，走吧，咱们现在去灵矿。宋婉清一脸不甘，心中极为苦涩，自己的雷劫体被陈八荒吸去了不少，今日又赔上了自己的那戒，而且自己喜欢精美肚兜的秘密也被陈八荒发现了。陈八荒定是认为她是一个荒淫的女人，真丢人。
他这是造的什么孽？怎么一遇到陈八荒就这么倒霉？砰砰砰！就在这时，自远处传来道道巨响，紧接着一层层能量涟漪伴随着浓烈的杀意席卷过来。下一瞬，清晰的厮杀声也自远处传了过来。显然，前方发生了战斗，而且是很惨烈的战斗。陈八荒眉头一紧，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那个方向是灵矿洞所在方向，一定是灵矿上出事了。宋婉清小脸一紧，立刻跟了过去。半山腰处，白雪皑皑，一个巨大的灵矿洞前有着数百道身影，正是大周书院的200多名弟子。为首的则是一位灰袍老者，他是大周书院外院执教楚坤。楚坤眼睛微眯，手持长刀立在场中，全身散发着凌厉的气息，但他胸口处包扎伤口的纱布下则是渗出鲜血，显然他之前受了重伤，简单包扎一下便是又出来再战。而对面则是立着近百人，站在最前端的是一位身材极其魁梧、身穿黑色软甲的男子，此人正是苍蓝国天鹰帮的帮主赵沟。他撇嘴看着楚坤，冷笑道：“楚坤，你是挺牛，灵王近6级，我们天鹰帮几次攻打灵矿都不得，但仅凭你一人，你早晚有战死的时候。而你早就吹嘘大周书院会派援军来，可到现在援军的人影都没看到。哈，估计是听到老子的威名，你们的援军不敢来了。”闻言，天鹰帮众人哄笑起来。妈的！楚坤嘴角抽了抽，脸色异常难看。他已经几次派人向大周求援，但援军迟迟未到，他也心急如焚。楚坤，恕我直言，就算你们援军到，也不会老子的对手。赵沟不屑哼道。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让出灵矿，毕竟我们只是求财。楚坤嘴角噙着冷笑，你们天鹰帮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苍蓝国一座土山头上的马贼，敢动我们大周书院的灵矿，休想！赵沟轻哼一声，这10日来，我们已经和你战了3次，你是杀了我们10几人，但你也受了重伤，再战下去，你必死！你们就是被书院遗忘的可怜虫！哈哈！楚坤将长刀横在胸前，赵沟，你若不是有黑云谷的人帮忙，你们天鹰帮我一人就能将你们覆灭，休要打嘴炮，要战老夫奉陪到底！赵沟嘴角扯了扯，看向一旁一位黑袍人，他脸色尴尬，这位黑袍人就来自黑云谷。之前黑云谷派来一位5级灵王境，结果被楚坤斩杀，但楚坤也因此受了重伤。无奈之下，赵沟向黑云谷求救，而对方又派出一人，此人可是7级灵王境，有着绝对的实力碾压楚坤。楚坤哈哈大笑，讥讽道：“赵沟，你们天鹰帮就是黑云谷的狗，你们来多少人，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大周书院的人从不认输。”赵沟哼道：“吹什么牛逼？今日你死，你身后200多名弟子，男的做我们刀下鬼，女的做我们的女奴，少废话，来！”楚坤单脚踏的，手中长刀化作一道虚影，狠狠斩向赵沟。轰！就在这时，黑袍人化作一道黑芒，瞬间来到楚坤的面前，他手中猛然升腾出一团黑光，当即重重轰在楚坤的长刀之上。砰！恐怖的掌力直接碾压楚坤的刀势，随后那团黑光重重砸在楚坤的胸口，他猛地倒飞了出去，当啷一声，刀掉落在地，而砸地的楚坤吐出一口鲜血，染红了雪地。身受重伤的他根本不是黑袍人的对手，又是一个修魔的。清晰感受到黑袍人爆出的黑光是魔气，楚坤满脸愤恨，但他知道他无力再战，看向身后200多名弟子，他眼中显出深深的绝望。他大手一挥，跑！可众弟子怔了怔，却没人挪动脚步。这些弟子不想逃，都想一战。我们不跑，我们战到底！众弟子皆是亮出武器，爆出灵力，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哈哈！楚坤早知这样，刚刚你还不如乖乖让开，现在可好，你们都是我天鹰帮的阶下囚。说完，赵沟看向黑袍人，拱手道：“这些弟子我们对付，你尽管进入灵矿。”黑袍人和赵沟说得清楚，联手打败楚坤等人，灵石归赵沟，他则进入灵矿深处查探。赵沟自是知道灵矿洞内必然有着大秘密，而这秘密的价值必然大过灵矿内的灵石，但他不敢问。黑云谷做事，他没资格过问。黑云谷吃肉，他跟着喝汤就能获得莫大的好处。于是他对身后天鹰帮的人兴奋道：“都给我上，男的杀，女的扛回去轮了。”杀！天鹰帮近100人双目兴奋到赤红，手持利器直接爆射了过去。抢灵矿、玩女人，这是他们天鹰帮最喜欢干的事情。尤其是对面大周书院弟子中有10几个女弟子，长得很是水灵，所以天鹰帮众人一路狂奔过去。他们心里很清楚，楚坤败了，这些弟子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小妞，来吧！
5名大汉直奔一名女弟子扑了过去，女弟子吓得小脸瞬间煞白，手中短剑都猛烈颤抖起来。若是被这5名大汉玷污，她不仅身体上要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精神上更是会崩溃。念及此，她把心一横，直接冲了过去，宁可拼死也不让对方碰一根手指头。噗！就在这时，一道剑光突然出现，猛地扫过，5人头颅齐齐飞上了天空，2名天灵境，1名地灵境，当场毙命。而这时，一道身影立在场中，正是陈八荒。你是谁？看到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场中，抬手挥出的剑气就斩杀5人。赵沟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不禁失声问道：难道你们是援军？不只是天鹰帮的人，就是楚坤以及大周书院一众弟子也一脸惊讶和茫然。因为陈八荒进入大周书院以及在问鼎会上夺冠，这些人都在寒天山灵矿守矿，所以他们压根不认识陈八荒。楚执教，宋婉清也飞身立在场中，大步上前将受伤倒地的楚坤扶了起来。楚坤愕然，当即反应过来，你们是大长老派来的帮手。寒天山灵矿遇袭，楚坤立刻派人去大周书院向公孙海报告。楚坤料定是公孙海得到消息，派宋婉清2人支援来了。宋婉清是大周书院的顶尖弟子，实力不俗，确实能帮上忙。可这个青年，他看向陈八荒，心里难免打鼓，因为陈八荒明显是明星弟子，刚入书院的弟子能强到哪里去呢？虽然陈八荒上来就斩了5人，但那都是虾兵蟹将，若是黑云谷的人动手，胜负难料。于是他对宋婉清道：你来了可太好了，那个黑袍人是黑云谷的人，7级灵王境，你我联手一起对付他。场中援军就只有你们2人。黑袍人皱眉看着陈八荒，刚刚对方瞬杀5人时释放出的气息是灵宗境，此人不过是灵宗境。黑袍人毫不在意，目光看向宋婉清，他惊讶道：4级灵王境，很强啊。但他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笑容，他可是灵王境7级，碾压这个女人易如反掌。而且这女人不仅实力强，长得更是美若天仙，勾他心魄这一刻，他有个想法，拿下这个女人。于是他看向陈八荒，冷笑道：小子，我是黑云谷的护法，今日你能死在我的手里，是你的骄傲。刷！护法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愕然发现陈八荒手中竟是乍现一柄金剑，当即直接斩了过来，直接开干。护法脸色一紧，因为他发现陈八荒这一剑的威势极其强横，完全不像是灵宗境强者发出的。妈的，难道这小子扮猪吃虎？当即他单手一抬，凝聚一团魔气，猛地拍了过去。轰！一道剑光落下，魔气团被轰得粉碎，当即剑刃落下，护法的手臂直接飞了出去，鲜血飞溅，扑通一声，护法栽倒在血泊之中。噗！陈八荒又是一剑落下，护法的丹田瞬间血肉模糊，丹田被毁，彻底失去战斗力。护法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一剑碾压黑云谷护法。全场哗然，所有人都震惊的眼睛瞪圆，张大了嘴巴，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不断飘散。这个人是谁？实力怎么这么妖孽？天鹰帮众人更是惊骇的立在原地，赵沟更是如冰雕一般呆若木鸡。黑云谷护法的实力比他强上几倍不止，居然被这个青年一剑给秒了，不愧是大周书院的援军，这么强。下一刻他眼中涌出惊骇，来不及多想，拔腿就跑。他是马贼，为了才可以杀人越货，但打不过对方那就跑。噗！可下一瞬，他的头颅甩着鲜血飞了出去。操！天鹰帮众人吓得脸色煞白，当即疯狂逃窜。陈八荒化作一道虚影，冲进天鹰帮人群之中，蜀剑落下，将近100人全部斩杀当场。鲜血顺着长剑不断滴落到雪地之上，众人目瞪口呆。你倒是行侠仗义，帮助大周书院击退劫匪。书中女子笑道。陈八荒道：这灵矿内的灵石都是我的，当然不能让他们抢走。女子，这……看到陈八荒行云流水的斩杀所有敌人，楚坤喉咙不断滚动，一众弟子也错愕呆立，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宋婉清也吃惊不小，他始终认为陈八荒进入书院不怀好意，但今天看到陈八荒为了守住灵矿这般努力，他一时也发懵。缓过神来，他向众人介绍道：他叫陈八荒，是中书院弟子。中书院的弟子，众人再次惊讶，能进入大周书院的中书院，那都是人中龙凤，怪不得这陈八荒这般生猛，原来是中书院弟子。一时间，众弟子看向陈八荒，眼中充满了崇敬，尤其是一众女弟子，双眼都变成了星形。因为这个叫陈八荒的中书院弟子，不光实力妖孽，长得更是英俊帅气。楚坤重新审视陈八荒，连连点头，喃喃道：
看来我大周书院又收了一位妖孽天才啊。场中，陈八荒走到护法的身旁，剑尖点到护法的喉咙处。你进入灵矿不为灵石，那是为了什么？护法目光森然地瞪着陈八荒，忍痛冷笑道：想从我的嘴里套出消息，绝无可能。我们黑云谷人绝对不出卖黑云谷。嗡！下一瞬，他的体内传出一道异响，紧接着他身体涌出道道魔气，身躯竟也是膨胀起来。他在干什么？看到护法好似一个皮球被吹起来一般，楚坤等人一脸疑惑。陈八荒脸色一紧，他要自爆，他想引爆体内的魔气，炸死我们。引爆体内的魔气，楚坤等人脸色大变，他们深知魔气爆炸带来的恐怖杀伤力，毕竟楚坤的重伤就是对方魔气导致的。就连宋婉清也是小脸一紧，看向陈八荒，大喊道：快撤！哈哈，你逃不掉的，老子要将你一块带去见阎王。护法狰狞笑道。可陈八荒却淡淡轻哼，单手一挥，一道结印形成，结印瞬间形成一道金色灵气罩，将护法死死笼罩其内。万灵结界盾，这是陈八荒前世掌握的天阶灵技，在他前世实力达到巅峰之时，对方用9阶灵气都没有穿透这护盾，一个结界就想阻挡我自爆的威力，你真是自负，等着被我炸死吧。护法身躯急剧膨胀，这一瞬，众人皆是紧张得不断倒退。魔修自爆的威力，陈八荒真的仅凭一个小小灵气罩就能阻隔吗？轰！下一瞬，护法身躯陡然炸开，层层能量波动冲击的空间瞬间沸腾，撞击在万灵结界盾之上，却是陡然停止。赤！团团漆黑魔气被死死地困在万灵结界盾之中，护法自爆的伤害被完全隔离。这是什么手段？在场所有人都能清晰地感知到，刚刚护法身躯自爆，魔气膨胀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着实是震人心魄。若没有陈八荒者金色护盾阻挡，楚坤以及周围200多名弟子必会受到重创。不可思议，此子居然掌握了这等逆天的武技。楚坤震惊地看着陈八荒，他意识到这位中书院弟子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这位执教。这是哪位名师的高徒加入了大周书院？这可真是大周书院之幸。叮！护法的那戒掉落在地，陈八荒将那戒拿在手中，打开一看，其内有着10几颗黑色的丹药。这黑色丹药陈八荒前世见过，是提升魔气修为的丹药。随后他发现了一张地图，楚坤上前查看，惊讶道：这地图上所画的是寒天山灵矿内部结构，看来黑云谷的护法是想在灵矿内找到什么东西。他们到底想找什么呢？他皱眉想了想道：据传这寒天山之内有着上古灵兽寒天玉龙，但这只是记载，附近居民从未见过这只灵兽出现。在30年前，这寒山灵矿内出现过一块紫金寒晶，据传这紫金寒晶就是寒天玉龙体内所结。可能当时他遇到了什么危险，所以将紫金寒晶留在灵矿之中，之后被人偶然发现，世人才知道这灵矿中有紫金寒晶。楚坤在寒天山守灵矿多年，所以寒天山发生的事情他颇为了解。陈八荒，你可知当年是谁发现了紫金寒晶？楚坤忽然开口问道。谁？陈八荒纳闷。大长老公孙海。楚坤笑道。他发现了紫金寒晶。陈八荒眉头皱了起来。来之前，陈八荒听轩辕九哥说，此次黑云谷将派1000修士进入寒天山，对方动作如此之大，现在看来是想找到这寒天玉龙，但他没想到公孙海居然与当年的事有关。于是他问道：寒天玉龙这只灵兽身上除了有紫金寒晶，还有什么其他宝贵之处吗？楚坤摇头道：寒天玉龙是极其罕见的上古灵兽，对它的传闻极少，甚至我认为它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所以我并不知它身上还有什么秘密。陈八荒点头，虽然不知黑云谷寻找寒天玉龙是为何目的，但他现在手中有了地图道，也算是有了很大的进展。楚坤看了看天空，道：天快黑了，我们先回营地，明日天亮我们就进灵矿之中探查一番，或许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后他又看向天鹰帮众人的尸体，这些人身上的那戒可是有着不少的修炼资源，而这些人都是陈八荒杀的。于是他对陈八荒道：我会命弟子将这些人身上的那戒取下来，将其内的修炼资源整理出来，然后进行合理分配。你放心，这些人是你杀的，你一定会拿到最多的修炼资源。可陈八荒却摇了摇头：我不要我那份，这些天鹰帮马贼的资源对于他来说杯水车薪，但若是分发给其他弟子进行修炼，那么弟子们的整体实力会得到提升，这对手灵矿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不要。楚坤吃惊不小，对于眼前这个青年，虽然他不太了解，但陈八荒那杀伐果断的性格以及豁达的做法，让他对这位青年刮目相看。他看向宋婉清，转身对陈八荒道：
欢迎你们2位来和我们一起守灵矿，我带你们2人喝2杯热酒，暖和暖和。营地距离灵矿并不远，只是半炷香的时间便到达了营地。营帐内，楚坤为陈八荒和宋婉清2人倒上了热酒，他举杯热情道：虽然你们2人是弟子身份，我是执教，但你们是中书院弟子，是我大周书院的骄傲。你们大老远从书院来寒天山助我们守灵矿，我先敬你们一杯。说完，他举起酒杯，便是一杯烈酒落肚。陈八荒2人赶紧拱手，毕竟楚坤是执教，虽然其说话客气，但2人也不能落下了礼数。拱手之后，便是将手中的酒全部喝下，辛辣的液体流入胃中，顿时陈八荒感到全身温热了起来。宋婉清问道：刚刚我见那黑袍人动手，他调动的是魔气，这黑云谷是专门修炼魔气吗？楚坤点头道：这黑云谷位于苍兰国一处巨大的峡谷之中，那里煞气弥漫，魔气更是浓郁，极其适合修魔，不少修魔之士都在那里修炼，而他们的头领便是黑云谷的谷主。按理说井水不犯河水，修魔之人主要吸纳天地之间存在的煞气、怨气、魔气等能量修行，并不会吸纳灵气，但不知为何他们这次却要寻找这灵矿之中的寒天玉龙。难道说这灵兽体内有他们魔修需要的至宝？很有可能。宋婉清一脸凝重，若是黑云谷对寒天玉龙志在必得，那么他们没准会倾巢出动，届时就我们几人加上这200弟子，可能应付不了。楚坤眼睛微眯，那我再传信给大长老公孙海，将这里的情况告知他，让他再派些人手过来。这可是涉及2国修武宗门之间的战斗，大周皇朝也不会坐视不理。公孙海若是向朝廷求兵，朝廷也定会派人来，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和黑云谷一战。宋婉清摇头道：我听我爹说，苍兰国和大周国似是达成了默契，2国宗门之间的战争，双方皇朝都不插手，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吧。靠自己？楚坤深深叹了口气。黑云谷护法被杀，消息很快会传回去，对方会立刻派更多强者过来，而公孙海何时带人来，遥遥无期。就凭他们3人外加200弟子对付黑云谷，楚坤根本没信心。借酒消愁，他又自斟自饮了一杯。而陈八荒始终没说话，前世他面对过太过这样紧迫的局面，他并不焦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焦虑没有任何作用。他只等明日天亮进入灵矿洞，他要在黑云谷人到来之前，看看是否有机会找到紫金含金，毕竟这是他来寒天山灵矿的目的。深夜，楚坤给陈八荒2人安排了住处，我们2个人住一个帐篷。宋婉清不可思议地看着楚坤，楚坤挠了挠头，天鹰帮的人破坏了我们10几个帐篷，现在帐篷紧张，其他弟子都是5人睡一个帐篷，我也和弟子们挤在一起，所以你们2人先凑合一夜，明天我去山下村里找一找，看有没有多余的帐篷。楚坤也觉得将2人安排在一起不合适，但现在就是这个条件，他也没办法。他还嘱咐道：寒天山到夜间非常寒冷，在外边即使用灵气抵御寒气，也坚持不了多久。我们的帐篷是由百年银蚕丝制作，具有很好的防寒效果，所以你们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宋婉清，他本打算在野外盘坐，用灵气防寒凑合一夜，闻言楚坤所说，他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既然他不能出去，那只能让陈八荒出去了。转脸一看，他顿时一怔，陈八荒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宋婉清，他白了眼陈八荒，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觉得你应该出去住吗？陈八荒伸了个懒腰，外边那么冷，我才不出去。显然他完全不让步。楚坤尴尬一笑，婉清，凑合凑合吧。说完他赶紧逃走了。宋婉清双手叉腰，气呼呼地看着陈八荒，而陈八荒根本不理会宋婉清，盘坐在床上进入修炼状态，耍无赖。宋婉清单手一抬，爆出一道结界，将他和陈八荒阻隔开来。不许越界，否则我跟你没完。宋婉清合衣躺下，沉声道。陈八荒道：若是你越界呢？宋婉清哼道：我巴不得离你远远的，我怎么可能越界？我若是越界，随你处置。此话当真？陈八荒一脸认真。宋婉清抬起拳头道：当然当真，我越界去接触你，那我宋婉清岂不是疯了？陈八荒沉默片刻后才开口：给你个建议。什么建议？宋婉清转过身，一脸纳闷地看着陈八荒。陈八荒正色道：你那3件肚兜，我认为黑色的最适合你，你的皮肤白嫩，穿上黑色的应该很迷人。你这个人……宋婉清的脸瞬间涨红，直接红到了脖子。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出口？我要狠狠教训你。宋婉清恼羞成怒，气呼呼下了床，直奔陈八荒。你说过不越界，若是越界，
随我处置。陈八荒淡淡道。宋婉清，他陡然停止脚步，没好气地看着陈八荒，胸口快速起伏，但他却不敢朝前再迈出一步。不许越界是他提出的，如果越界，他任由陈八荒处置。本来男女共处一室就很让人浮想联翩，若是再任由陈八荒处置，陈八荒没准会做出更出格的事情。所以他即使杀了陈八荒的心都有，但也不能冲过去，很憋屈。他甚至后悔，真不该跟陈八荒来寒天山。当初的目的是想报仇，结果输掉了那界中的资源，现在还被陈八荒调戏，却不能出手，欲哭无泪。但宋婉清也是修武强者，道心稳固，很快稳定了情绪。好事多磨，身为中书院顶尖弟子，自己的父亲又是大周书院院长，他怎能败给陈八荒？于是他深吸一口气，稳定下情绪，便是盘坐进入修炼状态。而陈八荒则是打开山河图，查看整个寒天山。当目光落到寒天山的另一边，他顿时皱起眉头，这里居然有个营地，营帐多达300多个，从规模来看，至少有着近1000人。看来这就是黑云谷的人了。空间中女子道。陈八荒点头，视角进入最中央的大帐，他看到一位黑袍男子立在其中。男子四方脸，络腮胡，给人一种不羁的感觉，但一双虎目却极为深邃。此人是黑云谷的2当家黑明。他闻听一旁手下的报告，脸色阴沉道：你是说大周书院派来2位弟子，其中一位男弟子杀死了护法？手下拱手道：我亲眼看到他被一位青年逼供，护法为了保全秘密自爆身亡。黑明嘴角抽了抽，护法可是他的表弟。落得这般下场，他脸色变得狰狞，眼中寒光乍起。他嘴角狠抽2下，沉声道：护法之仇，我即刻就报。他看向手下道：传我令下去，今日3更，我们对大周书院的营地发起偷袭，先杀光书院的人，我们再进入寒天山灵矿。后半夜对大周书院营地发起偷袭，出其不意，给予对方致命的打击，此乃妙计。手下接令，赶紧出去准备。妈的，我要亲手弄死那个杀了我表弟的人！黑明攥紧拳头，怒道：3更天发动突袭。陈八荒脸色瞬间凝重，当即起身走出帐篷，将楚坤叫了进来。楚坤打了个哈欠，道：什么事这么着急？陈八荒看向宋婉清，转身对楚坤道：黑云谷的人就在山的另一边驻扎，他们准备今夜3更对我们营地发起突袭。什么？楚坤和宋婉清都是一怔，异口同声道：你怎么知道的？陈八荒道：我当然有我的手段，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楚坤眉头紧锁，攥紧拳头道：若是他们突袭，那我们跟他们拼了。宋婉清狐疑地看着陈八荒，毕竟陈八荒始终和他在房间内，这个家伙是怎么知道黑云谷的秘密？但见陈八荒一脸严肃，他意识到其所说都是实话，而且情况紧急。于是他道：他们来，我们就和他们杀到底。陈八荒却想了想，摇头道：不可，对方有1000魔修，就算我们3人有着一战的能力，但大周200名弟子与之一战，定会有不小的伤亡，甚至全军覆没。楚坤不甘道：不打，他们也会打我们。陈八荒想了想道：你们全部撤离。撤离？楚坤和宋婉清不解。陈八荒道：人死不能复生，但丢了灵矿，大不了再夺回来。楚执教，你带着弟子撤离，而我进入灵矿。闻言，楚坤皱眉沉思。陈八荒的提议确实是最优解，但他却坚决摇头：你独自一人进入灵矿，黑云谷的人赶到，那岂不是将你堵在洞里？到时候你可就惨了。陈八荒笑道：那就看命了，他们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楚执教，我觉得陈八荒的提议很好。宋婉清对楚坤道：现在已经是1更天，你带着弟子赶紧离开，我和陈八荒进灵矿。啥？陈八荒瞬间怔住，他本想独自进入灵矿洞寻找紫金含金，多个宋婉清，那岂不是太麻烦了？他郑重地看着宋婉清：师姐，进入灵矿洞九死一生，而且你长得这么水灵，不怕黑云谷那些人对你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情吗？宋婉清微微一笑，他知道陈八荒在吓唬他，他直接道：你都不怕死，我这个做师姐的当然也不能怕，而且我有逃命的手段。陈八荒。楚坤拍了拍陈八荒的肩膀，摇头道：婉清打小就倔强，他决定的事情9头牛都拉不回来，你还是听他的吧。你们2人一定注意安全，我将弟子带回书院，会和大长老立刻赶回来。陈八荒无奈点头，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和宋婉清一起进入灵矿。说做就做。楚坤赶紧命人将所有人叫了起来，按照陈八荒所画路线，他带着200多位弟子撤出了寒天山。看到陈八荒给楚坤画出的地图，巧妙地绕开了黑云谷的人，宋婉清皱眉看着陈八荒，
你怎么知道黑云谷营地的位置？陈八荒淡淡道：掐指一算，算出来的，不行吗？宋婉清轻哼，骗鬼呢。陈八荒看向宋婉清，要不让我算算，你姨妈哪天来？宋婉清，他狠狠白了眼陈八荒，道：我们何时进灵矿洞？陈八荒看向夜空，现在已经2更天，还有1个时辰，黑云谷的人就会赶到，我们现在就进灵矿洞。灵矿洞内气温极低，洞壁上布满冰霜，而且正如楚坤所说，寒天山夜间温度低到用灵气抵御都坚持不了多久。而这时宋婉清取出一颗红色丹药，其上涌动着一层淡淡的火苗，火元丹，4品丹药，服下后可在1天之内让体内的灵力带有火属性，继而严寒之中身体也感受到无比温暖。你没准备可抵御严寒的火元丹？宋婉清看向陈八荒，陈八荒摇头，没有。宋婉清嘴角勾起得意弧度，此丹药我只有1颗。说完，生怕陈八荒不按常理出牌，上前抢夺丹药，他立刻服下了火元丹。师弟，看来为了抵御严寒，你只能始终用灵力护体了。只是不知在这寒冻之中，你能挺多久？宋婉清故作一脸同情，但语气中明显带着幸灾乐祸。不服用火元丹，不到半炷香的时间，陈八荒就会冻成冰疙瘩。他屡次在陈八荒面前吃瘪，今日终于可以看到陈八荒狼狈的模样了。这一刻，他心中暗暗得意。轰！就在这时，自陈八荒体内突然爆发出一道炙热气息，热浪滚动，与周遭极寒空气碰撞，竟是形成一层水雾。体内拥有如此炙热的气息，陈八荒根本不会被寒气伤到分毫。纯阳之气，宋婉清颇为惊讶，道：你已经是先天剑体，你的剑体还能爆发出纯阳之气，不可以吗？陈八荒淡淡一笑，我没被冻住，是不是很失望？宋婉清再次吃扁，他幽怨地瞪着陈八荒，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陈八荒不再理会宋婉清，拿着在护法身上得到的地图，逐渐向灵矿洞深处走去。3更天，大周书院的营地，道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周围，如潮水一般死死将营地围住。为首的正是黑明。看到前方营的悄无声息，黑明脸上露出得意神色。正如他所料，大周书院的人毫无准备。今夜我要屠光大周书院的人，为我表弟报仇。黑明眸光冷冽，大手一挥，身后千名魔修化作一道道黑影直冲营地。这一刻，他脸上也不自觉地浮现出深深的得意。暗中埋伏，深夜偷袭，也只有他才能如此用兵如神。轰轰轰，道道魔气破碎虚空，齐齐轰向营地。帐篷倒塌，篝火熄灭。但诡异的是，营地没传出任何叫喊声，难道全都被当场抹杀？黑明皱眉，这让他很不爽。他本想抓住杀死表弟的凶手，狠狠折磨对方，结果就这么死了。二当家，营地里没人。魔修们进入营地检查，发现整个营地除了帐篷空空如也，于是赶紧回来向黑明报告，没人。黑明面色一凝，身形爆射到场中，抬手掀起一道魔气，轰碎一个个帐篷，却是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显然大周书院的人跑了。人呢？黑明瞬间懵了。前半夜探子还说大周书院的人在此驻扎。探子脸色大变，赶紧跪地道：二当家，他们明显是跑了，但我绝没有透露一点风声啊。啪！黑明一个嘴巴子甩过去，将探子抽得飞出去。妈的，定是对方用了什么手段，得知我要偷袭，连夜弃营跑了。皱眉思索片刻后，黑明气得直跺脚。稍微冷静下来，他忽然喊道：速去灵矿洞！直觉告诉他，大周书院虽然放弃营地跑了，但灵矿对方可能有人守护，又或者是将灵矿洞轰塌，不让他们进入。下一瞬，他的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灵矿洞内，陈八荒二人足足前行了1个时辰。矿洞之内，洞连着洞，若没有地图，很容易迷路。而按照地图所示，走到矿洞最深处的时候，一股股暖流竟是吹打在陈八荒二人的身上，而且原本漆黑无比的前方，竟是隐隐有着光亮。陈八荒低头看向地图，地图上前方有标记，难道说寒天玉龙就在前面？应该就是了，按图所记效果然事半功倍。宋婉清美眸中惊喜翻滚，找到寒天玉龙就可能得到紫金寒晶，他当然兴奋，于是身形加快朝前行去。唰！前方是一处极其开阔之地，视野瞬间打开。而在不远处，一株被熊熊赤火包裹的参天大树映入二人的眼帘。大树高达10几丈，枝叶繁茂，只是每片叶子上都涌动着赤色火焰。显然之前的热浪以及光亮就是这棵大树散发出来的。4阶灵指火元神树。宋婉清瞪大眼睛，寒天山灵矿他之前也随父亲来过，但他完全没想到
在这寒天珊珊体内最深处，居然有着一株4阶灵植。火元神树的叶子是制作火元丹的必备之物，价值不菲。而且用这棵火元神树，至少能炼制出近100颗火元丹。一颗火元丹可以御寒，若是逐渐服下100颗火元丹，那便可以让自身灵气长久的拥有火属性。这一瞬，宋婉清的美眸明亮起来。如今他已经拥有雷解体，若是自身灵气带有火属性，那么与雷解体结合，他的攻击威力必会有大幅提升。于是他看向陈八荒，师弟，这火元神树能不能让给我？陈八荒眼睛微眯，双目死死盯着前方的火元神树。依据前世的经验，灵植并不是随意生长，火元神树是火属性能量如命，它能生长在这里，说明这地下必是有着极其浓郁的火属性能量。若是贸然动了这棵树，鬼知道会引出什么可怕的东西。这一瞬，他看向宋婉清，嘴角勾起玩味弧度。宋婉清处处找他的麻烦，此次跟随他来寒天山，也是想从他的身上找出破绽。既然这个女人总是刁难他，那他自然不会客气。于是他看向宋婉清，道：这火元神树可是通过我手中的地图找到的，所以我们要平分这棵树。宋婉清摇头，半棵火元神树不够我炼制火元丹，我要整棵树。陈八荒故作一脸犹豫，随后看向宋婉清，眼睛逐渐明亮，道：既然师姐这么想要，那么你得付出一些代价。代价？宋婉清皱眉，警惕起来，道：我警告你，我不可能会为了一棵树牺牲我自己。陈八荒白了眼宋婉清，你想多了，我要2000万灵石。宋婉清，他一脸尴尬，支吾道：原来你是这个意思。2000万灵石。陈八荒明显是坐地起价，而他的纳戒之中一共才有1200万灵石，但实在是想得到这整棵火元神树，他将灵石全部取出，交给陈八荒，气呼呼道：剩下800万灵石，回到书院我再还给你。话落，他狠狠白了眼陈八荒，这个男人处处斤斤计较，他今后嫁给谁也不可能嫁给陈八荒这种男人。陈八荒满意一笑，收好灵石，身形后撤几十步，道：师姐，这棵树是你的了。唯利是图的家伙。宋婉清转身看向火元神树，单手摊开，紫色长剑乍现在手中，剑光猛地扫过，轰隆，整棵火元神树轰然倒塌。唰，火焰逐渐泯灭，宋婉清将整棵火元神树收入纳戒之中。而这时，他那被称八荒期的泛白的小脸才微微有了一丝和悦之色。轰隆，突然间，火元神树所在之处陡然坍塌，当即一团黑色火焰升腾出来。黑色火焰如洪流般涌动，其内有着星星点点的金色光芒。而随着火焰逐渐变弱，其内竟是显现出一位盘坐的老者。这位老者眼眸微闭，全身气息全无，竟是一具死尸。轰！突然，自老者身躯猛地爆出一团黑色火焰，轰向宋婉清。宋婉清脸色一紧，赶紧一剑应喊。砰！黑色火焰力量极其刚猛，当场将宋婉清击退数百丈，身形直接来到了陈八荒的身边。低头一看，他那握紧长剑的手已然被震得乍现一道血口。这么强！宋婉清俏脸上满是愕然，他看向一旁一脸幸灾乐祸的陈八荒，似乎明白了什么，怒道：刚才你是不是猜到火元神树下会有蹊跷？否则你不会躲到这么远的地方。陈八荒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不置可否，他又被这家伙算计了。宋婉清气得直跺脚，而陈八荒不再理会宋婉清，而是看向前方那盘坐在黑色火焰之中的老者。那黑色火焰是魔火。书中女子忽然道。陈八荒点头，魔火的火属性滋养了火元神树，而宋婉清一剑将神树砍倒，树下的魔火以及这老人便显现了出来。魔火是修魔之人趋之若鹜的至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黑云谷的人要进入这灵矿，对方很可能是寻找这老人身上的魔火。可是这老者是谁呢？陈八荒拖着下巴陷入沉思。噔噔噔，突然身后的山洞内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陈八荒眉头一皱，打开山河图一看，发现有着1000多人正陆陆续续赶向这里。黑云谷的人。陈八荒脸色一紧，赶紧拉着宋婉清葬到远处一处狭窄的缝隙之中。狭小空间内，陈八荒和宋婉清身体几乎贴到一起，四目相对。宋婉清小脸薄红，低头一看，自己胸脯都快碰到陈八荒的胸口，当即他立刻转身背对着陈八荒。陈八荒看着宋婉清的背影，喉咙滚了滚。此时的宋婉清秀发挽起，露出白嫩的修长脖颈，而纤纤细腰之下微微贴身的纱裙将宋婉清圆润翘臀勾勒得更加迷人。长裙之下，修长双腿的轮廓清晰可见，裙摆下露出的脚踝极为纤细且白皙。这背影加上宋婉清身上那抹淡淡的清香味道扑鼻而来，陈八荒将头扭向了一边。曾经的见地
数不清的美女围在身旁，他岂能因眼前这迷人的背影而迷了心窍？多亏你刚刚将矿洞口炸得塌陷，拖延了他们的时间，否则他们一定会提前来到这里。宋婉清侧过脸，认真道：他虽然讨厌陈八荒，但他心里也清楚，若不是陈八荒之前爆出灵力炸了洞口，他也没有时间得到火元神术。可陈八荒却没有回应，他转脸一看，发现陈八荒正盯着他的屁股看。你这个色狼！宋婉清气得差点喊起来。陈八荒耸了耸肩，无所谓道：食色性也，我看你是因为你好看，你还不愿意了。宋婉清若不是有着敌人在外，他真想一拳捶死陈八荒场中。妈的，是哪个王八蛋将灵矿洞口用碎石堵住，害得我们清理好久才进入灵矿洞。黑云谷的人陆续进入开阔之地，嘴里骂骂咧咧的正是黑明，而他通过地图也找到了这里。魔火！看到空中悬浮的魔火，他一脸兴奋。魔火正是他此次进入灵矿洞寻找的至宝之一。但当看清魔火之中盘坐的老者，他震惊的全身一颤，当即高声道：这是我们黑云谷上一任谷主，原来他真的在这里。此次他奉谷主之命，就是来寻找魔火以及老谷主。闻言，一众手下一脸震惊，一人好奇问道：二当家，为什么我们老谷主会在这寒天山内部？而且看他的样子，他好像已经死了。黑明叹了口气道：谷主告诉我，我们的老谷主在30年前进入这灵矿之中寻找寒天玉龙。老谷主是先天魔火体，体内会自行燃起魔火，虽然他通过魔火可提升自身魔修，但他也因此遭到魔火的反噬，日夜被魔火灼烧，让他全身都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而寒天玉龙是先天寒冰体质，其体内玉龙胆可镇压魔火带来的反噬，所以老谷主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最终遭遇了寒天玉龙。他与寒天玉龙展开了大战，之后他便永远消失在寒天山的山洞里。但那次大战，寒天玉龙身上掉落一块紫金寒晶，据说是被大周书院一位弟子偶然得到。这位弟子后来成为了大周书院的大长老，名为公孙海。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一道身影突然自山洞中走了出来，此人正是公孙海。你是何人？黑云谷众人瞬间紧张起来。各位不必紧张，此人就是大周书院的大长老公孙海，他是我们的朋友。黑明道：当年在这里老谷主和寒天玉龙一番对决之后，两败俱伤，而公孙海恰巧经过，遇到了老谷主。老谷主告诉他，他的经脉与丹田已经严重受损，需要用魔火炼化寒天玉龙体内的灵元才能自救，而这个过程需要30年。也许他能成功，也许他会失败，但我们的人30年以后一定要来这里找他老人家。而后公孙海将老谷主所在之地画成地图，交到了我们谷主的手中。闻言，黑云谷众人都吃惊地看着公孙海，随即冲其微微一礼。没有公孙海，他们今日就见不到老谷主了。公孙海冲黑明拱手笑道：举手之劳。黑明点头，但心里对公孙海也极为鄙视。公孙海仗着手中有地图，向黑云谷要了莫大的好处，才将地图交给黑云谷。黑明似是想起什么，问道：公孙大哥，你们大周书院驻扎在灵矿山的那些人，怎么一夜之间不见了？闻言，公孙海脸色一沉，道：是我们的人知道你们即将在3更天偷袭营地，所以楚坤连夜带着弟子撤了楚坤，回到大周书院将此事告知了我才立刻赶了过来。黑明，公孙海脸色阴沉道：我们大周书院和你们黑云谷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杀我们的人？虽然他与黑云谷合作，但作为大周书院的大长老，他也无法接受黑明杀书院的弟子。黑明嘴角抽了抽，道：你们的人杀了我表弟，我当然要报仇。谁杀的？公孙海皱眉问道。黑明道：探子说是一个叫陈八荒的人杀的。陈八荒？公孙海眼睛微眯，得知你们3更天偷袭的人也是他。黑明一惊，脸上有着一丝愠怒，道：这小子是个人物啊，他怎么知道我要在3更天偷袭呢？公孙海想了想道：此人定是有高人相助，我听楚坤说陈八荒和宋婉清连夜进入了灵矿洞，他们一定也在这附近，没准就藏在某个角落。什么？黑明众人瞬间警惕起来。远处，陈八荒、宋婉清。宋婉清灵力传声给陈八荒，公孙海吃里扒外看，这件事我回去告诉我爹。陈八荒回道：我们能从这里逃出去再说吧。他指着前方，黑明等人已经开始到处搜索，试图找出他们的藏身之地。眼看着有10几人已经距离陈八荒2人越来越近，我们就要暴露了。宋婉清紧张起来，毕竟对面有着1000魔修，还有个同门的公孙海，鬼知道他们2人现身，公孙海向着谁？怎么办？他问陈八荒。陈八荒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哪有兵？哪来的土？
宋婉清白了眼陈八荒，陈八荒目光坚定道：“你就是！”砰！他一脚踹在了宋婉清的臀上，将她蹬了出去。宋婉清，她做梦也没想到，陈八荒居然能做出这种卑鄙的举动。你又开始坑女人了。书中女子道。陈八荒摇头，这次与我在葬神渊将轩辕九哥踢出去不同。女子问，有何不同？陈八荒道，这次我让宋婉清去吸引对方注意力，而我要炼化我的凌霄剑。话落，他看向远处那魔火以及魔火中的老者，目光明亮起来。炼化凌霄剑，那你需要紫金寒晶。书中女子一怔，看向那老者，惊讶道：“你的意思是紫金寒晶就在那老者体内？”陈八荒点头，按照黑云谷的人所说，当年老谷主与寒天玉龙一战，2败俱伤。这30年来，老谷主试图用魔火炼化寒天玉龙，修复自身重创之处。而据我看来，寒天玉龙也打算吞噬老谷主，二者长达30年的较量，导致二者已经融为一体。女子吃惊道：“你的意思是寒天玉龙就在那老者体内？”陈八荒眼睛微眯道：“是的，凭借前世经验，他看出老谷主与寒天玉龙的因果。”女子又问：“就算你在老者体内找到紫金寒晶，但将其与你的凌霄剑熔炼，提升灵气品阶，需要异火才可，但你现在并没有异火。”陈八荒盯着包裹老谷主的魔火，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魔火也是异火。你要用魔火炼化凌霄剑？女子震惊道：“魔火可不同于其他异火，它本身就极难掌控，而且嗜杀如命，你若控制不好，会被魔火反噬。”陈八荒哈哈一笑：“我这个人就喜欢玩火，前世各种异火，甚至是那女帝苏婉婉的真火，我都玩过，但我倒是从未用魔火炼剑。若是成功，在魔火和紫金寒晶双重加持之下，我的凌霄剑很可能连升几个品阶。若是炼化成9阶灵气，凭此剑，我可以跨境界占领黄境。”你又在赌？女子终于明白陈八荒所想。陈八荒笑道：“当初你选我不也是赌吗？”女子沉默。魔火炼剑，在他这位曾经的大能者看来，都是极其不靠谱，稍有不慎，陈八荒小命没了。届时他还得为混元书寻找新的主人。但看到陈八荒一脸憧憬，他叹道：“好吧，我支持你。”陈八荒点头，在昏暗光线的掩护下，他逐渐靠近老谷主，悄悄掀开老谷主的衣领。他在其胸口处赫然看到一条血龙图案，血龙通体雪白，栩栩如生，龙威强横，好似一条真龙一般伏在老谷主的胸口。这是灵兽印记。书中女子惊道：“灵兽兽魂与修士融合一体，修士身体上才会出现灵兽印记。那么，正如陈八荒所说，老谷主与寒天玉龙30年的较量，二者融为一体了。那么，寒天玉龙体内所含至宝，也随之进入老谷主的身躯，所以紫金寒晶很可能就在老谷主的体内。”唰！陈八荒抬起右手掌心，缓缓运起一抹能量，随后他大手按在老谷主的胸口，双眼微闭，口中用极低声音默念着口诀。嘘！体内一股灵力悄然运转，传达到掌心，形成一个漩涡，爆出一股拉扯之力，不断吸纳着血龙印记之上的能量。前世不愧是剑帝，居然有着精妙的手段提取血龙印记内的紫金寒晶。一旦成功，你就可以利用魔火炼化凌霄剑了。书中女子惊喜道：“场中，你是谁？”发现自角落中突然闪出一道身影，众人目光瞬间转到宋婉清身上，脸色皆是一紧，当即警惕起来。毕竟老谷主的身躯就在不远处，此刻突然跳出一个人来，对方定是来者不善。什么人敢偷听我们说话？黑明身形瞬间出现在场中，全身强横气息涌动，目光中甚至有了杀意。是个漂亮的小妮子。他一脸阴沉地打量着宋婉晴，阴沉的目光中竟是有着一丝欣赏。眼前这个女人脸蛋水灵，身材婀娜，气质淡雅，长得实在是好看。宋婉清，公孙海认出前方身影，顿时一愣，直接问道：“你怎么在这里？”宋婉清沉声道：“我是大周书院的弟子，这里是大周书院的灵矿，我出现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而且我来寒天山灵矿也是你批准的。”刚刚听到公孙海与黑云谷有勾结，宋婉清脸上明显带着不满，因为大周书院院规上写得清清楚楚，作为大周书院的人，绝对不能与修魔之人有任何来往。毕竟修魔者因进入魔道，心魔作祟，大部分魔修嗜杀如命，都是狂徒，所以大周书院一向反对与魔修接触。公孙海身为书院的大长老，知法犯法，为了一己私利与魔修沆瀣一气，这让宋婉清对其很是失望。公孙海嘴角抽了抽，他明显看出宋婉清对他的态度很是不满，于是他沉声道：“这么说，刚刚我和黑明的谈话你都听到了？”
宋婉清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害怕了？”公孙海咬了咬牙：“你会将此事告诉你的父亲吗？”宋婉清沉默，以他的性格，他当然会那么做，但他也知道，若是公孙海知道他的想法，定然会对他起杀心，所以他没有回答。公孙海狡辩道：“我虽然与黑云谷有来往，但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大周书院的事情。你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今日我可以保你不死。”宋婉清狐疑地看着公孙海，但愿你说话算话。可黑明却不同意，看向公孙海，这个女人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秘密，你能保证她的嘴很严吗？公孙海正色道：“我能保证。”黑明眉头紧皱，心有不甘道：“好吧，既然你开口，我给你这个面子。”公孙海点头，他转身看向宋婉清，语气柔和道：“婉清，我听楚坤说，你是和陈八荒一起进入了灵矿洞，那么陈八荒在哪里？”宋婉清摇头：“我不知道，我们走散了。”走散了？公孙海眉头微皱，脸上显出狐疑之色。宋婉清轻描淡写道：“灵矿内山洞这么多，我们二人走散不是很正常吗？”陈八荒将他踢出来，他气得胸口都疼了，但他也没有出卖陈八荒，因为直觉告诉他，陈八荒是坑了他，但对他没杀心。可眼前的大长老是人是鬼就不清楚了。公孙海微微点头，转身看向黑明：“宋婉清在我大周书院是个好孩子，他不会撒谎，你放了他，我去负责抓陈八荒。”黑明眉头紧皱，明显是心里不爽。他原本打算不杀宋婉清，而是将其做成自己的修炼炉鼎，毕竟这小妞长得实在是带劲。但公孙海力保宋婉清，他也只好点头道：“好吧，我信你。”闻言，公孙海走到宋婉清的面前，一脸和煦笑容，道：“你走吧，快离开灵矿，这里是是非之地。”宋婉清冲大长老拱手道：“谢大长老。”说完，他转身快步离去。轰！就在这时，公孙海突然出手，大手一挥，灵皇境威压瞬间镇压而下，当即一道雄浑之力轰在宋婉清的身上。砰！宋婉清直接倒飞出去，重重砸的感觉全身好像散了架一般剧痛，嘴角不断溢出鲜血。唰！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宋婉清死死地束缚在地上。偷袭！大长老，你这是干什么？宋婉清惊怒道。公孙海冷笑：“你说你不将此事告诉你父亲，你觉得我信吗？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我刚刚故意说保你不死，是想让你说出陈八荒的下落。既然你不知，那你就去死吧。”公孙海大手落下，他要一掌拍死宋婉清。等一等！黑明忽然开口：“公孙兄，这女娃能不能交给我？”交给你。公孙海一脸不解。黑明笑道：“我要将她练成我的魔道伴侣。你放心，她一旦成为我的修炼炉鼎，便失去了自我意识，彻底沦为我的玩物。而且我将她带回黑云谷，永远不会再来到大周国，更不会让大周书院知道我们的秘密。而且我绝不会亏待公孙兄，改日我定将好处送到你府上。”闻言，公孙海点了点头，道：“既然黑明兄喜欢，那你拿去便是。”公孙海需要黑云谷这样的势力为他暗中做事，所以借花献佛，将宋婉清送给黑明，也算是废物利用。公孙海，你既然出卖大周书院，还与黑云谷狼狈为奸，你真是猪狗不如！宋婉清拼尽全身力量都不能撼动束缚自己的力量，他冲公孙海愤怒吼道。而公孙海将头拧向一边，根本不理会宋婉清。美人儿！黑明大步走上前，炙热目光在宋婉清那凹凸有致的娇躯上不断游走。他嘿嘿笑道：“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道侣了。”说着，他要伸手去捏宋婉清的脸蛋。“把你的脏手拿开！我宋婉清绝不和修魔之人有任何接触。”眼见黑明一脸淫笑地走近自己，宋婉清又惊又怒。她可是黄花大闺女，若是被眼前这个老头子糟蹋，那她真的不想活了。这一瞬，她目光看向之前的藏身角落，心中暗道：陈八荒，难道你真的不救我了吗？黑明的意大笑：“美人，你已经是我池中之物，你做再多的挣扎也是无用。这可是寒天山内部，到处都是我的人，你别指望那个陈八荒会来救你，他指望不上。既然你讨厌修魔之人，那老子现在就用魔气控制你，让你痛不欲生！”哈哈哈！话落，他猛地抬手，顿时一道冰冷魔气瞬间爆出，随后一掌拍向宋婉清。轰！这时一道异响突然自远处传来，而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老谷主所在方向。什么情况？黑明众人转头望去，顿时怔住不知何时。老谷主身旁居然立着一位青年，这位青年手中攥着一柄金色长剑，修长剑体正在老谷主身上燃起的魔火中淬炼。与此同时，
魔火之中悬浮着一块散发着淡紫色光芒的透明晶体，这块晶体在青年操控魔火猛力灼烧下，竟是化作丝丝能量融入剑体之中，让的金色剑体的表面显现出道道紫色符文。而此刻，这青年正全神贯注，拼命炼化紫色晶体，满是焦急之色的脸上布满细密的汗珠，显然他也在争夺时间。你是谁？你在干什么？黑明瞬间警惕，单掌抬起，一团魔气悬浮在掌心，他怒吼道：“那是紫金寒晶！”公孙海指着紫色晶体大惊道：“他当年可是得到了寒天玉龙遗落的一块紫金寒晶。”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惊吼道：“他是陈八荒，他在用紫金寒晶提升自己武器的品阶，快阻止他！”轰！公孙海来不及细想，化作一道身形爆射了过去。什么？黑明大惊，杀死自己表弟的仇人居然得到了紫金寒晶，而且还在用老谷主的魔火炼剑，找死！黑明全身气焰涌动，灵王境10级威压瞬间爆出，整个人化作一道黑影，猛力冲杀了过去。轰！就在这时，魔火之中猛地发出一声爆响，当即一道剑气冲天而起，山呼海啸般扩散全场。刷刷刷，强横剑势轰打在每个人的身上，让人感到全身如针刺般剧痛，心头蓦然一悸。嗡！就在这时，魔火之中，陈八荒猛地抽出凌霄剑。此时的凌霄剑，其上紫色符文如光华般流动，道道凌厉剑威迸射，震慑每个人的心魂。九阶灵气，感受到长剑扩散出的恐怖威压，在场所有人皆是狠狠倒吸一口冷气。成了！陈八荒大喜，攥紧凌霄剑，顿时一股雄浑力量袭遍全身，曾经的那种感觉似乎又回来了。小王八蛋，你竟然偷我家老谷主的至宝炼化武器，找死！黑明怒吼，气势无边，但他却也慢慢止住了脚步。九阶灵气，必须谨慎对待。当即，他转身对身后4人道：“黑煞、黑月、黑日、黑刚，你们4人一起上。”这4人是黑云谷4大护法，实力都是灵王境后期，而这4人联手可施展黑云谷独门神通。黑明派出这4人，心里瞬间踏实了不少。就是你杀死了我黑云谷5护法，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今日我们断你4肢，灌魔气入你身体，让你永远被心魔折磨。为首的黑煞一脸怒意，黑云谷5大护法在苍兰国赫赫有名，如今被陈八荒斩下一名，其他4位护法看向陈八荒的眼神如饿狼一般凶狠。陈八荒，你果然是那个贼！宋婉清来到陈八荒的面前，看向陈八荒手中的剑，他眸光复杂。这柄剑虽然此刻上面布满紫色符文，但他依旧认出其就是那贼手中的剑。陈八荒淡淡道：“闪到一旁，休要多嘴。”话落，他将宋婉清护在了身后。宋婉清，他知道陈八荒是想保护他，但对方态度如此霸道，让他很不爽。后退10几步，他幽怨地瞪着陈八荒，暗道：“一人对付4位灵王境级别的魔修，你可真是狂，一会有你倒霉的。”不远处，公孙海眼睛微眯，目光始终盯着陈八荒手里的剑。9阶灵气，要说不眼馋，那是假的。而且陈八荒就算有此神剑，也不可能对付得了黑云谷，更不可能从他手里溜走。念及此，公孙海嘴角噙着玩味弧度，看来今日不仅杀了陈八荒，完成3王爷的任务，更可以得到9阶灵气。哈哈，今年我可真是好运当头。公孙海心里笑开了花。场中，刷刷刷，4位护法围住陈八荒，4道灵王境威压死死将陈八荒锁住。身穿裹身黑色长袍的黑月是个韵味十足的女人，盯着陈八荒那俊朗的脸，她抬起手中漆黑锁链，语气略带暧昧：“陈八荒，你若下跪求饶，让我用锁链锁住你，甘愿做我黑月的修炼炉鼎，我可不杀你。”陈八荒淡淡道：“你和我女人差远了，老子对你不感兴趣。”黑月皱眉看向宋婉清，心中嫉妒，恨恨道：“她是比我年轻，但那又如何？老娘会的比她多，而且今日她会沦为我们2当家的玩物，是人尽可欺的婊子。而你陈八荒，看老娘到时候如何折磨你。”宋婉清，其他3位护法，3人心中暗道：这黑月真是见了小白脸就迈不动腿，这等紧要关头发什么淫威？轰！陈八荒什么也没说，单脚猛地踏地，一剑斩下，让老娘看看你有多猛！黑月手中锁链裹挟着浓如墨汁的魔气，重重抽向陈八荒。一瞬间，7级灵王境的魔威席卷而出，让得整个空间瞬间变得寒冷彻骨，毫无保留，用尽全力。像陈八荒这种俊朗男子，他必须将对方打残，让对方感到恐惧，对方才能乖乖臣服他。轰！滔天剑力直接落下，狠狠砸在锁链之上。哗啦！
剑力摧枯拉朽，轰碎魔气，当即斩断5阶魔气是磨练。这么强？黑月眼中惊骇翻滚，双手猛地爆出魔气，用力抵御那落向他的剑力。砰！下一瞬，身躯如遭大山撞击，黑月身躯一颤，当即倒飞出去，在地面接连翻滚几十丈，被黑明爆出魔气拉扯，才是止住身形。噗！黑月满脸是血，全身皮肤寸寸开裂，丰满胸脯被剑力轰得塌扁，他感觉嗓子一甜，哇的吐出一口鲜血。他看向陈八荒，眼睛瞪得滚圆，刚要说什么，可脑袋一歪，毙命当场。一剑抹杀7级灵王境，全场瞬间安静。黑云谷众人皆是震惊的猛吸一口凉气，满眼惊骇，当即纷纷倒退。公孙海也错愕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陈八荒之前在问鼎会上的表现已经让他心生忌惮，可刚刚此子这一剑的威力着实是震撼到了他。这一瞬，他下意识看向远处一处隐蔽角落，那里正是郡主轩辕飞的藏身之处。此刻轩辕飞如幽灵一般，目光森寒地盯着陈八荒。他随公孙海一起进入灵矿，随后藏在暗中。他对黑云谷以及紫金寒晶并不感兴趣，他只想杀了陈八荒，所以陈八荒不现身，他也不会出现。而此刻暗中的他看到陈八荒手持9阶灵气所向披靡，他眼睛微眯，伸手摸进自己的纳戒，拿出一颗如红珍珠般的丹药服下。6品丹药爆灵丹，短时间内可让他体内的灵力变得更加汹涌澎湃。显然即使有着灵皇境的实力，他也是极为谨慎，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轻易出手。场中，黑明仿佛见了鬼一般瞪着陈八荒，立刻喊道：都不要上前，3位护法，我们联手结魔像。魔像，强大魔气凝聚成的战斗傀儡。闻言，3位护法如兔子一般身形爆闪，急速撤退。刚刚他们脸上还有着必胜的笑容，现在却一脸慌张与茫然。一剑就抹杀了黑月，此子必须小心应对。轰轰轰！疾驰身形刚刚稳住，3人皆是双手捏成结印，当即身后皆是席卷而出滚滚魔气，尤其是黑明身后的魔气竟如一团黑云一般巨大，瞬间将众人笼罩。唰！4团魔气急速聚集，如滚滚黑水不断搅动，其内发出声声如野兽般的嘶吼。轰！下一瞬，一具由魔气凝聚成的魔像高达10几丈，仿佛黑色巨人一般矗立在众人面前。4人同时发力凝聚魔像，看得黑云谷一众魔修一脸愕然。纵使黑云谷面对过不少强敌，但宗门内4位灵王境级别的强者一起凝聚魔像对付一个年轻人，这还是头一次。小混蛋，以为手持9品灵气就天下无敌？今日我黑云谷教你做人。黑明捏成结印的手猛地抬起，那黑色巨人手中豁然出现一柄巨大的魔气刀。干他！为我黑云谷报仇！黑明怒吼道。咚咚咚！魔像看向陈八荒，顿时一道彻骨冰寒的杀意瞬间将陈八荒锁定。他迈动脚步，如小山一般撞击过来，手中魔气刀猛地斩下，掀起一道刺骨寒风。轰！刹那间魔气滔天，黑刃直落陈八荒。而这一瞬，魔像那无限接近灵皇境的威压也将陈八荒死死笼罩。陈八荒，小心！宋婉清紧张地脱口而出。虽然魔像的实力还未达到灵皇境，但他的攻击可有着魔气的加持，杀伤力巨大，因此魔像这一刀实实在在地达到了灵皇境的实力。而灵王境与灵皇境之间可是有着巨大的鸿沟。纵使陈八荒天赋在妖孽，手中的灵气更是9阶，但也不能扛下这一刀。可陈八荒稳稳立在原地，一脸淡定，猛地手中凌霄剑掀起一道剑浪，直斩魔像。砰！下一瞬，金色剑光如一道金线乍现在空中，当即魔气刀发出一声爆响，当场一分为2。紧接着如浪剑势蜂拥而至，寸寸碾碎那黑色巨影的身躯。吼！魔像发出惨叫，而惨叫声中充满了恐惧，因为任凭他调动全身的魔气，都是不能抵抗这恐怖的剑力。砰！仅仅是一个瞬息，他整个庞大身躯被剑力撕碎成丝丝魔气，消散在虚空之中，一剑破碎魔像。见此情景，黑明等人脸色大变，皆是无比错愕地看着陈八荒。他们深知只有灵皇境强者才有可能一剑斩杀那魔像，可陈八荒才是5级灵王境啊！这一瞬，黑明等人感觉自己在梦境中，当即都是狠掐大腿，但大腿传来的强烈痛感让他们惊骇发现，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嘘！陈八荒化作一道虚影，直接冲向黑明等人。他过来了，我们联手对付他。黑明的声音都颤抖了，当即手中一柄黑色巨斧乍现，带着3位护法掀起滔天魔气，直冲陈八荒。陈八荒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所以他们4人必须尽全力与之一战。
与此同时，他们身后1000魔修也是化作道魔气虚影，轰杀向陈八荒。咻咻咻！刹那间，一道魔气化作一柄柄利器，纷纷砸向陈八荒。眼见黑云谷众人士气高涨，黑明得意吼道：“我黑云谷从未败给过大周人，今日更不会破碎我黑云谷魔像。今日我黑云谷要让你永远成为这山洞里的野鬼。”这小子刚刚全力一剑，现在定是没有恢复灵气。我们一起上，干死这个可恶的大周人！黑云谷众人也皆是高呼。黑云谷在苍兰国的诸多势力中，虽然不是登顶的存在，但排名第3的实力，在苍兰国内也是傲视群雄。他们更是通过修魔带来的巨大的杀伤力，不但掠夺两国边境处大周国的修炼资源，甚至是屠杀平民，欺压大周国人，在他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今日被一个大周国不知名的年轻人打压，黑云谷反扑的气势极其高昂。我们一起杀这些倒扣流氓！宋婉清持剑，一脸肃杀道。而这时陈八荒已经出剑，由于吸纳了轩辕九歌的灵元圣体，他的灵气短时间内恢复到了80%左右。嗡！当凌霄剑再次被举起，充满灵力之下，一道雄魂剑鸣响彻整个山洞。轰！金色剑体，其上紫色符文闪烁着刺目的光芒，随着刺目剑刃斩下昏暗的空间，滔天剑力再次如洪水般爆发出来。轰隆隆！与此同时，3道雷劫从天而降，如3柄利剑轰向黑云谷众人。这是我的雷劫体。宋婉清喉咙滚了滚，极为无语。但他眼中的愕然也是逐渐放大，因为陈八荒利用雷劫体爆发出的雷劫，威力比他的要大1倍都不止。噗噗噗，3道雷劫所过之处，黑云谷魔修的身躯瞬间被击得粉碎，血雾弥漫场中。下一瞬，恐怖剑力跟随而至，不断粉碎那爆射过来的利器，随后展开魔修的身躯。一时间，惨叫声、身躯碎裂之声充斥全场。黑云谷近100魔修瞬间丧命，其中3名护法，2名殒命，1名被轰进洞壁之中，生死不知。唯有一道身影手持巨斧，如战神一般冲杀到陈八荒的近前。此人正是黑明。此刻的黑明全身多处皮肤被剑气撕开道口子，鲜血染红衣袍。此刻他心中也是骇然翻滚，因为陈八荒这一剑的威力也差点将他毁灭。同时他余光瞥向远处的公孙海，发现对方依旧是立在原地没出手。他嘴角抽了抽，既然是合作关系，为什么这个家伙不出手？下一瞬，他目光看向陈八荒，脸色瞬间狰狞，当即衣服斩下，魔气裹挟而出，瞬间将陈八荒笼罩。拼死一战！噗！突然一道剑光破空而来，他感觉肩膀一阵冰凉的刺痛。下一瞬，他的手臂直接飞了出去，连带黑斧也摔到远处角落。啊！黑明发出一声惨叫，扑通一声栽倒在血泊之中。你是灵王境5级，而我可是灵王境10级，这怎么可能？发现自己在陈八荒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他眼中满是绝望。他无法理解，区5级灵王境怎么能强到这个地步。而这时，陈八荒已经将剑尖点在了黑明的胸膛。都退下，生怕陈八荒一剑抹杀自己。黑明转身对黑云谷众人吼道。闻言，众人纷纷后退。公孙海，黑明转脸看向远处的公孙海，怒道：为何一直不出手？公孙海，陈八荒冷笑道：黑明，公孙海就是想借你之手杀掉我，然后他再干掉你。这样一来，凶手是你，我被杀也有了原因。他回到大周书院就有了交代。公孙海嘴角抽了抽，陈八荒就好像他肚子里的蛔虫，完全知道他的想法。陈八荒和宋婉清可是中书院弟子，这2人死了，大周书院会彻查到底，所以他必须让黑明来背锅。黑明，公孙海高声吼道：你不要相信陈八荒所说，他是在挑拨离间，我绝没有利用你。黑明吼道：你利用我是事实，你别把我当傻子。公孙海咬了咬牙，他不再理会黑明，而是再次看向轩辕飞藏身之处。你吸引他注意力，我从后面偷袭。轩辕飞灵力传音给公孙海，显然他看到陈八荒的表现也变得谨慎起来。公孙海回道：陈八荒已经连续出2剑，就算他灵气恢复速度再快，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再出第3剑，即使出，威力也绝不如第2剑。轩辕飞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一击将他抹杀，此子绝不能留，是大祸患。公孙海微微点头，灵力传音给黑明，我还有帮手，而且是灵皇境，我们2位灵皇竟定能抹杀陈八荒，你只需不断吸引陈八荒的注意力即可。黑明眼珠一转，暗道这还差不多。当即他看向陈八荒，故作哀求：陈八荒，我们黑云谷不该惹你，是我有错在先，我想活，给我次机会。噗！黑明的话还没说完，陈八荒手中的凌霄剑猛然爆刺，
瞬间洞穿黑明的胸膛，犀利的剑尖自其背后传出，带出一串血花，顿时股股浓郁魔气自黑明那破碎的胸膛滚滚而出。你，黑明做梦也没想到陈八荒丝毫不给他机会，就这么一剑给他杀了。而这时一道杀气直接笼罩下来，公孙海杀过来了。他本以为借助黑明和陈八荒说话的机会，他突然出手，但却未想到陈八荒一剑杀了黑明，所以他的身形依然爆射过来，一掌砸下。轰！刹那间，灵皇镜威压如大雨倾泻，砸在陈八荒和宋婉清的身上。宋婉清瞬间感到窒息，身子不自觉地倒退几十丈，才是感觉轻松一丝。轰！就在这时，陈八荒手中的凌霄剑竟是再次爆发出强横的剑气，当即一剑斩向公孙海。还能出剑？公孙海整个人都懵了，灵气恢复得这么快，只能拥有大周皇室家族特有的体质灵元圣体，灵气才可能恢复这么快。但陈八荒明显是不可能拥有这种体质，这小子一定是偷偷服下了丹药。妈的，真够狡猾的！公孙海嘴角抽了抽，而眼中并未有担忧之色。他是灵皇境，还弄不死一个灵王境。砰！下一瞬，他被凌霄剑那恐怖的剑力轰的身形向后一闪，脚步不断后退，而陈八荒倒退出去数百丈。轰！就在这时，轩辕飞出手了，他化作一道虚影，单手化爪，在陈八荒的背后猛地一爪落下。杀我丈夫，毁我儿子，给我死！轩辕飞裹挟着无尽怒火的声音陡然在陈八荒的背后响起，而这一瞬间，轩辕飞体内的灵皇境威压也汹涌而至，死死将陈八荒笼罩。又一位灵皇境，这回陈八荒彻底完了。宋婉清脸色瞬间惨白，此刻为时已晚，他冲过去已然来不及，而就算冲过去，他也就不下陈八荒。陈八荒这次死定了！唰！就在这时，陈八荒猛地转过身，手中凌霄剑划出一道绚丽的金色弧度，当即剑尖指点轩辕飞的眉心。动作如此顺滑，剑法如此精准，显然他早就预判了轩辕飞的存在。唰！一瞬间，一道冰冷的杀意死死将轩辕飞锁住。你！轩辕飞瞳孔骤缩，身形陡然停止。他深知，他这一爪没有触碰到陈八荒，陈八荒的剑就能将他的头颅洞穿了。这小子居然早就知道他的存在，而且始终在扮猪吃虎，真是低估了这小子。念及此，他单手一挥，手中一个金色圆环瞬间乍现。这圆环原本是拳头大小，却是瞬间变大，如风火轮一般飞速旋转，狠狠撞击在凌霄剑之上。砰！一道尖锐的碰撞之声响彻全场，陈八荒接连倒退十几丈，凌霄剑插进地面，才是止住身形。另一边，轩辕飞也被这碰撞产生的震荡之力轰击的倒退了几十步，那发出圆环的手被震得一阵麻痛，居然扛住了我一环。他不可思议地瞪着陈八荒，他可是灵皇境强者，手中还有6阶灵气玄火如意环，居然都没有将陈八荒抹杀。这一刻，轩辕飞彻底惊醒。这么看来，他的儿子以及夫君栽在陈八荒的手里，并不是意外，而是陈八荒真的有实力。一瞬间，他眼睛微眯，眼中杀意不断翻滚。陈八荒，你到底来自何处？为何要针对我叶家？难不成你是皇室派出来对付我的？在轩辕飞看来，突然出现一个如此强横的对手，绝不是凭空出现，一定是他和他的父亲三王爷的死对头派出强者对付他们，否则一个倾城小少爷绝无可能成长为这般恐怖的强者。他转身看向公孙海，公孙海脸上的震惊仿佛凝固了一般，久久都未散去。之前陈八荒在问鼎会上的表现就已经让他叹为观止，但今日陈八荒面对2位灵皇境强者的攻击，居然毫不落下风，而且陈八荒可才是灵王境级别，这他妈简直是离了大谱。此子不除，对他也是莫大的威胁。他也看向轩辕飞，灵力传声道：郡主，此子实力深不可测，而且手段颇多，我们2人尽全力联手干掉他。轩辕飞微微点头，他本想自己亲手杀了陈八荒，为儿子和夫君报仇，但现在看来不能独自贸然行动，他一人就算能杀了陈八荒，他也会受到重创，所以和公孙海联手是最好的办法。这一瞬，他很恍惚，自己闭关修炼6个月，用尽父亲提供的修炼资源，侥幸踏入灵皇境。本以为出关之后他能所向披靡，压过九公主轩辕九哥一头，结果却碰到陈八荒这个横空出世的愣头青，而这个愣头青让他完全体验不到作为灵皇境强者那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反而是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水了。远处，宋婉清更是震惊的呆若木鸡，5级灵王境硬刚2位灵皇境，居然活了下来，而且没有受伤，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好似见了鬼一般看着陈八荒，不禁喃喃道：“这个家伙怎么这么强？”场中，陈八荒甩了甩被震得发麻的手，抽出插进地面的凌霄剑，看向轩辕飞和公孙海，不屑撇嘴道：“怎么着，玩不起了？2打1，而且还搞偷袭？”轩辕飞嘴角抽了抽：“陈八荒，你这个可恶的庶民，居然敢杀我的夫君，废我的儿子！身为皇家郡主，今日不将你就地正法，我皇家威严何在？”陈八荒撇嘴笑道：“皇家威严？那都是狗屁叶家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就到处耍威风，到处欺压百姓。你那宝贝儿子刚到青城，就要杀光青城所有修士，为他在天骄排行榜上积累更多的分数。你们这种人也配拥有皇家威严？”轩辕飞嘴角抽了抽，咬牙切齿道：“一介平民就是为我皇家服务的，今日让你牙尖嘴利，老娘一环击碎你的头颅！”唰，他单脚踏地，将地面踏得开裂，整个人朝着陈八荒爆射了过去。与此同时，公孙海立刻出手，身形化作虚影，掀起一道罡风，直奔陈八荒。2位灵皇境爆出的威压充斥着整个山洞，让众人呼吸都沉重起来。此人杀了我们2当家以及几位护法，我们黑云谷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小子耍威风，一起上，将他分尸，让大周国人知道我们黑云谷的厉害。至于这个小娘们儿，一会儿我们一起轮了她。黑云谷众人中有一人忽然建议道。闻言，黑云谷众人立刻蠢蠢欲动。2位灵皇境强者在场，加上他们这800多人，还杀不了一个灵王境吗？而且弄死这小子，玩弄那美若天仙的小妞，以此泄愤，却也是一件快事。念及此，黑云谷众人那充满杀气的目光齐齐看向陈八荒，当即爆出如墨魔气，如潮水般冲向陈八荒。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黑云谷众人的面前。此人手持紫剑，全身剑气涌动，威压滚滚，绝美的眸子中更是有着无尽的怒意。此人正是宋婉清。哈哈，就算你有些实力，你不过视弱女子，一个人与我800多位魔修一战，你只有被蹂躏的下场。黑云谷众人一脸不屑，盯着宋婉清的猥琐目光逐渐炙热，一起对付一个绝色美女，将其狠狠羞辱一番，此事美哉！轰！宋婉清一脸怒意，当即一剑落下。嘘嘘嘘，9道剑气形成的龙卷风呼啸而出，不断切割着黑云谷众人的身躯。地阶上等武技浮华九剑，这是宋婉清的拿手武技。噗噗噗噗，仅仅是几个呼吸之间，便有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这娘们很凶啊！黑云谷众人满脸骇然之色，纷纷止住身形，满眼忌惮。而宋婉清化作一道紫色剑影，直接杀进了人群。他深知这些人不除掉，他和陈八荒就不会脱离危险，寒天山灵矿更永无安宁之日。而面对宋婉清咄咄逼人的杀戮，黑云谷众人这才意识到，大周书院的顶尖弟子果然气度不凡，英勇无比。于是他们不再轻敌，更不敢以轻浮的态度面对，都是拿出自己看家的本领，与宋婉清决一死战。一时间，凶狠的喊杀声以及尖锐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山洞。另一边，陈八荒顶着轩辕飞2人爆出的威压，单脚踏地，一剑猛地斩了过去。咻！轩辕飞猛地甩出手中的玄火如意环，刹那间，血红火焰自环上燃起，灼烧的周遭空间瞬间扭曲，滚滚热浪瞬间充斥一方空间。地阶上等武技赤火混天轮，轩辕飞利用此武技，曾经一招抹杀3位灵王境10级强者。而另一边的公孙海随着一声暴喝，体内的灵气猛地爆发出来，瞬间凝聚成一层金色铠甲，包裹全身。轰轰轰！金色铠甲迸射出道道闪电，掀起道道能量涟漪。雷电赤金甲，地阶上等武技。这道灵气铠甲，即使是灵皇境剑修都不能斩透。很明显，轩辕飞和公孙海2人直接施展了自己的绝学，必须一招将陈八荒抹杀。2人心中皆是如此想。而陈八荒这一剑也几乎是调动了体内所有的灵气，凌霄剑的剑鸣之声响彻全场。3人心里都清楚，这就是生死局，败的一方当场殒命。远处，正在和黑云谷众人大战的宋婉清看到陈八荒3人的身影逐渐靠近，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若是陈八荒败，他也就危险了。但他心意已决，陈八荒死，他立刻自爆身躯，绝不给黑云谷的人侮辱自己身子的机会。而这一刻，他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因为他知道陈八荒必败。场中，咻！玄火如意环与公孙海的一掌几乎是同一时间镇压在陈八荒的头顶，2道灵皇境威压如2道洪流，冲击的陈八荒全身气息都不稳起来。而那索命的玄火如意环以及公孙海那迸射道道闪电的大手，更是充满浓烈的死亡味道。死亡急速逼近，
轰！陈八荒脸上没有丝毫波动，手中的凌霄剑狠狠落下。你完蛋了！公孙海狰狞大吼：“下去，给我夫君谢罪去！”轩辕飞哼笑：“吼！”就在这时，混元剑体横空出世，长达数丈、漆黑如墨的剑体之上，4条火龙不断游走。与此同时，道道雷劫爆出，直刺公孙海的手掌。轰隆隆，3道雷劫之力如利剑穿心，瞬间摧毁公孙海掌心的雷电之力。紧接着，呼啸而至的剑力层层摧毁雷电赤金甲，碾碎了公孙海的手掌。砰砰砰，排山倒海的剑力轰击在公孙海的身上，他那引以为傲的雷电赤金甲如瓷碗一般不堪一击，瞬间破碎。随后滔天剑力疯狂摧毁着他的身躯。先天剑体，这是公孙海头一次见到陈八荒彻底展露先天剑体，而这等恐怖剑体，纵使他修行60年也从未见过。而来不及震惊，他便是感觉全身上下被无数的利剑猛刺，痛得他全身颤抖，发出凄惨的叫声。砰！与此同时，那裹挟着滔天玄火的金环被一条火龙当场击飞出去，当即化作一道火芒直奔轩辕飞。轩辕飞被自己的武器攻击，他还是头一次遇到，眼眸中满是惊骇。他调用全身所有力量，当即一掌轰在玄火如意环之上。砰！金环被他打得变形，飞了出去，而他身形暴退近100步，低头一看，自己的右手血肉模糊啊！另一边，被道道剑力不断轰击的公孙海，身躯好似被定在空中，猛烈颤抖，发出惨叫，道道血柱自他身躯喷涌出来，他老脸一阵阵猛烈抽搐，一剑破碎雷电赤金甲，而且还废了公孙海。纵使是一向自以为是的轩辕飞，此刻脸上也是有了慌张。二人联手啊，都败了。而下一瞬，他瞳孔激战，因为陈八荒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赶紧一爪轰出，直抓陈八荒的面门。噗！一道金属切割骨肉的声音陡然响起，轩辕飞的手直接飞了出去。下一瞬，锋利剑尖点在轩辕飞的喉咙处，陈八荒淡淡道：“灵皇镜，郡主，不过如此。”轩辕飞，陈八荒，倒在血泊之中的公孙海用尽力气大声喊道：“我们认输了，你收手吧。”轩辕飞可是当今大周皇朝的郡主，他父亲更是赫赫有名的3王爷，你不能杀他，否则你我，包括我们的家人都会受牵连。公孙海并未说谎，以3王爷的脾气，若是知道自己女儿死了，定会迁怒于他公孙海，乃至是他的家人。3王爷是个魔鬼，你绝不能触碰他的逆鳞，否则你我都会步入万劫不复之地。公孙海发了疯般大吼：“你杀我都可以，但你绝对不能杀他，否则我的家人可就全都没命了。”轩辕飞沉声道：“陈八荒，公孙海并不是危言耸听，我是郡主，你杀我，就是与大周整个皇室为敌，届时不光你，就是整个倾城都得。”噗！他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剑光横扫，他的头颅直接从上了天空，其上凝固着无比惊骇的神色。轩辕飞无法相信，陈八荒这个贱民居然真的敢杀他。现场瞬间寂静，鸦雀无声，众人皆是无比骇然地瞪着陈八荒。即使是黑云谷的人也停止了战斗。击败一位灵皇境，抹杀一位灵皇境，而且杀的还是郡主，这个叫陈八荒的人实在是可怕。而下一瞬，黑云谷的人脸色大变，因为陈八荒冲过来了。吃吃吃！剑光四起，黑云谷不断哀嚎，甚至是跪地求饶，但他们的头颅一一飞了出去。陈八荒全身上下溅满鲜血，但他那冰冷的眸光中，对于眼前求饶之人没有半分的同情。包括轩辕飞，他们对他陈八荒有杀心那一刻起，陈八荒就没打算留他们的命。前世作为修士金字塔顶端的剑帝，他深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绝不留后患，全杀。10几个瞬息之后，整个山洞安静了下来，只有温热的血腥味道充斥着整个空间。宋婉清，他美眸瞪得滚圆，樱桃小口张大，整个人如冰雕一般，呆呆地看着陈八荒。公孙海更是震惊的全身发麻，心中绝望翻滚。眼前这如杀神一般的陈八荒，前几日还是大周书院的杂役弟子，这一瞬间，公孙海感觉自己意识都错乱了，道心几近崩塌。而当陈八荒那冰冷的剑抵在他的喉咙处，他才知道他的死期到了。陈八荒，你别杀我，我有用。公孙海脑中努力搜索自己有什么价值，陈八荒才不会杀自己。眼睛一亮，他挥着远处黑云谷老谷主的身躯对陈八荒道：“此次黑云谷如此大动干戈，是因为黑云谷谷主想找到老谷主的肉身，运回去，通过魔道秘法掠夺老谷主体内的魔火。而谷主之所以没来，是因为他在闭关，一旦他出关，必然会来找你复仇。我们同属大周书院，
届时我定会帮你。一边激情澎湃地说着话，公孙海右手掌心却是悄然升腾出一个结印。陈八荒似是没有察觉到公孙海的异样，他眼睛微眯，看向老谷主的身躯。此刻老谷主身上的魔火依旧在燃烧，魔火在主人死去之后，他也随之泯灭。而这老谷主身上的魔火还在燃烧，这说明要么是老谷主临死前封印了修为，维持着魔火，要么就是他还活着。陈八荒淡淡道：唰！公孙海手中结印逐渐涌动出一股磅礴之力，而当这股力量袭遍全身，他便可瞬移到数百丈之外，届时他可获得逃生的机会。而闻言陈八荒所说，公孙海惊讶地看着陈八荒：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毕竟陈八荒看上去不过20岁出头，居然懂得比他还多。为了拖延时间，他继续道：你猜的没错，老谷主就是在临死前封印了自己的修为。这件事是当年我在这里偶遇老谷主，他告诉我的。当时寒天玉龙已经钻进他的身体，打算夺他魂魄，而他准备借此机会炼化寒天玉龙，而这个过程至少需要30载，所以当年老谷主托我带话给谷主，告诉其30年后一定来到这里，这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事情。陈八荒没说什么，目光看向远处的老谷主，尤其是落到老谷主那张没有丝毫气息的脸上，他眸光逐渐锐利。前世经历过无数生死关头，敏锐的直觉告诉他此事没这么简单。唰！就在这时，公孙海的身形瞬间变得虚幻，在那道结印之力的加持之下，他的身形瞬间移动到老谷主的身旁。公孙海，你想跑？宋婉清沉声道：你现在身受重伤，即使使用了瞬移手段，你也逃不出这山洞。公孙海嘴角越咧越大，最后嚣张大笑：我当然知道我跑不掉，我今天活下去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得到老谷主体内那封印的修为，得此修为，老子就能抹杀陈八荒。宋婉清脸色一紧，沉声道：公孙海，你可是大周书院的大长老，你怎么能掠夺魔道之人的修为？那岂不是成为了魔修？魔修又如何？公孙海双目猩红，脸色瞬间变得狰狞。只要我能成为绝世强者，只要我能活命，成魔也无所谓。你爹压制我太多年，要不是你爹，我早就是院长了。我不再受你爹的窝囊气了。今日我要获得至上的力量，杀了你和陈八荒，没准老子一高兴，杀到大周书院去干掉你爹。宋婉清失望摇头，苦笑道：公孙海，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其实我爹一直在向中州书院推荐你成为院长，可是总院那边总是驳回我爹的建议。总院认为你好大喜功，道心不正，而我爹多次替你说好话，结果你还这般污蔑他。我爹真是看错了人。什么？公孙海脸色瞬间阴沉，当即奋力摇头：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你爹就是想高我一头，永远压制我，但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公孙海今日起将成为他永远无法超越的存在。啪！公孙海用尽最后的力气，一掌拍在了老谷主的胸口。他狰狞笑道：陈八荒，你没想到吧？当年我在这里偶遇老谷主，当时他教授了我如何掠夺他封印修为的秘法。哈哈，天时地利人和，我公孙海要发达了。嗡！下一瞬，公孙海的掌心猛地爆出股股漆黑能量，这能量好似毒蛇，瞬间钻进老谷主的心口。哈哈，至上的力量，快来到我的身体里吧！公孙海笑得极为猖狂。公孙海，陈八荒忽然开口，脸上带着戏谑之色，道：我刚刚说过，老谷主可能死了，但也可能没死。既然他是大能者，能成长到那个高度，又怎么可能轻易将掠夺他修为之法教授给你？如果我没猜错，这一切都是老谷主做的局。什么？公孙海脸上涌出一抹深深的凝色，毕竟他也是老江湖，陈八荒所说很有道理，只是他一时鬼迷了心窍，没有想那么多。呵呵。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笑声陡然响起，这笑声似是从尘封多年的古井中传出一般，冰冷且沙哑。而就在这一瞬间，老谷主忽然睁开了眼睛，这双眼睛浑浊，但却充满戏谑的杀意。吼！下一瞬，自他胸口猛地窜出一条冰龙，顺着公孙海的手臂旋转划过，瞬间将其死死缠绕住。你没死！感受到冰龙那彻骨温度，瞬间将自己冰冻得不能动弹，公孙海恐害的心脏猛跳。老夫修为岂能让你掠夺？我当年教你的掠夺之法，其实是让我夺舍你的秘法。我料到30年后，你可能会出现在这洞中，要么就是现在的谷主。总之，不管你们二人谁来，老夫都打算夺舍你们。毕竟我也想活。公孙海吓得脸色惨白，惊叫道：这么说，你已经战胜了寒天玉龙？老谷主桀桀笑道：打成了平手，我们融为了一体，现在就差你这副身躯为我做嫁衣。不要，放过我一马！
公孙海惊慌大叫，身躯猛烈颤抖，但随着冰龙那强大的缠缚力，死死地拉扯住他。他知道他要被夺舍了，于是他大骂：“老王八蛋，我草你妈！你算计我！”咕噜，下一瞬，那冰龙猛地钻进公孙海的身躯，公孙海全身猛烈一抖，口吐白沫，随后猛地睁开了眼睛。身躯遭到重创的他，竟是猛地站起来，看到全身上下都是剑伤，他摇了摇头，这副身躯属实被陈八荒玩坏了。话落，他看向陈八荒，冷笑道：“要不你让我夺舍一下？”陈八荒眼睛微眯：“老家伙，刚刚我用你的魔火以及紫金含金淬炼我的剑，你都忍住没出手，你比乌龟都能忍啊！”老谷主桀桀冷笑：“小不忍则乱大谋。当时你手中有剑，时刻处于戒备状态，我在此等了30年，我可不想被你这个愣头青一剑刺死。而且，若不是公孙海主动施展秘法，我也不可能将他夺舍，我将永远像石像一样盘坐在这里。因为我与寒天玉龙打成平手，合二为一，他困住我，我牵制他。可万万没想到，公孙海这个蠢货真的上当了，成全了我。哈哈哈！但是，他眼睛微眯，阴沉地看着陈八荒：“你刚才其实已经察觉公孙海要施展瞬移之术来到我面前，但你故意没阻止，因为你看出我要夺舍他。你的城府真是深得可怕，你早就看出公孙海的心思。”宋婉清转身，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八荒。陈八荒淡淡点头：“我是想看看这个老家伙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原来是玩老掉牙的夺舍游戏。”老谷主哼笑：“是挺老套，但很实用。今日我就夺舍你，然后将这漂亮的丫头做成我的炉鼎。我黑春秋的第二春即将开始。”黑春秋正是老谷主的名字。轰！双臂抬起，黑春秋体内涌出道道浓郁魔气，这魔气竟是迅速修复公孙海身上的剑伤。与此同时，他单手摊开，一团夹杂着点点金光的黑色火焰猛地自掌心升腾而出。魔火，这是黑春秋苦修20载才凝聚成的魔火。小子，你拿我的魔火练剑，现在你该付出些代价了。轰！魔火瞬间凝聚成一柄巨大黑斧，黑春秋猖狂大笑。一瞬间，2级灵皇境威压裹挟着魔气，重重镇压在陈八荒二人的身上。恐怖的修为加上魔火的加持，黑春秋的威压震荡的整个山洞发出咔咔响声。这个老色批打我的注意，我们一起上！宋婉清怒视着黑春秋，手中紫剑猛地抬起。陈八荒摇头：“你上与不上，作用不大，保命要紧。”宋婉清，他沉声道：“你我同门，我是你师姐，我岂能贪生怕死？”话落，他提剑爆射向黑春秋。陈八荒颇为惊讶，这女人还挺有骨气。当即，他手持凌霄剑，化作一道剑影，也冲向黑春秋。没什么说的，干就完了，不战肯定会被杀，战还有一线生机。黑春秋冷哼一声：“初生牛犊不怕虎，但你们找错了对手。”轰！巨斧落向二人，一瞬间，空间撕裂，魔气滔天。砰！仅仅是破碎了一道魔气，宋婉清便直接被击飞出去。那巨斧的恐怖力量，险些将他手中的6阶灵气斩断。无知的后辈，看老夫事后如何玩弄你这水嫩的小妞！黑春秋冷战，当即看向一剑斩杀过来的陈八荒，手中巨斧发出一声爆鸣。对付陈八荒，他不敢大意，手中巨斧猛地抬起，巨刃切割空间，狠狠撞击在凌霄剑上。轰隆隆，如惊雷般的巨响响彻整个山洞，甚至是让的整个寒天山都微微激战。下一瞬，陈八荒和黑春秋二人皆是疯狂暴退，身躯都重重砸在洞壁之上，将坚硬的岩石砸得开裂。不过是5级灵王境，你怎么如此强？黑春秋满脸怪异之色，就算天赋异禀，手中有着9阶灵气，也不可能跨越这么多境界将他击退。而且他明显发现陈八荒这一剑饱含纯阳之气，纯阳之气可是魔气的克星，这才导致他这一斧掀起的滔天魔气被陈八荒一剑镇压得无影无踪。不对，就算你天赋过人，你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你绝对遇到了大机缘。之前黑春秋还一脸气定神闲，但此刻却目光中充满忌惮。陈八荒冷笑：“关你屁事！不过你修炼出的魔火不错，火焰精纯，魔气浓郁。”黑春秋眼睛微眯：“你要夺我魔火？”陈八荒淡笑道：“不可以吗？”黑春秋喉咙滚了滚，眼中阴沉之色更盛，道：“你对魔道很了解啊，你到底是何人？为何小小年纪有如此丰富的阅历？”陈八荒抬起凌霄剑，道：“交出魔火，我就告诉你。”黑春秋，书中女子问道：“吸纳他的魔火，确实可增强混元剑体，但魔火可是魔道之物，你若不能彻底降服，被魔火反噬，你我都得毙命。”陈八荒目光沉沉地盯着那凝聚成巨斧的魔火，道：“
若是混元剑体融入魔火，不仅大幅提升修为，以后我再遇到魔修，即使是很厉害的魔修，都能轻松将其击杀。机会难得，魔火难遇，我现在就动手。女子叹道：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是个疯子。轰！陈八荒再次出手，手中凌霄剑划出一道金色弧度，狠狠轰向黑春秋。黑春秋不敢大意，巨斧横起，硬刚陈八荒这一剑。砰！利剑与巨斧抵在一处，陈八荒和黑春秋二人皆是全身肌肉紧绷，面目狰狞地盯着对方。2级灵皇境对付一个5级灵王境，居然气势上没有占上风。黑春秋有些恍惚，但他丝毫没有大意，猩红目光盯着陈八荒，他嘴角勾起玩味弧度。轰！下一瞬，他胸口陡然窜出一条冰龙，这条冰龙全身裹挟着浓郁魔气，好似从地狱中游走出来。狰狞的龙头之上，一双龙同如索命的鬼，死死盯着陈八荒，当即发出一声龙吟，直扑陈八荒。魔像与寒天玉龙融合之后，寒天玉龙成为了黑春秋的魔像。哼，兵不厌诈，没想到我有这招吧？黑春秋老脸上浮现诡谲笑容，可令他感到诧异的是，陈八荒的嘴角竟也噙着一丝玩味笑意。下一刻，他沉声道：斩龙剑！吼！霎时间，一道龙吟之声贯穿天地，当即一道血色剑气横空出世，伴随而出的是混元剑体，其上4条火龙直扑魔像。5技斩龙剑与混元剑体合体爆发，咔咔咔！恐怖的剑力摧枯拉朽般寸寸撕裂魔像，纵使魔像冰龙有着万年寒冰的坚硬身躯，也如淬镜一般，瞬间支离破碎。我的龙啊！黑春秋瞳孔骤缩，心疼的全身猛烈一颤。他见过陈八荒的先天剑体，但他却没见过陈八荒的5技。这道5技绝对是超越天阶的存在，再加上9阶灵气，陈八荒这一剑的威力可撼动天地。但来不及细想，凌霄剑那剑刃直斩他的眉心。这一刻，他的魔气与2级灵皇境威压也被雄浑的剑气层层碾压。砰！下一瞬，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疯狂暴退，身躯砸进洞壁之中，才是止住身形。噗！呕出一口老血，黑春秋满脸骇然地看向陈八荒，当即嘴角猛抽。他的魔火已经到了陈八荒的手中。这他妈什么情况？自己等了30年，好不容易让公孙海上了当，他得以脱离之前的躯壳，结果遇到了一个这么变态的后辈，而且自己苦苦修炼的魔火也被对方夺了去。难道这个陈八荒是老天专门派来折磨我的吗？心中烦乱无比，黑春秋怒吼道：小混蛋，即使你抢走我的魔火，你也无法将其炼化，为你所用，因为你不是魔修，强行炼化魔火据为己有，你只会走火入魔。陈八荒淡笑：我是否走火入魔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结出一道封印，将魔火封住，随后收入纳戒之中，当即身形瞬间来到黑春秋的面前。别杀我！黑春秋脸色一紧，赶紧大喊。而这时陈八荒的剑已经洞穿了他的胸膛，赤魔气从胸膛喷涌而出，黑春秋脸上的骇然瞬间凝固，但很快他脸上竟是浮现出一丝诡异笑容。他没死。他大笑道：小子，我和寒天玉龙合体后，在我的灵魂之中结成一道屏障，那就是灵皇境以下的修士无法杀死我们的灵魂结合体。换句话说，你就是毁了公孙海的肉身，也无法杀死我的灵魂，除非你是灵皇境。轰！他猛轰一掌，瞬间将陈八荒击飞出去。老家伙居然还留有这一招。远处宋婉清勉强从地上爬起来，一脸气馁地喊道：已经打到这个时候，却因他和陈八荒都不是灵皇境，而被黑春秋拿捏，他不甘心，必须要和对方拼死一搏。轰！这一瞬，宋婉清体内一道狂暴气息冲天而起，燃魂。知道自己活不成，他打算燃烧自己灵魂，短时间内提升实力，与对方拼死一搏。你疯了吗？陈八荒上前一掌按在宋婉清的肩膀上，掌内爆发出的气息瞬间镇压住了宋婉清体内即将燃起的灵魂。那还能怎么样？我们别无他法。宋婉清沮丧至极，眼中有了泪水。在这山洞之中，去哪里能找到灵皇境强者帮我们？哈哈，既然知道你们死路一条，那你们不如臣服我，做我炉鼎，我饶你们不死。脸上满是得意之色，黑春秋桀桀笑道。陈八荒冷笑：找个灵皇境来帮忙，有什么难的？黑春秋讥讽笑道：你就吹牛吧，你若能叫来灵皇境，老夫这条命归你了。轰！他身形瞬间出现在场中，一张拍向陈八荒，避免节外生枝，他要立刻干掉陈八荒。轰！陈八荒又是一剑刺出，瞬间洞穿黑春秋的腹部。黑春秋不屑冷笑：夺舍之躯，你捅烂了也杀不死我，除非有灵皇境帮你。噗！就在这时，一道红色剑芒陡然而至，
瞬间洞穿黑春秋的后脑，渐渐自其眉心冒了出来，带出一道鲜血。而这一瞬，一道沉重的灵皇镜威压镇压而至。谁？黑春秋表情瞬间僵住，眼中惊骇沸腾，他心中极为震惊，怎么在这个时候背后会出现一位灵皇镜？而这时，一位红裙女子走到了黑春秋的正面，一脸冰冷地看着他。此女正是红莲。红莲是奉命暗中跟随陈八荒，此次含天山之行，陈八荒料定2位灵皇境强者薛元飞以及公孙海都会对他下手，为了万无一失，他带来了红莲。至于倾城，在这几天之内，姬明月和顾成坤因他传授的功法和武技，实力会大增，尤其是噬魂灵狐，修为也会达到新的高度。2人与灵兽联手，应该能抵御叶家的偷袭。而之前在洞内，陈八荒多次遇险，藏在暗中的红莲几次想出手，但陈八荒之前说得清楚，没有他的命令，红莲绝对不能出手。而红莲逐渐也意识到，陈八荒即使在紧要关头命悬一线，也不让他出手，其目的是想通过与超级强者的战斗，不断地打磨他目前这副身躯。虽然灵魂是当年的见底，但身躯却不是。只有经过千锤百炼，面对无数强敌的挑战，才能让身体锻造的如玄铁般坚硬，反应速度如鹰隼般迅速。而最后，当陈八荒发现黑春秋这个老贼既然在灵魂上下了手段，只有灵皇镜才能将其击杀，所以他只好命红莲下手。小子，你居然还有灵皇镜级别的帮手！公孙海体内，黑春秋的灵魂发出颤抖的声音：“老夫输了，可否留老夫一命？”陈八荒冷笑：“你和公孙海都得死。”话落，他看向红莲，杀。红莲点头，当即手中血红长剑再次落下，噗！锋利的剑刃瞬间将公孙海的身躯劈得粉碎，而黑春秋的灵魂也泯灭在这一剑之下。宋婉清，他美眸瞪大，一脸错愕。打死他，他也想不到陈八荒居然还有一位灵皇境级别的强者帮忙。难道说陈八荒是这位灵皇境强者的属下？一定是。宋婉清心中笃定，主人。而就在这时，红莲冲陈八荒深深一礼，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毕恭毕敬之色。宋婉清，这位灵皇境美女居然称陈八荒为主人。这一刻，她眼睛瞪得更大，好似见了鬼一般瞪着陈八荒。陈八荒看着一脸愕然无比的宋婉清，耸了耸肩，她是我的女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收灵皇境强者作为女仆。宋婉清脸上震惊之色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她滚了滚发干的喉咙，一时间话都说不出来。几个瞬息之后，她终于缓过神，看向已然变得血肉模糊的公孙海。她对陈八荒道：“公孙海虽然被黑春秋夺了舍，但他的一缕残魂刚刚还存活，其实你大可以留着他的性命，等着我爹回来处理他。”可陈八荒却摇了摇头：“公孙海与黑云谷沆瀣一气，若是我留他一命，就算他的武力废掉，对我没有什么威胁。但他也可暗中通知黑云谷，若是谷主得知我杀了黑春秋，还夺了其魔火，他必然会找我算账。我杀了公孙海，秘密传不出去，那么黑云谷定会花费一段时间才能调查清楚事情缘由，而这样为我争取了大量的时间。”宋婉清微微点头，看着眼前一脸淡然的陈八荒，他内心极为凌乱。眼前这位青年的实力已经到了他无法相信的地步，而且其心思缜密，做事极其老辣的风格，与其年龄也极为不相符。这让宋婉清越发好奇，陈八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来路？轰轰轰！突然间，他们所在的山洞地面突然冒出滚滚魔气，下一刻，山洞剧烈颤抖，洞壁多处开裂。什么情况？宋婉清四处张望，立刻紧张起来。陈八荒环顾四周，皱眉道：“此洞是黑春秋的修炼洞府，如今他的灵魂泯灭，这巨大的山洞也即将坍塌，我们赶紧离开。”随后他转身对红莲道：“将地上所有尸体上的那戒收集好后交给我，若是漏掉一枚那戒，今晚不许吃饭。”吩咐完，他大摇大摆离开了现场。主人，遵命。红莲再次深深一礼，当即爆出灵力，不断拉扯尸体上的那戒。宋婉清，他错愕地看着红莲，这样一个美女，实力又逆天，居然认陈八荒做主人，而且还这般唯命是从。他不禁问红莲：“你是有什么把柄在陈八荒手里吗？”红莲淡淡看了眼宋婉清，并没有回答其问题，而是笑道：“你还是小心你自己吧。若是你爱上主人，恐怕你每日脑子里、心里想的都是他。”宋婉清，倾城。此刻，有着200多道杀气腾腾的身影出现在了城门前，为首的正是叶家的管家叶虎。叶家2位长老被陈八荒抹杀在藏魔渊，如今叶家挑大梁的就是叶虎，而叶虎自身实力也不俗，达到了8级灵宗境。虽然远不及陈八荒，但他经过调查，
姬明月和顾成坤的修为远不如他，而陈八荒去了距离青城有着数万里路远的寒天山。此刻的青城对于叶虎来说就是一块大肥肉，而且薛元飞也赶往寒天山，夫人此次目的就是击杀陈八荒，所以原本想等到陈八荒死讯，叶虎再动手拿下青城，但考虑到陈八荒仇敌颇多，如是被他人捷足先登，可就亏大了。于是他赶紧调回叶家在各地的精英修士，连夜赶到了青城。今夜我们叶家要血洗青城。叶虎眸光冰寒，全身杀气涌动。哐！随着叶虎等人出现，青城内的警钟突然响起，顿时近百人冲了出来，为首的正是姬明月，他身后跟着顾成坤以及张冲。如今青城日夜有守军巡查，城头上的卫兵一旦发现有可疑人靠近青城，便立刻敲响警钟。你就是陈八荒的女人姬明月吧？我们是叶家人，你男人陈八荒已经被我家夫人斩杀在寒天山，大势已去，你们都得是我们叶家人的阶下囚，又或者是刀下鬼。叶虎双手背在身后，不屑哼道。姬明月心头一紧，陈八荒去了寒天山，但生死他不知。闻言叶虎所说，他心头莫名难受。夫人，陈少不是鲁莽之人，而且手段很多，他不会轻易被杀。叶家人这般说，就是想乱我们阵脚，千万不要上当。顾成坤凌厉传声给姬明月。姬明月深深点头，爱之深，关之切。他是太担心陈八荒，所以才会瞬间心神恍惚。他目光阴沉地瞪着叶虎，青城是我们的家，赶他进一步，伤我们一人，我们和你们血拼到底。叶虎仰头大笑，姬明月，别怪我太坦白，你们青城能打的也就是陈八荒，没有陈八荒，你们什么都不是。老子弄不死陈八荒，但碾压你们还是信手拈来的。话落，他脸色瞬间变得肃杀，对身后叶家人高声道：杀进青城，让他们知道我们叶家人是多么恐怖的存在。杀！叶家人气势高涨，纷纷爆出灵力，一窝蜂似的冲杀过去。抛开功法武技不说，单是修为，叶家人就比青城人高出太多，所以叶家人气势如虹，满脸杀意，毫无顾忌。尤其是叶虎8级灵宗境的修为，那自是所向披靡，手中乍现一柄巨锤，如洪荒野兽一般冲了过去。轰！顾成坤率先冲了出来，他单掌抬起，掀起一道雄浑灵力，狠狠拍向叶虎。区灵宗境也敢班门弄斧？叶虎冷笑，手中巨锤猛力砸下。金刚玄盾！顾成坤大吼一声，当即一道金色护盾猛地凝聚在他的面前。此武技正是陈八荒传授给他的天阶武技。轰！巨锤落下，如小山一般重重砸在护盾之上。砰！一声脆响，叶虎手中的巨锤当场被震得起飞。若不是叶虎攥得紧，巨锤险些脱手。叶虎，他错愕的表情僵硬，这他妈什么武技？区灵宗境爆出的护盾，他这位灵宗境8级居然轰不开，这护盾果然牛逼啊！顾成坤满眼惊喜，当即全身的气势涌动了起来。一起干他！心中瞬间涌起忌惮。叶虎对叶家众人喊道，目光转向远处的姬明月，他嘴角扬起，先杀这个女人，鼓舞下士气。既然顾成坤是块难啃的骨头，那他先拿姬明月下手。轰！巨锤再次轰杀过去，这次叶虎用尽了全力。姬明月柳叶眉一凝，手中长剑直接横起，硬汉叶虎这一锤。当即体内霸氏吞灵诀运转起来，道道灵力如奔流般涌进剑体。砰！又是一声脆响响彻全场，叶虎的巨锤又被轰开。叶虎，他好似见了鬼一般瞪着姬明月，你是6级灵宗境，我记得你的实力在2个月前才是灵宗境。虽然对于拿下青城有着十足的信心，但叶虎对青城修士的实力依旧是暗中做了调查，可显然他调查的结果已经落后了。这说明姬明月修为的提升实在是太快了，真他妈见了鬼了。叶虎本以为此次突袭青城他一路碾压，快意恩仇，可没想到2次都踢到了铁板。陈八荒本人就厉害到了变态的地步，难道他的手下也都这样牛逼吗？一抹深深的恼怒涌上脸庞，他怒吼道：老子弄不死陈八荒，还弄不死你们！轰！巨锤再次砸下，滔天力量席卷全场。这一次他用出了吃奶的力气，就算对方有2下子，但他可是8级灵宗境，境界碾压还是存在的。这一瞬他又变得意气风发。轰！突然间一道巨大的红色影子忽然出现在场中，他一出现，道道猛烈罡风袭遍整个青城，正是噬魂灵狐。